新婚之夜，她被迫嫁给冷血屠夫，本以为会被当成发泄嗜血欲望的工具，可当那个怪物大公推开房门，事情的发展却彻底超出了他的预料。在帝国最北端的冰雪城堡里，正悄悄进行着一场婚礼。塞勒涅今天作为新娘嫁进了这个冰冷的地方，可她脸上却没有一丝喜悦，因为她要嫁的男人瓦拉斯名声实在太吓人了。他既是人人敬仰的战争英雄，也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这个男人的狠劲是打小就练出来的，9岁那年他就亲手埋葬了战死的父亲。更让人后背发凉的是，为了复仇，他竟然在杀父仇人身边隐忍伺候了整整2年。他假装成无依无靠的孤儿，天天在马厩里清理马粪，直到彻底骗取了仇人的信任。就在仇人毫无防备的时候，他拔剑封喉，干脆利落的报了血海深仇。虽然这种手段被世人唾骂，说他卑鄙无耻，但他根本不在乎。在接下来的16年里，瓦拉斯干脆把战场当成了家，带兵赢下了每一场战争。可就是这样一个无敌的战神，身上却有着一个致命的问题：每当满月升起的时候，他就会彻底失去理智，陷入疯狂的嗜血状态。只要出现在他眼前的人，不管是敌人还是战友，全都难逃一死。就因为这个，他不仅是帝国的战争英雄，更是人人畏惧的冷血屠夫。而今天，塞勒涅就要嫁给这个可怕的男人。看着眼前这个冷若冰霜的丈夫，塞勒涅怎么也想不通，像瓦拉斯这样权势滔天的男人，明明有无数名门闺秀排着队想嫁，为什么偏偏选了他这个一无所有的孤儿？是因为美貌，还是一见钟情？别逗了，像他这样的冷血屠夫根本不可能在乎这些。他之所以选他，只是因为他是个无依无靠的孤儿，就算哪天突然人间蒸发了，也绝对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因为就在今晚过后，这个男人就打算把他永远锁起来，当成自己发泄嗜血欲望的工具。至于他为什么会知道这些，因为他根本不是原主，而是个穿越者。眼前发生的一切全都是他之前看过的一本小说，而且这还是一本尺度极大、剧情极其黑暗的限制级小说。更糟糕的是，在穿越前，尤米甚至连这本小说都没看完，就被同事叫去工作了。不过就算看完了也没用，因为等他在这具身体里醒来时，婚礼已经结束了。他只能老老实实待在新房里，等着瓦拉斯过来。逃跑更是想都别想，外面正下着暴风雪，他对这个世界又一无所知，根本无处可去。然而最糟糕的还不是这些，而是这具身体本身似乎藏着一个更大的秘密。这具身体虽然好看，但实在是太虚弱了。尤米以前穷的只能吃剩饭的时候，身体都比现在这具强壮的多。本来还想着今晚必须逃走，不然这辈子就彻底完了。可偏偏在这个时候，这具身体却困得根本撑不住，直接睡了过去。就在他迷迷糊糊的时候，房门突然被推开了，一个高大的身影提着灯走了进来。这一下，塞勒涅彻底惊醒了，因为进来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个被称为怪物大公的男人瓦拉斯。看着眼前这个高大的男人，塞勒涅心里直打鼓，不知道这个传闻中的怪物大公是不是真的像书里写的那么可怕。瓦拉斯冷冷地问：“你在这里做什么？”不过仔细一看，他似乎没有传闻中那么凶神恶煞。塞勒涅赶紧解释自己只是睡熟了，并慌忙往旁边挪了挪，想把位置让出来。可瓦拉斯根本没有要躺下的意思，只是站在床边一言不发地盯着他。只要这个男人在房间里，逃跑的计划就彻底泡汤了。瓦拉斯把灯往桌上一放，冷冷地丢下2个字：睡觉。塞勒涅还没反应过来，瓦拉斯就直接吹灭了灯，再次命令他闭眼。没办法，他只能乖乖躺下，用被子蒙住半张脸。其实仔细看看，这家伙长得挺帅的，甚至还有点可爱，真搞不懂原著里的女主角为什么一见到他就吓晕过去。不过现在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困意排山倒海般涌来。没一会儿，塞勒涅就彻底睡熟了，而瓦拉斯就这么坐在床边，静静地看着他，看着眼前这个毫无防备的女人。瓦拉斯的手突然攥紧了床单，显然他的内心并不像表面上那么平静。这个传闻中的怪物大公盯着熟睡的妻子，眼神变得越来越复杂。第二天清晨，塞勒涅迷迷糊糊地睁开眼，身旁的床单冰冷毫无温度。昨晚瓦拉斯根本没有上床，这剧情怎么和限制级小说写的不一样？他刚想起身，却猛地倒吸一口凉气，瓦拉斯竟然就坐在不远处的椅子上。这个男人冷冷地盯着他，显然已经整整守了一夜。白天的光线照在他脸上，这家伙帅得有些过分。塞勒涅尴尬地试图解释，自己刚才以为他去别处了。塞勒涅越想越觉得丢脸，刚才那些话怎么就脱口而出了？他索性把头死死蒙进被子里，恨不得立刻找个地缝钻进去。新婚第一天就如此尴尬，简直是当场社会性死亡。而一旁的瓦拉斯静静看着他，看着这个慌乱无措的新婚妻子。他深知这桩婚事从一开始就注定不寻常。在这个阴森的城堡里，所有人见了他都像见了鬼一样，连大气都不敢喘。他很清楚自己的可怕名声，一个满手血腥的战争恶魔，怎么可能配拥有正常的婚姻？可偏偏这个无依无靠的姑娘就这么被送到了他的身边，嫁给自己这样的怪物，他以后的日子怕是只剩下可怜了。听到沉重的关门声，塞勒涅赶紧从被子里探出头，发现瓦拉斯已经离开了房间。看来他是特意避开，好让自己有空间换衣服。这家伙似乎比小说里写的要温柔，可他毕竟是杀人不眨眼的怪物大公，万一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平静怎么办？看着眼前繁复无比的贵族礼服，塞勒涅彻底犯了难，这繁杂的衣物到底该怎么穿？就在他手忙脚乱的时候，房门突然被推开，瓦拉斯竟然在这个时候折返回来。瓦拉斯面无表情地走在前面，塞勒涅只能老老实实跟在后面。谁知他突然停下脚步，塞勒涅差点一头撞上他宽阔的后背。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瓦拉斯已经快步走到床边，一把掀开了凌乱的床单，紧接着他拿出一个皮囊，将刺眼的红色液体直接倒在床上。这一幕让塞勒涅吓得瘫坐在地，那黏糊糊的液体怎么看都像是鲜血，这到底是什么恐怖的仪式？难道他是在召唤恶魔吗？本以为拿的是恋爱剧本，怎么突然变成了惊悚故事？看着瓦拉斯冷冰冰的转过身，塞勒涅吓得直打嗝，难道自己就是那个祭品吗？就在他绝望时，瓦拉斯却朝他伸出了手，塞勒涅彻底愣住了，没想到他会主动拉自己起来。瓦拉斯低沉着嗓音，示意他把手递给自己。塞勒涅小心翼翼地搭上他的手，借力站起身小声说了句谢谢。接着瓦拉斯主动上前要帮他整理繁复的裙子，塞勒涅虽然害羞，但还是点头同意。当他高大的身躯靠近时，塞勒涅注意到了那双宽大的手，结实有力，充满了安全感。虽然像熊掌一样粗犷，却莫名散发着致命的男性魅力。想到这里，塞勒涅羞红了脸，赶紧用手捂住发烫的面颊。这纯情的反应把瓦拉斯也整不会了。瓦拉斯刚想动手帮他系好带子，动作却突然僵在了半空。看着塞勒涅娇小纤细的背影，他生平第一次感到了犹豫。这个女人实在太娇弱了，仿佛自己稍微用力就会把她碰碎。就在两人气氛暧昧僵持不下时，门外突然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原来是女仆长安娜在门外候着，主动提出要帮女主人整理衣物。这敲门声瞬间解了瓦拉斯的围，他立刻沉声让安娜进来。瓦拉斯默默收回了手，塞勒涅红着脸小声向他道谢。随后安娜快步走上前，动作麻利的帮勒涅整理裙子。瓦拉斯只能退到一旁静静看着自己空荡荡的手掌。瓦拉斯心里突然涌起一丝异样的空落，这种无法掌控的感觉让他很不舒服。盯着塞勒涅纤细的背影，一个危险而疯狂的念头在脑海中滋生：如果把这扇门彻底锁死，把他永远关在只有自己的世界里，是不是就再也不用担心他会离开了？就在这时，塞勒涅的肚子不合时宜地叫了起来，这一下直接把屋里古怪的气氛给打破了。瓦拉斯吩咐安娜去准备食物，随后便转身离开了房间。等人都走光了，塞勒涅总算松了一口气。不过屋里那股血腥味还没散去，他决定把窗户打开透透气。看着窗外白雪皑皑的景象，他忍不住叹了口气。未来的日子怕是没那么好过。第一夜总算是平安度过了，但塞勒涅心里很清楚，这只是暂时的安全。在原本的小说剧情里，他因为害怕直接晕了过去，结果被瓦拉斯无情地关了起来。那个男人简直就是个冷血的野兽，对一个20岁的姑娘没有半点怜悯。虽然现在自己还没被锁起来，但处境同样不容乐观。如果今天不逃走，以后怕是再也没机会了。可是外面冰天雪地的，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逃跑，跟送死有什么区别？就在他纠结万分的时候，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瓦拉斯的声音在门外响起，他要进来了。瓦拉斯推门走了进来，一进屋他就看到塞勒涅正坐在窗前，看着外面吹进来的冷风。瓦拉斯有些纳闷，这姑娘难道不觉得冷吗？他记得塞勒涅是从温暖的南方来的，按理说根本受不了北方的严寒，难不成他其实挺喜欢这种冷天？瓦拉斯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默默走上前，顺手把窗户给关上了。看着突然走近的瓦拉斯，塞勒涅心里又开始打鼓。这个男人身上那股压迫感实在太强，光是这么对视就让人有些害怕。看着瓦拉斯那张帅气的脸，塞勒涅在心里直犯嘀咕，这家伙虽然看着吓人，但长相确实是自己的菜。瓦拉斯突然开口问他，听说你中午没吃饭，现在饿不饿？看着塞勒涅直勾勾的眼神，瓦拉斯心里有些诧异，这姑娘居然一点都不怕他。接着瓦拉斯又冒出一句，要是饿了，要不要我给你弄点草来？这一句话差点没把塞勒涅给逗乐了，他只能拼命憋着笑。瓦拉斯却误会了，还以为塞勒涅是因为被关心而高兴。其实这也不能怪瓦拉斯不会聊天。后来安娜特意跟塞勒涅解释过，公爵大人以前一直待在战场上，根本不知道怎么跟女人相处。以前他去参加舞会的时候，根本没有女人敢靠近他，要不小心跟他对上眼，那些贵族小姐就会被吓得当场逃跑。这下可好，好不容易结了婚，他只能用自己的方式来关心人。原来这只是个可爱的误会。塞勒涅顿时觉得这个看似冷酷的男人其实还挺体贴，于是他大着胆子说自己想去外面走走。可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了，万一这家伙觉得他太放肆，直接把他关起来怎么办？他可不想这么快就失去自由。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瓦拉斯却突然朝他伸出了手。瓦拉斯淡淡的说，想出去的话就先站起来吧。接着瓦拉斯亲自帮他穿上了厚厚的防寒衣物，虽然被裹得像个球一样，路都快走不动了，但塞勒涅心里却甜滋滋的，觉得他刚才帮自己穿衣服的时候还挺温柔的。瓦拉斯突然停下脚步，转过身来，塞勒涅心里一惊，还以为是自己走得太慢，惹他不高兴。可紧接着瓦拉斯却微微弯起了手臂，这下塞勒涅彻底懵了，他这是什么意思？是要让自己挽着他吗？可他什么都没说，要是自己自作多情，凑上去可就尴尬了。塞勒涅紧张的不行，索性站在原地装傻。其实瓦拉斯心里也正打着鼓，他突然想起了副官扎斯说的话。扎斯之前特意叮嘱过他，如果女士穿着不方便，主动伸出胳膊是基本的礼貌，除非对方讨厌你，否则一般不会拒绝。看着迟迟没有动作的塞勒涅，瓦拉斯心里咯噔一下，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难道他真的讨厌自己？虽然两人还不亲近，但毕竟已经结婚了，而且这姑娘居然一点都不怕他。瓦拉斯突然有些好笑，自己到底在想什么？他转过身，冷冷地看着塞勒涅，娶她回来只
是为了繁衍后代，自己根本没必要在乎他的想法，大不了直接把他关起来，从明天起不让他踏出房门半步。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塞勒涅脚下一滑，眼看就要摔倒，还没等塞勒涅反应过来，瓦拉斯已经眼疾手快，一把将他搂进了怀里。这一下，塞勒涅整个人都贴在了他身上，他下意识地摸了摸，发现这家伙的身体硬邦邦的，简直像块石头。而瓦拉斯也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抱着他，没想到这姑娘这么小一只，抱在怀里软绵绵的。在原本的小说世界里，瓦拉斯是个从未感受过爱意的怪物，他独自在无尽的孤独中活了一辈子，而被关起来的塞勒涅却在日复一日的折磨中，无可救药地爱上了这个折磨他的人。可对瓦拉斯来说，塞勒涅不过是个繁衍后代的工具。看到这里的尤米忍不住叹气，这姑娘的命运也太悲惨了。当被瓦拉斯紧紧抱住的那一刻，塞勒涅整个人都愣住了，这男人身上带着好闻的木质香气，瞬间让他红了脸。他在心里暗自犯嘀咕，小说里明明说他是个冷血怪物，怎么现实中却如此温柔体贴？还没等他从胡思乱想中回过神，瓦拉斯再次朝他伸出了手。男人有些无奈地开口，既然路都走不稳，就算再讨厌他，也还是乖乖挽着他的胳膊吧。塞勒涅没有再犹豫，轻轻把手搭了上去，小声说了句谢谢。两人并肩走出了冰冷的城堡，一看到外面漫天飞舞的雪景，塞勒涅整个人都兴奋了起来，直夸这里简直太美了。看着在雪地里欢快奔跑的塞勒涅，跟在后面的瓦拉斯却是一头雾水。外面明明又冷又荒凉，这姑娘到底在高兴什么？可当塞勒涅转过头，冲着他露出灿烂的笑容时，瓦拉斯瞬间愣在原地，看着塞勒涅那无比灿烂的笑容，瓦拉斯整个人都看呆了。他甚至在心里暗暗期盼，这姑娘能不能再多看他一眼。而塞勒涅看着周围宏伟的城堡，感觉自己就像置身于真实的中世纪。以前在剧团工作时，他总梦想着去好莱坞，没想到现在居然来到了这里。可看着看着，他突然停下了脚步。如果自己真的回不去原本的世界，而是像小说里写的那样，被永远关在这个冰冷的地方，那再好看的风景又有什么意义？如果注定逃不掉，那唯一的出路或许就是拿下瓦拉斯的心。可问题是，他连恋爱都没谈过，这下该怎么去攻略这个冷酷的男人？看着塞勒涅突然低落下去的背影，瓦拉斯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搞不懂，这姑娘刚才明明还高高兴兴的，怎么一转眼就变得这么消沉？瓦拉斯越想越烦躁，直接快步走上前，一把拉住了她。他甚至有些自嘲地想，难道他终于反应过来，自己是嫁给了一个人人惧怕的怪物？看着塞勒涅疑惑的眼神，瓦拉斯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只是冷冷地说了句该回去了。转过身的那一刻，瓦拉斯在心里暗骂自己没用，明明是自己把人带出来的，现在居然连对他大声说话都舍不得了。塞勒涅有些不好意思的开口问能不能挽着他的胳膊，这一下直接让瓦拉斯慌了神。他表面上假装咳嗽掩饰尴尬，心里却开始疯狂找步，觉得外面这么冷，这姑娘身体又弱，万一走着走着晕倒了怎么办？瓦拉斯脑子里甚至开始幻想，要是塞勒涅真的晕倒了，自己顺理成章的把她抱起来，她还会红着脸跟自己道谢。为了防止这种意外发生，他主动把胳膊递了过去，结果塞勒涅一路上走得稳稳当当，根本没有半点要晕倒的意思。这下瓦拉斯反而有些失望了。两人终于回到了房间，塞勒涅感叹屋里真暖和，看来是女仆提前把壁炉点燃了。不过屋里的气氛一下子又变得有些尴尬，瓦拉斯站在一旁一言不发，这让塞勒涅心里直犯嘀咕。为了打破这尴尬的沉默，塞勒涅主动搭话，说这里感觉很和平。听到这个词，瓦拉斯显然有些诧异。塞勒涅接着表示今天玩得很开心，甚至还主动发出邀请，问以后能不能在一起出去散步。这一下直接把瓦拉斯给整不会了，他怎么也想不通这姑娘为什么一点都不怕他，而且他突然反应过来，自己原本可是打算把他锁起来的，怎么现在事情的发展完全脱离了控制？看着瓦拉斯一直盯着自己，塞勒涅有些纳闷，问他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其实瓦拉斯心里正犯嘀咕，他觉得这姑娘的眼睛有魔力，每次对视自己就好像被牵着鼻子走。他暗暗下定决心，不能再被牵着走了，必须按照原计划行事。毕竟娶她回来只是为了繁衍后代，现在就该动手。可还没等他采取行动，塞勒涅就甜甜的叫了他的名字，还冲他温柔的一笑。这一笑直接把瓦拉斯的防线给击碎了，他只能在心里自我安慰，觉得他今天累了，还是明天再开始吧。最后他只是别扭的说了句早点休息吧。第二天清晨，塞勒涅还在睡梦中，就被一阵开门声惊醒。安娜推门而入，神色恭敬地向他行礼问好。塞勒涅顿时慌了手脚，毕竟让长辈给自己行礼，他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可安娜却一脸冷淡，冷冰冰地反问他是不是对谁都这么客气。这突如其来的冷漠让塞勒涅瞬间尴尬在原地。为了打破这冰冷的僵局，塞勒涅只能老实承认自己从小当惯了平民，实在不懂这些繁琐的贵族规矩。塞勒涅主动放低姿态，诚恳地希望安娜能多指点自己。安娜表面上不露声色，心里却觉得这姑娘态度还算端正，便伺候着她吃完了早餐。吃饱喝足之后，塞勒涅惬意地躺在床上，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他猛地反应过来，现在好像根本没人限制他的自由。虽然在原本的命运里，他应该被死死关在房间里，但现在的自己可还没被禁足。既然如此，那还等什么？塞勒涅立马翻身起床，披上外套就准备出门。他可不想一直闷在这个屋里。
塞勒聂兴冲冲地拉开房门，结果迎面撞上了安娜。看着对方那冷冰冰的架势，塞勒聂顿时吓了一跳，只能老实交代自己想出去透透气。可安娜根本不为所动，直接推着餐车进了屋，冷冰冰地表示食物绝对不能拿到外面去吃。看着塞勒聂一脸失望的模样，安娜心里也有些过意不去，她主动退让了一步，提议可以在外面的走廊上摆桌，好歹能体验一下野餐的感觉。一听到能离开房间，塞勒聂高兴的眼睛都亮了，拉着安娜的手就要往外走。看着这姑娘单纯无邪的笑脸，安娜也只能无奈的叹了口气，转身去准备餐具。安奈的办事效率极高，没一会儿就在走廊上摆好了丰盛的午餐，这可把塞勒聂给高兴坏了。可看着桌上琳琅满目地餐具，塞勒聂又开始犯难了，他实在分不清该先用哪个叉子，只能硬着头皮随便拿了一个，心想就算用错，安娜也会提醒他。看着塞勒聂笨手笨脚的样子，安娜心里其实十分纠结。她想起瓦拉斯之前亲口说过，娶这个女人回来只是为了生孩子，根本没必要教她任何贵族礼仪。可这2天接触下来，安娜觉得他根本不是传闻中的那种人。就在安娜收拾衣物的时候，她突然停下了手里的动作，这衣服上居然有一大片暗红色的污渍。她凑近仔细闻了闻，这味道居然是动物的鲜血。安娜心里很清楚，瓦拉斯这是故意用动物血来应付外面那些女仆的闲言碎语，好让人觉得他们已经圆房了。可安娜怎么也想不通，那个冷酷无情的瓦拉斯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体贴了？难道他真的对这姑娘动了心？看着眼前吃得正香的塞勒聂，安娜心里突然升起一丝希望，也许这个单纯的姑娘真的能改变这个冰冷的北方，甚至阻止瓦拉斯的暴走。就在安娜想得出神时，塞勒聂突然轻声叫了她一下，说自己今天打算出门走走，问这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规矩。一听说塞勒聂要出城堡，安娜顿时警惕起来，她可不敢让这姑娘一个人乱跑，于是主动提出要陪同前往。而此时在书房里，瓦拉斯正烦躁地踱步，他发现自己的脑子彻底乱了，原本计划好要把塞勒聂关起来，现在却怎么也下不去手。如果没有任何理由，就直接把他当成工具一样囚禁，这让他心里感到无比抗拒。虽然他自嘲是个伪君子，但他现在急需一个合理的借口。看着脑海中塞勒聂那灿烂的笑容，瓦拉斯不得不承认，他真的不想再像对待物品一样去对待这个姑娘了。瓦拉斯还在书房里烦躁不安，突然听到窗外传来动静，他走到窗前朝下一看，发现瑟勒聂和安娜正往外走。这下瓦拉斯彻底坐不住了，在这冰天雪地里，他们居然要离开城堡，难道这姑娘是想逃跑？虽然有安娜在旁边看着，但万一在外面走散了怎么办？一想到塞勒聂可能会彻底消失，瓦拉斯心里就彻底慌了。不行，他绝对不能让这种事发生，这下什么计划都顾不上了，他必须立刻跟上去。塞勒聂终于跟着安娜来到了城堡外的集市上，看着眼前热闹非凡的街景，他整个人都兴奋坏了。这地方比他想象的还要有生气，感觉就像是在旅游一样。不过逛着逛着，塞勒聂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原著小说的剧情好像根本靠不住。就拿领主瓦拉斯来说吧，书里明明写他冷酷无情，可昨天他居然主动让自己挽着他的手臂。一想起那个画面，塞勒聂就有些不好意思。他虽然没谈过恋爱，但也能感觉到两人的关系不一般。可他哪里知道，此时的瓦拉斯心里正盘算着别的事情。塞勒聂赶紧拍了拍脸，让自己清醒一点。他很清楚，现在能出来闲逛，只是因为还没被关起来。可谁让瓦拉斯完全长在他的审美上呢？他还是想和对方搞好关系。看着一直规规矩矩站在旁边的安娜，塞勒聂主动拍了拍身边的空位，招呼他一起坐下歇会儿。安娜虽然有些意外，但还是顺从地坐了下来。可还没等两人做热乎，安娜突然察觉到了不对劲，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远处的人群里似乎有人在暗中盯着他们。而此时在城堡里，瓦拉斯正急匆匆地往外赶，他现在满脑子都是塞勒聂，生怕自己晚了一步，这人就再也找不回来了。等他一路冲到城堡大门，这才看到了塞勒聂的身影。此时的塞勒聂正哼着小曲，惬意地享受着好天气，根本就没有要逃跑的意思。看着眼前的画面，瓦拉斯这才反应过来，安娜可是帝国赫赫有名的骑士，有他亲自看着，塞勒聂怎么可能逃得掉？他这下也觉得有些好笑，不知道自己刚才怎么会慌成那样。既然只是出来透透气，那他就保持距离，默默跟着，只要确保这姑娘平平安安的就好。瓦拉斯轻轻点了点头，觉得这个安排确实不错。此时的集市上，塞勒聂正拉着安娜开心的逛街，可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在不远处的街角，瓦拉斯正躲在石柱后面暗中观察。瓦拉斯在心里盘算着，只要塞勒聂有任何逃跑的迹象，他就立刻动手把人带回去，这正好能给他一个合理的借口。可看着看着，瓦拉斯却有些纳闷了，塞勒聂和安娜只是坐在喷泉旁歇息，根本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瓦拉斯就这么静静地看着，心里忍不住犯嘀咕，这姑娘大老远跑出来，难道就是为了坐在那里发呆吗？她难道不觉得无聊？不过转念一想，瓦拉斯又开始怀疑塞勒聂是不是在暗中观察地形，好规划接下来的逃跑路线。看着塞勒聂和安娜有说有笑的样子，瓦拉斯突然觉得自己有些多余，他甚至开始打退堂鼓，想着要不干脆直接回去算了。毕竟今天为了能跟出来，他可是把所有的工作全都推给了可怜的扎斯。一想到扎斯现在正被埋在文件堆里痛哭，瓦拉斯这心里还真有些过意不去。
瓦拉斯正悄悄跟着，结果一不留神，直接和路过的平民撞了个正着。平民吓得魂都没了，赶紧弯腰行礼，连话都说不利索了。看着对方吓得直哆嗦的样子，瓦拉斯心里很清楚，自己在这些领民眼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存在。在大家看来，他这个领主简直比恶魔还要可怕。虽然在他的庇护下很安全，但谁也不敢靠近他。不过瓦拉斯现在根本不在乎这些，他心里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盯紧塞勒涅。只要能看着这姑娘开开心心的，其他的事情根本就无所谓了。塞勒涅刚洗完热水澡，正哼着小曲走出来，觉得这小日子过得真舒服，现在就差一顿美美的晚餐了。听到敲门声，他想都没想就让人进来，还顺口让人帮他拿一下睡袍。结果这门一开，进来的居然是瓦拉斯，这下两个人都懵了。塞勒涅赶紧往后退，瓦拉斯也直接愣在当场。这尴尬的场面让瓦拉斯反应过来后，急忙退出去把门关上。站在门外的瓦拉斯懊恼的不行，他本来以为这个时间塞勒涅早就收拾妥当了，自己甚至还特意准备了礼物。这下可好，本来关系就够紧张了，这回直接被当成了流氓。他在塞勒涅心里的形象算是彻底毁了。就在瓦拉斯在门口抓狂的时候，安娜突然走了过来，这下更解释不清了。安娜推着餐车走过来，看着门口的动静，有些摸不着头脑。而屋里的塞勒涅整个人已经彻底崩溃了，他怎么也没想到刚才进来的居然会是瓦拉斯。塞勒涅急得在屋里直抓狂，生怕瓦拉斯觉得他是故意的，甚至直接把他给关禁闭。他正急得在地上直打滚，嘴里还念叨着求放过呢，结果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咳嗽。这声音一响，塞勒涅动都不敢动了。原来瓦拉斯根本没走，他拿着毯子走过来，直接披在了塞勒涅身上，还提醒他别受凉了。看着眼前的瓦拉斯，塞勒涅一时间有些反应不过来，这家伙到底在想什么？塞勒涅有些害羞的小声道谢，夸赞对方真是个好人。听到好人这两个字，瓦拉斯瞬间彻底懵了，他这辈子都没想过自己居然能和好人沾边。不过转念一想，能留下个好印象也不错。瓦拉斯尴尬的咳嗽了一声，叮嘱他穿好衣服再叫自己。临出门前，他突然丢下一句话，说一会儿要和他一起吃晚饭。这下轮到塞勒涅傻眼了，这顿晚饭终究还是避无可避。塞勒涅看着满桌的丰盛菜肴，心里却忍不住直犯嘀咕，这可是他们第一次同桌吃饭，原著小说里根本没有这个剧情。看着对面一言不发的瓦拉斯，塞勒涅怀疑他是在等自己出洋相，毕竟这位领主的脸色阴沉的可怕。为了缓解这尴尬的气氛，塞勒涅干脆冲他甜甜的一笑，可他哪里知道，这无意间的一个微笑直接让瓦拉斯的心跳落了一拍。瓦拉斯连手里的叉子都快拿不稳了，长这么大还从来没人敢直视他，甚至还对他笑得这么自然。结果到头来，怎么反而是他自己开始慌了？就在气氛有些微妙的时候，瓦拉斯突然拿出一个精致的盒子，直接递到了塞勒涅的面前。塞勒涅整个人都懵了，小心翼翼地询问这是什么。瓦拉斯依然是一副傲娇的模样，装作不以为意的表示，既然是给你的礼物，想拆就拆。结果盒子一打开，塞勒涅直接被眼前的画面看呆了，里面居然躺着一套极其奢华的红宝石首饰。他有些不敢相信地试探着询问，自己真的可以收下这么贵重的礼物吗？瓦拉斯干脆利落地回答，当然可以。这下塞勒涅心里别提多感动了，虽然对方表面上冷冰冰的，但这可是他第一次收到异性送的礼物。他现在算是看明白了，瓦拉斯确实是在想方设法对他好。看来剧情早就和原著截然不同，既然事情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那他也得打起精神来好好应对。看着眼前高高兴兴的塞勒涅，瓦拉斯心里却在冷笑，因为这根本不是什么单纯的礼物，而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原来他早就把首饰的序列号通报给了城里所有的珠宝商和当铺，只要塞勒涅敢拿着它去换钱逃跑，当铺老板就会立刻通知城堡，到时候人赃并获，塞勒涅就再也别想翻身了，瓦拉斯就能顺理成章地把他当成囚犯一样关起来。看着对面还在傻乐的塞勒涅，瓦拉斯甚至有些迫不及待，就等着他自己主动往坑里跳。可怜的塞勒涅哪里知道，这顿温馨晚宴背后藏着巨大阴谋，他居然还以为自己遇到了好人。第二天一早，塞勒涅在院子里悠闲的散步，他以为自己终于安全了，却不知楼上窗户后面有一双眼睛正死死盯着他。瓦拉斯看着外面的塞勒涅，嘴角露出一抹冷笑，一切都在按他的计划进行。他故意给了塞勒涅大笔零花钱，还让安娜在暗中盯着，就等着对方露出马脚。交代完这些，瓦拉斯急匆匆地出了门。这反常的举动让旁边的扎斯都看傻了。在扎斯的记忆里，瓦拉斯从小就是个狠角色，9岁就敢孤身潜入敌营，11岁就能带回敌人的首级，13岁重返战场后就从未动摇。可如今，这个冷酷无情的男人居然会因为一个女人变得如此反常。看着瓦拉斯急匆匆离开的背影，扎斯忍不住叹了口气。不过他心里其实挺欣慰的，这个冷酷的领主总算是开窍了。而此时的集市上，塞勒涅正开心的到处闲逛，根本不知道身后还跟着个尾巴。躲在暗处的瓦拉斯正死盯着塞勒涅的一举一动，就等着抓他逃跑的现行。结果看来看去，他整个人都彻底无语了。这姑娘逛了半天，就买了2个苹果和几串烤肉，还有一个便宜的卡通零钱包。瓦拉斯气得直咬牙，这些破烂玩意儿对逃跑有什么用？这姑娘到底在想什么？因为跟得太紧，瓦拉斯这鬼鬼祟祟的举动，甚至引起了路人的注意。这下
可真是尴尬了。瓦拉斯继续在暗中观察，生怕漏掉任何逃跑的蛛丝马迹。结果塞勒涅不仅没有逃跑的迹象，反而挑了一双根本不方便跑路的鞋子，还买了个装不下什么东西的小包。瓦拉斯在后面急得直跺脚，这些破烂玩意儿对逃跑毫无用处。这姑娘的防范意识也太差了，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高估了对方的智商。瓦拉斯在暗处百思不得其解，这姑娘一拿到零花钱就往外跑，难道真的只是为了来买烤串？看着塞勒涅笑得那么开心，瓦拉斯整个人都凌乱了。他明明一刻不停地盯着，却怎么也想不通，几串烤肉怎么就能让他高兴成这样？这姑娘的心思也太难猜了。瓦拉斯站在风里，第一次觉得自己彻底输了。塞勒涅正美滋滋地吃着烤串，手里的预算还挺充足，天气也格外舒服，别提有多惬意了。可风这么一刮，温度一下子降了下来。塞勒涅不由得想起昨晚瓦拉斯给他披衣服的样子，别看那男人平时冷冰冰的，到了关键时刻却比谁都要可靠。只要一想起这件事，他嘴角就止不住的往上扬。可一想到原著里的剧情，塞勒涅心里又泛起了嘀咕：像他这样的人，难道注定要孤单一生吗？塞勒涅看着远方，想起自己以前也是孤身一人，只能咬牙硬撑。也许这两个孤独的人能走到一起，并不是巧合。这一次，他是真想和瓦拉斯好好相处了。另一边，瓦拉斯正拿着东西走在回廊里，有了昨天的教训，他心里也有点犯嘀咕：这次可不能再搞砸了。虽然嘴上说着要稳重，可一想到能见到塞勒涅，他心里其实比谁都期待，哪怕再撞见什么尴尬场面，他也心甘情愿了。走到门前，瓦拉斯破天荒地犹豫了起来。这向来果断的领主，居然也有抓耳挠腮的时候。瓦拉斯刚拿着东西走到回廊，就看见塞勒蹑手蹑脚地跑了出来。他这警惕心刷的就提起来了，难道这姑娘真动了逃跑的心思？为了抓个现行，他顺势躲到了走廊的盔甲后面。可塞勒涅根本就没打算逃，反倒是停下脚步，认认真真整理起了头发。瓦拉斯在暗处看得一愣一愣的，打扮得这么漂亮，到底是想去见谁呢？可当他看清塞勒涅停下的位置时，整个人直接炸了。那不正是他自己的房间吗？原来人家特意收拾打扮，居然是跑来找他的。这下向来镇定的领主大人彻底慌得不知道该往哪躲了。原本瓦拉斯是想把礼物送去塞勒涅房里，可临到门前，他自己倒先犹豫了起来，不请自来进女孩子的房间，怎么想都不太合适。可一想到塞勒涅正往他房间赶，瓦拉斯这下彻底坐不住了。他直接翻过走廊栏杆，抢先一步溜回了自己屋里。刚把东西往桌上一撂，他就赶紧站直身子，装出平时那副高冷的模样。门外的脚步声刚停下，瓦拉斯唰的一下将大门拉开，看着门外有些意外的塞勒涅，他故作镇定的开口：进来吧。进了屋之后，这气氛一下子就尴尬了。瓦拉斯远远的戳在旁边，摆明了还在装高冷。塞勒涅打破沉默，主动招呼他过来坐。瓦拉斯心里虽然别扭，脚下倒是挺诚实，这向来威严的领主大人居然真的乖乖坐到了他身边。看着他这副傲娇又笨拙的样子，塞勒涅心里突然踏实了不少。以前他总觉得这男人危险，可现在看起来居然觉得他有点可爱。看来他是真的打算好好跟这个人过下去了。塞勒涅掏出刚买的苹果，直接递给了瓦拉斯一个，问他要不要一起吃。瓦拉斯拿着这苹果，心里那叫一个纳闷。感情他刚才在集市上挑半天，就是为了买来跟他分享。看塞勒涅吃得津津有味，瓦拉斯也跟着咬了一大口。可塞勒涅抬眼一看，突然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这下领主大人彻底懵了，难道自己吃个苹果还能吃的有什么不对？塞勒涅赶紧笑着解释，让他看看两个人苹果上的缺口。原来瓦拉斯这一口下去，那痕迹比他的整整大了一圈。看着这对比鲜明的缺口，刚才那点莫名其妙的戒备一下子烟消云散了。一口苹果吃完，瓦拉斯看着眼前的塞勒涅，心里突然开始乱琢磨，这姑娘不管是手还是个头，怎么都显得那么娇小。这一琢磨不要紧，他自己倒先彻底绷不住了。为了掩饰尴尬，瓦拉斯唰的一下站了起来，他轻咳一声，拿出刚才买好的礼物。原来在集市上的那一幕，他其实全记在心里。塞勒涅看中的那双鞋，早就被他悄悄买了回来。看到心仪已久的鞋子，塞勒涅别提有多高兴了，当场就想换上试试。可他身上这套裙摆太重，一个人实在不太方便。还没等他开口，这平日里高高在上的领主大人竟然直接半跪在他面前，主动要帮他试鞋。看着鞋穿上的那一刻，瓦拉斯悬着的心彻底掉进了温柔乡里。这距离一拉近，气氛可就完全变了。向来杀伐果断的瓦拉斯，现在整个人彻底僵在原地，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塞勒涅看着近在咫尺的人，心里也跟着慌了阵脚。塞勒涅换上了心仪的新鞋，别提有多高兴了，还特意转着圈问他好看不好看。这一笑不要紧，瓦拉斯整个人直接愣在原地。这女人到底有什么魔力？光是一个笑容就能让他彻底找不着北了。瓦拉斯赶紧甩甩头，强行让自己打起精神。可转念一想，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有了这么一双合脚舒服的鞋，这姑娘接下来岂不是更有底气拔腿就跑了？瓦拉斯心里还在犯嘀咕，以为这姑娘笑得越甜，心里就越想从她身边逃开。可塞勒涅哪想了那么多，拿起床边的苹果，主动招呼他把剩下的吃完。这高冷的领主大人一下子没辙了，只能乖乖应了一声。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塞勒涅居然主动往他身边挪了挪，两个人一下子贴得更近了。瓦拉斯整个人唰的一下僵住，根本猜不透这姑娘心里到底在想什么，怎么就能笑得这么坦然？他就这么硬生生端坐在旁边，连动都不敢多动一下，心跳却早就彻底乱了套。瓦拉斯心里越琢磨越不对劲，难道这姑娘今晚
还打算留下来不成？再待下去怕是要彻底失控。他赶紧硬生生挤出一句：“你该回去了。”等塞勒涅离开后，房间里重新安静下来。瓦拉斯一个人站在窗边，脑子里早就乱成了一团。本来他早就下定决心，要是这女人真敢逃跑，就绝不会给她好果子吃。可现在他才发现，自己根本无法承受失去她的后果。就在这时，他注意到桌上还留着塞勒涅的外套，看着手里的衣服，连他自己都说不清到底想拿这个女人怎么办了。一回到自己房间，塞勒涅就彻底崩溃了。明明自己的模样，还有瓦拉斯的大公身份，全跟书里写的一模一样，可这都整整过去3天了，原著里的剧情怎么一点都没爆发？刚开始他还挺开心，以为是对方体恤他，故意推迟了关押他的时间。可日子一天天过去，这气氛怎么看怎么诡异。塞勒涅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可怕的念头：难不成那男人身体有什么毛病？塞勒涅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原著里明明是个热辣故事，难道原主是个绝顶的恋爱高手，才把那男人迷得神魂颠倒？可偏偏自己是个恋爱小白，根本学不会那一套。这下可好，连抄答案都抄不明白了。明明刚才在房间里，两个人离得那么近，气氛都已经烘托到了极点，以为好戏终于要开场了。结果那男人冷不丁冒出一句：“你该回去了”，直接把他从云端给拉了下来。塞勒涅心里别提有多委屈了，自己明明是真心想跟他好好过，怎么偏偏碰上了这么个木头？塞勒涅越想越憋屈，难道那男人就一点感觉都没有？合着全天下就他一个人，想牵手，想拥抱，想亲亲，可偏偏他以前根本没谈过恋爱，在这方面完全就是个小白，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到底卡在哪了。收到鞋子礼物固然开心，可他突然想起个说法，送另一半鞋子，对方可是会跑路的。难道瓦拉斯是在暗示两个人不合适，劝他早点滚蛋？到了第二天清晨，城堡里却突发状况，扎斯急急忙忙推门进来，向瓦拉斯紧急汇报，昨晚他们在附近发现了一个神秘男子。可瓦拉斯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冷冰冰地抛下一句：“那又怎么样？”扎斯接着汇报，那男人是从西南边远道而来，正到处搜寻他失踪的未婚妻，而那未婚妻的名字居然就是塞勒涅。更要命的是，两人早就定下了婚约。这消息一出，瓦拉斯再也坐不住了，好不容易才和塞勒涅拉近距离，半路竟然杀出个正牌未婚夫。扎斯还在心里替主子发愁，瓦拉斯却冷不丁问了一句：“外面的地是不是已经解冻了？”扎斯一听，整个人都麻了，这摆明了是动了杀心，准备找个地方把人给埋了呀。瓦拉斯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归根结底还是怪自己找他找得太晚，像他那么好看的人，怎么可能没有别人惦记？看这架势，一场正面对决恐怕免不了了。瓦拉斯冷冷的开口：“那家伙现在人搁哪呢？”扎斯赶忙回道：“人已经被关在地牢里了。”为了所谓的爱情，居然真敢单枪匹马跑这么远，瓦拉斯这下彻底来了兴趣，他倒要亲自去会会这个不知死活的蠢货。时间回到很久以前，正准备出门的罗宾突然听到邻居提起塞勒涅要远嫁北方的贵族了。这个消息对他来说如同晴天霹雳，可旁人却觉得理所当然。像塞勒涅这样出众的姑娘，本就不该一辈子窝在小山村里。华丽的礼服和精致的茶会确实更适合她高贵的气质，可男人根本不在乎对方多有钱，他只想知道她现在到底开不开心。为了追寻她的下落，罗宾不顾一切向旁人打听，哪怕只有一点蛛丝马迹，他也立刻收拾行囊踏上远行。只要能再见她一面，翻遍整片大陆，他也要把心爱的姑娘找回来。原来这小子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扎斯带人当场撂倒了。等他再次睁开眼，人早就被锁在冰冷的地牢里。看到眼前这可怕的阵仗，罗宾吓得大声呼喊：“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把我抓来想干什么？”可隔着铁栏杆的瓦拉斯连一句废话都懒得说，只是冷冰冰地抛出2个字：“开始。”手下人立刻一拥而上，将他死死按在地上，掏出一瓶不知名的药水，强行灌进他的嘴里。这神秘药水到底什么来头？瓦拉斯难道要彻底斩草除根吗？这药水可非同小可，一旦喝下去，就算嘴再硬，也只能吐出真话。瓦拉斯居高临下的冷冷质问：“在那个偏远的小山村里，你和塞勒涅是不是早就私定终身了？”药效很快发作，罗宾立刻迷迷糊糊地念叨起来，说他深爱着塞勒涅，甚至早就规划好了未来，要和他白头偕老，永不分离。听到这些亲密的过往，瓦拉斯的底线彻底被击碎了，他连一句废话都懒得再听，转身就往的牢外走去。连一旁的扎斯都忍不住叹气，本以为自家长官终于迎来了春天，没想到这下子局势直接跌进了冰点。那药水的威力非同小可，讲出来的必定勾句是真。扎斯紧跟在瓦拉斯身后，心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现在城堡里可没处让长官泄火，万一等会儿彻底暴走，全靠自己硬着头皮顶上了。没想到瓦拉斯突然停下脚步，冷冷地吩咐扎斯把地牢里的那个男人给放了。扎斯还没反应过来，瓦拉斯又接着交代，不仅要放人，还要专门给他安排一条逃跑路线，而且这条路线必须刚好经过露台。此时的塞勒涅正和安娜在花园里散步，看着到处飞舞的蝴蝶，他还打趣说连蝴蝶都急着想翻墙飞出去呢。瓦拉斯故意把情敌放出来，还偏偏挑在这个时候让他经过露台，他到底在盘算什么大招？看着那些拼命往外飞的蝴蝶，塞勒涅心里忍不住感叹，这不就和自己的遭遇一模一样吗？从小到大，不管愿不愿意，都被逼着在陌生的环境里独自折腾。不过他可没打算认输，还在心里暗暗给彼此打气，坚信迟早有一天大家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就在他满心期待
未来的时候，冥冥之中感觉有人在盯着自己，一抬头正好和高处露台上的瓦拉斯对上了眼。瓦拉斯一下子愣住了，完全没料到他会突然看过来。其实这个男人到底有多夸张？他为了看塞勒涅，硬生生在露台上站着，光是盯着人家的背影就整整看了2个小时，连他自己都没发觉。只要能这么远远看着他，时间竟然能过得这么快。瓦拉斯站在露台上，看着底下的塞勒涅，脑子里却忍不住开始胡思乱想。要不是当年被那混蛋父亲卖掉，这姑娘现在恐怕早就和心里那个人厮守在一起了。一想到他曾经可能对着地牢里那家伙温柔欢笑，瓦拉斯整个人瞬间被嫉妒吞没，醋意和怒火一股脑涌上来。他恨不得立刻把那家伙当面解决，好让这姑娘心里再也没有别人的位置。可就在他快要失控的时候，塞勒涅突然在底下抬起头，冲着露台甜甜地喊了他的名字。看着眼前的笑脸，瓦拉斯心里只剩下一个执念：要是这姑娘心里敢有哪怕一丁点留恋别人，那事情可就真的没法收场了。瓦拉斯心里正咬牙切齿，恨不得把地牢里那家伙碎尸万段。结果塞勒涅特意提起裙摆，喜滋滋地向他炫耀，问他这双鞋穿起来好不好看。这一问直接把他漫天的杀气瞬间全部浇灭了。塞勒涅还挺不好意思地补充：“这可是你送我的鞋。”瓦拉斯就算不懂什么穿搭，也能看出这鞋和礼服根本不搭。可话到了边上，就只剩下了一句关心：“这鞋穿在脚上舒服吗？”塞勒涅满脸高兴地表示：“不仅好看，而且轻便又方便跑路。”一听到方便跑路这几个字，瓦拉斯心里又开始打嘀咕：合着这些送给他，第一反应还是想着逃跑。可还没等他开始胡思乱想，塞勒涅就主动抛出了邀请，问他今天愿不愿意陪自己出去走走。瓦拉斯被这突如其来的邀请一下子给问愣了，连说话都结巴起来，问他到底想去哪。塞勒涅倒是一脸轻松，表示去哪里都行。接着他甜甜地补了一句：“只要能跟你在一起，去哪都好。”这甜到心底的告白一出，瓦拉斯整个人措手不及，原本满脑子的醋意和怒火瞬间被浇得干干净净。可还没等他细细品味，瓦拉斯却突然一脸严肃，宣布从今天起内堡彻底对外封锁。塞勒涅这下焦急了，连忙打听自己的去向。瓦拉斯接着表示：“你必须老老实实留在内堡。”一听自己能被留在身边，塞勒涅心里顿时踏实不少。瓦拉斯无奈地解释，这只是暂时的安排，最多也就封锁1周。他还主动承诺，等忙完手头这件事，就亲自陪他出去骑马散步。塞勒涅高兴得合不拢嘴，原本以为要被死死关在内堡，没想到居然还能有机会出去散心。可表面上平静答应的瓦拉斯，心里却藏着极其可怕的执念。他心里很清楚，今天计划一旦落实，塞勒涅可能会恨他一辈子，但他压根不在乎，只要能把人死死留在身边，哪怕用恨也在所不惜。特别是那个前未婚夫，他绝对不会给对方留一丝活路。只要把隐患彻底铲除，塞勒涅心里就再也不会有别人。可看着眼前这毫无防备的笑脸，瓦拉斯刚硬起来的心一下子又软了下来。那些狠毒的念头被强行压下，他甚至开始暗自盘算：既然他喜欢星星，不如带他去卢维拉堡森林，那里的夜空绝美，他看了肯定会喜欢。这表面温柔内里偏执的占有欲，到底会把两人的关系带向何方？瓦拉斯刚答应带他去骑马散步，两人走着走着，远处突然传来一阵动静。顺着声音望过去，大厅里竟然站着个脏兮兮的男人，整个人看起来狼狈不堪。塞勒涅心里忍不住打嘀咕：这内堡平时根本没外人能进来，这到底是哪来的仆人？不过转念一想，这事跟自己也没什么关系。他重新把心思收回来，老老实实向瓦拉斯坦白，自己根本就不会骑马。瓦拉斯这下听愣了，反问他是不是真的不会。这反应把塞勒涅都给整懵了，难道这地方的姑娘个个都是高手，自己长这么大连马背都没碰过？还没等他想明白，罗宾突然冲了过来，冲着他撕心裂肺的大喊名字，紧接着整个人唰的一下瘫倒在他脚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直接把现场的气氛降到了冰点。罗宾瘫在地上撕心裂肺的控诉，说自己历经万难才赶到这里，没想到眼前的塞勒涅连正眼都没瞧他一下。塞勒涅这下彻底懵了，原以为这只是个普通仆人，结果脑子里的记忆疯狂翻页，硬是想不起原著里有这么好人。完全摸不着头脑的他，下意识躲到了瓦拉斯身后。罗宾看到他这副疏离的样子，心里顿时崩溃落空，压根不敢相信眼前的冷漠。他扯着嗓子大声呼喊塞勒涅的名字，可塞勒涅却悄悄拽了拽瓦拉斯的衣角，低声问了一句：“他到底是谁啊？”好家伙，人家貌似跑来寻亲，结果正主压根不认识他。瓦拉斯这场苦心盘算的大戏，接下来又该怎么收场？瓦拉斯冷冰冰的把话挑明，说那家伙自称是他的老相好，当年甚至还私定过中书。塞勒涅一听彻底炸毛了，自己记忆里哪有这档子事？可他这下意识往后躲的举动，却正中瓦拉斯下怀。瓦拉斯原本做好了最坏的打算，甚至准备承受他的怨恨和报复，可现实却是这姑娘完全把他当成了唯一的依靠。看着塞勒涅对那人没有任何留恋，瓦拉斯悬着的心彻底落了地。既然确认了他的心思，那眼前这个碍事的家伙就再也没有留着的必要了。他轻飘飘地下一道命令，手下人立马冲上前，硬生生把人给拖了下去。塞勒涅越想越觉得不对劲，按瓦拉斯平时那狠辣的脾气，要是真查出了什么过往，早就动手把人一块处置了，哪还会由着是情眼变成这样？唯一的可能就是瓦拉斯故意封锁内堡，在私下试探他的态度，合着刚才那一出变故，全都是这男人的套路。
一想到自己真心实意面对他，结果却换来这一场蓄意试探，塞勒涅心里那股委屈唰的一下全涌了上来。这下轮到瓦拉斯彻底慌了，原本准备好的各种说辞全被这一幕打得乱七八糟，赶紧蹲下身去问他到底怎么了。可塞勒涅心里只有满腔的迷茫，自己难道真的做错了什么吗？原本只是想试探一下，没想到直接把人给气哭了。瓦拉斯刚想开口解释，塞勒涅就伤心地质问：“你是不是打算把我送回他身边？”瓦拉斯想都没想就一口否认，可塞勒涅根本不信，直接回了他2个字：骗子。这下瓦拉斯彻底不装了，坦白自己确实撒了谎。他把那男人弄过来，根本没打算给人留活路，而是想当着他的面把这最大的隐患彻底解决。瓦拉斯试图辩解，说那家伙灵死前苦苦哀求，只求能再见他一面。可看着塞勒涅难过的样子，他一时间竟不知道该怎么应对。塞勒涅气得大声质问：“难道随便什么人开口，自己都要被推出去让人看吗？干脆画张画像挂在城门上得了。”面对这连珠炮一样的质问，瓦拉斯结结巴巴的解释说那人自称是他的旧情人。塞勒涅彻底气笑了，就凭别人一句话，他就敢把陌生人放进内堡？他甚至连那人的底细都没搞清楚。看着局势彻底失控，瓦拉斯终于藏不下去了。为了逼出那人的底细，他其实早就对那家伙下了药。听到瓦拉斯用了土针药水，塞勒涅直接听懵了。原来那家伙没有撒谎，说的全都是心里话。在这个奇幻世界里，那人很可能真是原主的前夫。可塞勒涅越想心里越凉，既然他早就知道那是旧情人，居然还大方的把人放进来，这难道说明他根本不在乎自己的过去？看着他止不住的掉眼泪，瓦拉斯心里彻底慌了。再这么哭下去，身体非要拖垮不可。可他越是焦急，两人的误会反而越深。瓦拉斯闷在大厅里，灌了一杯又一杯。扎斯实在看不下去，出声劝他少喝点，结果直接被他一句话怼了回来。站在一旁的扎斯全看在眼里，自家主子真是天下第一大笨蛋，明明整个人都已经陷进去了，自己却还死不承认。这几天日子可不好过。第一天，塞勒涅在屋里哭得伤心，瓦拉斯就在门外干守着。第2天，他疯狂挥剑练武，想靠折腾身体排解闷气。到了第3天，他干脆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一刻都停不下来。扎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这男人嘴上死硬，越是想要独占，就越是用最拧巴的方式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只可怜了塞勒涅，还不知道要被这股执念折腾多久。扎斯凑过去透露说，瑟勒涅这几天都没怎么吃东西。瓦拉斯嘴上还硬撑着说这跟自己有什么关系。扎斯顺势递了个台阶，建议他干脆端碗汤送过去。这话一出，瓦拉斯立马炸毛，嚷嚷着自己又不是下人。可结果呢？转头他就端着汤碗，老老实实站到了门口，听着屋里传来的哭声，他心里别提多犯嘀咕了。明明连饭都不吃，哪来这么大力气哭一整天？可一想到他可能是为了救情人哭，瓦拉斯心里的醋坛子又彻底翻了。要是他心里一直念念不忘，那自己做的一切岂不全成了笑话？这酸到极点的偏执，到底会逼他做出什么决定？瓦拉斯敲门进了房间，与其让他为了救情人伤心，他倒宁愿这姑娘是在气自己。他端着食物劝他多少吃一点，可塞勒涅整个人缩在被窝里，没好气的问他来干嘛。听瓦拉斯说他一直没出门，塞勒涅直接一翻身背过脸去，一句话就把他给怼了回去。放在以前，这姑娘面对他时总是带着小心防备，可现在呢，居然已经敢毫无顾忌的跟他发脾气了。塞勒涅心里这股火是越想越大，这男人有话就不能直说吗？一会儿送珠宝送鞋，一会儿又贴心的扶他抱他，搞得人心里七上八下。合着全是因为自己没谈过恋爱，才会被他这些小动作耍得团团转。这到底算哪门子招数？看着塞勒涅气鼓鼓的样子，瓦拉斯也有点挂不住脸，他赶忙把话扯回正轨，直接宣布封锁解除，按原计划带他去骑马散步。塞勒涅冷不丁问了一句：“你想什么时候去散心？”塞勒涅还没反应过来，这男人就冷冰冰丢下2个字：“现在就去。”好家伙，这雷厉风行的办事效率，还没等他回过神，整个人就已经换好了衣服，老老实实站在了大厅里。塞勒涅心里这股火是越想越大，自己刚才明明哭得死去活来，这男人居然连句关心问候都没有，不说贴心的帮忙擦擦眼泪了，甚至连一句好话都不会说，拍拍屁股就要拉着他出门。塞勒涅这边气得肺都要炸了，以为这男人好歹能有些察觉，没想到瓦拉斯回过头，脑子里装的全是美色。这姑娘就算一身骑马装，在他眼里也是美的自带光环。他完全没意识到对方有多生气，甚至还在那自顾自的偷乐，连旁边站着的扎斯都看不下去了，一个正在气头上，一个全在脑补恋爱，这俩人真要走到一起，恐怕还有的磨呢。可此时的瓦拉斯脑子里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塞勒涅出身的村子极其偏僻，那里连像样的马车路都没有，平时除了骑马打猎，根本没有别的消遣方式。可偏偏这姑娘之前还嘴硬，非说自己根本不会骑马。当初把她带回城堡的时候，瓦拉斯根本不在乎她的过去，只要能为家族留下继承人就行。可现在重新回想起来，他反而庆幸自己当初没去多查，要是真让扎斯把底细全查出来，事情怕是早就不可挽回了。瓦拉斯把白马牵了过来，直接指给塞勒涅，说这就是专门给他挑的坐骑。可塞勒涅一看这架势，反倒先发起愁来，弱弱的问了一句：“自己骑上去会不会太重，把马给压坏？”这话一出，直接把瓦拉斯给逗笑了。他顺口打趣道：“再驮5个你这样的姑娘，这马都轻轻松松。”
在瓦拉斯眼里，这姑娘轻的就跟一片羽毛似的，真不知道她在瞎担心什么。看着她这副小心翼翼的模样，他反而觉得可爱极了。可塞勒涅心里简直要崩溃了，面前这匹马比想象中大得多，这要是摔下来命都没了。刚才还跟他顶嘴，现在低头承认不会骑马，虽然丢人，但也顾不上那么多了。他一把拽住瓦拉斯的衣角，坦白自己真的不会骑。瓦拉斯原本还笑嘻嘻的，以为他在开玩笑，可看到他这副当真吓坏的模样，这才明白他是认真的。瓦拉斯顺势拉住他的手，建议：“那今天干脆先学骑马，改天再去。”还没等对方回过神，他又接着抛出一句：“或者你可以跟我同骑一匹马。”这突然的邀请直接把塞勒涅给问愣了。塞勒涅脑子里直接炸开了锅，同骑一匹马，那不就等于要被他整个人搂在怀里？这男人平时表现的贼贴心，可一到关键时刻又忽冷忽热，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欲擒故纵？可想归想，人都已经站在马跟前了，塞勒涅只能硬着头皮去攀马鞍。可这马实在是太高大，他折腾半天怎么也够不上去。就在他卡在半空正尴尬时，瓦拉斯上前一把将他稳稳拖上了马背，他还顺手调整好缰绳，耐心的指导他踩稳踏板。塞勒涅嘴上乖乖答应，可真当两人靠得这么近，他整个人还是有些不知所措。不过这一次换成了瓦拉斯的视角，面对怀里这个让自己抓狂的姑娘，他又在琢磨着什么呢？二话不说，瓦拉斯直接翻身上马，把塞勒涅稳稳圈在怀里，这就准备出发了。说来也怪，明明刚才还气得不行，可真被这世上最强的男人搂着，塞勒涅心里居然莫名冒出一股安全感。难道这就是被他偏爱的特权？被这温柔一包围，刚才那些别扭和火气一下子全被抛到了脑后。换成这男人的视角一看，好家伙，他心里早就慌成了一锅粥。看着怀里这美得不像话的姑娘，瓦拉斯这才猛然反应过来，自己到底做了个多么冲动的决定。这哪是去散心啊，分明是给自己挖了个大坑。瓦拉斯心里简直要翻天了，靠得这么近，姑娘身上甜甜的香味直往鼻子里钻，连个背影都显得那么惹人疼。可最要命的是，两人都穿着薄薄的骑马装，这贴在一起的距离简直是在考验他的理智。表面上装的云淡风轻，实际上他心里早就兵荒马乱。再这么折腾下去，他整个人都要抓狂了。就在马背上的气氛越来越微妙时，城堡这边也有了新动作。扎斯正风风火火地往马车上装行李，安娜走过来问了一句：“这是准备出远门？”扎斯赶忙解释，说是公爵大人特意交代，要他把马车赶到墓地的去接应。安娜听完稍微琢磨了一下，接着问他：“大人要求什么时候赶到？”扎斯脱口而出，说是今晚就要赶到。安娜听完直摇头，这要是今晚赶过去，岂不是直接打扰大人的好事？安娜当即给他支招，要他明天清晨再出发，等天大亮正好赶到。扎斯一听彻底懵了，安娜叹了口气，直言这都是为了公爵大人好。走的时候他还不忘吐槽，自家主子一点恋爱细胞都没有，难怪到现在还单身。这下可把扎斯给难住了，一边是主子的死命令，一边是女仆长的贴心建议，到底该听谁的？这夹在中间的人最受罪。想起安娜那凶狠的警告，扎斯最后还是认栽了。毕竟在这城堡里，女仆长的话可比公爵大人管用得多。他在心里默默给主子道了个歉，直接把原定计划扔到了脑后。到了晚上，野外的篝火噼啪作响，塞勒涅嘀咕着夜里有点冷，瓦拉斯顺势让他往怀里靠靠，他装出一副不知情的样子，说是原本安排了扎斯今晚来接，也不知道怎么给耽搁了。塞勒涅不仅没抱怨，反而笑着说这里其实挺好。看着怀里姑娘的笑脸，瓦拉斯表面上一脸震惊，心里早就把扎斯夸上了天。这下手下的抗命不遵反而成了助攻大人的最大功臣。因为塞勒涅不会骑马，瓦拉斯这一路上都把他紧紧圈在怀里。穿过大半片森林，一座精致的木屋终于出现在两人眼前。等瓦拉斯顺手把他抱下马，落地的那一刻，气氛反而变得有些尴尬。塞勒涅赶紧找话题打破沉闷，一边夸赞木屋好看，一边提议晚上搞个烧烤。到了夜里，林子里的凉意越来越重，瓦拉斯干脆叫他再靠近一点。为了趁热打铁，瓦拉斯顺势提出喝上一杯，说是能顺便暖暖身体。塞勒涅一口答应下来，在他看来，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难事，毕竟当初还是有米的时候，他一个人就能干掉3瓶，区几杯酒，对他来说根本不在话下。可当瓦拉斯拿出一瓶红酒，顺口问他以前有没有喝过时，塞勒涅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差点把老底给漏了。他赶紧改口解释，说自己平时不太喜欢喝红酒，这味道实在有点偏酸。瓦拉斯这招试探来得挺突然，既然红酒不合口味，那就干脆换成威士忌。本以为这烈酒能把他吓退，结果塞勒涅不仅没有拒绝，反倒兴高采烈的全接了下来，甚至还装模作样的补充了一句，说自己这还是头一回尝。可接下来的操作直接把瓦拉斯给看愣了。塞勒涅端起杯子，连眼都不眨一下，直接一饮而尽。瓦拉斯表面上波澜不惊，心里可早已产生了怀疑。根据他掌握的情报，塞勒涅在老家分明酒量极浅，平时只敢喝度数极低的红酒。可眼前这姑娘不仅把烈酒当水喝，甚至还欢天喜地的喊着要续杯，谎言在这一刻彻底露了馅。可瓦拉斯并没有当场拆穿，瓦拉斯顺着话题聊起了打猎，还打趣说这里的动静更像是兔子和狐狸。可聊着聊着，气氛唰的一下就变了，瓦拉斯就这么直勾勾地盯着他。这下塞勒涅彻底慌了，3杯酒下肚，脑袋原本就有些犯迷糊。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眼神，他心里简直在抓狂，这难道就是传说中最适合接吻的时刻？虽说自己从没想过要在喝了酒之后献出初吻，可面对这避无可避的温柔，他反倒开始动摇了。塞勒涅还
还想逞强说自己没打过猎，结果烈酒的后劲一上来，脑袋唰的一下就晕了，连站都站不稳，直接倒了过去。幸好瓦拉斯眼疾手快，一把将他稳稳揽在怀里。刚才还嘴硬的姑娘，这会儿已经在怀里迷迷糊糊睡熟了。瓦拉斯顺势把她一把抱起，看着怀里这醉倒的小家伙，搞半天这酒量根本就不行啊！可随之而来的是更深的怀疑，眼前这一切彻底印证了他的猜想，这绝对不是什么错觉。大婚前的塞勒涅和眼前的塞勒涅根本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新婚夜过后的这几天，瓦拉斯心里越想越不对劲，眼前的塞勒涅和情报里的根本就是两个人，难道站在眼前的根本就不是原来的那个姑娘？那些莫名其妙被吸引的时刻，绝对不是什么凑巧。要是这姑娘真有别的身份，那原本的塞勒涅又被藏到了哪去？瓦拉斯一路把她抱进屋里，可看着怀里这醉醺醺的小家伙，他又迷茫了。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怀里的姑娘反而小声嘀咕着冷，直往他怀里靠。这哪是倒在怀里，分明是把这男人迷得找不到北。明明穿着厚马甲，还裹着他的外套，怎么抱在怀里还能这么软？瓦拉斯心里抓狂的不行，这姑娘莫非是个女巫？到底给自己施了什么迷魂汤？不知不觉黑夜过去，太阳都升起来了。结果呢，硬生生抱了人家一整夜，瓦拉斯整个人都快耗干了。怀里这姑娘倒好，睡得那叫一个香。瓦拉斯看着怀里的姑娘，自嘲地叹了口气。就算她真是个女巫，又能怎样？那个以绝世美貌掌控帝国的女人，早已搅得天下大乱。自己就算真中了这姑娘的招，也总比落到那个女人手里强。可冷静下来一想，有些账还是得算清楚。无论如何，他都必须把真正的塞勒涅找出来。就在这时，外头传来了马蹄声，看来是扎斯终于赶到了。等塞勒涅迷迷糊醒过来时，屋里早就静悄悄的。刚才那个抱了他一整夜的人早已没了踪影。塞勒涅迷迷糊糊一睁眼，发现身边早就没了人。这男人该不会把他丢下，自己先跑了吧？他顺着声音寻过去，正好撞见瓦拉斯在交代任务，说要好好查查婚礼那会儿北方有没有女巫或者术士出没。瓦拉斯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推断，他觉得塞勒涅在婚礼那天就被调包了，必须把真正的塞勒涅给找出来。这话让躲在门外的塞勒涅彻底慌了，要是被发现自己可就真的没有退路了。旁边的扎斯觉得这根本不太可能，毕竟城堡防守严密，没有外人闯入的痕迹。可瓦拉斯却想到了更深的一层，也许被换掉的只有灵魂，只要找到北方的女巫，就能顺藤摸瓜。塞勒涅在门外听得手足无措，一个没留神，直接暴露了行踪。这下两边直接撞了个正着。瓦拉斯却像个没事人一样，主动介绍身边的扎斯子爵，说以后大家少不了要互相打交道。扎斯也十分客气的打招呼，说昨天在马厩其实已经见过了。塞勒涅只能硬着头皮客套，可他很清楚，这男人的怀疑已经像一颗钉子死死扎下了。瓦拉斯心里其实早就有了底，扎斯和塞勒涅在老家明早就认识，甚至还是扎斯亲自把他接过来的。两人在婚礼前就见过好几次，可如今这姑娘的表现却像是在看一个陌生人，这下连最后的试探都省了。眼前的女人绝对是个冒牌货。回程的马车上气氛压抑的让人窒息，塞勒涅坐在对面，心里更是七上八下，这回是真的要大难临头了。塞勒涅回想起刚才扎斯的反应，心里顿时凉了半截。真正的塞勒涅肯定早就认识扎斯，这下直接露馅了，冒充大公妃的罪名可绝对不小。这要是被抓个现行，自己还能有活路吗？毕竟身份突然被换掉，谁都会怀疑他是带着阴谋的间谍。一想到可能会被严刑拷打逼问幕后黑手，他整个人都不好了，甚至可能直接被送上断头台。更可怕的是，瓦拉斯特意带扎斯来见他，难道从那时候起这男人就已经在怀疑他了？塞勒涅心里简直委屈极了，他不过是想过个安稳日子，怎么就这么难？不行，现在可不是哭的时候，只要脑子不乱，就一定能找到解决办法。可他不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早就落入了瓦拉斯的眼里，看着他这富强撑着却又慌张的模样，瓦拉斯忍不住在心里嘀咕，本以为女巫都挺有胆量，没想到这姑娘居然这么胆小。不过这倒也挺有意思的。马车缓缓驶向远方，这趟旅程怕是没那么简单了。一只黑色的乌鸦飞过城镇，落入了文森特的手中。看来这只鸟带回了某些关键的情报。文森特若有所思的淡淡回了一句知道了。就在这时，屋里又走进来一个人，进来的人正是罗温。他一开口就打听起计划的进度。听到文森特说一切顺利，罗温却只是冷哼一声，显然并不放心，还特意叮嘱希望那个女人能老老实实扮演好自己的角色。面对罗温的焦虑，文森特倒很冷静，直接劝他现在急也没用。这话一出，罗温顿时有些恼火，反问对方是不是觉得自己连这都不懂。看着有些失控的罗温，文森特低声叫了他的名字，让他冷静。另一个人拍了拍罗温的肩膀，安慰他再坚持一下，剩下的事情交给他和文森特来处理。临走前还不忘给他披上外套，提醒他外面冷。随后文森特放飞了传信的黑鸟，嘴里忍不住啧了一声，看来事情远比想象中棘手。而另一边，瓦拉斯正独自盘算着计划，他决定先装作什么都不知道，毕竟要是把这姑娘逼急了，他直接逃跑可就麻烦了。最让他头疼的是，自己对这个被调包的灵魂一无所知，万一他哪天突然回到了原本的身体，那他可就彻底找不到他了。想到这，瓦拉斯无奈地叹了口气，看来之前想逼他逃跑再关起来的计划得彻底作废了。瓦拉斯心里很清楚，虽然不知道这姑娘到底有什么企图，但在找到能锁住她灵魂的办法之前，只能先顺着她并满足她的一切要求，省得她一害怕
直接溜了。这局势真是越来越乱了。原本的塞勒涅确实是个美人，可瓦拉斯心里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是现在这个。用灵动眼神看着他的灵魂，必须是他才行。看来得尽快想个万全的对策了。得知自己彻底暴露后，塞勒涅脑子飞速运转，必须得想个办法把这事糊弄过去。要是能让瓦拉斯相信他的灵魂根本没变，是不是就不用去找真正的塞勒涅了？按照以前看小说和电视剧的套路，这种时候往往有一个万能的解决办法，那就是装失忆。反正自己以前是个演员，演个失忆还不是手到擒来。虽然不知道瓦拉斯是从什么时候起义的，但只要咬死从新婚夜开始就什么都不记得，应该就能蒙混过关。这招要是管用，那可就彻底安全了。塞勒涅在心里暗暗打气，这招可一定要管用。为了打破车里窒息的气氛，他赶忙主动寻找话题，询问路线怎么和骑马时不太一样。瓦拉斯倒也十分配合，解释说马车路线确实不同，虽然需要稍微绕一小段路，但并不会耽得太久。眼看气氛稍微缓和了一些，塞勒涅又试探着开口询问：“你早饭都没怎么吃，现在难道不觉得饿吗？”瓦拉斯没有直接回答，反而顺手递过来一个餐篮，说距离城镇还有段距离，让他先吃点东西垫垫肚子。看着递到面前的餐篮，塞勒涅一下子有些不知所措，明明是自己在关心这个男人，结果对方反手就投喂了过来。塞勒涅顺手接过餐篮，脸上露出了甜美的笑容。对面的瓦拉斯看着他的笑脸，一时间竟然有些失神，只能生硬的挤出一句自己不饿。随着马车一路前行，一行人终于抵达了城镇。看着窗外繁华热闹的街景，塞勒涅瞬间兴奋了起来，高兴得像个第一次出门的孩子。可他这毫无戒备的反应，全被一旁的瓦拉斯看在眼里。堂堂大公夫人，怎么会连城镇都没见过？瓦拉斯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如果这姑娘真是深山里的女巫，那之前的种种反常举动可就完全能够解释通了。对面的塞勒涅被盯得浑身发毛，这眼神简直像在指责他是假货，再这么耗下去迟早要露馅。他必须赶紧转移话题，可人一紧张嘴巴就容易失控，他脱口而出就是一句：“坐了这么久马车腰都酸了，那马跑了这么久背不也得酸吗？”这话一出口，塞勒涅就后悔了，自己到底在胡说八道些什么。车厢里的气氛瞬间变得更加尴尬。就在这难堪的关头，马车终于缓缓停了下来。扎斯恭敬地汇报：“阁下，我们已经到了。”听到这个声音，塞勒涅简直要感激涕零，这解围来得太及时了。可还没等他松一口气，瓦拉斯连看都没看他一眼，抬脚就径直走下了马车。看着男人离去的背影，塞勒涅心里又泛起了嘀咕：他这又是要干什么去？塞勒涅心里一阵发慌，以为这男人要去处理公事，准备把他一个人扔回城堡。可谁能想到，瓦拉斯刚走下马车，就转过身朝他伸出了手，示意要扶他下车。原来他根本没打算独自离开，反而考虑得十分周到，说等回到城堡早就饿扁了，不如先在城镇里吃顿好的。刚才还提心吊胆的塞勒涅，这下彻底被弄糊涂了。这个男人忽冷忽热的态度，到底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心思？下车之后，瓦拉斯不知为何突然松开了手。塞勒涅心里暗自纳闷，刚才还表现得那么体贴，怎么转眼就变得这么冷淡？他越想越觉得不甘心，干脆主动凑上前去，一把抓住了对方的手。瓦拉斯显然没料到他会这么做，但他并没有把手抽回去，两人的手就这么紧紧握在一起，并肩走在热闹的大街上。塞勒涅心里忍不住泛起嘀咕，这种奇妙的感觉简直就像是在约会一样。没过多久，瓦拉斯带他走进了一家高级餐厅，餐桌上早已摆满了精致的食物，场面显得格外讲究。塞勒涅正美滋滋地享用着大餐，没想到对面的瓦拉斯眼神却始终紧紧盯着他不放，这顿饭吃得他压力山大。可转念一想，人家昨晚陪了自己整整一夜，现在还请自己吃这么好的大餐，关系眼看好不容易缓和了，自己却马上要用谎言去欺骗他，心里多少有些过意不去。但为了保住这条小命，现在也顾不上那么多了，以后的难题留给以后再去头疼吧。塞勒涅暗自打定主意，直接亮出了自己的筹码。他看着瓦拉斯认真的发问：“我有一个问题，我们到底是什么关系？”这招装失忆的绝杀一出，不知道瓦拉斯会如何应对。面对塞勒涅突如其来的提问，对面的瓦拉斯彻底愣在了原地。塞勒涅顺水推舟，直接开始表演假装失忆的戏码。他将送礼和房间挨着等细节串联起来，直接抛出了一句重话：“我们是不是已经结婚了？”瓦拉斯还没来得及消化这个消息，塞勒涅反手又丢出了一颗重磅炸弹：“既然我们是夫妻，为什么晚上不睡在同一张床上呢？”这句话的杀伤力实在太大，直接让高冷的大公当场失态，口中的茶水瞬间喷了一桌。瓦拉斯好不容易缓过劲来，眼神瞬间变得无比阴沉，冷冷的要求他把话解释清楚。这一招出其不意的失忆攻势，到底能不能顺利糊弄过去？看到瓦拉斯有这么大的反应，塞勒涅心里暗自窃喜，看来这个鱼饵算是彻底咬上了。表面上他依然装得十分无辜，赶紧向对方道了个歉，随后戏精附体，顺着台阶继续往下演。他深吸了一口气，直接使出了憋在心里的大招，说自己好像是失忆了。话一出口，连他自己都忍不住捏了一把汗。这破绽百出的失忆借口，到底能不能骗过精明的大公？瓦拉斯表面上风平浪静，心里早就把这盘棋算得透彻。他猜到对方是为了隐瞒女巫身份，才找了这么个蹩脚的借口。既然对方想要继续演下去，他干脆顺水推舟配合到底。瓦拉斯直接开口承认，两个人确实是名正言顺的夫妻。一听到这个回答，塞勒涅心里简直乐开了花，以为对方真的落入了自己的圈套。
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瓦拉斯反手抛出一个致命追问：那你到底还记得多少往事？这一问直接让塞勒涅当场卡壳，这精心编造的谎言到底还能撑多久？塞勒涅只能顺着话头继续瞎编，凭着脑海中零碎的记忆片段，硬生生拼凑出了一段新婚之夜。瓦拉斯就这么静静地端着茶杯，听着他一句接一句的往外胡扯。等塞勒涅终于把故事编完，瓦拉斯直接夺回了话语权，问他是不是那之前的记忆全都想不起来。塞勒涅见状，赶忙连连点头。谁能想到瓦拉斯不仅没有拆穿，反而一口咬定那就是他们结婚的日子，甚至连两人为什么关系冷淡，他也顺理成章地给出了解释。因为这不过是一场各取所需的政治联姻。瓦拉斯顺着话茬继续胡编乱造，说为了让他能够慢慢适应，两人约定婚后第10天再正式圆房。最要命的是，他紧接着补充了一句：明天正好就是约定的第10天。这句话犹如晴天霹雳，塞勒涅差点当场一口气没提上来。本想装失忆蒙混过关，结果反倒把自己推进了火坑。马车在颠簸中不断前行，塞勒涅的心里早就乱成了一团麻。他心里比谁都清楚，这个男人完全是在睁着眼睛说瞎话。可他偏偏不能当面拆穿对方，因为一旦戳破谎言，自己的身份不就彻底暴露了吗？这下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到底该怎么收场？本以为抛出失忆能轻松过关，结果却给自己挖了个更大的深坑。塞勒涅心里简直要彻底崩溃了。对面的瓦拉斯将这一切尽收眼底，认定她就是个粗心大意的小女巫，连霸占别人身体的后果都没算明白。看着塞勒涅缩在车厢角落瑟瑟发抖，瓦拉斯冷冰冰地抛出一句质问：难道我的话有这么吓人吗？表面上看着平静如水，其实瓦拉斯心里早就有了盘算，这次他可不打算轻易放过她。想起这姑娘之前大言不惭的挑衅，瓦拉斯干脆直接下了最后通牒：你最好好好期待明天的到来。这句话让塞勒涅彻底傻眼，脑海里全是瓦拉斯要动真格的画面。转眼就到了约定的第2天晚上，塞勒涅在房间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硬碰硬去反抗肯定是自寻死路。他把心一横，终于琢磨出一个绝招，那就是直接把自己喝到不省人事，只要彻底醉死过去，不就能强行混过这艰难的一关了吗？虽然这个主意听起来烂透了，但眼下也实在没有别的退路。可现实很快就给他浇了一盆冷水，他连城堡的酒窖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到底要去哪里弄酒？走投无路的塞勒涅干脆豁出去了，准备偷偷溜去外面的集市买酒。塞勒涅紧紧披上黑色斗篷，心里虽然直打鼓，但还在安慰自己，自己这可绝对不算临阵逃跑，买完酒马上就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回来。只要能顺利混过今天晚上，总有一天能和瓦拉斯把账算清楚。可他哪里知道对面的瓦拉斯早就动了真格，他甚至在黑市上重金搞到了一个狠角色。这件宝贝被称为灵魂之环，原本是在治病救人时强行将虚弱的灵魂锁在肉体里的，可如今落到了瓦拉斯的手里，事情的性质可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件宝贝虽然效果极其强悍，但带来的副作用也同样致命。不过瓦拉斯现在根本不在乎这些，只要塞勒涅不比他先死，就不会出什么太大的问题。他带着这件法器，面无表情地来到了塞勒涅的房门前。可奇怪的是，屋里静得可怕，连一点活人的气息都感觉不到。瓦拉斯上前重重地敲了敲门，里面却半天没有传来任何回应。就在这时，安娜推着餐车走了过来。塞勒涅到底偷偷溜去哪里了？发现塞勒涅竟然凭空消失了，瓦拉斯瞬间彻底动了真怒，恐怖的威压气场轰然炸裂开来，连一旁的安娜都吓得连连后退。他当即面色阴沉，下达了死命令，立刻封锁整个北方领地，就算挖地3尺也要把人给我找出来。而此时在热闹的集市上，塞勒涅还以为自己成功逃出升天，正猫着腰在人群中快速穿梭，结果一个不留神直接撞上了一个高大魁梧的路人。他连声道歉，转身就想赶紧离开，哪知道对方反手一把死死拽住他的手腕，根本不给他半点逃跑的机会。塞勒涅惊恐的一抬头，都冒下那双熟悉的冷酷眼睛，直接让他彻底撞上了枪口。本以为这下彻底完蛋了，结果抓住他的陌生人连声道歉，说认错人了，笑呵呵的转身就走。塞勒涅留在原地直犯嘀咕，这人到底怎么回事？可还没等他彻底松一口气，整条街的气氛瞬间变了，大批骑士带着杀气涌入巷子，满大街搜寻他的下落。瓦拉斯的封锁令已经生效，留给塞勒涅的时间真的不多了。瓦拉斯带人在街上搜了一整夜，把能找的地方全翻了个遍，硬是连半个影子都没摸着。瓦拉斯心里无比郁闷，这女人难道是为了逃避今晚才玩了这一出不告而别？要是觉得太快，直说不就完了？越想这火气就越往上冒，他当场立下了狠话，这次要是把人抓回来，非要让他知道厉害不可。就在他火冒三丈的时候，远处桥上突然闪过一道身影，那人披着宽大的斗篷，踏破铁鞋无觅处。瓦拉斯一眼锁定了那道身影，他发了疯似的冲上去，一把死死拽住对方，他是真怕再次失去他。兜帽被粗暴的扯下，露出塞勒涅那张熟悉的脸，他被这猛烈的一拽吓得够呛，抱怨瓦拉斯动作太粗暴，还问他是不是见到了鬼。看着眼前活生生的塞勒涅，瓦拉斯一时间竟说不出话。他整夜的提心吊胆，在这女人眼里居然只是虚惊一场。本以为瓦拉斯抓到人，少不了一顿大发雷霆，甚至会把塞勒涅强行关起来。可真当他靠近塞勒涅，身上的狠劲与怒火居然瞬间消散得无影无踪。旁边的扎斯一看这局势，立马识趣的让士兵退下。扎斯原本还盼着这位夫人能压住瓦拉斯的杀气，现在
看来的确是做到了。可谁能想到她偏偏是个女巫？看着眼前这尊大佛，塞勒涅战战兢兢地开口：“你怎么跑这儿来了？”被瓦拉斯抓了个正着，塞勒涅只能老实交代，说自己偷偷溜出来，只是想买点酒喝。这话一出，瓦拉斯差点当场气炸，自己带人把要塞翻了个底朝天，担惊受怕了一整夜，这女人居然只是为了喝一口酒。瓦拉斯没好气地数落起来，昨晚他就喝得烂醉，害得他在森林里熬了一夜，怎么今天还喝不够？听到昨晚的事，塞勒涅心里无比郁闷。以前自己酒量明明挺好，怎么换了这具身体就变成一喝就醉的酒鬼？这下酒没买成，反倒把自己送上了门。本想靠喝醉混过今晚，结果酒还没买到，就被瓦拉斯当场抓包。塞勒涅心里无比绝望，这下装醉的招数全废了。可还没等他想好怎么应对，瓦拉斯下一步的举动直接把他给整不会了。这堂堂大公居然当街在他面前单膝跪地。瓦拉斯冷冷的开口：“把脚给我。”听到这话，塞勒涅怀疑自己听错了，这男人当街下跪，居然是要他把脚抬过去。塞勒涅脑子里一片混乱，看着瓦拉斯毫无波澜的脸，完全猜不透他到底在盘算什么。虽然心里10000个不情愿，塞勒涅也只能硬着头皮把脚抬了过去。瓦拉斯顺势扣住他的脚踝，把一个特制的法器套了上去。这哪是什么普通的饰品，分明是一把解不开的枷锁。瓦拉斯看着脚链冷笑，有了这东西，以后不管他逃到天涯海角，都逃不出自己的手掌心。可塞勒涅哪知道这里头的玄机，看着脚踝上精致的蝴蝶铃铛，他居然以为这是送他的礼物，不仅没察觉到危险，反而还满心欢喜的连声感谢。刚收下这份特殊的礼物，塞勒涅心里突然打起鼓来，又是送鞋又是送脚链，这男人到底有什么特殊癖好？瓦拉斯可没给他琢磨的时间，直接丢下一句该回家了。塞勒涅也乐得配合，顺从的跟了上去。回去的路上，塞勒涅忍不住打听起来，自己昨晚喝醉之后，难道真的有那么难缠？瓦拉斯冷不丁回应了一句：“那何止是难缠，简直是让人大开眼界。”他当场下了禁令，以后没有他在场，滴酒都不准沾。塞勒涅一听这话，立马抓住了漏洞，转过头试探着问：“那要是跟你在一起，是不是就能喝了？”听到这个脑回路，瓦拉斯忍不住笑了出来。这女人的关注点还真跟别人不一样。他一口答应下来，只要有他在场，想怎么喝都没问题。这一答反倒把塞勒涅整愣住了，本想钻个空子，结果又把自己给套进去了。塞勒涅一听，立马顺感怕，连忙追问：“那今晚咱们就一起喝呗？”瓦拉斯被噎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本以为终于找到了突破口，结果到了第二天早上，塞勒涅趴在桌上郁闷坏了。原来昨晚一回府，瓦拉斯就把他往房间里一扔，还叫安娜在门外守了整整一夜，闹了半天，昨晚居然什么事都没发生。这下他的算盘又落空了。之前拼了命想躲开，结果人家真走了，他心里反而不是滋味了。那男人怎么能走得这么干脆？要说颜值，自己怎么着也是顶级大美人吧？难不成在他眼里，自己就这么没有吸引力？琢磨来琢磨去，他觉得8成是自己太病恹恹，和人家那硬朗的气场不搭，搞不好那男人喜欢更活泼可爱的。既然找到了原因，塞勒涅可不打算就这么认输，只要自己主动豁出去撒个娇，就不信拿不下他。塞勒涅这边还在暗自盘算，甚至连脑补大戏都演上了，觉得只要自己主动撒个娇，那男人搞不好就会忍不住亲过来。可另一边的瓦拉斯日子过得可没那么轻松，昨晚为了搜人落下的公文，被手下扎斯抓着一顿死磕连环催，好不容易把这一堆烂账处理完，瓦拉斯才终于能喘一口气，心里却全是塞勒涅的影子，好奇那女人现在又在干嘛。他抬脚就往塞勒涅的房间走，可他哪能想到门后等待他的居然是一场大戏。瓦拉斯满心期待地赶过来，想着这次过去说不定还能听见那女人的笑声，光是想想心情就变得好了起来。可他哪能想到，塞勒涅刚在屋里享用完大餐，安娜就走了进来，说是有个人要介绍给他。从安娜身后闪出来的少女正是扎斯的妹妹玛蒂尔德。作为世代效忠家族的后代，她热情地向塞勒涅行礼问候。安娜特意把玛蒂尔德介绍过来，说这姑娘不仅品行过硬，来做侍女再合适不过。结果玛蒂尔德一开口，简直像开了闸的水龙头，说自己前阵子大病一场，险些没命，多亏遇到名医才捡回这条命，病刚一好就急着赶了过来。面对这一连串机关枪式的发言，塞勒涅被砸得晕头转向，除了干笑根本插不上嘴。可塞勒涅转念一想，整个人一下子回过味来，这活泼可爱又会撒娇的样儿，不正是自己刚才猜想的那男人可能喜欢的类型吗？自己这边还在琢磨怎么招架，情敌预备役倒先送到眼前了，塞勒涅这下直接给整不会了。安娜看着眼前的场面，虽然塞勒涅看起来有些招架不住，但好歹是没有当场拒绝。说起来，安娜心里也很清楚，塞勒涅自从进了这座城堡，就从来没有提过什么过分要求，不管是粗茶淡饭还是简单的衣服，他从不挑剔，更没要求去修缮这座旧城堡，最多也就是想去街上溜达溜达，吃点平民小吃，花掉的零花钱少得可怜。怎么看他都不像是有什么坏心思。可看着塞勒涅那毫无防备的样子，安娜心里却踏实不起来。在这个地方太单纯，有时候可不是什么好事。安娜心里很清楚，最迟到了明天，帝国的那位皇后可就要亲临这里了。瓦拉斯以为自己闪婚的事只写信汇报给了皇帝，就能瞒天过海，可他太低估皇后的手段了。皇帝早被他牢牢掌控，这种大事怎么可能瞒得住？作为帝国最高贵的女人，皇后行事向来肆无忌惮，从不需要看任何人脸色。一旦让皇后知道一个身份低微的私生女居然嫁给了她唯一的亲弟弟，这要是找上门来，后果简直不敢想。
安娜心里比谁都清楚即将到来的那位皇后可是她最熟悉不过的人。那位贵主行事向来直来直往，说话更是从来不留情面。虽然不至于平白无故去折磨谁，但说出来的话往往字字扎心。看着眼前无忧无虑的塞勒涅，安娜心里止不住的捏了一把汗。这单纯的姑娘，到时候真能承受得住吗？麻蒂尔的手脚麻利的倒上茶，满脸期待的打听合不合口味。塞勒涅只能连声夸赞。看着眼前这个又甜又勤快的姑娘，塞勒涅心里酸得不行。这闪闪发光的样子，不正是给瓦拉斯量身定做的吗？谁能想到，正琢磨着呢，瓦拉斯居然直接推门走了进来，大摇大摆的在桌边坐了下来。这尊大佛一现身，刚才还活泼开朗的小姑娘一下子吓得大气都不敢喘，连倒茶的手都不听使唤了。塞勒涅心里太清楚了，面对瓦拉斯这么个气场全开的男人，谁站旁边能不犯嘀咕？毕竟刚才就连他自己心里也一直在打鼓。回想起自己刚才那些不自然的举动，塞勒涅简直想找个地缝钻进去。本来还琢磨着怎么硬装可爱去讨好他，可现在冷静下来一想，装出来的戏总有演砸的一天，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可桌对面的瓦拉斯就这么端着茶杯，一言不发，直勾勾地盯着他。瓦拉斯轻描淡写的朝旁边挥了挥手，直接把侍女支了出去。马蒂尔德如蒙大赦，行完礼拔腿就跑。随着房门关上，屋里顿时只剩下他们两个人。马蒂尔德这一跑出房间，整个人差点直接瘫在地上。刚才那压迫感可把这小姑娘给吓坏了，生怕哪句话说错受惩罚。但在他眼里，塞勒涅刚才简直太神了，面对那么可怕的瓦拉斯，居然还能端着茶杯云淡风轻。这一幕彻底把他给征服了。小姑娘在心里下定决心，以后一定要好好干，绝不能给塞勒涅拖后腿。可真相哪有他想的那么潇洒？画面一转回到屋里，塞勒涅早就没形了，整个人瘫在椅子上。刚才那一切不过是在硬撑。屋里终于安静下来，瓦拉斯看着眼前的塞勒涅，心里那点小算盘又打起来了。他清了清嗓子，直接问今晚要不要一起吃个晚饭。这邀请塞勒涅想都没想，一口就答应了下来。看着他这毫无防备的样子，瓦拉斯心里别提多得意了，甚至连等会散步喝香槟的计划都在心里安排的明明白白。可看着对面瓦拉斯暗自偷笑的样，塞勒涅心里猛地打了个激灵。到了这一刻，有些事他再也没法自欺欺人了。自己之前哪是嫉妒别人活泼可爱，分明就是想把瓦拉斯的注意力全都占为己有。这心思一旦彻底暴露，他接下来又该怎么面对这个男人？既然心里都想明白了，塞勒涅也不打算继续藏着掖着，反正名分都已经有了，多要点独处的时间，那还不是理所应当。他深吸一口气，直接提议能不能带他去外围转转。这话一出口，整间屋子的空气都像凝固了一样。塞勒涅每一秒的等待都像是在受刑，可瓦拉斯哪会拒绝？他笑了一声，一口答应，随即起身走了过来。这下轮到塞勒涅慌了。瓦拉斯顺势递出邀请，塞勒涅哪还能反悔，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可真等到手挽手走在一起，刚才积攒的那点勇气唰的一下全没了，两个人走得跟木头似的，场面一时间尴尬到了极点。这气氛不太对，瓦拉斯心里也泛起了嘀咕，难不成是这城堡太死气沉沉，跟这姑娘完全搭不上条？好不容易凑在一起的散步，真能如他所愿拉近距离吗？塞勒涅走着走着，突然指着旁边的建筑问：“那是什么地方？”瓦拉斯解释说：“那是用来招待客人或者办宴会的，不过现在空着，一个人也没有。”塞勒涅一听这话，手上偷偷使劲，拉着瓦拉斯就往那边挪。瓦拉斯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心思，就凭这小姑娘的力气，哪能拉得动他？不过他心里一点都不介意，反而乐得顺着他的意思走。塞勒涅再次确认里面真没人之后，眼神一下子变得坚定起来。那盘算已久的计划终于要派上用场了。塞勒涅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叫一个响，只要气氛到位了，指不定就能顺理成章亲上去。虽说觉得自己想得有点远，但来都来了，总得试试才行。两人就这么手挽手走了进去。可塞勒涅哪能想到，他以为的绝对安全，根本就是自作多情。就在大楼外的阴影里，有一双眼睛正死死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进大厅，屋里静得让人发慌，预想中的浪漫氛围瞬间被阴森的寒意冲散。瓦拉斯冷不丁开口：“这里安静的有些过头了。”塞勒涅心里一惊，硬生生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就在这时，暗处突然传来一声异响，塞勒涅吓得浑身一颤，死死缠住瓦拉斯不撒手，急忙问他有没有听到声音。瓦拉斯随口说道：“听说这栋楼的4楼一直有女鬼的传闻。”这话一出，塞勒涅整个人都要炸了。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不早点告诉他？可瓦拉斯却一脸无辜：“谁能想到你居然会怕这种东西？”还没等两人反应过来，楼上走廊突然有一道影子，唰的一下飘了过去。这下塞勒涅再也装不下去了，拉着瓦拉斯拔腿就逃。在神秘鬼影的搅局下，他精心筹划的浪漫计划彻底泡汤了。塞勒涅拉着瓦拉斯一路狂奔，这时他才后知后觉的反应过来，这可是个连巨龙和魔法都有的世界，真有鬼魂不是再正常不过吗？以前还能骗自己世界上没有鬼，可到了这里连自欺欺人都做不到了。塞勒涅心里委屈极了，可回头看看旁边的瓦拉斯，人家跟个没事人一样自顾自走着，这态度冷得简直让人心凉。就算不在乎，他也不至于这么冷漠吧？再这么折腾下去，没被鬼吓死也得先被气死。塞勒涅硬是撑着最后一口气，猛地撞开大门，冲出了大楼。重见天日的那一刻，温暖的阳光洒在身上，可这死里逃生的喜悦还没维持多久，接下来的发展就彻底脱离了他的掌控。塞勒涅刚拉着瓦拉斯逃出大楼，还没来得及喘口气，院子里突然传来了马车声。
瓦拉斯有些纳闷，这个时间怎么会有人过来？车门缓缓打开，走下来的根本不是什么普通客人，而是气场全开的皇后西内亚。西内亚轻飘飘的开口：“好久不见了，我的弟弟。”这一声称呼让现场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瓦拉斯的语气里全是戒备，显然对他的出现极其反感。西内亚却根本不在乎，目光直接扫向旁边的塞勒涅，开口问道：“听说你娶媳妇了？”塞勒涅在旁边整个人都听懵了，瓦拉斯却连面子都不给，冷冷地回了一句：“这跟你没有任何关系。”瓦拉斯一把将塞勒涅护在身后，自打这个女人出现，他整个人都戒备到了极点。随后两人移步到了室内，瓦拉斯连一句客套话都没有，开门见山直接质问：“你跑到这里来到底想干什么？”可西内亚完全没把他的敌意放在心上，反而轻飘飘地反问：“回自己的家里，难道还需要什么理由吗？”瓦拉斯可没那么好糊弄，路途这么遥远，要是没事，他绝不可能专门跑一趟。眼看瞒不过去，西内亚干脆抛出了底牌：“听说你最近好像在打听女巫的下落。”瓦拉斯直接一口否认，西内亚反倒打起感情牌，说自己或许能够帮上忙。瓦拉斯根本不领情，冷冰冰的一口拒绝。西内亚见状反倒打趣起来：“看你和那个新媳妇感情过得挺不错呀。”瓦拉斯语气极其冷淡，警告他不要多管闲事。西内亚却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既然现在都是一家人了，好歹见个面认认脸，省得以后碰上起冲突。可瓦拉斯的态度强硬无比，要他就当这个人不存在，以前怎么过现在就怎么过。见这招行不通，西内亚继续拿见面套话，瓦拉斯可没耐心跟他耗下去，他直接撂下狠话，劝他最好收起那些小聪明，要是敢动什么歪心思，他不介意把整个皇宫都给烧了。放完狠话，西内亚却根本没当回事，反而轻飘飘的调侃：“看你没在战场上，日子过得还挺滋润，那我就放心了。”瓦拉斯连看都懒得看他一眼，直接转身离开。走在空旷的走廊里，他心里充满了厌恶。这些所谓的女巫全都是一个德行，傲慢又极其狡猾，动动手指就能把所有人玩弄于股掌之间。可走着走着，瓦拉斯突然停下了脚步，因为他的脑海中突然冒出一个巨大的疑点：如果女巫真的无所不能，那为什么那个女人偏偏连鬼魂都会害怕？按理说，普通的女巫驱使鬼魂那是家常便饭，哪有反而被鬼吓到的道理？这反倒成了最关键的线索。真要是手段狠辣的女巫，占了身体早就把原主斩草除根了。可现在占着身体的这位，性格温柔又单纯，根本下不去那种狠手。这就意味着，原本的塞勒涅很可能还没死透。既然眼前这个更合他的心意，瓦拉斯绝不能让原主把身体抢回去。他下定决心要彻底摆平这个隐患。第二天的阳光刚洒进房间，塞勒涅美美地睁开眼睛，心里还美滋滋的盘算着要叫上瓦拉斯一起吃早餐。结果一转头，好家伙，瓦拉斯居然就守在他的床边。这下可把塞勒涅吓得不轻，唰的一下，整个人直接缩进了被子里。这下尴尬可丢大了，刚起床没化妆，还毫无形象的打了个大哈欠，全被对方看了个正着。看着他这慌乱的反应，瓦拉斯赶忙开口解释，自己真不是故意要吓他的。可大清早突然守在闺房里，瓦拉斯这次过来到底是为了什么？塞勒涅死死窝在被子里，小声的问他，大清早的怎么跑这来了？瓦拉斯张了张嘴，一时间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毕竟真相实在太危险了，他那个心狠手辣的姐姐现在正死盯着塞勒涅，看他平时连个鬼影都能吓坏，要是知道真相，恐怕得当场吓昏过去。好在他已经联系了皇帝，准备把这个麻烦彻底解决掉。而在那之前，他必须时刻守在塞勒涅身边。可眼下最大的难题是，到底该找个什么借口，才能名正言顺的留下来？塞勒涅好不容易缓过神来，尴尬的替刚才的失态道歉。瓦拉斯脑子飞速一转，留下来的借口这不就送上门了？瓦拉斯语气沉重的提醒，昨天见的那个危险女人凭空消失了，而且对方好像已经盯上了他。这话一出，塞勒涅整个人都懵了。瓦拉斯顺势坐到床边，接着继续一本正经的补刀。那女人最喜欢找单身女人下手，专门抢占别人的身体。这套说辞一出，他名正言顺留下的目的算是达成了。塞勒涅被彻底吓傻了，裹着被子就往瓦拉斯身边靠。瓦拉斯故作疑惑地问他这是干嘛？塞勒涅缩在被子里，弱弱地问：“那我现在是不是绝对不能一个人待着？”这下可正中瓦拉斯下怀，他赶忙顺水推舟承认了。不仅如此，他还冷不丁指着远处问：“等等，你刚才看到那个了吗？”这句话一出，塞勒涅直接吓得紧紧拽住他不撒手，急着问到底是什么。瓦拉斯表面上一脸严肃，心里却早就乐开了花。只要这戏演得好，以后他岂不是天天都得黏着自己？正当瓦拉斯算盘打得响亮时，突然响起的敲门声直接把好气氛打得粉碎。侍女玛蒂尔德推门进来，说是要伺候塞勒涅更衣。塞勒涅如释重负，急忙跟着侍女跑去换衣服。这下轮到瓦拉斯在旁边干瞪眼了。明明刚才气氛正好，偏偏被这个没眼力见的给搅黄了。更气人的是，塞勒涅居然还跑得那么开心。要不是看在他是扎斯亲妹妹的份上，瓦拉斯真想当场把人给换掉。玛蒂尔德刚准备动手帮忙，背后那道冰冷的视线就让他感到背脊发凉。玛蒂尔德突然想起出门前哥哥扎斯的叮嘱，扎斯特别交代，要是公爵大人脸色不对，你就死死贴紧夫人，这样才能保住小命。玛蒂尔德立马照做，死躲在塞勒涅身后。可这招反而让背后的瓦拉斯杀气变得更重了。塞勒涅
还什么都没察觉，转过头温柔地问瓦拉斯能不能等他一起吃早餐。刚才还满满杀气的瓦拉斯，唰的一下秒变温顺，毫不犹豫一口答应。这变脸速度可真是把双标玩明白了。马蒂尔德越想越觉得扎斯说的一点也没错，只要死死黏着夫人，这命算是保住了。走在阳光洒满的走廊里，塞勒涅心里别提多甜了。相比刚来时的冷冰冰，现在就像春天来了一样。看着他嘴角根本藏不住的笑意，瓦拉斯凑过来问：“你在看什么呢？怎么笑得这么开心？”塞勒涅指着窗外的白蝴蝶说：“你看那只蝴蝶像不像我？周围连朵花都没有，无依无靠，只能随风飘荡。可即便这样，他还在拼命寻找属于他的花。”这话听在瓦拉斯耳朵里可就太刺耳了。在他心里，留在自己身边居然只是暂时的，他居然随时准备要离开。瓦拉斯这下彻底坐不住了，他一步迈上前，沉声说道：“你想找的那朵花，我可以来当。”瓦拉斯这话可绝不仅仅是说说而已，他接着向塞勒涅承诺，不管是能为你遮风挡雨的港湾，还是全心全意照料你的人，我都愿意来当。瓦拉斯霸道地宣告着占有欲，只要是塞勒涅想要的，就算冒再大风险，他也会夺来，甚至直接封死了他的退路，警告他别想从自己身边逃走。这番话听上去无比浪漫，可现场的气氛却诡异到了极点。瓦拉斯说这话时，居然是一副咬牙切齿的模样，这下可把塞勒涅彻底整懵了。他不明白对方为什么生气，难道是以为自己在故意撒娇？塞勒涅心里觉得无比冤枉，他只是想和对方好好相处，哪怕先从普通朋友做起。可眼前的紧张气氛却让他有些不知所措。为了打破眼前的尴尬僵局，塞勒涅主动开口邀请，问瓦拉斯要不要一起出去走走。这下可把瓦拉斯给难住了，他心里10000个想答应，可那个疯子姐姐西内亚就在暗处盯着。现在带塞勒涅出门，简直就是主动送上门去。见瓦拉斯半天没有回应，塞勒涅的失落全写在了脸上。看着他委屈巴巴的模样，瓦拉斯哪里还狠得下心？他最终还是妥协了，主动询问他想去哪里。可明知外面有危险，还要出去，接下来又会撞上什么麻烦？面对瓦拉斯突如其来的表白，塞勒涅赶忙转移话题，提议一起去逛外面的集市。看着眼前毫无防备的笑容，瓦拉斯心里却掀起了波澜。如果有一天塞勒涅知道了自己残酷的过去，知道了他双手沾满鲜血的真相，还会像现在这样微笑着牵住他的手吗？想到这里，瓦拉斯反手紧紧握住了他。既然决定要保护他，有些事情就绝不能隐瞒。瓦拉斯当场坦白，昨天在城外遇到的那个女人，其实就是他的亲姐姐西内亚。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把塞勒涅彻底整懵了。塞勒涅心里直接炸开了锅，原剧情里可没写瓦拉斯还有个姐姐。更糟糕的是，昨天见面时自己对人家不理不睬，这第一印象绝对是砸透了。瓦拉斯见他反应如此强烈，关切地询问他是不是还没想起以前的事情。塞勒涅只能硬着头皮装糊涂，含含糊糊地应付了过去。好在瓦拉斯并没有多怀疑，他温柔地牵起塞勒涅的手，带着他一路走到了大厅门前。随着沉重的大门被推开，那位气场强大的姐姐西内亚早已在屋里等候多时。看着眼前的西内亚，塞勒涅暗暗下定决心，挽回第一印象的机会终于来了。塞勒涅刚准备上前打个招呼，瓦拉斯却突然一个跨步，直接挡在了他的身前，把他护得严严实实。姐弟俩的眼神瞬间碰撞在一起，空气中的火药味直线上升。为了缓和这剑拔弩张的气氛，塞勒涅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他热情又礼貌地主动自我介绍，还特意强调了自己刚和瓦拉斯成婚，希望能和姐姐好好相处。听到这话，西内亚忍不住轻笑了一声，他顺势将目光投向瓦拉斯，调侃着说：“你听到了吧？人家新娘子可想着好好相处呢。这么看来，在这个家里，真正不请自来的外人到底是哪一位呢？”见塞勒涅如此懂礼貌，西内亚顺水推舟，热情邀请他今晚共进晚餐。可这话还没落地，瓦拉斯想都没想，当场就一口回绝了姐姐。塞勒涅见状，赶忙笑着打圆场，解释说今晚两人已经有了别的安排。听到妻子主动替自己帮腔，瓦拉斯心里别提多得意了，以为两人已经站到了统一战线。可没想到塞勒涅转头就补了一句：“要不咱们把晚餐改到明天吧。”这句话一出，瓦拉斯整个人瞬间当场死机，看着弟弟吃瘪的模样，西内亚在旁边差点笑出声来。堂堂冷酷无情的公爵大人，脸上写满了100个不愿意，却硬是一句话都不敢反驳妻子。这下可好，能彻底制住瓦拉斯的人终于出现了。西内亚非常爽快的一口答应，看来接下来的日子真的会越来越有意思了。随着魔物的袭扰越来越少，不少流离失所的难民纷纷跑来要塞投奔，领主不仅给他们提供庇护，还带领大家开采龙骨矿脉，大力发展贸易。短短几年时间，贝利亚斯领地就一步步壮大，一跃成为了帝国的顶尖势力。可谁能想到，转眼200年过去，如今掌控着一切的掌权者换成了27岁的西内亚。塞勒涅翻看着手中的历史书，这才知道西内亚当年有多么厉害。他一出现在社交圈，瞬间就将所有人迷得神魂颠倒。不到1年时间，他就让领地彻底宣告独立，再也不需要向任何人朝贡，一步步发展成了谁也不敢惹的庞大势力。塞勒涅虽然看书看得有些吃力，但心里也大致明白了过来，这对姐弟俩其实一个主内一个主外，都在为了领地竭尽全力。难怪刚才见面的时候，两人说话会那么冷冰冰，可实际上彼此之间根本没有敌意。搞清楚了姐弟俩的默契，塞勒涅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刚才发生的一幕幕，让塞勒涅心里溢满了暖意。原来这就是被家人偏爱的感觉。
就在他独自沉思的时候，马蒂尔德领着一位陌生男子迎面走来。塞勒涅正纳闷对方的身份，马蒂尔德就兴奋地介绍起来，说这可是当年把他从鬼门关拉回来的神医。一声恭敬地向塞勒涅行礼，表示接下来的日子里很荣幸能为您效劳。可看着眼前这位举止斯文的神医，塞勒涅心里怎么隐隐觉得有些奇怪。见对方主动开口询问，他赶忙打了个哈哈应付过去，只当是自己一时多想。马蒂尔德顺口打听起接下来的行程，这一问可不得了，塞勒涅竟然要和瓦拉斯单独去逛集市，这可把马蒂尔德给吓得够呛。可塞勒涅却满心欢喜，一心期待着即将到来的二人世界。转眼之间，两人就手牵着手来到了热闹的大街上。难得有这样的相处机会，塞勒涅兴高采烈的提议买点小吃去喷泉边坐坐。瓦拉斯虽然还是一脸严肃，但也乖乖点头答应了。塞勒涅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凭这位大公爵的恐怖实力，要不是他自己心甘情愿，谁又能拉得动他呢？这种任由自己拉着走的温柔，正是塞勒涅最心动的瞬间。可这份美好还没持续多久，随着两人深入集市，周围的气氛一下子全变了。原本熙熙攘攘的街头，所有人全都默默退到了两旁，四下里安静的让人发慌。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瓦拉斯心里一阵自责，这种冷眼与敌意他自己早已习以为常，可塞勒涅哪里受过这种委屈，他后悔极了，要不是自己一时妥协，也不会把他拖进这种难堪的局面。面对周围冷冰冰的目光，塞勒涅不仅没有害怕，反而反手紧紧握住了他。他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笑着打听起瓦拉斯的喜好，问他喜不喜欢吃苹果。这出乎意料的举动让瓦拉斯一时间不知所措。周围虽然满是敌意，可瓦拉斯的心却彻底沦陷，以前那些毫无感觉的东西，在这一刻全都变得有了意义。塞勒涅拉着他，开开心心就去买苹果，原本压抑的僵局就这么被他轻轻松松化解了。塞勒涅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他倒不是在生气，只是替眼前的男人感到难过。明明真要是出了危险，站出来保护大家的正是瓦拉斯，可镇上的人给他的却只有恐惧和防备，这种被所有人孤立的滋味该有多么孤单啊！想到这里，塞勒涅更加用力地握紧了他的手，他要用行动告诉瓦拉斯，以后再也不是他一个人了。买完苹果，两人坐在喷泉边，塞勒涅刚要咬上一口，瓦拉斯却突然伸手一把把苹果抢了过去。本以为他是发现了什么危险，没想到这个高冷的男人居然把苹果搁在衣服上，认认真真的擦拭起来。看着他平日里威严冷酷，现在却为了个苹果在较劲，塞勒涅整个人都被逗乐了。更难得的是，向来严肃的瓦拉斯居然也忍不住露出了笑意。瓦拉斯认认真真把苹果擦得干净，这才递到塞勒涅手里。俩人就这么并肩坐在喷泉边，啃着刚买的苹果，看着眼前明媚的天空。瓦拉斯第一次真切体会到，原来这就是幸福的感觉。塞勒涅一边吃着，一边偷偷瞄向身旁的男人，眼看气氛正好，他心里暗暗盘算起来，这可是绝佳的机会，绝对不能轻易错过。塞勒涅瞅准机会，冲他俏皮的眨了一下眼。这下可好，瓦拉斯哪里顶得住这套攻势，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当场被呛得咳个不停。塞勒涅也吓了一跳，赶忙伸手替他拍背，问他要不要去弄点水。瓦拉斯整个人都懵了，心里直犯嘀咕，刚才自己是不是出现幻觉了？在军营里，这不就是示爱的意思吗？下属们为了套近乎，不就总搞这套暗送秋波吗？瓦拉斯越想越不对劲，刚才那一下到底是不是自己想多了？为了不露出破绽，他只能硬生生转过头去。可这事要是弄不明白，怕是连觉都睡不成了。他到底还是没忍住，突然凑上前去，直接当面逼问：刚才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这句话一出，直接把塞勒涅给问懵了。本想活跃一下气氛，没想到对方反应居然这么大。瓦拉斯突然开口一问，直接把塞勒涅整不会了。急中生智之下，他只能硬着头皮瞎编，说自己刚才只是被苹果酸到了。可话一出口，塞勒涅心里就后悔了，要是让对方以为自己身体不舒服，恐怕又要引起一阵不必要的慌乱。他赶紧打着哈哈把话题硬扯过去。看着瓦拉斯毫无波澜的反应，塞勒涅心里别提多沮丧了。看来刚才自己的暗送秋波，对方不仅完全没有领情，甚至还觉得莫名其妙。本来想拉近两人的关系，结果反而把气氛弄得越来越尴尬。刚才的误会虽然勉强解开，但气氛多多少少还是有些微妙。瓦拉斯看着身旁局促不安的塞勒涅，心里觉得这个女孩可爱极了，而塞勒涅也在偷偷瞄着她，同样觉得眼前的男人帅得不行。到了晚上，塞勒涅独自泡在浴缸里，越想越觉得不对劲。这个瓦拉斯到底是有多木讷？自己随便编了个借口，他居然真就傻傻的相信了。眨眼和眼睛酸能是一回事吗？这男人怎么就分不清楚呢？塞勒涅越想心里越郁闷，如果对方是故意装作没看见，岂不是说明自己的魅力完全失效了？光是想想就让人感到无比沮丧。还没等他难过多久，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一段可怕的传言，据说城堡里有种神秘的怪物，专门挑选独处的女性下手，甚至还会强行占有对方的身体。这个念头刚一冒出来，塞勒涅吓得猛地从水里站了起来。如今内堡的人手严重锐减，能够自由出入这里的，满打满算也只有5个人。塞勒涅在心里仔细盘算了一下，女仆们早已经干完活离开了，安娜正忙着准备晚饭，马蒂尔德也到了回家的时间。至于扎斯，正被堆成山的文件折腾得焦头烂额，根本抽不出空过来。算来算去，现在这里居然只剩他一个人了。就在这时，窗外突然传来一阵诡异的怪响，塞勒涅整个人彻底慌了神。瓦拉斯之前明明特意交代过，绝对不能一个人独处，
他现在根本顾不上那么多，随便披上衣服推开门就往外跑，心里还在不断默默祷告，希望瓦拉斯此刻就在房间里。塞勒聂撞开房门的这一下，动静可真是不小。可这扇大门一开，里面的瓦拉斯正在换衣服，两个人直接撞了个正着。塞勒聂一路狂奔过来，本就吓得够呛，现在一看到眼前的男人，积压的委屈一下子全涌了上来。瓦拉斯还没来得及开口询问，塞勒聂直接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这下可把瓦拉斯给整不会了。他赶忙上前手忙脚乱的哄着，连声追问他到底出了什么事。他这一哭，瓦拉斯的心都悬到了嗓子眼。可刚才那声怪响，到底是什么东西在作怪？刚才瓦拉斯还在手忙脚乱，为了能离他更近一点，连整张床都给搬过来了。可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还没等他想明白，塞勒聂居然直接靠了过来，整个人就这么依偎在他的肩膀上。瓦拉斯这下彻底僵住了，塞勒聂身上湿漉漉的，哭得别提有多委屈了。可等瓦拉斯回过神来仔细一瞧，这才发现了不对劲，塞勒聂身上穿的衣服简直单薄的跟没有一样。这下可把这位大公给整不会了。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意外，他又该怎么办？瓦拉斯赶忙把头扭到一旁，心里一阵疯狂抓狂。这要是直接问他斗篷底下穿了什么，怕是要被当成变态直接赶出去。他强行深呼吸，好不容易才把情绪压了下去，改口问起了正事，问他来之前到底在干嘛。塞勒聂委屈地小声说道，自己刚才其实是在洗澡。这句话一出，瓦拉斯差点当场炸毛，难怪穿成这样就跑过来了。他心里满是问号，他为什么哭得这么厉害，又为什么非要往自己这儿跑？可转念一想，要是问得太急把他吓跑了，那还不如什么都别问。刚才还哭得一塌糊涂的塞勒聂，这一消停下来，困意刷的一下就上来了，顺势就靠在瓦拉斯身上睡了过去。瓦拉斯看着黏在身旁的人，心里一阵无奈，明明都特意把床给挪过来了，他怎么还非要跟自己挤在一起？瓦拉斯低声问他是不是觉得冷，怎么到现在还死死拽着斗篷？听完这句话，塞勒聂这才一下子想起来，自己刚才跑得太急，这斗篷底下可还什么都没有穿啊。这一反应过来，塞勒聂整个人都要崩溃了，推开门就往外跑。他脑子里乱成一团，不敢相信自己刚才干了什么。这要是被瓦拉斯发现了，以后还怎么见面？万一被对方当成了变态，那可就真的彻底完蛋了。越想越慌的塞勒聂，整个人陷入了绝望。瓦拉斯真的什么都没发现吗？就在他提心吊胆的时候，瓦拉斯却若无其事地站起身，走到一旁，默默地加柴烧火。看着对方这毫无反应的样子，塞勒聂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以为自己的秘密没有被察觉。上一秒他还满脸写着绝望，下一秒就忍不住破涕为笑。这变脸的速度让瓦拉斯有些猝不及防。可看着刚才还哭得稀里哗啦的少女，此刻笑得如此甜美，瓦拉斯的心跳也不由自主地乱了节奏。塞勒聂以为自己瞒天过海，却不知瓦拉斯早就把一切看在眼里。刚才他甚至冒出了一个恶劣的念头，如果能多把他弄哭几次，是不是就能让他更加依赖自己？不过这种阴暗的想法，他这辈子都不打算让塞勒聂知道。一夜过去，天已大亮，扎斯带着女巫的线索，急匆匆跑来找瓦拉斯汇报，连续敲了几声房门都没有回应。扎斯索性直接推门而入，可看清里面的画面后，他整个人当场傻在了原地。扎斯刚看清门里那一抹金发，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厚重的木门就被狠狠砸上，直接将他拍了个狗啃泥。扎斯揉着摔疼的脑袋，门缝里这才露出一双冰冷的眼睛。瓦拉斯没好气的逼问他有什么要紧事。扎斯哪里还敢耽搁，连忙递上刚刚查到的情报。前段时间确实有人在北方目击到了女巫，虽然对方隐藏极深，但目前已经掌握了线索。瓦拉斯一把接过报告，快速翻看，可当他看清上面的描述时，眉头瞬间紧紧皱起。报告上写着，那个疑似女巫的人全身上下竟然缠满了绷带。瓦拉斯看着手中的情报，越想越不对劲。极少数女巫为了追求永生，会舍弃原本衰老的肉身，强行换上一具年轻的新身体。如果真是这样，他短时间内绝对不会轻易离开。瓦拉斯没有半点犹豫，直接给扎斯下了死命令，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也必须把这个女巫找出来。无论是她原本的身体，还是背后隐藏的家族，只要能拿到当筹码的东西，这一局他就赢定了。为了能把塞勒聂留在身边，瓦拉斯根本不在乎手段，无论他藏着什么秘密，只要他敢动离开的念头，他就绝对不会放手。扎斯站在一旁，被这股危险的气场吓得不轻，赶忙低头应了下来，从房间里退出来。扎斯整个人双腿发虚，眼看满月之日就要到了，也不知道公爵到时候能不能扛住。他心里暗暗琢磨，要不要提前把塞勒聂接进内堡。此时安娜正忙着整顿士兵，可扎斯看着眼前的防线，心里却一点底都没有。光靠他们真的能保住塞勒聂吗？扎斯心里别提有多纠结了。塞勒聂虽然看着弱不禁风，可要是真把他送出城堡，后果恐怕会更加可怕。万一公爵找不到人，当场暴走，防线上的士兵全都要遭殃。放眼整个城堡，恐怕也只有塞勒聂能压得住他。扎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看来只能硬着头皮去求安娜帮忙了。就在这时，房门突然被推开，瓦拉斯径直走了出来。塞勒聂折腾了一大圈，最后还是抵挡不住困意，就这么沉沉的睡了过去。瓦拉斯看着身旁的人，见他睡得香甜，刚想松一口气，结果塞勒聂在睡梦中轻轻一动，斗篷顺势划开了一角。这一下瓦拉斯整个人都僵住了，自己的猜想竟然完全被证实，这斗篷底下真的什么都没穿。瓦拉斯这下彻底抓狂了，这女人到底知不知道自己有多危险，居然还能睡得这么毫无防备？看着眼前毫无防备的少女，瓦拉斯只觉得脑子里那根弦彻底断了。
看着塞勒涅睡得正香，瓦拉斯生怕他受凉，赶忙搬来厚厚的被子，将他裹得严严实实。眼看自己快要控制不住理智，他只能跑去洗冷水澡降火。谁能想到塞勒涅这时候突然醒了，听着浴室里传来的水声，他整个人都懵了。这男人居然就这么跑去洗澡了。回想起刚才被他盯着看的样子，塞勒涅心里越想越乱，明明连亲都没亲过，这进展是不是有点太快了？塞勒涅窝在被子里后怕不已，还好刚才自己咬牙装睡，要是真的冲动叫出声，那可就彻底丢大人了。可转念一想，塞勒涅心里又有些郁闷，这男人居然真的什么都没干，反倒显得自己有些自作多情。就在这时，周围陷入一片死寂。塞勒涅突然记起了那桩恐怖传言，万一那个怪异的幽灵这时候跑出来，那可该怎么办？越想越害怕的塞勒涅干脆裹紧被子，一路悄悄蹭到了门口。浴室里的冷水冲个不停，可瓦拉斯身上的邪火根本降不下来。凭他那顶尖的感知力，别说门外了，就算是城堡外的风吹草动都瞒不过他。偏偏塞勒涅现在就守在门外，这让他怎么冷静得下来？洗冷水澡简直成了纯粹的折磨。就在瓦拉斯快要崩溃的时候，门外突然传来塞勒涅发颤的声音：“你还在里面吧？我害怕幽灵。”听着门外塞勒涅内娇气的声音，瓦拉斯整个人都招架不住了。这哪里是来喊人的，分明是在他心头上点火。他迅速套上浴袍，心里还直打鼓，大清早就要这么见面，倒真有点像过日子的夫妻了。可当他猛地把门推开，塞勒涅正缩成一团蹲在门口，委屈的眼泪汪汪，这直接把瓦拉斯给整不会了。面对主动送上门来的软肋，瓦拉斯这下还能守得住原则吗？看着门外缩成一团的塞勒涅，瓦拉斯整个人彻底招架不住，这副楚楚可怜的模样，谁顶得住？还没等两人多说，画面一转，塞勒涅已经回到了客厅沙发上。他现在心里别提有多崩溃了，这日子简直没法过了。白天倒还好说，实在害怕还能跑去外城，毕竟到处都是巡逻的卫兵。可一到了晚上，周围安静的吓人，稍微有点风吹草动都能把他吓破胆。看着塞勒涅坐在那里直叹气，一旁的安娜终于忍不住了，主动开口问他是不是遇到了麻烦。塞勒涅干脆也不装了，直接坦白自己其实怕鬼怕的要死，特别是听到那个幽灵的传闻，一想到自己一个人就吓得不行。可安娜听完反而笑着给他吃下定心丸，说那个幽灵是大公家的忠臣，领地意识极强，有他在别的野鬼根本不敢靠近。这话一出，直接把塞勒涅给说懵了。可转念一想，这说法怎么听着这么耳熟？这不正是瓦拉斯之前对他说过的原话吗？难道这两个人早就串通好了来骗他？听到安娜说这里的幽灵害羞又听话，塞勒涅心里总算踏实了点，以为这事就算过去了。可转念一想，他突然反应过来不对劲，要是幽灵根本不可怕，那刚才自己吓得要死，吵着闹着要跑路，甚至缩在床角哭成一团的样子，岂不是全被瓦拉斯看在眼里了？这一回想，塞勒涅差点没当场找个地缝钻进去，合着刚才自己演了半天的独角戏，纯粹是在自我折腾，这下丢脸丢大发了。他接下来在瓦拉斯面前还怎么抬得起头来？一想到瓦拉斯当时肯定在心里偷偷笑他，塞勒涅就气得直咬牙，明明什么都知道，居然还故意当面装傻，这男人简直太坏了。本想着现在就冲过去找他算账，可一抬头看到时间，塞勒涅一下子反应过来，今晚可还有正事要办，今晚要跟瓦拉斯的姐姐西内亚吃饭，绝对不能丢了面子。至于跟瓦拉斯的这笔账，只能等以后再慢慢算。塞勒涅立马叫来安娜，让她赶紧帮自己收拾打扮。西内亚早就在大厅里等着了。瓦拉斯带着打扮好的塞勒涅赶了过来，塞勒涅客客气气的打招呼，问是不是让他久等了。西内亚道也体面，直言自己也是刚到。看着西内亚笑起来的样子，塞勒涅发现这姐姐笑起来简直跟瓦拉斯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他立马热情的上去套近乎，又是夸天气又是夸月色，直接把西内亚给整不会了。看着塞勒涅这自来熟的架势，连瓦拉斯都看不下去了，默默往旁边挪开了一大步。塞勒涅这下直接愣住了，这男人怎么还嫌弃起自己来了？见瓦拉斯居然敢嫌弃自己，塞勒涅直接往他胳膊上狠狠拍了一下，他心里可还憋着幽灵那档子事呢。虽然是在耍小脾气，但塞勒涅心里很清楚，就算自己再怎么闹腾，这男人也绝不会真的对他发火。收拾好心情，塞勒涅继续跟西内亚热情搭话，又是聊花草树木，又是打听北方的夏天凉不凉快，整个人笑得格外灿烂，对未来的日子满是期待。看着塞勒涅这副毫无防备的模样，西内亚反倒在心里打起了嘀咕。王都里那些贵族名媛说话向来都是弯弯绕绕，可眼前这位怎么完全不按套路出牌？西内亚越想越觉得奇怪，这个被弟弟带回来的女人到底是个什么来头？西内亚见惯了各种贵族名媛，大多数人见到她连话都说不利索，少数凑上来的也不过是为了攀附讨好。可塞勒涅却完全不同，不仅毫无架子，还兴高采烈夸起了甜点，真让人拿不准他是缺根筋还是心思纯粹。最绝的是瓦拉斯，平日里那么冷酷的一个人，现在居然跟个忠犬似的，整天围着他转。西内亚忍不住笑了一声，顺着话应了下来，说自己也很期待这个夏天。谁能想到塞勒涅顺杆往上爬，一把紧紧拉住了西内亚的手，笑得那叫一个灿烂。反观旁边的瓦拉斯，直接被这两个女人彻底晾在身后，整个人当场就看懵了，合着自己才是那个多余的人。
到了饭桌上，情况反而更糟糕了。塞勒涅跟西内亚聊得火热，硬是一眼都没有瞧过瓦拉斯。平时被众人围着转的瓦拉斯，这会儿只能独自切着盘里的肉，心里别提有多郁闷了。明明是3个人的聚会，自己倒成了最尴尬的透明人。他在心里默默抱怨，全怪西内亚突然跑出来抢人，把塞勒涅的注意力全给占满了。塞勒涅兴致勃勃地打听着王都，以为能听到不少稀罕事，没想到西内亚反应却十分平平，觉得那里跟别的城市没什么两样。可2个人聊着聊着，西内亚顺口打听起他的家乡，塞勒涅刚顺口描述起西南边的风物，话说到一半，却突然硬生生地打住了。原来他刚才居然一时顺口，把那里当成了自己真正的家乡，这无意间说溜嘴的话，会不会直接暴露他最大的秘密？原来塞勒涅压根就不是这里的人，在他原本的世界里，他叫尤米，已经活了整整29年，刚才差一点点就把自己穿越的秘密全给说漏了。这突如其来的反常举动，自然没有逃过瓦拉斯的眼睛，他心里只觉得一阵好笑。这女人之前不是一直嚷嚷着失忆吗？怎么现在连自己立的人设都能忘了？亏他之前为了防范，还特意派人仔细调查过他的背景，结果现在看来根本就是白忙活了一场。可这也让他心里更加疑惑，塞勒涅到底还藏着什么猫腻？不只是瓦拉斯，连坐在对面的西内亚也开始在心中默默盘算，眼前这个看起来毫无城府的女人，究竟还掌握着多少秘密？瓦拉斯心里猛地咯噔一下，难道西内亚已经看穿了塞勒涅的身份？要是真的被发现了，那塞勒涅可就彻底危险了。要知道，女巫的力量源头是固定的，想要变得更加强大，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掠夺同类。而坐在对面的西内亚，手底下早就沾满了同类的鲜血，被他吞噬掉的女巫整整超过了200个，那股力量根本让人难以想象。西内亚要是真的对塞勒涅出手，塞勒涅根本没有任何还手之力。眼看现场的气氛越来越不对劲，瓦拉斯当机立断，伸手一把拉住塞勒涅，直接起身叫停了这场晚宴。西内亚道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优雅的对着他们点了下头。瓦拉斯片刻都不敢多留，牵着塞勒涅就径直离开了大厅。可走在回去的路上，瓦拉斯一路上都紧紧盯着他，眼神严肃的有些吓人。谁能想到，刚才还满心戒备的紧张气氛，硬生生被塞勒涅一句话给打破了。他突然抬起头，冷不丁的冒出了一句：“你是不是又长高了？”塞勒涅这一问，直接把瓦拉斯给问懵了。塞勒涅以为对方是在嫌弃自己矮，气得他当场一甩头，扭头就朝着前面走去。这下瓦拉斯彻底慌了，连忙伸手想要拉住他解释，他哪里是嫌弃他矮啊，分明是想夸他今天这一身看起来特别优雅好看。结果因为一时焦急，好话全都砸在了嘴里。看着塞勒涅头也不回的走远，瓦拉斯整个人都麻了。另一边，塞勒涅气冲冲的踩着高跟鞋，心里别提有多委屈了。明明是这个男人高的离谱，凭什么说自己没有长高？他今天可是特意穿了高跟鞋，还精心打扮了一番。本来在刚才的晚宴上，瓦拉斯一刻不停的帮他剥虾，自己连一口都顾不上吃。塞勒涅心里还挺感动的，都准备要原谅他了。结果这男人一开口，直接把所有好感全部作死。塞勒涅气冲冲的往回走，心里别提有多委屈了。在那个男人的眼里，自己难道就只是个小孩子吗？而另一边，房间里的气氛可就没这么轻松了。西内亚正优雅地端着茶杯，手下的扎斯战战兢兢地走了进来。扎斯恭恭敬敬地问候完，鼓起勇气开口询问2天后的满月之夜，能不能请他陪同大公夫人。这话一出，西内亚的眼神一下子冷了下来，极其冷淡地反问了一句：“我凭什么要陪他？”西内亚这副态度跟直接拒绝根本没有什么区别。扎斯心里彻底慌了，知道光靠劝说根本没有用，这下实在没有办法了。扎斯当场单膝跪地，直截了当的开口求他，只要他肯答应这件事，提什么条件都可以。可西内亚压根就不为所动，自己现在什么都不缺，凭什么要去凑这个热闹？不过转念一想，还真让他挑出了一个条件。西内亚缓缓抬起头，直接抛出了自己的底牌，只要扎斯说清楚，瓦拉斯最近一直在寻找女巫，到底是为了什么？扎斯这下彻底慌了神，难道西内亚已经把底细摸清了？他深知绝对不能把大公夫人扯进来，只能强行压下慌乱的情绪，一字一句的开始寻找借口。扎斯连忙开口解释说，前阵子城堡附近出现了奇怪的绷带人，而且雪山那边还发现了女巫交易的物品，他们这才展开了追查。西内亚悠哉地品着茶，心里早就跟明镜似的。扎斯这是故意把时间线给打乱了，不过他现在还不想当面拆穿。西内亚轻轻放下茶杯，冷冷地丢出了一句：“这套说辞可说服不了我。更重要的是，听说瓦拉斯最近拿到了灵魂法阵。”扎斯当场被噎得说不出话来，紧接着西内亚直接抛出了重磅炸弹。西内亚冷笑着抛出致命问题：“瓦拉斯是不是在私下豢养女巫，甚至还在猎杀同类来喂养她？”这话一出，扎斯整个人瞬间僵在原地。他现在后悔的要命，今天真不该踏进这个房间，偏偏赶在瓦拉斯要失控的关头，这个女人突然来到北方，绝对不是什么巧合。他那锐利的目光死死盯着他脸上的每一个细微变化，这根本不是提问，而是一场致命的试探。扎斯在心里疯狂呐喊：完了，这下真的彻底露馅了。回到房间的瓦拉斯这会儿正暗自得意，虽然塞勒涅刚才气呼呼的走了，但他心里有数，这姑娘胆子小得很，一到晚上肯定还得乖乖回他房间。可这份轻松还没维持多久，窗外就传来了动静。扎斯深夜潜入，带来了一个极其糟糕的消息：
皇后已经在北方安插了眼线，不仅盯上了灵魂法阵，甚至连他们寻找女巫的事也全都在对方的掌控之中。这下事情彻底大条了，要是塞勒涅的身份暴露，后果根本无法想象。眼看局势越来越失控，扎斯直接单膝跪地，出了个极其大胆的狠招，只要瓦拉斯一句话，他甚至准备直接潜入皇宫，去绑架皇后最疼爱的皇太子。面对扎斯的大胆提议，瓦拉斯却显得异常淡定，他表示自己早就做好了准备，就等对方主动送上门来。原来他早就找了个完美的借口，派人去邀请皇太子了。他对外宣称，皇后因为水土不服在北方病倒，如今正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嘴里还一直喊着儿子的名字。这当儿子的怎么也得来见最后一面吧。听到这个计划，扎斯在心里直犯嘀咕，用这种谎言去骗一个14岁的孩子，是不是太损了？而且万一连皇帝也跟着惊动了，那事情可就真闹大了。但瓦拉斯根本不在乎，因为没有人比他更了解自己的姐姐西内亚。这个女人一旦盯上了什么，就绝对会不择手段的去抢过来。既然她想玩，那他就陪她玩个大的。为了达到目的，西内亚绝对会不择手段。在他的魔爪伸向塞勒涅之前，瓦拉斯必须提前做好防备。所以不管用什么手段，他都必须把皇太子牢牢攥在手里。只有捏住这个软肋，才能彻底牵制住西内亚。回到现实中，瓦拉斯立刻向扎斯下达了命令，必须尽快找到那个绷带女巫，但动作一定要隐秘，绝不能让西内亚听到半点风声。交代完正事，瓦拉斯顺口问了一句：“你妹妹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提起这个，扎斯顿时一脸无奈。这丫头现在天天黏着塞勒涅，死活不让她靠近，简直成了最碍眼的电灯泡。听到瓦拉斯问起妹妹的近况，扎斯老老实实的回答说：“妹妹已经恢复了。”但他心里直犯嘀咕：大公怎么突然关心起这个了？可他哪里知道，瓦拉斯心里正盘算着坏主意。他正遗憾着，要是这丫头没恢复，自己就能顺理成章地把她送回老家去，省得天天在塞勒涅身边当电灯泡。看着瓦拉斯一脸遗憾的叹气，扎斯先是一愣，随即脑回路直接拐了个大弯，整个人感动得一塌糊涂。在扎斯看来，大公这分明是懂得了爱，因为有了塞勒涅，大公整个人都变得温柔体贴了，甚至开始学会体谅别人的感受，就像妹妹对自己至关重要一样。塞勒涅如今也是瓦拉斯的全部。看着大公和塞勒涅甜蜜的样子，扎斯忍不住感叹：这冰天雪地的北方，终于要迎来温暖的春天了吗？瓦拉斯本来想去见塞勒涅，结果又被旁人拉着一通寒暄。听到对方说那丫头天天黏着塞勒涅，他心里别提多烦躁了。这电灯泡怎么就甩不掉呢？他现在满脑子只想赶紧脱身去见他的小娇妻。另一边，塞勒涅独自站在露台上，看着满天的繁星和盛开的花朵，心情总算平复了一些。这里的夜色确实美得不像话。就在这时，楼下突然传来了马蹄声，塞勒涅好奇地往下张望，只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正骑马赶来，正是瓦拉斯。看着他风尘仆仆的样子，塞勒涅心里的怨气一下子全消了。这个全天下最帅气最可靠的男人，原来是自己的丈夫啊！夜风轻轻吹过，塞勒涅靠在露台的栏杆上，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疑问：那个叫罗宾的家伙现在到底怎么样了？要是换做以前，他肯定会觉得以瓦拉斯那冷酷无情的性子，早就把人给解决掉，直接丢去喂乌鸦了。不过相处了这么久，塞勒涅心里很清楚，瓦拉斯根本就不是那种残忍的人。虽然有时候反应迟钝了点，但他其实比谁都温柔体贴，而且他还特意送了自己一条脚链，那份心意到现在想起来都觉得甜丝丝的。塞勒涅忍不住提起裙摆，低头看向自己的脚踝，可看着看着，他突然发现了一个大问题：这玩意儿到底要怎么摘下来啊？既然是瓦拉斯送的礼物，塞勒涅自然想好宝贝着，可他盯着脚踝瞅了半天，却怎么也找不到这链子的搭扣。算了，待会儿直接去问他好了。虽然这男人平时闷不吭声的，但不得不说，他确实是个称职的好丈夫。虽说有时候他的恶作剧确实让人有点吃不消，但塞勒涅心里很清楚，瓦拉斯绝不是那种无缘无故伤人的人。至于那个倒霉的罗宾，估计也就是被他打发回老家了，顶多也就是口头警告一下，让他以后离北方远点。可塞勒涅哪里会想到，此时的罗宾正被关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夜风轻轻吹过露台，塞勒涅独自看着夜空，他忍不住在想，真正的塞勒涅，他的灵魂到底去了哪里？毕竟现在拥有的一切原本都应该属于那个真正的姑娘，可人都是有私心的。如果他想永远留在这里呢？要是为了留下来，假装什么都不知道，就这么自私的生活下去，真的不可以吗？虽然对那个真正的塞勒涅满是愧疚，但贪恋这份温暖的他，真的做错了吗？瓦拉斯骑马赶到楼下，一抬头就看到塞勒涅站在露台上，月光洒在他身上，美得让人移不开眼。看着眼前的这一幕，瓦拉斯忍不住笑了起来。这个令人窒息的女巫，现在可是他名正言顺的妻子。一想到这儿，他心里的烦躁顿时一扫而空，甚至开始有些迫不及待。今晚他还会乖乖回他房间吗？带着这份期待，一夜的时间很快过去，转眼到了第二天清晨。平静的表面下，新的风暴已经在悄悄酝酿了。清晨的阳光照进城堡，可瓦拉斯整个人都快气疯了。他在屋里坐立难安，满脑子都是同一个问题：这丫头昨晚怎么没来？就在他快要失去耐心时，塞勒涅终于推门走了进来，他还笑眯眯的主动打招呼，问他昨晚睡得好不好。听到这话，瓦拉斯差点一口气没上来，他顶着两个大黑眼圈，直接开门见山地质问：你昨晚为什么没回我房间？这一问直接把塞勒涅给整懵了。瓦拉斯接着抱怨道：我以为你会为了躲开那个粘人精，主动跑来找我呢。塞勒涅一听这话，突然反应了过来，
差点被这家伙带偏了。他直接转过身，双手叉腰，开始翻起旧账。你之前在奈弗蒂斯的事情上骗了我，这是你必须给我道歉。看着塞勒涅气呼呼的样子，刚才还理直气壮的瓦拉斯这下彻底没了脾气，只能老老实实低头认错。见塞勒涅没有反应，瓦拉斯更慌了，连忙继续解释，说自己真的知道错了，以后再也不敢了。其实塞勒涅早就消气了，不过看着平时高冷的大公，现在像个犯错的孩子一样，他心里别提多得意了，但他也知道分寸，于是主动伸出手，命令瓦拉斯今天必须陪他逛集市。堂堂北境大公，居然被这姑娘当成了跟班，可瓦拉斯不仅不生气，反而觉得这是莫大的荣幸，甚至心甘情愿的单膝跪下。看着塞勒涅害羞的模样，瓦拉斯也有些不好意思。两人在喷泉旁并肩而坐，这画面甜得让人羡慕。可这温馨的一幕却被高处的西内亚全看在眼里，他冷冷地看着楼下，眼里只有满满的厌恶。就在这时，手下突然走过来，询问他关于报告的进展。这个女人到底在暗中筹划着什么？手下一脸恭敬地向西内亚汇报，说对方从今天一早起就变得异常谨慎，这让调查进度一下子慢了下来。西内亚听完冷笑了一声，这很正常，毕竟自己已经打草惊蛇了。不过他也得承认，瓦拉斯关键时刻还真是个老狐狸。在北京这片地界上，瓦拉斯只要拿到一点线索，就会用绝对的武力把一切障碍全部碾碎。对瓦拉斯来说，最有效的保密方式从来不是封锁消息，而是直接让知情的人永远闭嘴。西内亚有些头疼，这个弟弟还真是让人喜欢不起来。那些办事不力的蠢货，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不过相比于难缠的瓦拉斯，西内亚的注意力很快落在了另一个人身上，那就是塞勒涅。在西内亚眼里，这个整天笑眯眯的姑娘就像个毫无防备的小白兔，但越是这样看似无害的存在，往往越容易成为最致命的突破口。西内亚终于按捺不住了，他冷冷地向手下德凡下达命令，必须立刻找出那个女巫，搜寻范围直接拉满，从贝利亚斯要塞到永恒雪山，甚至连矿山附近的村庄也一个都不能放过。听到这个命令，手下德凡整个人都惊呆了，他怎么也没想到女皇的眼线居然这么无孔不入。在西内亚看来，瓦拉斯自以为保密工作天衣无缝，但在帝都那些老狐狸眼里，这根本就是欲盖弥彰。他断定瓦拉斯绝对藏了女巫。西内亚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残残的冷笑。既然好弟弟背着他养了女巫，那他就不客气的收下了。只要能吞噬掉这个女巫，夺走力量，那这趟北方之行就太值了。塞勒涅心情大好，主动提议该回去了。一路上他都美滋滋的，连走路都带着风。瓦拉斯就这么默默跟在后面。可路过一个摊位时，塞勒涅却突然停下了脚步，他的目光被一个精致的蓝色发夹吸引了。瓦拉斯本以为他会买下来，可塞勒涅只是看了一眼，就转头继续往前走去。这下轮到瓦拉斯纳闷了，明明那么合适，这姑娘怎么就是不买呢？瓦拉斯正纳闷呢，突然感觉衣角被人死死拽住，他有些不耐烦的回头，想看看到底是谁这么大胆。结果一转头，居然是西内亚。西内亚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臭骂，让他这个不开窍的赶紧把发夹买下来。瓦拉斯被骂得一头雾水，只能有些尴尬的挠了挠头。没办法，他最后还是老老实实的掏钱买了下来。拿到东西后，他赶紧一路小跑，朝着前方的塞勒涅追了过去。塞勒涅正琢磨着呢，一抬头，瓦拉斯已经回到了身边。塞勒涅有些不好意思的解释，刚才看他在和姐姐说话，就没好意思过去打扰。听到这话，瓦拉斯心里却有了别的想法，看来防着西内亚的可不止他一个人，连塞勒涅都本能的在提防他。塞勒涅有些好奇的四处张望，问起西内亚的去向。瓦拉斯有些纳闷，这丫头怎么突然关心起那个女巫了？塞勒涅有些局促的解释，自己不太懂贵族的规矩，但他觉得人家毕竟是大老远来看弟弟的，一直把人晾在外面也不合适。要是瓦拉斯不介意，是不是该把姐姐请进内堡招待一下？听到塞勒涅这番话，瓦拉斯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要知道，他和西内亚平时可是恨不得掐死对方，可眼前这个傻姑娘却在真心实意的为他的家人着想。瓦拉斯心里突然一暖，这丫头是真的把自己当成他的家人了呀。看着塞勒涅那真诚的模样，瓦拉斯心里一软，直接答应了他的提议，决定亲自去请西内亚。可一回到房间，瓦拉斯就后悔的想撞墙，他觉得自己真是脑子进水了。西内亚那女人是什么角色，他躲都来不及，现在居然主动把这尊瘟神往自己家里请。可一想到塞勒涅那满脸期待又温柔害羞的模样，瓦拉斯只能无奈的叹了口气。对这姑娘，他真是半点拒绝的办法都没有。就在他头疼不已的时候，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等等，事情好像有点不对劲。瓦拉斯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极其大胆的想法，既然要防着西内亚，那不如直接和塞勒涅同房，这样连晚上也能贴身保护他。他赶紧在心里自我澄清，这绝对不是因为自己有什么私心，纯粹是为了保护这只单纯的小白兔，不被西内亚那个邪恶的女巫伤害。越想越觉得这个借口完美，瓦拉斯一拍大腿，这下连他自己都信了。说干就干，他直接来到塞勒涅门前，抬手敲响了房门。门一开，塞勒涅穿着睡衣站在门后，有些疑惑地看着他。这大半夜的，他突然跑来到底想干什么？大半夜的，瓦拉斯就这么直接走了进来。塞勒涅虽然有些不知所措，但还是侧过身让他进了屋。孤男寡女共处一室，气氛一下子变得有些微妙。瓦拉斯有些尴尬地站在那里。塞勒涅小声地问他：“这么晚过来，到底有什么事？”还没等瓦拉斯编好借口，门外
突然响起了敲门声。安娜推开门，结果一抬头就看到自家大公大半夜在姑娘房里。这下可好，安娜也是个明白人，二话不说直接把门给带上了，还贴心的留下一句晚点再来。塞勒涅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笑，主动招呼瓦拉斯先坐下。两人就这么在沙发上坐了下来，气氛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尴尬。瓦拉斯率先打破了沉默，说自己已经让扎斯去送信了，邀请西内亚搬进内堡来住。塞勒涅一听，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原来他刚才一脸严肃，就是在纠结这件事啊。他有些期待地问：“那姐姐什么时候搬进来？”看着瓦拉斯那副有些局促的模样，塞勒涅觉得这家伙真是可爱，居然还在担心自己会觉得尴尬。而瓦拉斯看着眼前穿着睡衣的姑娘，心里也直犯嘀咕：这丫头真是一点防备心都没有。不过看她松了口气的样子，也挺招人疼的。瓦拉斯清了清嗓子，说：“现在还不确定西内亚会不会来，得等扎斯回来才知道。”不过紧接着他又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要是西内亚真的搬进来，为了不露馅，他们两个这段时间恐怕得睡在同一个房间里了。这突如其来的同房提议，直接把塞勒涅给整懵了。瓦拉斯冷静地解释：西内亚虽然是他姐姐，但现在更是皇室的人，没必要让他看出来两人的婚姻只是个幌子。听到这番解释，塞勒涅却高兴不起来，这家伙居然把同床共枕，说得像是在做生意一样。看着瓦拉斯那张冷冰冰的脸，塞勒涅有些犯嘀咕，他看起来一点也不高兴，难道就这么讨厌和自己同房吗？其实他早就幻想过像普通夫妻那样每天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可现在看来这不过是自己的一厢情愿罢了。这下两人的关系反而变得更加尴尬了。塞勒涅心里堵得慌，就算要商量同房的事，也不该是这种方式啊，他明明可以让安娜来传话的。瓦拉斯开口安慰他：西内亚大概率不会来内堡，你别太担心。可塞勒涅听了更生气了，到底是谁在瞎操心啊？他努力克制着情绪，不断告诫自己别太脆弱，可心里那股委屈怎么也压不下去。他到底在期待些什么呢？瓦拉斯在一旁看着，发现这姑娘委屈的不行，可他却完全误会了，以为塞勒涅是害怕和自己同房，毕竟在别人眼里他就是个可怕的怪物。虽然有些不忍心，但为了大局，同房这件事他绝对不能让步。对瓦拉斯来说，只要塞勒涅没有一口拒绝，这事儿就还有戏。就在这时，门外突然响起了敲门声，瓦拉斯主动起身去开门。这一开门，外面的扎斯整个人都快急疯了。他一见到瓦拉斯，就忍不住大声质问：“你到底在信里写了什么啊？”西内亚居然说明天就要搬进来。看着急坏了的扎斯，瓦拉斯倒是一点不慌，他不过是把塞勒涅搬了出来，说这是塞勒涅的意思。结果那女人还真上钩了。既然目的已经达到，瓦拉斯也懒得废话，直接就要把门关上。这下可把门外的扎斯给整崩溃了。扎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忍不住质问瓦拉斯：“难道真要让那个危险的女人在城堡里横着走吗？这要是冲撞了塞勒涅该怎么办？”在扎斯眼里，把西内亚放进内堡，简直就像把老鹰和松鼠关在一起，那单纯的小松鼠迟早会被生吞活剥。可瓦拉斯根本没听进去，他反倒注意到了另一个关键信息：明天就是满月了。既然时间紧迫，瓦拉斯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直接下达了命令，今晚就让安娜把塞勒涅的东西全部搬到他的房间里。听到这个决定，扎斯整个人都傻了，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瓦拉斯已经一脚把他无情地踹了出去。明天就是满月了，这么重要的日子，瓦拉斯居然差点给忘了。不过眼下还有更棘手的事情要解决，这消息可瞒不住。瓦拉斯直接告诉塞勒涅，刚才来的是扎斯，西内亚明天就要搬进内堡了。为了不让塞勒涅多想，他顺势提议先出去散散步。塞勒涅这会儿正发着呆，下意识就答应了下来。可看着他湿漉漉的头发，瓦拉斯有些无奈的要过毛巾。塞勒涅这下彻底懵了，这是要帮他擦头发吗？他慌慌张张的赶紧递了过去。瓦拉斯这手劲轻的，简直不像那个平日里杀伐果断的大公，气氛一下子变得有些微妙。刚才发生的一切，到现在还没缓过神来，心里乱成了一锅粥。这感觉简直就像是新婚之夜一样。可明天的满月和西内亚，就像悬在头顶的刀。瓦拉斯动作轻柔的帮瑟勒涅擦着湿漉漉的头发，暧昧的气氛在房间里弥漫，简直就像是他们的新婚之夜。看着眼前毫无防备的姑娘，瓦拉斯心里微微一动，忍不住想要逗逗她。他故意凑上前去，温热的呼吸洒在她的脖颈上。塞勒涅顿时痒得笑出了声，直嚷嚷着快住手。瓦拉斯吓得赶紧举起双手退后，生怕自己粗手粗脚弄疼了他。看着他这副手忙脚乱的模样，塞勒涅忍不住哈哈大笑，刚才的紧张和尴尬瞬间烟消云散。看着瓦拉斯如此温柔体贴，塞勒涅心里的小脾气瞬间全消了。面对这个男人的温柔攻势，他发现自己根本无法招架，只能再一次彻底沦陷。深夜时分，搬家工作终于全部搞定。瓦拉斯推开房门，示意瑟勒涅可以进去了。从这一刻起，两人的同居生活正式拉开帷幕。房间里的陈设并没有太大变化，只是多了他的衣柜和梳妆台。可一想到要和这个男人共处一室，塞勒涅的心跳就忍不住开始加速。以后天天住在一起，他还会像刚才那样对自己温柔吗？光是脑补一下未来的画面，他整个人就彻底无法淡定了。接下来的日子到底该怎么过啊？塞勒涅此时心里甜得直冒泡。如果这个男人每天晚上都这么温柔，他觉得自己迟早要彻底沦陷。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气氛就突然变得有些不对劲。瓦拉斯居然站在门口不肯进来，他转过身低声说道：“我还有点公事要处理，你先睡吧。”还没等塞勒涅反应过来，房门就被无情的
直接关上。塞勒涅彻底懵在原地，这到底算怎么回事？其实门外的瓦拉斯早就紧张的手心出汗，和心爱的女人待在同一个房间，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一种甜蜜的折磨。为了让自己冷静下来，他决定立刻去见西内亚。瓦拉斯这一走，把所有的温存也一并带走了。冰冷的房门重重关上，屋里只剩下塞勒涅孤零零一个人。他居然真的就这么走了，这个不解风情的木头简直要把人给气疯了。自己怎么就偏偏看上了这么个不开窍的家伙？这一刻，他再也支撑不住伪装的坚强，整个人无力地瘫坐在地上。空荡荡的房间里，只剩下他满心的委屈与无助。瓦拉斯一刻也不敢耽搁，直接来到了西内亚的房门前。可真正站在门口时，他又突然有些犹豫不决。还没等他抬手敲门，紧闭的房门竟然自己缓缓打开，屋里飘出一股诡异的紫色烟雾。西内亚冰冷的声音从里面传了出来：“进来吧。”既然已经被发现了，瓦拉斯索性直接迈步走了进去。屋里弥漫着浓烈的草药味，难闻的让人有些作呕。西内亚正静静地坐在桌前，冷冷地开口问道：“这么晚找我，有什么事？”这一下反倒把瓦拉斯给问住了，他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如何开口。西内亚端向着手里的药水，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连我都读不懂你现在的心思。”他顿了顿，接着说道：“嗜血的本能是咱们家族的遗传。”瓦拉斯神色凝重地看着他：“你和父母相处的时间更长，他们当年有没有对你提起过什么？”西内亚没有立刻回答，沉默了许久才缓缓开口：“你还记得母亲小时候讲过的那个故事吗？关于贝利亚斯的女巫与拿非利人。”瓦拉斯脑海中灵光一闪，那不是小时候的睡前童话吗？西内亚神色严肃地摇了摇头，那可不只是个简单的故事，而是咱们家族真正的起源传说。当年第一任大公抵达北方的时候，真正的秘密才刚刚拉开帷幕。西内亚继续讲述着当年的家族秘闻。原来第一代大公抵达北方时，这里早就居住着一位神秘的女巫，以及2个被称为拿非利人的强大兄弟。这4个人一拍即合，联手打下了北方的辽阔江山。西内亚伸出手指，向他解释这股力量的真正来源。女巫指是借用了古老恶魔的零散力量，而拿非利人却完全不同，他们是恶魔与人类女子的后代，直接继承了恶魔最纯粹的血脉，是真正超越凡人的存在。瓦拉斯一言不发地听着，脸色变得越来越凝重。西内亚叹了口气，接着说道：“自从你第一次爆发嗜血本能，我就在暗中调查这一切。可奇怪的是，所有的线索都像被人故意抹去了一样。”就在这时，西内亚突然话锋一转，问了一个毫不相干的问题：“你知不知道这个国家的贵族男子平均结婚年龄是多少岁？”西内亚神色平静地解释道：“普通贵族一般都是24到28岁结婚，可咱们家族的历代继承人基本18岁就已经成家了，这差距可不是一般的大。”他盯着瓦拉斯的眼睛问道：“难道你从来都不觉得奇怪吗？”瓦拉斯若有所思地沉吟道：“听你这么一说，确实有些不对劲。”西内亚冷笑了一声：“咱们从小听到的那个童话故事背后的真相，可远比想象的要残酷得多。原来当年那个强大的女巫深深爱上了一个叫莱维塔斯的男人，这就是一切悲剧的起点。为了那个男人，女巫甘愿付出自己的一切，可结果呢？那个男人最终却娶了别人。这赤裸裸的背叛，彻底把女巫逼入了疯狂的深渊。她的怒火一发不可收拾，直接用最恶毒的诅咒把整个家族都拖入了万劫不复之地。不过天无绝人之路，当年那个男人的朋友们并没有选择袖手旁观。那2个实力恐怖的拿非利人兄弟不仅没有落井下石，大哥还主动送上了真挚的祝福，祝愿他们能够白头偕老。至于那个性格调皮的弟弟，虽然在新婚之夜跑去偷看，被当场抓了个正着，但他其实并没有什么恶意。为了表达歉意，他顺手施展了一个奇特的魔法，想要帮助新郎保持心境的平静。谁能想到，就是这个无心之举，居然让家族因祸得福。这个用来安神的魔法，刚好与女巫的毁灭诅咒产生了奇妙的反应，两者在体内互相抵消了。西内亚看着震惊的瓦拉斯，终于说出了这个隐藏多年的终极秘密。这就是为什么咱们家族的继承人在10岁之前就必须完成订婚，只要体内的诅咒一有苏醒的迹象，就必须立刻成婚。只要顺利度过新婚之夜，那股可怕的嗜血诅咒就会彻底烟消云散。西内亚叹了口气，说出了最关键的症结所在。你之所以一直没能解开体内的诅咒，还一次次跑去战场上拼命压制，就是因为父母走得太早，根本来不及告诉你这个秘密。等我终于把这一切调查清楚的时候，你早就已经从战场上退下来了。西内亚接着说道，既然你一回来就立刻结了婚，我还以为诅咒很快就能顺利解开，所以才一直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可听到这里，瓦拉斯整个人如遭雷击，他有些不敢置信地追问道，你刚才说什么？必须要举办婚礼，并且度过真正的新婚之夜？西内亚理所当然地点了点头。没错，确切地说是神圣的婚礼仪式，以及真正发生关系的新婚之夜。西内亚看着瓦拉斯那惨白的脸色，心里咯噔一下，突然升起一种极其不祥的预感。他有些不敢置信地试探着问，等一下，你该不会是……看着瓦拉斯那副心虚到极点的模样，西内亚这下彻底无语了。他瞪大眼睛追问道，你们两个结婚这么久，到现在居然都还没圆房？每到月圆之夜，体内的嗜血冲动就会彻底失控，那股残暴的力量在疯狂撕扯。天亮恢复清醒后，看着满地狼藉，他无比绝望，他根本无法接受那个失控的怪物。西内亚叹了口气，告诉他，只要顺利度过新婚之夜，这可怕的诅咒就会彻底消失。瓦拉斯整个人都听傻了，折磨自己多年的痛苦，解决办法居然这么简单。自己在战场上九死一生，到底是为了什么？
就在这时，一个更可怕的念头冒了出来，事情好像有点不对劲。岂止是没有圆房，瓦拉斯甚至连塞勒涅的嘴都没亲过。这下他彻底心虚了，看来这事根本没那么简单。西内亚整个人都无语了，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这个弟弟居然能纯情到这种地步。他不敢置信地质问：“你到现在都还没碰过他？”看着瓦拉斯垂头丧气的样子，西内亚简直气不打一处来。他无奈地叹了口气，这傻小子简直和他们那木头父亲一模一样。不过嫌弃归嫌弃，西内亚可不能眼睁睁看着他继续拖下去。他有些玩味地笑了笑，看来这事还得我亲自出马。我明晚之前给你配点药水，保证能帮上忙。说完，他就直接开始赶人，别在这像只落水狗一样装可怜，赶紧给我出去！瓦拉斯只能灰溜溜的被赶了出去。可明晚的药水真的能解决问题吗？从西内亚那里出来，瓦拉斯轻手轻脚的回到了房间，一推开门，塞勒涅已经睡熟了。看着眼前的姑娘，瓦拉斯心里直犯嘀咕：难道是因为要和自己同床共枕，才委屈成这样？不过既然他没有拒绝搬过来，肯定也有他自己的理由。只要顺着他的心思，也许就能让他慢慢接受自己，哪怕只有一晚也行。这么一琢磨，瓦拉斯忍不住笑了一下，看来这块木头终于要开窍了。看着手里那个捏皱的小礼包，瓦拉斯忍不住开始自我怀疑，本来想亲手送给塞勒涅的，现在却连拿出来的勇气都没有。毕竟谁会愿意和一个怪物共度良宵？看着熟睡中的塞勒涅，瓦拉斯轻轻碰了碰他的发梢，甚至有些贪恋的把他的发丝凑到唇边，只要能这样守在他身边，就算体内的诅咒一辈子解不开，他也认了。可下一秒，他猛地清醒过来，自己这到底是在干什么？这下他彻底尴尬了，整个人僵在原地，连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放。随着房门关上的声音，塞勒涅一下子清醒了过来，原来他刚才根本就没有睡着。这下他整个人都懵了，刚才瓦拉斯居然偷偷亲了他的头发，这突如其来的举动让塞勒涅的心里乱成了一团。那个平时冷冰冰的男人怎么会做出这种让人不知所措的事？还没等他缓过神来，突然发现床边放着一个红色的小袋子。塞勒涅有些疑惑的拿起来一看，这不正是那天在集市上他多看了2眼的那个发夹吗？原来那个木头居然一直都记在心里，还偷偷买下来送给了他。塞勒涅快步走到镜子前，把发夹戴在头上，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难道瓦拉斯心里其实是有他的？可一想到之前瓦拉斯那副避之不及的态度，塞勒涅又有些拿不准了。既然讨厌和自己同房，为什么又要送这么用心的礼物呢？这男人的心思真是越来越让人琢磨不透了。看着镜子里的发夹，塞勒涅心里甜滋滋的，看来这男人也不是那么冷冰冰。既然他都主动示好了，自己是不是也该主动一点？对，要积极一点。还没等他做好心理准备，房门突然被一把推开，瓦拉斯居然在这个时候回来了。这下塞勒涅彻底慌了，自己刚才还在床上打滚呢，现在头发肯定乱成了一团。瓦拉斯看着他问：“你醒了？”“不行，说好了要主动的。”塞勒涅一咬牙，直接伸手拽住了他的衣服。可衣服是拽住了，接下来该说什么啊？到底怎么撒娇才算可爱？男生都喜欢什么样的套路？塞勒涅憋了半天，居然憋出个有鬼来，空气一下子安静了。瓦拉斯整个人都听傻了，塞勒涅也恨恨的想找个地缝钻进去，赶紧改口说没什么。本以为这尴尬的气氛要维持下去，没想到瓦拉斯突然伸手碰了碰他的头发。瓦拉斯轻声问：“你不冷吗？”塞勒涅有些不知所措，小声回答说自己没事。可瓦拉斯根本不听他的，直接把他按回被窝里，还贴心的帮他盖好被子。瓦拉斯叮嘱他：“你穿的太薄了，可别受凉了。”塞勒涅只能乖乖点头答应，看着他老老实实躺好，瓦拉斯这才放下心来。看来刚才只是虚惊一场，这丫头根本就没发现他的秘密。瓦拉斯这会儿正纳闷呢，刚才塞勒涅突然冒出一句有鬼，着实把他给吓了一跳。他还以为这姑娘是因为要跟自己同房，给紧张的话都说不清楚了。结果呢，这男人嘴上说着搞不懂，心里却早就被甜到了。他一边琢磨着塞勒涅是不是睡糊涂了，一边又忍不住觉得这丫头刚才那副样子其实还挺可爱的。就在瓦拉斯还在回味的时候，城堡外面突然传来了动静，一辆华丽的马车缓缓停在内城门前。安娜早就等在一旁，车门一开，走下来的正是西内亚。西内亚一边下车一边忍不住抱怨，真没想到自己居然会为了瓦拉斯专门大老远的跑这一趟。安娜早早就在门口等着了，一见到西内亚，安娜便恭敬的打招呼：“您终于回来了，殿下。”西内亚微微一笑，好久不见了，安娜。可谁能想到，这个看似温顺的女仆背后竟然藏着一个惊天秘密。其实安娜的身份根本不简单，她当初来到这里是带着秘密任务的。当时下达命令的人语气冰冷的不容置疑，去贝利亚斯去盯着瓦拉斯。这个任务就像一把悬在头顶的利刃，让安娜一刻也不敢放松。西内亚看着他，随口问了一句：“我不在的这段时间，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吗？”安娜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回答：“一切正常，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西内亚笑了笑：“那我就放心了。”可这平静的表面下早就已经暗流涌动。西内亚忍不住轻笑出声，这反应明显是没把眼前的局势当回事。安娜在旁边表了忠心，语气里满是绝对的顺从，只要是您的吩咐，我什么都愿意做。听到这话，西内亚笑得更深了，看来他手里早就握紧了所有的底牌。西内亚挑了挑眉，笑着说：“既然这样，那我是不是该去见见我那亲爱的弟妹了？”安娜回忆起自己的20多岁，那时候西内亚为了给父亲报仇，毅然决然地前往帝都，而安娜也毫不犹豫地跟了过去，甚至为此
加入了帝国骑士团。对安娜来说，她的目的非常简单，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帮西内亚完成这场复仇，让那些仇人也尝尝同样的痛苦。当这场恩怨终于画上句号，大仇得报的那天，西内亚却突然找到了安娜，交给了她一个全新的任务。西内亚叹了口气说道：“那个傻瓜还在战场上游荡呢。”西内亚口中的傻瓜正是他的弟弟瓦拉斯。西内亚看着安娜，语气里满是担忧：“去贝利亚斯吧，去帮瓦拉斯。”原来安娜当初为了能来这里，不惜故意让自己受伤，这才退出了骑士团，大老远跑到贝利亚斯城堡，名义上是来辅佐瓦拉斯。西内亚笑了笑说道：“那我是不是该去见见我那亲爱的弟妹了？”看着西内亚离去的背影，安娜恭敬地弯下腰。虽然对方连一封问候信都没写过，但她根本不在乎。对安娜来说，西内亚是改变她一生的人，她早就暗自发过誓，这辈子只效忠西内亚一个人。无论以后遇到什么选择，只要西内亚一句话，她都会毫不犹豫地照办。而西内亚现在正朝着塞勒涅走去，这个城堡里最大的秘密，怕是马上就要被彻底揭开了。安娜这边刚退场，屋里那两位气氛可就完全不一样了。塞勒涅正美滋滋地照着镜子，嘴里还哼着小曲，显然心情好得不得了。而瓦拉斯就在后面默默看着，这画面简直甜得要命。塞勒涅转过身，有些期待地问：“我好看吗？”这下瓦拉斯表面上还算淡定，心里其实早就疯狂点头了。男人赶紧回答：“你一直都是最迷人的。”听到这话，塞勒涅有些不好意思的道谢：“谢谢你，这个发夹真的很漂亮。”结果这话说完，两个人又同时愣住了，这气氛怎么突然又变得有点微妙了？瓦拉斯看着塞勒涅：“我刚才点头是说你好看，可不是在夸发夹。”这话一出，塞勒涅整个人都懵了，这突如其来的直球让他根本招架不住。看着塞勒涅在一旁手忙脚乱，瓦拉斯心里直犯嘀咕：这丫头怎么反应这么大？难道以前从来没人夸过她漂亮吗？想到这，瓦拉斯直接走上前，轻轻捧起她的脸，温柔地问：“你难道不知道自己有多美吗？”这下子塞勒涅彻底沦陷了。这气氛刚要到最甜的时候，偏偏有人不识相，一阵急促的敲门声直接把这粉红泡泡给戳破了。门外传来了扎斯的声音。这门一开，瓦拉斯那态度要多冷有多冷。“你有什么事？”扎斯被这气势吓得够呛，赶紧递上手里的文件，说是有紧急情报送达，还顺口提了一句：“这是得让咱们的小松鼠也知道。”瓦拉斯接过文件扫了一眼，可他的注意力根本没在情报上，声音低沉下来：“你叫谁小松鼠呢？这飞醋吃的简直让人哭笑不得。”眼看气氛要冻结，塞勒涅赶紧从后面探出头来，笑着跟扎斯打招呼。扎斯这才松了口气，赶紧恭敬的行礼问好。塞勒涅倒是大方，直接邀请扎斯进屋坐下慢慢聊。这下好了，某人的二人世界算是彻底被搅黄了。扎斯刚想跟塞勒涅客套两句，结果瓦拉斯直接一盆冷水泼下来，没那个必要。接着瓦拉斯直接伸手感人：“我们谈完了。”扎斯也是个识相的，赶紧顺着台阶往下爬。对，谈完了。大门一关，屋里又只剩下他们两个，这气氛一下子变得有点尴尬。塞勒涅主动找了个借口：“其实我刚才也正打算出去呢。”可瓦拉斯根本不打算放他走，直接伸手拦住了去路：“等你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再走。”接着瓦拉斯把刚才的文件递了过去：“还有这个。”塞勒涅有些疑惑的接过来，可等他看清上面的内容，这下麻烦了，这上面画着的居然是另一个女生的画像。塞勒涅有些不敢置信，这难道是关于真正的塞勒涅的情报？看着眼前的姑娘，瓦拉斯突然笑了一下：“你之前不是说失忆了吗？我让人整理了这些资料，或许能帮你找回记忆。”听到这话，塞勒涅暗松了口气，接过资料道谢。可紧接着他又有些拿不准了。塞勒涅试探着问：“你希望我恢复记忆吗？”这个小动作彻底暴露了他的慌乱。瓦拉斯倒是一脸平静：“对我来说无所谓，反正你以后要跟我去北方生活，过去的事情并不重要，但我认为这可能对你有用。”可实际上呢，瓦拉斯的真实想法根本不是这样。其实我更希望你永远只是那个失去了记忆的无名女巫。其实瓦拉斯心里怕得要死，他最怕塞勒涅找回记忆，然后头也不回的离开。只要这姑娘能留下来，别的他什么都不在乎。塞勒涅看着手里的资料，本来还稍微松了口气，可当他看到其中一页时，却觉得哪里不太对劲。上面写着他喜欢某个地方的红酒，可塞勒涅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居然是这根本不对，他怎么会知道对不对？难道他其实根本没有失忆，还是说有些本能根本忘不掉？这突如其来的熟悉感让塞勒涅自己都有些摸不着头脑。他突然想起来，之前西内亚问起他家乡的时候，自己好像也有过这种奇怪的反应。难道关于他身世的秘密马上就要藏不住了吗？突然间，他的眼前闪过一个画面，那是两个女人在餐桌前聊天的场景，其中一个笑着说自己来自花团锦簇的西南方。这突如其来的记忆让他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这根本不是属于他的记忆。事情开始变得不对劲了。紧接着一个严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那个人冷冰冰的警告：绝对不能碰其他饮料，只能喝拉风地区的红酒，而且只能喝一杯。画面里那个年幼的自己只能乖乖的低头答应。看来关于这具身体的过去正一点点被揭开。那个严厉的声音还在脑海中回荡：只能喝拉风地区的红酒，而且绝对只能喝一杯，你听明白了吗？画面里的女孩只能乖乖答应。这突如其来的陌生记忆
让塞勒涅手里的资料散落一地。难道这是真正的塞勒涅留下的记忆？他一个没站稳整，个人往后倒去。好在瓦拉斯眼疾手快，一把将他扶住。看着眼前的瓦拉斯，塞勒涅心中瞬间被愧疚淹没。自己不仅占用了这具身体，甚至还抢走了属于原主的人生。一个可怕的念头突然在脑海中冒了出来：如果真正的塞勒涅其实根本没有消失，而是依然留在这具身体里呢？一想到这里，他就觉得毛骨悚然。看着怀里状态不对的姑娘，瓦拉斯整个人彻底慌了神。他急切地询问她是否身体不适，难道是这些纸上的内容刺激到了他？可这上面写的明明没什么特别的，不过是一个贵族私生女的记录，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上面写的根本不是他。难道真的是因为这些资料才让他如此反常？塞勒涅轻轻叫了他的名字，有些不安地低声询问：“你真的觉得我很漂亮吗？”这突如其来的问题让气氛瞬间变得微妙。看着眼前满眼不安的姑娘，瓦拉斯回答得无比认真：“是的，我是这么觉得的。”可听到这个回答，塞勒涅却沉默了。他不仅没有高兴，反而显得更加难受。瓦拉斯有些慌乱，难道自己说错话了？明明刚才夸他的时候他还挺高兴的，怎么一转眼态度就彻底变了？眼看塞勒涅情绪低落，瓦拉斯脑子里飞快地琢磨，到底该说点什么才能让他高兴起来。憋了半天，男人终于憋出一句：“我正好要去镇上办点事，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这突如其来的邀请让塞勒涅有些意外，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瓦拉斯已经主动把手伸了过来。看着眼前这只宽厚的手掌，塞勒涅根本没有拒绝的余地，他轻轻把手搭了上去。瓦拉斯拉起他就走：“我们现在就出发。”塞勒涅有些哭笑不得，这也太焦急了吧。不过跟着他走在路上，塞勒涅忍不住自嘲自己也太好哄了，居然这么轻易就被他带偏了。其实我也知道他对我好，并不是因为这张脸，那我刚才到底在纠结什么呢？说白了还是因为这根本不是我原本的样子。看着这具不属于自己的身体，心里除了别扭，甚至还多了一丝愧疚。毕竟是我占用了别人的整个人生，如果有一天我真正的灵魂彻底消失了，他是不是根本不会发现？一想到这里，心里就堵得难受。可就在他主动伸出手的那一刻，那些乱七八糟的顾虑一下子全散了。看着眼前这个笨拙的想哄我开心的男人，算了，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现在我只想紧紧握住他的手，不管以后会发生什么，反正此时此刻塞勒涅已经下定了决心，这个男人他要定了。他主动用力一拽，直接把两人的距离拉到了最近。这下轮到瓦拉斯招架不住了。平时冷冰冰的帝国大公，现在整个人彻底乱了阵脚。塞勒涅笑着问他：“你今天去镇上到底要办什么事？”这问题一出，瓦拉斯直接卡壳了。其实他哪有什么正经事，纯粹就是想找个借口哄她开心。但这话怎么好意思说出口呢？看着眼前满眼期待的姑娘，他只能把这个秘密藏在心底。瓦拉斯憋了半天，终于找了个借口：“既然我们现在住一间房，不如去挑一块你喜欢的地毯。”可这话一出口，他自己先后悔了，这算哪门子正经事？这不一下就被看穿了吗？没想到塞勒涅根本没有拆穿他，反而笑得特别开心。好主意顺便再买几条薄毯子吧。这下瓦拉斯总算松了口气，而塞勒涅心里其实也另有打算。既然他这么想陪着自己，那去见他姐姐的事就先往后放放吧。画面一转，两个人已经来到了街上，结果还没走两步，瓦拉斯突然有些尴尬地咳嗽了起来。谁能想到刚出门就碰上了西内亚？他笑着询问塞勒涅：“行李都整理好了吗？”塞勒涅老老实实的回答：“已经收拾好了。”可旁边的瓦拉斯整个人都不好了，他现在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让这个女人赶紧走开，千万别来打扰他们的二人世界。西内亚接着说：“本来还打算去拜访的，怕打扰你们收拾，没想到在这遇上了。”看着塞勒涅一脸单纯高兴的样子，再看看旁边脸黑得像锅底一样的瓦拉斯，西内亚心里可乐坏了。这弟弟越是嫌弃他，就越想逗他。于是西内亚主动发出邀请，既然快到饭点了，不如一起吃个午饭。塞勒涅根本没多想，高高兴兴的答应了。这下瓦拉斯彻底傻眼了，原本好好的约会，硬生生多出来一个电灯泡，结果三个人只能坐到了一张桌子上。这顿饭吃的气氛那叫一个微妙。不过瓦拉斯虽然心里1万个不乐意，手上动作倒是一点没闲着，直接把切好的食物换到塞勒涅面前。这护妻的本能真是刻进骨子里了。瓦拉斯一直对自己的智商很有信心，觉得自己不仅实力强，脑子也特别好使。他早就观察过了，塞勒涅虽然是个吃货，但胃口其实挺小的，所以在他看来，一起吃饭就是拉近关系的绝佳机会。这算盘打得可真响。结果到了饭桌上，这男人直接开始疯狂投喂。塞勒涅有些无奈的劝他：“你也吃点吧，我已经吃饱了。”瓦拉斯却追问：“是不合胃口吗？”塞勒涅赶紧解释：“不是的，我只是想让你也一起吃。”瓦拉斯却根本不听，只是一个劲的催他多吃点。这一幕落在旁边的西内亚眼里简直没眼看，这弟弟平时看着挺聪明，怎么一谈恋爱就成了个傻子？西内亚一边喝着酒，一边在心里直叹气。人家姑娘明明只是把他当丈夫看，甚至还带着点小喜欢，结果这小子自己先乱了阵脚，把气氛搞得这么尴尬。不过毕竟是亲弟弟，西内亚看他这副样子也觉得有点可怜，于是西内亚主动开口打破僵局：“瓦拉斯转过头去，西内亚有些无奈地问：“我之前就想说了，你为什么不直接叫你妻子的名字？”西内亚叹了口气说：“虽说是联姻，但你再这么别扭下去，别人该笑话我们没家教了。”这话一出，旁边的塞勒涅直接听懵了。
而瓦拉斯更是当场没词了。西内亚接着调侃：“从现在开始，像个真正的丈夫那样叫他亲爱的。”这下瓦拉斯彻底破防了。平时再怎么冷静，遇到这种要求也根本招架不住。这声亲爱的，他今天怕是叫不出口了。不过他心里也直犯嘀咕：平时总爱找茬的姐姐，今天怎么突然转性帮起自己来了？西内亚转头又去拉拢弟妹，直言要是瓦拉斯敢欺负他，自己绝对第一个不放过他。别看他表面上是在帮忙，其实心里算盘打得啪啪响，先拉拢好关系者没错。而单纯的塞勒涅早就被这几句话哄得找不着北，家里直接多了一个最强靠山。听到西内亚这么帮自己，塞勒涅高兴坏了，直说自己终于有了家人的感觉。紧接着他转头看向旁边的瓦拉斯，试探着问了一句：“对吧，亲爱的？”这谁顶得住啊？瓦拉斯彻底没辙了，憋了半天才跟着哼吃出一句：“亲爱的。”这杀伤力简直直接拉满。不过说起感情这回事，西内亚自己也是个有故事的人。时间回到多年前，帝都的一家咖啡馆里，当时一个冒失的男人不小心把茶水洒了西内亚一身，对方吓得赶紧道歉，甚至还提出要赔偿衣服。可西内亚根本没生气，因为就在看到这个男人的第一眼，他就已经有了盘算，这个未来会成为皇帝的男人，注定只能是他手里最完美的妻子。自从父亲被皇帝逼死后，西内亚就彻底变了。为了复仇，他抛弃了所有感情，把身边的一切都当成棋子，不管是女巫王灵还是皇后，只要能利用他一个都不会放过，甚至连那个深爱他的男人也成了他上位的垫脚石。那个男人以为自己娶到了真爱，还傻傻的以为像做梦一样，可他根本不知道，这场婚礼不过是西内亚精心设计的陷阱。他穿着最圣洁的婚纱，眼里却全是冰冷，因为从这一刻起，这个男人的命运就被他彻底掌控了。靠着这股狠劲，西内亚一步步爬到了权力顶端，在帝都，所有人提起他的名字都会发抖，恐惧就是他最强大的武器，甚至连他的亲弟弟瓦拉斯对他也只有防备和警惕。在这个世界上，他早就没有了信任的人。可偏偏在这个时候，塞勒涅的出现打乱了他所有的计划，尤其是那双眼睛看着眼前这个单纯的姑娘，西内亚心里有了计较。那双眼睛里没有恐惧，也没有任何私欲，简直和那个男人的眼神一模一样。他暗自琢磨，但愿这个单纯的塞勒涅真的不是女巫，否则事情可就麻烦了。一顿饭总算是吃完了，塞勒涅倒是吃得挺开心，直夸这顿午饭太美味了。可他哪里知道，刚才饭桌上的气氛有多紧张。刚走出门口，塞勒涅就高高兴兴地张罗着要去逛街。看着他那副无忧无虑的样子，瓦拉斯的注意力全在他身上。可还没等他跟上去，西内亚却在背后叫住了他：“瓦拉斯！”西内亚顺手递过去一个瓶子，这是我之前答应给你的药水。瓦拉斯一把接了过来，这突如其来的举动让他整个人都愣了一下。西内亚递过药水，顺口提醒了一句：“这里面可是加了赛罗姆，喝之前你最好想清楚，这药水可不是开玩笑的，哪怕是皮糙肉厚的巨龙，只要沾上一滴，也得当场昏睡过去。”瓦拉斯冷笑了一声：“怎么，你连自己亲手做的药都不信？”西内亚道是一脸无所谓，反正死不了人，喝不喝随你。就在这时，不远处的塞勒涅大声喊了起来：“亲爱的，你快点呀！”喊完这一声，塞勒涅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天哪，他居然真的叫出口了。听到这声呼唤，瓦拉斯顿时有些不知所措，他赶紧应了一声：“来了。”看着弟弟这副魂不守舍的样子，旁边的西内亚也只能无奈地摇了摇头。看着手里这瓶强效药水，瓦拉斯有些拿不定主意，这要真要用在塞勒涅身上吗？他显然有些犹豫了。可另一边，塞勒涅正高高兴兴地拉着他往前走，看着弟弟那副魂不守舍的样子，西内亚忍不住直摇头，这小子真是彻底陷进去了。不过西内亚可没心思一直看他们秀恩爱。就在塞勒涅刚到北方后不久，他收到了一封秘密来信，信上的内容让他整个人都警惕起来。就在瓦拉斯大婚前1周，居然有人在附近检测到了女巫的气息。难道塞勒涅的真实身份真的是个女巫？夜深人静的时候，西内亚独自坐在房间里，手里拿着那封密信。他很清楚，那个高级幽灵不仅领地意识极强，最关键的是他能敏锐嗅出天敌女巫的气味。既然连幽灵都发出了警报，那这件事基本上就是板上钉钉了。西内亚敲了敲桌子，看来这座城市里藏着的可不止一个女巫。不过话说回来，看着走在前面的塞勒涅，西内亚其实挺看好她的。虽然不知道这姑娘到底在想什么，但接触下来，塞勒涅确实是个心地善良的好姑娘。西内亚忍不住直摇头，说句大实话，塞勒涅配他那个木头弟弟真是便宜瓦拉斯了。接着他主动开口：“瓦拉斯，塞勒涅，我还有别的事要忙，今天就先在这分手吧。”听到这话，塞勒涅有些遗憾，他本来还挺期待能和西内亚一起逛街的，可旁边的瓦拉斯早就开始疯狂呐喊了：“赶紧走，快点走，千万别留下来当电灯泡！”西内亚笑了笑说：“以后在内城有的是机会见面，下次我们再一起出来玩。”塞勒涅一听，立刻高兴地答应了：“那就这么说定了，下次一定要一起去。”西内亚笑着点了点头，临走前他伸手拍了拍瓦拉斯的肩膀，西内亚直接凑了过去，低声警告他别再像个傻子一样了，这当姐姐的损起弟弟来，真是一点都不留情面。调侃完这最后一句，西内亚便笑着挥手告别，只留下瓦拉斯一个人站在原地，紧张的连心跳都乱了节奏。跟这个女人待在一起，简直比打一场仗还要累。就在瓦拉斯暗自头疼的时候，一只小手轻轻搭上了他的肩膀。塞勒涅有些害羞地看着他，轻声问：“亲爱的，我们走吧。”这一声亲爱的杀伤力实在太大，瓦拉斯这下彻底招架不住了。不过这一次他
没有再退缩，而是温柔地看着眼前的姑娘。好的，亲爱的，总算把那个爱开玩笑的姐姐送走了，现在终于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了，并肩走在安静的路上。刚才那些尴尬和紧张全都悄悄溜走了，不用再多说什么，两只手就这么自然地碰在一起。这一次谁也没有再退缩。两人一进店里，瓦拉斯就主动挑了一件白茸茸的料子。瓦拉斯温柔地问这个怎么样，结果塞勒涅好像不太感兴趣，他反而看中了一块黑漆漆的厚重料子。塞勒涅笑着说：“我喜欢这个，买这个吧。”接着他又接二连三往他怀里扔了好几块，还只夸这些料子非常可爱。这下直接把瓦拉斯给整不会了。看着怀里这些厚重的布料，他心想这姑娘的品味怎么这么粗犷？而塞勒涅还挺得意，觉得这世上适合自己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不过他突然转过头看向身边的男人，塞勒涅笑着说：“但我最喜欢的绝对是……”这暗示也太明显了吧？不知道瓦拉斯能不能听懂这句表白。塞勒涅抱着刚挑好的料子，别提有多美了。看他这副心满意足的傻样，旁边的瓦拉斯心都要化了。瓦拉斯主动牵起他的手，温柔地问：“我们走吧，亲爱的。”这一声亲爱的直接把塞勒涅给喊愣了。不过他很快就甜甜地应了一声好啊，两手就这么紧紧扣在一起。这一刻连空气里都全是甜味，但甜蜜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另一边气氛却突然变得紧张起来。夜幕降临，扎斯独自走在走廊里，整个人显得心事重重。今晚可是满月，他在心里直犯嘀咕：瓦拉斯那家伙该不会光顾着约会，把这么重要的大事给忘了吧？还没等他想明白，马蒂尔德就急匆匆地跑了过来，大声喊着哥哥。可扎斯现在根本没心思闲聊，直接把他拦了下来。现在不是时候，你先回去。扎斯现在满脑子都是正事，根本没心思听妹妹瞎折腾，一开口就直接拒绝了他。可马蒂尔德根本不打算放弃，他兴冲冲地表示自己有个非常重要的人想介绍给他。扎斯一听更烦了，连连摆手说不需要。这可把马蒂尔德给气坏了，他大声抗议，那可是治好他怪病的救命恩人。听到这，扎斯也只能妥协了，答应去见见这位神秘的医生。马蒂尔德这才高兴地笑出声来。不过事情显然没有这么简单。瓦拉斯陪同公爵办完公事，回到北方才短短1个月的时间。就在他离开的这段日子里，公爵麾下大家族的千金居然突然生了一场重病。这病来的蹊跷背后恐怕藏着不小的秘密。一个来历不明的医生，偏偏在这个时候治好了怪病，这未免也太巧了。更可疑的是，这家伙不仅接近了病人，甚至还让对方主动引荐，想直接搭上家族的掌权人。这算盘打的简直是送上门来的机会，背后绝对有猫腻。看着单纯的马蒂尔德还在那高兴地哼着歌，扎斯心里已经有了底。马蒂尔德这么极力撮合，八成是那个所谓的医生在背后故意引导的。可怜这傻姑娘，还真以为自己遇到了救命恩人。既然对方主动送上门，那就去会会他，看看这家伙到底什么来头。扎斯冷冷地答应下来。好啊，这下好戏可要开场了。扎斯顺着台阶一路往下走，结果在门口碰到了瓦拉斯。扎斯开口就问：“你跟塞勒你也打过招呼了吗？”瓦拉斯倒是一脸淡定：“我就跟他说今晚不用等我了。”这话一出，扎斯整个人都无语了。你居然就这么跟他说的？瓦拉斯撇了撇嘴，说：“你这反应怎么跟他一模一样？”当时塞勒涅一听这话，整个人都懵了，非要问他今晚是不是不留下来。行了，别学他那样。扎斯叹了口气，现在根本不是纠结这个的时候。瓦拉斯反问：“那还能有什么事？”扎斯也懒得再废话，总之你今晚喝点酒好睡一觉，等到了明天早上一切就都结束了。但愿今晚别出什么岔子。就在这时，厚重的大门缓缓被推开，里面的景象让两人的神经再次紧绷起来。门一关，这下真没退路了。瓦拉斯手里拿的正是姐姐给的那瓶强效药水，虽然知道死不了人，但谁也说不准会有什么副作用。可为了接下来的计划，他还是毫不犹豫的一口灌了下去。要是放在以前，他根本不会在乎这点风险，反正就算真出了什么事，也有扎斯在后面帮他收拾烂摊子。可现在不一样了，他心里多了一个放不下的人，只要一闭上眼，全是塞勒涅那温柔的笑脸。为了他这次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药效一上来，瓦拉斯这下彻底后悔了，他心里直犯嘀咕，自己居然连亲都没亲过他，早知道就该直接亲上去，大不了挨一巴掌，反正塞勒涅已经是他的妻子了。在彻底睡过去之前，他满脑子想的全是自家老婆现在在干嘛。而另一边的房间里，塞勒涅正一个人生闷气呢，新地毯和新毯子都挑好了，结果这家伙今晚居然不回来。他越想越委屈，就算真有什么急事，好歹也提前说一声啊。这下好了，新婚之夜直接让他独守空房，他哪里会想到自家老公现在已经药效发作，直接睡死在外面了。塞勒涅心里越想越委屈，明明自己才是他的妻子，难道他根本就不信任自己吗？其实他要求的一点都不多，只是想多陪陪他而已。就在这个时候，镜子里的一样东西突然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是一个旧箱子。塞勒涅一眼就认了出来，那是原主用来存放宝贝的地方。还没等他过去仔细瞧瞧，身后的两个幽灵突然就凑了上来。紧接着紧闭的大门外面突然传来了一阵剧烈的晃动声，这大半夜的到底是谁在外面？扎斯正守在门外，突然门上的大铁链子开始疯狂晃动起来，还没等扎斯反应过来，整扇大木门直接被暴力砸了个粉碎，这力道简直不是正常人能有的。扎斯这下彻底慌了，因为他很清楚里面那位现在已经彻底失控了。等烟雾散去，那个熟悉的身影慢慢走了出来，果然是瓦拉斯，但他现在的状态
明显不对劲，一只眼睛闪着红光，另一只闪着蓝光，这药水的副作用居然让他直接暴走了。这下好了，扎斯想帮他收场，怕是也没这个本事了。镜子里出现的那个旧箱子，正是原主用来存放宝贝的地方。身后的幽灵也跟着起哄，催他赶紧过去看看。看着这个箱子，塞勒涅心里其实挺纠结的，毕竟他只是个穿越者，占了别人的身体，总有些名不正言不顺。要是真打开了，看到原主留下的那些回忆，他怕自己会产生负罪感，像是在偷拿别人的东西。毕竟现在的日子才是属于他的。不过纠结了半天，他还是决定面对现实，管他呢，先看了再说。随着箱子被缓缓打开，里面的东西彻底让他看傻了眼。本以为箱子里藏着什么秘密，结果打开一看，里面只有几件不起眼的小物件。塞勒涅忍不住犯嘀咕，就这，当初原主孤身一人前往北方，几乎什么行李都没带，一路上他到底在想些什么？他恐怕做梦也想不到，自己最后不仅没能开始新生活，连身体都被别人给占了。看着这些遗物，这怎么可能扔得掉？谁能狠得下这个心？要是换成一套华丽的茶具，倒好办了。偏偏是这些承载着过去的东西。最后他还是决定把箱子重新收好，毕竟这是原主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留下的痕迹了。看着箱子里的旧弓，塞勒涅顺手拿了起来，本来只是随便看看，结果这手一搭上去，事情开始不对劲了。这拉弓的动作熟练的就像做过成百上千次一样，可问题是，他以前在韩国的时候，连玩具弓都没碰过啊。这身体本能的记忆绝对是属于原主的。他赶紧摇了摇头，劝自己别再瞎琢磨了，肯定是自己想多了。就在这时，外面突然传来一阵惨叫，外面这动静实在是太反常了。塞勒涅忍不住走到阳台，想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结果这一看，底下的景象让他彻底懵了。整个院子里一片混乱，刀光剑影打得不可开交。就在这片混乱中，他一眼就认出了那个熟悉的身影，居然是瓦拉斯。他正拼尽全力用盾牌抵挡，整个人显得无比吃力。眼看瓦拉斯身处险境，塞勒涅急得刚想大喊，可还没等他发出声音，一只手突然从后面伸了过来，死死捂住了他的嘴巴。来的人居然是西内亚，他示意塞勒涅千万别出声。西内亚一把将人拽住，警告他现在冲下去就是送死。可看着底下的混战，塞勒涅哪里坐得住？底下的战况越来越失控，刀剑碰撞的声音震天响。这根本不是普通的切磋，而是真刀真枪的搏命。要是瓦拉斯或者其他人有个三长两短，后果根本无法想象。塞勒涅一把拽住西内亚，急切地问：难道我们不该去阻止这一切吗？西内亚冷冷地问了一句：你到底能做什么？这一问直接把塞勒涅给问住了。是啊，他现在手无缚鸡之力，下去除了添乱还能干嘛？西内亚叹了口气，直接把手里的弓递了过去，冷冷地吐出几个字：你来动手。塞勒涅整个人都懵了，这开什么玩笑？我根本就不会用这玩意啊！可看对方那严肃的表情，这绝对不是在开玩笑，这下没得退了。塞勒涅只能接过了手里的弓，难道他真的要在这里射出第一箭吗？面对眼前的局面，塞勒涅心里直打鼓，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收场。其实西内亚早就对他起了疑心，要说最了解塞勒涅过去的人，恐怕非西内亚莫属了。为了查清他的底细，西内亚甚至把他接触过的所有人，还有他的家族背景，全都查了个底朝天。可查得越深，事情就越不对劲。这个塞勒涅和传闻中的那个大小姐简直判若两人。以前的他天天骑马，可自从来到北方之后，他连马鞍都没碰过一次。以前他最喜欢花草，还经常亲自动手晒干做茶。现在的他连路边的花店都懒得看一眼。一个人就算再怎么变，也不可能连生活习惯都彻底抹去。除非眼前的这个塞勒涅根本就不是真正的他，要是他真有这本事，当年绝不可能放过他那个混蛋父亲。那么现在站在眼前的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很多东西都能装，但唯独经验是装不出来的。他以前最擅长骑马狩猎，只要看他射出一箭，真相就能彻底大白。他到底是变成了女巫，还是根本就被调包了？西内亚冷冷地表示，这是一场值得一试的赌博。他催促着塞勒涅赶紧拉弓，要是再不动手，底下的扎斯可就真的没命了。看着眼前的局势，塞勒涅终于下定了决心。此时在血红的月光下，暴走的瓦拉斯正步步逼近，而扎斯已经快要撑不住了。再这样下去，后果简直不堪设想。西内亚说的没错，绝对不能眼睁睁看着扎斯送命。要是再犹豫，瓦拉斯和扎斯两个人都会毁掉。塞勒涅默默祈祷，希望这一箭能让瓦拉斯彻底清醒。就在这一刻，阳台上亮起了一道耀眼的光芒，底下的瓦拉斯也察觉到了不对劲。这一刻，他只能在心底呐喊：求你了，一定要赶上！这一下，塞勒涅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西内亚其实早就留了后手，他特意配置了一瓶强效药水，还在里面加入了特殊的咒语。这药水能把瓦拉斯失控的破坏欲直接扭转成对亲密接触的极度渴望。可惜时间实在太赶了，瓦拉斯只给了他1天的准备时间，否则药效还能调理得更温和一些。当年女巫给贝利亚斯家族下的诅咒确实非常棘手，但再厉害的诅咒也敌不过远古恶魔之子的祝福。只要用他的法术放大这份祝福，就一定能把诅咒死死压制住。传说只要度过新婚第1夜，纠缠家族多年的诅咒就会彻底解除。现在万事俱备，只要塞勒涅配合完成最后一步，一切就都好办了。这一箭擦着耳边飞过去，直接把暴走的瓦拉斯惊醒了。他猛地一回头，正好看到阳台上那道刺眼的光芒，终于注意到了上面的塞勒涅。可对塞勒涅来说，刚才的感觉实在太诡异了，手一碰到弓弦，身体就像有了自己的记忆一样，根本不用多想，动作
就已经做完了，但这根本不是高兴的时候，因为这一箭直奔着瓦拉斯而去，这要是真的射中了，后果简直不堪设想。这一箭确实把人惊醒了，但谁能想到瓦拉斯不仅没冷静，反而直接奔着阳台上的塞勒涅冲去，底下的守卫根本拦不住，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冲上楼。受了重伤的扎斯这吓慌了，要是等领主彻底清醒过来，自己绝对没有好果子吃。他挣扎着想跟上去，可身体根本不听使唤。就在这时，一双高跟鞋挡在了他面前，西内亚居然在这个时候现身了。他示意扎斯闭嘴，冷冷地提醒了一句：“太阳马上就要升起来了。”看来他精心布置的计划终于要到最关键的时刻了。西内亚直接拦下了受伤的扎斯，让他老老实实待在原地。毕竟现在局势已经失控，真要出了什么乱子，也只能由他亲自去收拾残局。而另一边，瓦拉斯已经闯进了房间，看着突然逼近的男人，塞勒涅整个人都懵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刚才那一箭居然把这个危险的家伙直接引了过来，这下真的是引火烧身了。更糟糕的是，眼前的瓦拉斯明显不对劲，那只泛着红光的眼睛透着让人心慌的危险信号。塞勒涅下意识地往后退去，试探着喊了他的名字。瓦拉斯看着步步逼近的男人，塞勒涅只能一步步往后退，嘴里还不停地求饶：“求你冷静点。”可这一退，直接让他彻底失去了平衡，整个人重重地跌倒在床边。这时候，他脑子里全是西内亚，西内亚，你到底去哪了？现在只有你能救命了。可周围根本没人回应他。眼前的瓦拉斯明显已经失控，他不仅没有停下，反而闻到了空气中那股甜美的味道。这种莫名的渴望让他彻底失去了理智，他直接伸出了手，看着那只越来越近的手，塞勒涅绝望地闭上了眼睛。这下真的彻底完了，本以为要大难临头，结果对方直接倒了下来。这下两人的距离近得让人有些不知所措。塞勒涅试探着问他：“瓦拉斯，你清醒过来了吗？”可对方根本没有回答，反而像是在寻找什么一样，不停地在他身上闻着。塞勒涅有些慌了：“你现在没事了吧？”可瓦拉斯却突然抬起头，露出了一个奇怪的笑容：“你身上那股甜味实在是太浓了。”塞勒涅整个人都傻了，什么甜味？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瓦拉斯眼里的红光变得更加妖异了。瓦拉斯直接压了过来，塞勒涅根本来不及反应，整个人直接倒在了床上，这下是彻底逃不掉了。瓦拉斯不仅没有停手，反而慢条斯理地解开了衣领。塞勒涅完了，他绝对是要把我生吞活剥了。还没等他想明白，瓦拉斯直接吻了上去，这一吻彻底堵死了他所有的退路。这下塞勒涅彻底慌了，这可是他的初吻啊，怎么能就这么稀里糊涂的丢了？他整个人都快崩溃了。眼看瓦拉斯根本停不下来，他只能拼尽全力大喊：“瓦拉斯，你快清醒一点！”可对方根本听不进去，再次缓缓地压了过来。就在这最关键的时刻，窗外突然亮起了一道刺眼的光芒，直接照亮了整个房间。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原本失控的局势一下子踩了刹车。瓦拉斯整个人顾不得多想，理智终于开始回笼。刚才那股甜美的香气，还有温热的触感，让他整个人都有些发懵。而躺在床上的塞勒涅已经彻底脱力了，可看着他那微微红润的嘴唇，那股强烈的渴望却怎么也压不下去。这一次不是因为失控，而是他真的想吻下去。眼看就要亲上去了，可就在这最关键的一刻，瓦拉斯却突然停住了，理智在这一刻彻底战胜了冲动。看着身下不知所措的塞勒涅，他这才猛地反应过来，自己刚才到底在干什么。他慌忙连滚带爬地退了开来，这下气氛尴尬到了极点。瓦拉斯心里全是自责，他急忙道歉：“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瓦拉斯猛地往后退去，刚才那些疯狂的举动终于全部对上了号，这下他彻底慌了。当时他还在跟体内的怪物死磕，可塞勒涅身上那股甜味却像是一根救命稻草，直接把他给拽了过去。看着眼前不知所措的塞勒涅，瓦拉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刚才那荒唐的一吻让屋里的气氛变得无比微妙，瓦拉斯整个人都僵住了。他觉得自己真是疯了，怎么能在这个时候胡思乱想？他希望他的初吻是一段最美好的回忆，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满是恐惧。看着眼前害怕的塞勒涅，瓦拉斯轻轻伸出了手。塞勒涅下意识地往后躲，可预想中的粗暴并没有到来。他试探着抬起头，轻轻唤了一声他的名字。瓦拉斯温柔地捧起他的脸，低声说了句对不起，接着一个无比轻柔的吻落在了他的额头上。这一刻，他甚至开始奢望未来能亲手给他那个完美的吻。这一下，塞勒涅彻底愣住了，紧接着积攒了整晚的委屈和害怕一下子彻底爆发，他再也控制不住情绪，一边抽泣一边说：“我还以为你刚才要吃了我。”眼看怀里的人哭成这样，瓦拉斯这下彻底慌了手脚，他一把将人紧紧搂进怀里。瓦拉斯急忙解释：“怎么可能？对不起，我确实吓到你了，但我绝对没有想过要伤害你。”这一抱让塞勒涅积攒的委屈彻底释放了出来，他紧紧揪着他的衣服，终于哭出了声。而另一边，在城堡最隐秘的房间里，罗温正静静地站在镜子前，他缓缓脱下斗篷，露出了里面缠满绷带的身体，镜子里倒映出的模样，全身缠满了绷带。就在这时，文森特突然开口：“罗温！”这一声呼唤让罗温一下子警惕起来，他显然不想让任何人看到自己现在的样子。罗温大声警告：“别看我！”文森特赶紧解释：“我没看，反正屋里这么黑，也看不清什么。”文森特叮嘱道：“把斗篷穿好，万一法术出了差错怎么办？”罗温没好气地哼了一声：“太好了，我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唠叨。”文森特也是无奈：“我只是担心你，难道看不出我的在乎吗？”罗温冷冷地回了一句：“那你说话就该温柔点。”
文森特忍不住问：“这法术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完成？”罗温低声说：“我只想快点恢复原状，回到他身边。”文森特劝罗温再多等几天，毕竟这种事迹不来。可罗温根本听不进去，只觉得这日子过得太煎熬了。乔索叹了口气，劝他还是先好好休息，毕竟为了这件事，有人都已经快要累垮了。不过乔索可没闲着，他主动提出这段时间会帮着盯着塞勒涅。看他脸上这不怀好意的笑，手里显然是攒了什么坏主意。画面一转，外面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冰冷的雨水铺天盖地的砸下来。而此时的瓦拉斯正光着膀子站在雨里，任凭冷雨冲刷着身体。他嘴里不停地骂着自己，说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蠢货。看来刚才对塞勒涅做的事，让他现在后悔的要命。他只能用这种自虐的方式，强行让自己那股失控的邪火彻底冷静下来。瓦拉斯现在后悔的不行，觉得自己真是假正经，放着那么好的机会不要，装什么正人君子。刚才塞勒涅那副样子实在是太招人疼了，现在回想起来，满脑子都挥之不去。他甚至开始埋怨自己，当时装什么清醒，就该趁着神志不清多占点便宜才对，哪怕只是偷偷亲一下呢。越想越气，他忍不住狠狠跺了一脚，骂自己是个不开窍的笨蛋。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一个声音在外面问：“你没事吧？我刚才好像听到动静了，你能听到我说话吗？”瓦拉斯本来还想逞强说没事，结果话还没说完，整个人就直接栽倒在地上。这动静可把门外的塞勒涅吓坏了。听到屋里传来重物倒地的声音，塞勒涅急得直拍门，大声喊着问他怎么样了。眼看里面没有动静，他也顾不上那么多了，直接推门闯了进去。可这一开门，眼前的画面让他整个人都愣住了。瓦拉斯居然什么都没穿，只裹了一条浴巾，这下气氛可太尴尬了。但现在根本不是害羞的时候，眼看瓦拉斯身体一歪，就要再次倒下去，塞勒涅一个箭步冲上去，死死地抱住了他。塞勒涅急忙对他说：“靠着我，你能走到沙发那儿吗？”这下可好，本来是来兴师问罪的，结果现在倒成了贴身照顾。就凭塞勒涅这小胳膊小腿，居然还想撑起一个大男人。在瓦拉斯眼里，他弱小的就像一只兔子，自己一只手就能拎起来，居然还想逞英雄。不过看着他这么拼命的样子，瓦拉斯忍不住开始琢磨，他这么主动，难道是真的喜欢自己？总不能只是因为看他病了吧？管他呢，难得有这种送上门的机会，傻子才往外推，这次就自私一回。瓦拉斯客气了一句：“不好意思了。”塞勒涅赶紧接话：“交给我吧。”结果瓦拉斯还真没客气，整个人直接靠了上去。这下可好，塞勒涅直接承受了不该承受的重量，路都快走不稳了。看他吃力支撑的样子，瓦拉斯坏心思又上来了，要不再故意多压上去一点，这下塞勒涅可有的受了。瓦拉斯哈哈一笑，赶紧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说自己刚才只是没站稳。塞勒涅虽然觉得哪里不对，但也只能顺着他的话往下接。看气氛缓和了，瓦拉斯顺势问他想吃点什么，这体贴的样子倒让塞勒涅有点不自在了。就在这时候，门外传来了敲门声，安娜推着餐车走了进来，这来的可真是时候，直接把两人的暧昧给打断了。瓦拉斯也顺势穿上了衣服，顺口问起昨天受伤的守卫怎么样了。安娜一边忙活一边汇报，说多亏了塞勒涅及时出手，守卫明天就能活蹦乱跳了。瓦拉斯在一旁听着，也忍不住夸了他一句，可塞勒涅却有点不好意思，赶紧把功劳都推给了西内亚，说全是听了西内亚的建议。一听到这个名字，瓦拉斯的态度唰的一下就变了，本来还挺温馨的气氛一下子降到了冰点，他直接冷冷地打断了对话，催促大家赶紧吃早饭。塞勒涅根本没注意到瓦拉斯已经快气炸了，他还乐呵呵地盘算着，等吃完早饭得去看看那个受伤的守卫。西内亚主动找上了受伤的扎斯，他直截了当地表示自己出手帮忙可不是为了装好人，只是想趁乱确认一些事情。扎斯一听就明白了，他试探着问，是不是和公爵在塞勒涅面前突然冷静下来有关？西内亚冷冷地纠正他，那可不是普通的失控，而是世世代代缠着继承人的诅咒。扎斯忍不住叹了口气，他原本只是希望塞勒涅能稍微管得住公爵，结果现在这情况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要知道公爵发起疯来，连他这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副官都能做得鼻青脸肿，结果一碰到塞勒涅，居然温顺得像只小狗。西内亚一句话也没说，心里显然已经有了别的盘算。西内亚冷笑了一声，原来只有真爱才能解开这个诅咒，这可真是太有意思了。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敲门声，安娜推门走了进来，先是问候了躺在床上的扎斯。扎斯刚想逞强说没事，又赶紧改口说自己还没好。一旁的西内亚可没心思闲聊，直接开口打听瓦拉斯的下落。安娜有些无奈地回答，公爵大人搬到楼上卧室去了，而且还找了个借口，说自己吃了庸医的药头疼，现在根本不打算下床。这话一出，西内亚直接冷哼了一声，而旁边的扎斯更是尴尬，因为那个被骂成庸医的人现在就站在他面前呢。塞勒涅一路小跑冲回房间，猛地推开门扑倒在床上，这下他整个人都懵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刚才听到的那些话难道全是真的？事情还要从几分钟前说起。塞勒涅本来想去探望受伤的扎斯，毕竟他被瓦拉斯打得不轻，一想到扎斯的惨状，他心里就直犯嘀咕，就算是有什么诅咒，下手也不至于这么狠吧。可就在他准备推门进去的时候，屋里突然传出了说话声，塞勒涅一下子停住了脚步，只听见里面的人正在议论，所以只有和配偶的真爱才能解开这个诅咒。这下秘密彻底藏不住了，塞勒涅又该怎么面对这个真相？
门里传来的声音还在不断刺激着塞勒涅的神经。什么真爱才能解开诅咒？这听上去像个童话，可实际上呢，在原本的小说里，这根本就是个死局。瓦拉斯一辈子都没得到过爱，只能在无尽的孤独中一步步走向毁灭。想到这儿，塞勒涅整个人都纠结了，到底什么才算真爱啊？这东西根本没人能说得清。虽然心里完全没底，甚至觉得这事复杂的要命，但他还是下定了决心。既然已经知道了真相，那就绝对不能放弃。既然已经下定了决心，那就一定要和瓦拉斯一起找到幸福。可还没等他多想，门突然被推开了。瓦拉斯冷着脸问：“你已经见过扎斯了？”这突如其来的质问让塞勒涅有些措手不及。他有些心虚的回答：“算是吧，也不完全是。”看着瓦拉斯开始整理衣服，塞勒涅赶紧转移话题：“你这是要出门吗？”瓦拉斯一边穿外套一边解释：“既然扎斯今天干不了活，那训练场和办公室的事就只能由他亲自去盯着了。”交代完这些，瓦拉斯转身就准备离开，还顺口叮嘱他好好休息。眼看他要走，塞勒涅急忙喊住他：“等一下！”他终于鼓起勇气开口：“我们能谈谈吗？”瓦拉斯停下脚步，转过身看着他，说吧。塞勒涅直接开门见山：“昨晚那个诅咒，你知道怎么解开吗？”这话一出，瓦拉斯直接沉默了，气氛一下子变得无比尴尬。塞勒涅赶紧找拨：“如果我越界了，请原谅我。”他还想再争取一下，也许我能帮上忙。可还没等他说完，瓦拉斯就冷冷地打断了他：“够了，我当然知道怎么解开。”瓦拉斯接着说：“但那几乎不可能发生，你也无能为力，所以别瞎操心了。”他显然不想再谈这个话题，转过身丢下一句：“我保证昨晚的事不会再发生，你好好休息吧。”看着瓦拉斯决绝离开的背影，塞勒涅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房间里。难道在瓦拉斯眼里，他们之间就真的不可能产生真爱吗？这无异于直接否定了所有的可能。而另一边，瓦拉斯正怒气冲冲地走在走廊上，每一步都踩得极重，怎么可能不知道解开诅咒的方法？可就算知道了，又能怎么样？真爱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对他来说根本就是个奢望。这下两人的误会怕是越来越深了。要是让他知道解开诅咒需要付出什么，他绝对会吓坏的。以他那善良的性子，说不定真的会咬牙答应。可要是那样，对他来说也太不公平了。又或者他根本无法接受，从此再也不想见到他。想到这，他突然停下了脚步。如果他真的拒绝了，那他又该怎么办？想来想去，他还是决定把这个秘密烂在肚子里。毕竟那个解咒的条件实在是太荒谬了，要是让塞勒涅知道，只会让他更难办。所以所有的压力，他打算一个人扛。既然塞勒涅那边行不通，那就只能找别人想办法了。瓦拉斯这回是真急了，他猛地一把推开大门，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质问。瓦拉斯怒吼着质问西内亚：“你不是说能帮我做点东西，好压制住我的暴走吗？”可屋里的西内亚根本没当回事，反而一脸轻松地耸了耸肩。西内亚笑着反问：“这不是挺顺利的吗？”躺在床上的扎斯听得整个人都不好了，这叫挺顺利，人都快被你废了。可西内亚却觉得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西内亚接着解释：“你看他手脚不都还在，脑子也没坏掉，要是药效再强一点，你这身体根本扛不住。”听到这儿，瓦拉斯整个人都快炸了。可西内亚还在那儿邀功。西内亚笑着说：“再说了，我不还让你睡了那么久，帮你把暴走给压下去了吗？”这番话直接把瓦拉斯给气笑了。瓦拉斯冷嘲热讽道：“看来你在王都待了这么久，就学会了用这些半吊子药来当庸医骗人吗？”西内亚两手一摊，直接承认了。他说自己可没说过那只是普通的安眠药。这下瓦拉斯彻底被激怒了，指着他半天说不出话来。但冷静下来一想，瓦拉斯突然意识到一个大问题：如果西内亚早点警告他，药效根本撑不过满月之夜。等等，事情好像有点不对劲。他猛然想起一件事：当初塞勒涅在卧室射出那一箭时，西内亚其实就在他身边。可问题是，之前他们在森林里露营的时候，瓦拉斯曾随口问过他喜不喜欢打猎。当时塞勒涅的反应明显非常心虚。难道说那一箭根本就不是塞勒涅自己射的？瓦拉斯还在琢磨塞勒涅当时的反应，他明明说自己从来没打过猎，可那一箭到底是怎么回事？这背后的秘密显然没那么简单。西内亚坐在一旁，直接戳破了他的心思。所以你查清楚塞勒涅的事了吗？瓦拉斯嘴硬得很，根本不打算承认。我们还没熟到那份上，我没兴趣多管闲事。他现在只想赶紧把这个麻烦精送走。瓦拉斯没好气地问：“你到底什么时候回自己家？”西内亚可不吃这一套，反而笑得更开心了。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我打算再多住一阵子。这下瓦拉斯彻底坐不住了，他不达目的绝对不会罢休，看来得用点别的手段了，得赶紧查查那个女巫的家人，只要他们还在王都，就必须让他们赶紧把这女人接走。这下看他还能赖到什么时候？扎斯试探着问：“塞勒涅肯定吓坏了吧？他有没有提到诅咒的事？”听到这话，瓦拉斯心情更差了，他靠在门边叹了口气。瓦拉斯无奈地回答：“他说想帮我解开诅咒，但我让他别瞎操心，这事他根本帮不上忙。”说完，瓦拉斯还特意指着西内亚警告：“所以你西内亚也给我闭紧嘴巴，一个字都别往外漏。”交代完这些，他直接摔门走了出去。看着紧闭的大门，屋里的两个人面面相觑。扎斯有些担忧地问：“这下事情是不是闹大了？”西内亚反而笑得更开心了：“何止是闹大，这下彻底乱套了。”躺在床上的扎斯也是被打怕了，他赶紧向西内亚求助：“下次满月前能不能做个效果更强的药？再来这么一回，我这条小命可就真没了。”西内亚倒是一点不慌：“放心吧，他下一次暴走绝对不会再动手打人了。”原来西内亚
早就有了新计划。既然这诅咒能被引导转化，那不如直接换个方向。他打算在瓦拉斯身上施个法，让他把塞勒涅当成唯一的主人。这下他绝对无法反抗塞勒涅。只要到了满月之夜，瓦拉斯不仅不会发疯，反而会整晚跪在塞勒涅脚边，求着去亲吻他的脚尖。至于瓦拉斯会不会觉得丢脸，那可就不在西内亚的考虑范围了。门外突然响起了敲门声，塞勒涅在门里问：“这时候会是谁来找他？”门一开，居然是西内亚站在门口。塞勒涅笑着打招呼：“赶紧让人进来。”西内亚到了声线，直接抬脚进了屋。看着乱糟糟的床铺，塞勒涅有些不好意思的解释：“抱歉啊，屋里有点乱，自己也是刚起床。”西内亚倒没在意这些细节，看来之前真是看走眼了。这姑娘绝对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她居然真的会用弓箭。西内亚可没那么好糊弄，会用弓箭可洗不清她是女巫的嫌疑。毕竟西南边境的那个塞勒涅和眼前这位简直就像是两个人。想要彻底变成另一个人，其实有两种办法。其中一种就是用对方身体的一部分配置出带有魔力的药水，只要定期喝下去，就能拥有一张一模一样的脸。不过这法术代价可不小，不仅前2周不能见光，还得消耗海量的魔力。但只要能弄到一根头发，这药就能配成。难道眼前的塞勒涅真的是个冒牌货吗？除了用药水变脸，还有另一种更狠的办法，那就是直接把别人的灵魂挤走，强行占领对方的身体。不过这个办法有个致命的漏洞，女巫的力量源于古老的恶魔魔法，这会在身体的某个地方留下一个番红花形状的印记。一旦你夺取了别人的身体，就会彻底失去所有的恶魔力量，除非是在原主身边进行仪式，当场把那个印记吸收过来。可塞勒涅一到北方，就直接住进了内城，如果是冒牌货，根本没有机会完成这个仪式。西内亚一边琢磨，一边盯着眼前的塞勒涅。塞勒涅正忙着倒茶呢，突然感觉气氛有点不对劲，忍不住有些疑惑。塞勒涅笑着招待西内亚，说自己一直想请他喝茶，这其实是在努力掩饰紧张，结果连倒茶都倒不稳，好不容易才把茶杯递过去。塞勒涅赶紧请他尝尝。西内亚端起茶杯尝了一口，一下子就发现了不对劲。传闻中塞勒涅在南方可是个泡茶高手，怎么现在笨手笨脚的？而且这茶的味道还特别苦。看着对方半天不说话，塞勒涅这下更慌了，只能小心翼翼的试探，问他觉得味道怎么样。这下可真是破绽百出，西内亚的怀疑怕是要坐实了。西内亚忍不住笑出了声，在他眼里，就算塞勒涅表现得再无辜，女巫的本质也绝对不会变。这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善良的女巫，但他现在还不想把话挑明，更不想直接伤害塞勒涅。西内亚笑着说：“味道真不错。”他轻轻放下茶杯，心里却在盘算另一件事。他倒不是讨厌塞勒涅，只是把一个女巫留在瓦拉斯身边，实在太危险了。瓦拉斯娶她的时候，到底知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之前瓦拉斯拼命隐瞒，确实让人起疑。可看他那复现进去的样子，又好像什么都不知道。看着眼前热情招待自己的塞勒涅，西内亚决定换个法子试探。西内亚笑着问：“婚后生活怎么样？这里离你老家挺远的，难道你就不想回去看看家人吗？”塞勒涅能感觉到对方其实是在关心自己，这让他心里暖洋洋的。塞勒涅笑着说：“其实我很喜欢这里，城堡和村庄都很漂亮，尤其是露台上的风景，让人感觉特别平静。”聊到兴头上，他忍不住发出了邀请。塞勒涅期待地问：“如果你今天不忙的话，要不要一起吃个晚饭？那里的夜景真的很美。”话一出口，他自己先后悔了，怎么就这么直接说出来了？不过他是真的很想和对方多亲近亲近。好在西内亚并没有拒绝，两人就这么坐在一起，享受着难得的平静。夜幕降临，露台上的晚宴已经准备好了。塞勒涅和西内亚坐在一起，聊得有说有笑，看起来相处的还挺融洽。可这种温馨的场面很快就被打破了。瓦拉斯突然走了过来，整个人冷冰冰的。瓦拉斯冷冷地问：“你们两个在一起待了多久了？”西内亚道：“是一点都不慌，反而显得很轻松。我们也刚到，你忙完工作了吗？”瓦拉斯没多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顺势在桌边坐了下来。随着仆人们把热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原本2个人的晚餐，现在变成了3个人的聚会。瓦拉斯突然主动给塞勒涅夹菜，这举动直接把人给整懵了。平时冷冰冰的一个人，怎么突然献起殷勤来了？塞勒涅立刻想起了他之前说的话，当时他冷着脸说，解开诅咒的事不用他瞎操心，反正他也帮不上忙。明明早上还说那么难听的话，现在却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在这装体贴，真是让人越想越气。更气的是，自己居然还因为他这点小动作，心里有点动摇，真是太没出息了。看着桌上丰盛的饭菜，塞勒涅一时间都不知道该怎么下筷子。结果瓦拉斯一抬头，居然还冲着他笑了笑。瓦拉斯温柔地说：“快吃吧。”这态度180度大转弯，后面肯定没安什么好心。塞勒涅这下彻底慌了神，只能小声地答应着，说自己会好好吃饭。坐在一旁的西内亚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他忍不住暗自发笑。本以为自家弟弟是个不开窍的木头，没想到聊起人来还挺有一套，而且这招对塞勒涅还挺管用。照这个进度下去，说不定下个月就能把诅咒给解了。既然这样，自己不如顺水推舟，再帮他们一把。西内亚笑着提议，以后大家应该多像这样聚聚。塞勒涅一听，立刻高兴地答应下来。看着塞勒涅那副单纯的样子，连西内亚都差点要相信他了。西内亚心里直叹气，自家那个笨熊弟弟，这下是彻底被拿捏得死死的了。说到爱情这东西，一旦陷进去，谁都逃不掉。西内亚看着眼前的2人，忍不住笑着调侃：“真不知道你小子走了什么大运，居然能娶到这么迷人的老婆。”
西内亚接着夸奖，他笑起来整个人都在发光。我还是头一次见到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塞勒涅被夸得有些不知所措，赶紧慌忙摆手，说自己哪有那么好。可还没等大家高兴太久，瓦拉斯就直接泼了一盆冷水。瓦拉斯冷冷地回答：是吗？我倒觉得她长得很普通。这话一出，气氛一下子降到了冰点。这下可真是尴尬到了极点。这气氛一下子降到了冰点，连空气都快冻结了。瓦拉斯这个木头脑子，居然以为塞勒涅不高兴是因为被西内亚夸了漂亮，这理解能力也是没谁了。塞勒涅有些不确定地问：你真的觉得我漂亮吗？西内亚认真地回答：当然了。瓦拉斯对姐姐说：我反正看不出来，你以后少说这种无聊的话。塞勒涅再也待不下去，直接站起身来。塞勒涅小声说：不好意思，我身体有点不舒服，先回房了。看着他离去的背影，瓦拉斯还没反应过来，连西内亚都看不下去了，这弟弟真是没救了。瓦拉斯一看塞勒涅要走，急得直接吼了一声，让他坐下。可塞勒涅这回是真伤心了，根本没理他，丢下一句你们慢用，就直接转身回了房间。这下好了，好好的家宴直接被瓦拉斯一句话给毁了。餐桌上的气氛尴尬的让人想抠脚。等塞勒涅走远了，西内亚终于忍不住了。西内亚质问他：你老实交代，你真觉得塞勒涅长得普通？结果瓦拉斯的回答差点没把人给气死。瓦拉斯理直气壮的回答：你当我瞎吗？她当然很漂亮。听到这话，西内亚气得猛地一拍桌子：那你刚才为什么要说那种话？瓦拉斯一脸无辜地坐回椅子上，因为塞勒涅不喜欢被别人夸漂亮，这脑回路真是让人无语到了极点。西内亚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忍不住反驳：你没看见吗？你一说她长得普通，他就委屈的直接走了。可瓦拉斯却一脸认真的坚持：别人我不知道，反正塞勒涅每次被我夸漂亮都会不高兴。听到这儿，西内亚整个人都无语了，他甚至开始怀疑人生，这个无可救药的超级大笨蛋居然是自己的亲弟弟。人家不高兴明明是因为别的原因好不好？你这个超级大木头！西内亚气得猛地一拍桌子：这绝不可能，这世上根本没有哪个女人会讨厌被夸漂亮。看着暴怒的姐姐，瓦拉斯彻底懵了，完全搞不懂自己到底说错了什么。瓦拉斯还想替自己辩解：你不懂。西内亚一口否决：绝不可能。瓦拉斯还不死心，但是昨天西内亚再次打断：绝不可能。瓦拉斯还想拿塞勒涅当借口，塞勒涅这下彻底把西内亚惹毛了。我都说了绝不可能，连一旁看戏的安娜这回都听不下去了。安娜叹了口气说：这世上根本没有这样的女人。这一句话直接把瓦拉斯给整不会了，他一直以为自己是对的，结果现在他的认知彻底被颠覆了。回到房间的塞勒涅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明明昨天还夸人家漂亮，怎么今天就变了脸？不过他可不打算就这么认输，也许瓦拉斯只是嘴硬，还没真正见识到他的魅力。只要相处的时间够长，迟早能让他看直了眼。要是以后穿得再大胆一点，多展现一些女人味，看他还能撑到什么时候。谁能想到瓦拉斯这回居然主动了，直接一把将塞勒涅搂进怀里。这突如其来的亲密让气氛一下子变得有些微妙。可还没等塞勒涅反应过来，瓦拉斯一开口又把这好好的气氛给毁了。他居然嫌弃塞勒涅的睡衣太宽松，还说明天要带他去买合身的衣服。这直男发言直接让塞勒涅无语了。不过等回到房间，看着桌上那枚精致的发夹，塞勒涅的心情又好转了些。毕竟这可是瓦拉斯特意送给他的，看来这家伙也不是完全不在乎自己。想到这，他决定再给他一次机会。西内亚直接给瓦拉斯下了死命令，让他赶紧去给塞勒涅道歉。这态度要是再不诚恳点，这媳妇怕是真要气跑了。为了挽回局面，瓦拉斯特意准备了杏子布丁送过去。塞勒涅一看到甜食，刚才的闷气顿时消了大半，直夸这布丁看起来太诱人了。看着眼前刚洗完澡的塞勒涅，身上还散发着淡淡的甜香，瓦拉斯这下彻底看呆了，这气氛怎么突然变得有点不对劲？塞勒涅端着布丁，笑着问瓦拉斯要不要也来点。结果瓦拉斯这家伙表面上装得一本正经，心里想的却根本不是布丁，而是眼前这个香气扑鼻的媳妇。为了掩饰尴尬，瓦拉斯赶紧咳嗽了2声，连连摆手说自己不吃，还特意强调这可是专门给他准备的。听到这话，塞勒涅心里甜滋滋的，笑着夸他真贴心。看着塞勒涅那温柔的笑容，瓦拉斯这下更顶不住了，整个人直接看直了眼。这孤男寡女共处一室，接下来的气氛怕是要彻底失控了，脑子里全是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这果冻哪有眼前的人香啊？这下可好，瓦拉斯猛咽了一口唾沫，结果那一整晚他都没能安生。等到天一亮，他整个人瘫在书房里，黑眼圈重的不行，显然是一夜没合眼。瓦拉斯心里那叫一个憋屈，凭什么塞勒涅能睡得那么香，自己在旁边硬是一宿没睡着？难道自己对他就一点影响都没有吗？就在这时，扎斯精神抖擞地推门进来，本来还想说今天精神挺好，结果一抬头被瓦拉斯这副模样吓得够呛。扎斯忍不住问：这大早上的你跑这儿折腾什么呢？瓦拉斯却没心思听他废话，让他直接汇报调查结果。扎斯赶紧切入正题，说那个缠着绷带的女巫很可能就躲在北方的市区附近。瓦拉斯听完琢磨了一下，这女巫该不会是反其道而行之，就这么大摇大摆地在大家眼皮底下活动吧？扎斯觉得很有可能，所以他们已经扩大了搜查范围，把婚礼前后所有搬来北方的人全都列成了名单。瓦拉斯觉得这还不够保险，为了防止对方提前布局，他直接下令把调查时间再往前推2个月。
可看着手里的名单，瓦拉斯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如果塞勒涅的灵魂真的在那个女巫的身体里，那他为什么到现在都还没主动现身求助？扎斯分析说，塞勒涅现在肯定很害怕，毕竟身体被别人占了，这种灵魂互换的事，换了谁都没法轻易说出口。如果他想夺回身体，应该早就来找他们了。要是放弃了，也该回西南方去。北方这地方，她一个弱女子根本没法立足。扎斯突然想到一个可能，问瓦拉斯：“这事会不会和罗宾有关？”瓦拉斯也觉得不能排除这个可能。如果塞勒涅听说有人在北方找他，为了安全，他很可能会选择继续躲起来。但最让瓦拉斯担心的是，塞勒涅的灵魂到底还在不在那个女巫的身体里？就在两人一筹莫展的时候，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这大半天的，会是谁在这个时候找上门来？就在这时，扎斯带着马蒂尔德走了进来。瓦拉斯一看到他，就像抓到了救命稻草，急忙开口打听。他一脸严肃地问：“这世上到底有没有女人会讨厌别人夸她漂亮？”马蒂尔德直接被问懵了，但还是老老实实的回答：“根本没有这种人。”听到这个回答，瓦拉斯整个人都不好了，急得直拍桌子，追问：“你怎么能这么肯定？”一旁的扎斯也跟着疯狂点头。马蒂尔德无奈的反问：“那这世上会有男人讨厌被夸帅气吗？这道理不是一样的吗？”扎斯在旁边听得直摇头，表示绝对没有。瓦拉斯这下彻底没话说了，他突然想起之前塞勒涅也曾一脸崇拜地夸过他长得帅气，当时自己心里其实还挺美。这么一琢磨，瓦拉斯终于开始自我怀疑了，难道真的是自己想错了？塞勒涅之前生气，其实另有原因。这下他彻底慌了，嘴里嘟囔着得赶紧去道歉。扎斯在后面大声问他要去哪，瓦拉斯头也不回地往外冲，说要去找塞勒涅，当面夸她漂亮，把旁边的马蒂尔德都给听傻了。可马蒂尔德却赶紧叫住他，说塞勒涅刚刚已经和西内亚出门去市区了。瓦拉斯猛地转过头，追问是什么时候的事。马蒂尔德被他这副样子吓得不轻，结结巴巴地回答说：“就在刚刚，塞勒涅和西内亚单独出去，马车正平稳地往市区赶，车厢里塞勒涅和西内亚聊得正欢，关系明显拉近了不少。西内亚甚至主动拉起了塞勒涅的手，气氛一片融洽。”就在这时，马车门突然被人推开，瓦拉斯直接迈腿挤上了车，问自己能不能也凑个热闹。他这雷厉风行的架势，直接把车里的两个人给看呆了。西内亚微微一笑，说他们刚才正在聊针线活，因为塞勒涅说自己以前从没碰过，所以他打算手把手教塞勒涅。瓦拉斯听到这里，顺势在塞勒涅身边坐了下来，可他的心里却起了疑心，不管是平民还是贵族，多多少少都会点针线活，连他自己都很擅长，怎么偏偏到了塞勒涅这就变成完全没做过了？那个女巫连撒谎都这么敷衍吗？难道她真像传闻里说的那样，是从深山里出来的？被瓦拉斯这么死死盯着，塞勒涅心里直打鼓，气氛瞬间变得有些微妙。瓦拉斯这一坐过来，还直勾勾地盯着看，塞勒涅整个人都不自在了，偏偏挑这个时候凑过来，这家伙到底是想干嘛？塞勒涅心里急得不行，总不能当着他的面坦白，刚才西内亚是在分享他和皇帝蜜月时的私房八卦吧？这种秘密要是说出来，那还得了？瓦拉斯看着他红透的脸，心里其实也有了数，既然他不想说，自己也就没必要硬追问。想到这，瓦拉斯伸手拉上了车帘，替他挡住了刺眼的阳光。这突如其来的温柔一下子撞进了塞勒涅的心里，看来这个木讷的家伙也并不是完全不解风情。瓦拉斯就在旁边轻咳了一声，试图套个近乎，结果这一声咳嗽直接把西内亚给惹烦了。西内亚心里那叫一个气，这大块头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跑来坏他们的好事，把塞勒涅都给吓到了。明明知道这女巫没那么简单，可看到瓦拉斯这笨拙的模样，西内亚就觉得气不打一处来，越想越不顺眼。西内亚二话不说，抬起脚直接踹了过去。另一边，府邸里也正热闹着。马蒂尔德看着大伙聚在一起，高兴得合不拢嘴。扎斯翻看着手里的执照，突然注意到了一个细节，他疑惑地开口询问：“你的中间名居然叫海因？”医师笑着承认了，说这名字是取自早期的传奇贤者。那位大贤者当年可是无所不知的天才，在公国里名气响得很。这名字可不是随便取的，这位大贤者可不得了，懂天文地理，还精通炼金术，甚至连要塞都是他设计建造的，厉害的简直像个传说。扎斯在旁边接了一句，说自己的中间名其实也是跟着这位贤者取的。可聊着聊着，扎斯就察觉出不对劲了。今天这场聚会哪是什么正经讨论，分明就是马蒂尔德这丫头找借口把人领回来，专门在他面前秀恩爱呢。马蒂尔德平时天天嚷嚷着一定要找个百看不厌的大帅哥，结果这回带回来的居然是个看起来瘦瘦弱弱的小白脸，这落差未免也太大了。扎斯虽然心里有些嘀咕，但表面功夫做得挺足，觉得这新来的医师至少踏实，便客客气气的跟人家握手道别。转眼间，画面来到了高级服装店里，西内亚正陪着塞勒涅挑选衣服，两人围在布料前聊得正欢。跟在一旁的瓦拉斯摸不着头脑，搞不懂塞勒涅怎么突然这么高兴。就在这时，塞勒涅一路小跑到瓦拉斯跟前，甜甜的叫了他一声，接着满脸期待的问他觉得怎么样。这突如其来的热情，直接把瓦拉斯给整不会了。塞勒涅心智冲冲的选好了布料，结果瓦拉斯一开口，居然夸这衣服够结实，直接把气氛给聊崩了。好在他还算懂事，主动揽下了结账的大任，让塞勒涅先去外面跟西内亚会合。塞勒涅一边算着自己的小钱袋，一边准备往外走，结果一抬头却注意到窗外的异样，西内亚居然正在和别人私下接触。
西内亚临时有事先走一步，瓦拉斯二话不说，直接拉起塞勒涅的手，带着他往店外走。不仅主动牵手，他还顺手把重重的购物袋接到了自己手里，这一套动作自然又熟练。塞勒涅整个人都看愣了。要搁在平时，这家伙做什么都要先征求同意，今天居然这么霸道直接，被这么一路牵着往前走，塞勒涅心里甜到了极点，甚至动了个念头：这难道就是约会的感觉吗？塞勒涅特意提起裙摆，向瓦拉斯展示他买的新皮鞋，笑着提议不如两个人就这么一路慢慢走回城堡。要搁在平时，瓦拉斯肯定又得扫兴，但这回他竟然没有拒绝，反倒乖乖答应了下来。走着走着，塞勒涅顺口问他今天后面还有没有别的安排。瓦拉斯干净利落的说了没有，甚至还破天荒的主动开口，问他要不要顺道去附近的湖边逛逛。这话一下子打破了平静，塞勒涅整个人都懵了，这家伙竟然在主动约他去散步。塞勒涅自然是一秒都没犹豫，当场开开心心的答应了下来。这要是放在以前，想让这块木头主动约会，那是想都不敢想的事。两人就这么沿着湖边慢慢溜达，气氛好的不行。两人就这么牵着手，在喧闹的街上慢慢溜达。要搁以前，高高在上的大公出征谁都怕，现在手里拎着大包小包，倒显出几分接地气的温情。塞勒涅更是开心坏了，一路上跟路过的街坊热情打招呼。就在这时，一个小男孩跑了过来，直接往瓦拉斯手里塞了个小口袋。瓦拉斯整个人都愣了一下，笨拙的把这份心意收了下来。塞勒涅在旁边看着这一幕，心里忍不住嘀咕：刚来即是那会儿，这家伙还紧张的浑身绷紧，可现在再看看他，这不也挺讨大家喜欢的吗？看到街坊们态度变了，塞勒涅心里美滋滋的，大家现在可都不怎么怕瓦拉斯了。其实本来也没啥好怕的嘛。走着走着，一股热腾腾的香味飘了过来。塞勒涅凑近摊位一看，想起以前和安娜一起吃过，味道可赞了，也不知道瓦拉斯会不会喜欢。瓦拉斯见他停下脚步，顺口问他被什么给吸引了。塞勒涅打量了他一眼，心里一下子有了主意，他干脆大手一挥，开开心心的跟摊主打招呼，每种口味都给他来上4份。谁能想到，本来美滋滋的2人世界，刚走到半路就被扎斯和安娜撞个正着。这下可好，原本温馨的散步，直接变成了4人聚餐。看着满满一桌的烤串小吃，塞勒涅笑得合不拢嘴，招呼着大家千万别客气。可坐在旁边的瓦拉斯，整个人低气压都快溢出来了。好不容易有次单独约会的空当，全被这俩不速之客给搅和了。扎斯倒是一点没眼力见，搓着手就准备大快朵颐，结果话还没说完，就被身边的安娜狠狠肘击了一下。安娜这一下干得漂亮，分明是在警告扎斯少说2句。没看大人脸色都黑成什么样了，可塞勒涅完全没察觉，依然兴高采烈地招呼大家开动。瓦拉斯主动让递一下吃的，塞勒涅立马笑着应下来。这一幕把旁边的扎斯和安娜都给看愣了。没过多久，瓦拉斯起身去了洗手间，趁着正主不在，扎斯跟塞勒涅爆料说，瓦拉斯大人现在可是全军团的希望，大家私底下都在转，连大人这样的人都能娶到仙女一样的夫人，那大家伙岂不是都有救了？全军团的单身汉们一下子全燃起了谈恋爱的热情。塞勒涅听得一愣一愣的，什么叫连大人这样的人？难道不是长得那么帅的人吗？扎斯察觉到气氛不对，正准备找借口开溜，安娜却低声提醒他，塞勒涅可是连9度没动。为了再加一把火，安娜直接抛出个大难题，问塞勒涅是不是觉得大人特别帅。塞勒涅一下子慌了神，谁知道一焦急，竟然把心里的实话直接说了出来。意识到自己说漏嘴后，他赶忙抓起杯子狂灌，企图掩饰尴尬。就在这时，瓦拉斯正好走了回来，扎斯和安娜见势不妙，立马扯了个借口，跑得比谁都快，只留下一头雾水的瓦拉斯站在原地摸不着头脑。瓦拉斯刚走过来，就看着那俩人跑得比兔子还快，等他转头看向餐桌，一下子整个人都愣住了。就走开这么一小会儿，塞勒涅居然已经趴在桌上，迷迷糊糊的喊着亲爱的。那俩人到底给他喝了什么？看这样子，一时半会儿是彻底醒不来了。瓦拉斯只得在心里反复说服自己，这可纯粹是出于无奈。下一秒，他轻声唤着塞勒涅的名字，直接将他一把抱起，带他回房歇歇。溜出来后，安娜和扎斯越聊越觉得塞勒涅能在那种关头挺身而出，绝对不简单。但在扎斯心里，过去发生了什么根本不重要。既然瓦拉斯大人认准了他，那做副官的就要想尽办法保住这份幸福，哪怕是用些见不得光的手段。好在塞勒涅对大人也是真心的，这就好办多了。扎斯赶着回去筹备明天的计划，看来接下来的动静怕是小不了了。安娜一听有些纳闷，去湖边散个步而已，能有什么好准备的？扎斯反倒来劲了，说这可是为了大人最浪漫完美的约会，必须面面俱到。交代完明天的安排，安娜便告辞离开了。看着安娜离开的背影，扎斯心里突然酸溜溜的，连大人都要去约会了，怎么偏偏就剩自己单着呢？还没等他感慨完，身后突然传来了脚步声，转头一看，居然是马蒂尔德带回来的那个新医师。扎斯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大晚上还在那堡溜达，这小子到底想干嘛？对方赶忙解释，说自己只是奉命来拿东西，而且已经把马蒂尔德安全送回去了。可看着扎斯那可怕的神情，这小医师当场被吓得不轻。新来的医师顺嘴提了一句，说刚才不小心听到了湖边约会的事。扎斯一听，赶忙开口澄清，说要去约会的可不是自己，纯粹是替朋友打听罢了。
谁知这医师反倒来劲了，打听起那位朋友到底有没有谈过恋爱，甚至还顺道打听起扎斯自己的感情史。这一连串的追问，直接把扎斯给问卡壳了。看着对方在旁边偷笑，扎斯忍不住问：“这到底有什么好笑的？”医师这才收敛了些，说自己第一天上班就能帮上忙，心里高兴罢了。新来的医师主动提出，说自己在感情这方面很有经验，要不给他出主意。扎斯当场就被这阵仗给镇住了，光看这非同寻常的气场，就能感觉到非比寻常。搞了半天，眼前这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子，居然是个深藏不露的恋爱大师吗？阳光刚照进房间，塞勒聂一睁眼，整个人都傻了，自己居然就这么躺在瓦拉斯怀里。昨晚喝得烂醉，让瓦拉斯照顾了一整夜不说，最要命的是，他喝醉前还当着大家的面直接承认了瓦拉斯超级帅。一想起这茬，塞勒聂简直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就算现在跑去求扎斯和安娜当没听到，也改变不了这天大的丢脸现场。就在他在床上抓狂的时候，旁边的瓦拉斯早已醒了过来，直接一伸手，顺势将他揽回了怀里。瓦拉斯柔声问他昨晚睡得好不好。塞勒聂迷迷糊糊应了一声，可他转念一想，不能每次都光让对方照顾自己，既然两人已经是合法夫妻，自己也该主动一点。想到这，塞勒聂鼓起勇气，一把抓住瓦拉斯的手，直接凑上去在他脸上亲了一口，还红着脸叫了声亲爱的。这一招杀伤力实在太大，刚才还游刃有余的瓦拉斯，这下整个人直接给整宕机了。好不容易消停下来，一行人终于动身出发。这次扎斯总算办了件靠谱事，提前安排好了马车，这一路坐得舒舒服服。不过到了地方，剩下的路马车进不去，只能改骑马前往。塞勒聂麻利地换上了裤装，比起那些繁重拖沓的礼服，还是这种打扮更让人踏实。头发也顺手扎成了丸子头，整个人显得干练又利落。塞勒聂看着镜子，心里还藏着自己的小算盘，想起瓦拉斯好像挺喜欢揉他的碎发，干脆特意拽了几缕垂在鬓边，指不定等会儿就能派上用场呢。而另一边的瓦拉斯脑子里全被早上的亲昵给占满了，刚才光是强装冷静就已经拼尽全力，这要是面对一整天，自己哪还撑得住？还没等他整理好情绪，扎斯就风风火火跑了过来，嚷嚷着连专家的秘籍都求到了。看着这小子反常的积极劲儿，瓦拉斯只觉得一阵头疼。说到底，瓦拉斯心里其实期待的不行，难得有两个人单独相处的机会，还能再看到塞勒聂穿骑马装。塞勒聂微笑着问：“是不是久等了？咱们这就出发吧。”其实根本没等多久，瓦拉斯强撑着镇定引导他上马，塞勒聂也乐得配合，顺顺当当坐到了马背上。可刚一坐稳，瓦拉斯一下子傻眼了，他这才注意到塞勒聂今天居然没套马甲，就穿了一件衬衫。瓦拉斯坐在后面，脑子里早乱成了一锅粥，手都不知道该往哪放，这分明就是在考验他的定力。好在林子里风景不错，阳光洒下来，气氛倒也算得上融洽。瓦拉斯赶忙找话题，说湖就在前面不远，要是骑得不舒服就先忍忍。塞勒聂回过头笑着应声，有你在身后怎么会不舒服？况且这马也挺听话的。瓦拉斯顺口夸了起来，这可是陪他立过生死的老搭档，比手下那些兵管用多了。可谁能想到这马像是听懂了似的，下一秒直接昂首长啸，好好的气氛唰的一下全毁了。这老搭档突然发狂，根本拉都拉不住，眼看就要冲进前面的树林了，这要是一头撞上去，后果简直不敢想。瓦拉斯当机立断，让塞勒聂抓紧自己。塞勒聂半点没犹豫，直接点头应了下来。瓦拉斯护着他，纵身一跃，在地上硬生生滚了好几圈，受惊的马甩掉，行李跑没影了。虽然两人没受什么重伤，可眼下连坐骑都没了，接下来的路可怎么走？摔在地上后，瓦拉斯急忙询问塞勒聂有没有受伤。塞勒聂紧紧依偎在他怀里，要不是有他在，刚才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他由衷地轻声道谢。瓦拉斯温柔地拥着他安慰，说现在已经没事了。虽然人平安无事，但瓦拉斯心里却起了疑心，那匹马平时训练有素，怎么会突然发疯？这背后明显不对劲。就在这时，树林阴影里缓缓走出一个身影，西内亚冷冷看着这一切，这场意外根本就不是巧合。熬了一整夜，西内亚终于配出了这瓶药水，只要把这东西喝下去，对方就会彻底失去魔力，沦为一个普通人。要搁在以前，凡是被他碰上的女巫，从来没有一个能活命。可面对塞勒聂，他居然破天荒地动了恻隐之心。比起要了他的命，西内亚倒更希望他能卸下身份，跟瓦拉斯那个傻瓜一起，像普通人那样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就在这时，身后突然有了动静，德凡推门走了进来。西内亚头也没回，直接问他有没有带来新的情报。德凡奉上一份刚到手的情报，说公爵一直在搜寻的那个绷带女巫，现在已经锁定在了两个地方，一个是北方集市旁边的红砖房，另一个则在东部边境附近。西内亚拿过资料翻了翻，当场就锁定了北方的那处藏身点。可还没等他收起文件，夹在里面的一张画像却让他当场停下了动作。这上面的人怎么会是他？西内亚盯着画像上的男人，这不就是当年为家族立功的学者吗？那些长期隐居在暗处的家伙，一旦忍受不了寂寞，什么疯狂的事情都干得出来。为了引起注意，甚至不惜绑架别人，闹出动静。偏偏挑在他身在北方的时候动手，这摆明了是针对贝利亚斯家族，一场早有预谋的阴谋。西内亚冷声吩咐手下立刻去查清楚这家伙现在到底长什么样。手下赶忙领命退下。西内亚无奈地叹了口气，昨天扎斯才跑来要药，今天又接连出事，就不能让他消停一会吗？
原来扎斯之前风风火火跑来，竟然是求能跟动物说话的药。西内亚懒得理他，转头继续干自己的正事。而另一边，马匹甩掉行李跑路之后，所有的重活累活全被瓦拉斯包揽。看着瓦拉斯背着大包小包，塞勒涅心里实在过意不去，想要伸手帮他分担一点，可瓦拉斯硬是一点都不让碰，直说马上就要到了。塞勒涅拿他没办法，只能乖乖跟在他身后。走着走着，前面的瓦拉斯突然停下了脚步，塞勒涅几步追上去，顺势拉住了他的手，笑得十分甜美。既然抢不过重活，那就干脆被他牵着走。可等赶到目的地，眼前的场景直接让两人愣在原地。营地里早就堆满了各种行李和装备，比他们自己背来的还要齐全。塞勒涅忍不住小声嘀咕：这难道又是扎斯提前准备好的？这哪里是周到，分明就是早有预谋。瓦拉斯越想越气，备用行李放得这么巧，加上扎斯之前还跟马嘀嘀咕咕，刚才那场意外绝对是那小子动了手脚。不过气归气，瓦拉斯还是低声向塞勒涅道歉，觉得是自己没管教好手下，才让他受了惊吓。塞勒涅赶紧出声安慰：马匹发疯又不是你的错，这怎么能怪到你头上？见塞勒涅这么维护自己，瓦拉斯整个人一下子耷拉下来，那副委屈又自责的模样，反倒让塞勒涅觉得可爱极了。为了打破尴尬，塞勒涅顺手指向湖边，那里刚好停着一艘小船，我们是不是能划船过去？为了缓和这沉闷的气氛，塞勒涅主动提议，干脆我们两个人一起去划船。一听这话，瓦拉斯心里又开始火冒三丈，不用想，这肯定又是扎斯那小子的安排，先是用药弄精了马，现在又留了艘船，这小子脑子里到底在装些什么？可还没等他气完，塞勒涅就已经跑到了湖边，兴高采烈地向他大声打招呼，催促他动作快点。看着他这副活力满满的样子，瓦拉斯心里的怒气瞬间消散得无影无踪。他赶忙几步上前接话，说划船这种体力活交给他来就好。湖光山色之下，小船顺着水流往前飘荡。塞勒涅看着满湖的美景，笑着向瓦拉斯道谢，说这里美的就像画一样。可瓦拉斯的眼里哪里还有什么风景，满满当当全都是他。瓦拉斯低声说道：再美的景色也敌不过你。被他这么直勾勾地盯着，塞勒涅反倒不好意思了，问他怎么老是这么看着自己。瓦拉斯听完一愣，还没来得及解释，结果手上一用力，只听咔嗒一声，硬生生把木浆给捏断了。塞勒涅当场看懵了，这下船飘在湖中央，连船桨都没了，看他接下来怎么收拾残局。塞勒涅刚想说算了，结果祸不单行，湖水竟顺着船底疯狂涌了进来。这下瓦拉斯彻底炸毛了，用脚趾头想都知道，这绝对又是扎斯留下的好戏。留艘船就算了，竟然还给留了艘破船。眼看船就要沉了，瓦拉斯赶忙问塞勒涅会不会游泳。塞勒涅吓得连连摇头，局势一下子陷入绝境。瓦拉斯一把拉过塞勒涅，叮嘱他紧紧靠在自己身上，千万不要松手。而引发这一切的扎斯，此刻正悠哉悠哉地晒着太阳，还在心里美滋滋的盘算，也不知道那两个人现在划上船了没有。扎斯这会儿还在岸上偷着乐，觉得自己简直是个天才，一天之内安排2次英雄救美，先是金马，又是沉船。塞勒涅这下肯定被自家大人迷死，他甚至在心里把给秘籍的专家狠狠夸了一遍，就等着看好戏了。可湖里的情况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船虽然沉了，瓦拉斯搂着塞勒涅，稳稳地在水里往前游。瓦拉斯轻声问他：“这样会不会不舒服？水里冷不冷？”塞勒涅紧紧贴在他身上，小声回了一句：“一点都不冷，只要离瓦拉斯这么近，身上就暖洋洋的，甚至舒服的就像在泡温泉一样。”塞勒涅心里多少有些过意不去，这一路上老是出状况，每次都得靠瓦拉斯来救他。可瓦拉斯哪有功夫想这些？两人贴得这么近，他只能在心里疯狂喊着保持冷静，咬着牙拼命往岸边游。塞勒涅看着他，心里全是佩服，背着一个人竟然还能游得这么稳，甚至还贴心的护着他，没让半点水花溅到他身上。在这个男人身边，那种踏实感根本藏不住。塞勒涅干脆顺势贴得更紧了些，这人不仅靠得住，身上的味道也怪好闻的，嘴角止不住的往上扬。费了9牛2虎之力，瓦拉斯终于带着塞勒涅上了岸。他关切地询问对方身体感觉怎么样。塞勒涅还笑着安慰他，说自己舒服得很，可惜一点忙也没帮上。可瓦拉斯仔细一瞧，这哪是没事，分明是冻坏了。人要是失温，可不是开玩笑的。瓦拉斯二话不说，上手就要帮他把湿衣服解开。这一下可把塞勒涅吓得够呛，连忙伸手把人挡住。他羞得不敢看他，慌慌张张地表示这种事情还是让他自己来就好。被塞勒涅这么一按，瓦拉斯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为了打破这让人犯难的尴尬，他只能赶忙找了个借口，说自己先去生火。不过走归走，他心里早就给扎斯记上了一笔，等回去之后，非要找那小子算这笔总账。夜幕渐渐降了下来，篝火被烧得噼啪作响，两人都换上了干爽的衣服，围坐在火堆旁。虽然水里的折腾告一段落，可空气里的气氛反而变得比刚才还要微妙。瓦拉斯默默端来新鲜的水果，细心地递到塞勒涅面前。塞勒涅小口吃着水果，心里不知在琢磨着什么。两个人谁都没在开枪，但这暗地里的小心思早就藏不住了。塞勒涅吃得津津有味，顺手插起一块水果递过去，瓦拉斯却摆了摆手，说自己没什么胃口，让他多吃点。塞勒涅赶忙劝他，今天折腾了一整天，你耗了那么多体力，吃点甜的正好提提神。面对递到嘴边的水果，瓦拉斯虽然有些犯难，但还是乖乖低头咬了一口。
塞勒涅一脸期待地问：“味道怎么样？”瓦拉斯赶忙点了点头。看到他这副听话的模样，塞勒涅乐得直接笑出了声。塞勒涅还不依不饶，非要再喂他多吃2口。瓦拉斯嘴上硬得很，说自己一点都不饿，可被塞勒涅这么盯着，他哪还顶得住？只能乖乖顺着他的意思，大口吃了下去。塞勒涅笑得那叫一个开心，问他味道是不是不错。瓦拉斯一边吃着，还主动提要吃奶酪，这哪还是什么严肃侍卫，分明是在撒娇。看着塞勒涅乐的哼起小调，瓦拉斯清了清嗓子，低声提醒了一句：“你现在是不是有点太放松警惕了？”瓦拉斯有些纳闷，一天碰上2次险情，你怎么一点都不害怕？塞勒涅笑着看向他，只要有你在，我就觉得格外安心。今天真的谢谢你。说心里话，穿越到这本小说里，才是他这辈子遇到最大的事。以前在原来的世界，又累又孤独，可现在只要看着瓦拉斯拼尽全力护着自己的模样，他心里就有了底气。眼前这个男人，早就成了他在这个世界里最踏实的避风港。塞勒涅心里甜得不行，觉得只要有瓦拉斯在身边，就什么都不用怕。今天过得简直太开心了。可这温馨的气氛还没维持多久，树林深处竟传来了狼嚎。瓦拉斯一下子全明白了，在心里把扎斯骂了个遍。原来这小子先前去找西内亚，还不止求了金马的法子，竟然还想要点能让动物昏睡的药。西内亚当时还纳闷，你到底想对付什么动物？扎斯还满脸堆笑地说：“狼。”这句话一出，西内亚当场就炸了。西内亚给扎斯下了死命令，要是塞勒涅受了半点伤，直接把他倒挂起来。扎斯哪敢怠慢，赶忙应声退出了房间。等手下离开，西内亚立刻唤出了潜伏的死士。好久不见，主人。西内亚冷声下达指令，去保护塞勒涅。平时让瓦拉斯去扛，真要出了危险，你立刻动手。死士领命，唰的一下消失在暗处。安排好这一切，西内亚忍不住叹了口气，这帮男人真是没一个让人省心的。谁能想到，这一连串的英雄救美，全是扎斯在背后一手操办。为了把吊桥效应玩到极致，他甚至特意挑了3只最壮的猛狼，对自己这一招安排满意的不行。自家大人的本事他心里有数，可就怕塞勒涅受了惊吓。扎斯一边在林子里赶路，一边盘算着，大人这会儿肯定早就带人脱险了。可等他偷偷朝树下一看，整个人当场傻眼了。塞勒涅是被稳稳安置在了高处，可瓦拉斯一身湿漉漉的站在树下，正握着手里的匕首，跟猛狼死死对峙。事情的发展怎么跟计划好的完全不一样？等会儿这狼怎么还越聚越多了？原来扎斯计划的挺好，一开始确实只准备了3只，可坏就坏在他用的药上。为了逼真，他竟然用了母狼的求偶药粉。那3只狼受了刺激，当场拼了命地仰天嚎叫。这一叫不要紧，直接把整座山头的公狼全给招来了。这下可好，原本安排好的英雄救美，硬生生演变成了狼群围攻。扎斯倒是一点都不慌，在他眼里，凭瓦拉斯的本事，这群狼根本构不成威胁。不过好在塞勒涅被保护的挺好，一点伤都没受。既然塞勒涅安全无事，扎斯也懒得留在这打扰，打算等明天清晨再来接人。说完转身就直接溜了。时间倒退回片刻之前，狼嚎声刚传出来的时候，塞勒涅还觉得挺新鲜，说自己这辈子还是头一次听到真狼叫。可瓦拉斯哪有心思开玩笑，直接一把将他拉到身边，两人一路跑到大树底下。瓦拉斯果断下达指令，让塞勒涅立刻爬上去。看着高耸的树干，塞勒涅当时就犯了难，这么高的树，她一个女子哪能爬得上去？瓦拉斯半点不含糊，当场半蹲下身子，让他踩着自己的双手和肩膀借力。一听要这么爬，塞勒涅这下彻底懵了。还没等他缓过神来，瓦拉斯已经在催他抓紧时间。扎斯是溜了，可树上的塞勒涅哪知道这些？他坐在树枝上提心吊胆，恨不得这树能再高一点。瓦拉斯在树下低声提醒：“抓紧了！”塞勒涅急得不行，冲着树下大喊：“你也快爬上来啊！刚才那些狼就在附近。”可瓦拉斯怎么可能上来？林子里低吼声四起，好几只猛狼已经围了过来。瓦拉斯直接抽出匕首，只给树上留了一句话：“把眼睛闭上。”下一秒，夜色里刀光一闪，血溅当场。瓦拉斯这一下可真没留手，手起刀落之间，底下的狼群直接被收拾干净。塞勒涅乖乖听话，蒙着眼，可光听这动静，心里早就悬到了嗓子眼。这外面的狼叫声此起彼伏，他越想越发慌。刚才在湖里折腾了那么久，瓦拉斯肯定早就没什么力气了，这要是撑不住可怎么办？在他的脑海里，刚才瓦拉斯连水果都拿不动，全靠自己像喂小鸟一样投喂。现在的瓦拉斯在他眼里简直跟个弱不禁风的大宝贝没两样。然而现实完全是另一码事，瓦拉斯动作干脆利落，战斗眨眼间就结束了。他随手擦掉脸上的血迹，心里反而还在嫌弃，早知道刚才下手就再干净点了。看着到在眼前的猛狼，瓦拉斯心里还盘算着这狼皮剥下来挂墙上倒挺合适。不过塞勒涅还在树上，得赶紧速战速决才行。树上的塞勒涅可不知道底下的真实情况，以为瓦拉斯快撑不住了，他怎么可能坐得住？当场掰下一根粗树枝当武器，哪怕心里怕得要死，他心里也只有一个念头，绝对不能留瓦拉斯一个人扛，哪怕能帮他引开一只狼，也能减轻他的压力。可往下一看，这高度着实有些吓人，但塞勒涅一咬牙，跟瓦拉斯面对的危险比起来，这点高度算得了什么？豁出去了！这姑娘心一横，拿着木棍就这么直接从树上跳了下来。本以为这一下摔定了，结果非但没落地，反而稳稳落进了一个温暖的怀抱。瓦拉斯低声安慰他：“再等我一下。”话音刚落，周遭的动静彻底熄了火，那些凶狠的猛狼早已被清理得一干二净，危险彻底解除。塞勒涅这才重新踩回地面。
可空气一下子安静的可怕。塞勒涅手里还傻乎乎拿着那根木棍，瓦拉斯也拿着匕首站在一边，两个人就这么大眼瞪小眼。本想下树救人，结果这下可好，直接演变成了一场纯粹的尴尬。看这一地的狼尸，塞勒涅心里别提多自责了，手里还傻傻拿着木棍，以为自己冒冒失失跳下来，纯粹是在给人家添乱。他委屈的开口：“我是不是不该下来的？我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真的对不起。”瓦拉斯看他这样，赶忙轻声细语的解释：“把你送到树上去，可绝对不是嫌你麻烦。”他笑着说出了心里话：“我只是单纯不想让你身上沾到半点血腥气。”这一句话直接说到了心坎里，塞勒涅哪还忍得住，直接一头扎进了瓦拉斯怀里。这突如其来的投怀送抱，把瓦拉斯的心都给萌化了。面对这么可爱的姑娘，换谁也顶不住啊！他刚想伸手好好抱抱她，却突然停住了。看着自己这双沾满鲜血的手，他到底还是把手给收了回来，怎么舍得把她那漂亮的裙子弄脏？塞勒涅这才注意到瓦拉斯的手上竟全都是血，他哪还顾得上什么脏不脏，一把拽过他的手臂，慌慌张张的帮他擦去血痕，急忙问他是不是哪里受了伤。看着塞勒涅满心满眼都是自己，瓦拉斯心里软得一塌糊涂。他伸手扶住他的脸，低声哄着：“让我好好看看你。”被他这么盯着，塞勒涅羞得赶忙别过头去，根本不敢正视他的眼睛。可瓦拉斯语气温柔的不像话，直言自己好像很久都没能这么好好看过他了。塞勒涅不好意思的低声嘟囔，说自己现在这副模样肯定难堪死了，让他可不许笑话自己。可瓦拉斯哪里会嫌弃，眼神里全都是化不开的温柔，顺势轻轻抚上他的脸颊。这一刻，所有的危险和惊慌全都没了，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谁都没舍得松开。两个人就这么牵着手往回走，可塞勒涅心里还是过意不去，又小声自责起来，说要是今天没提议来湖边就好了，结果竟给你添麻烦。瓦拉斯赶忙打断他，今天最辛苦的人明明是你，可千万别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塞勒涅抬头看着他，心里比什么都踏实，只要有他在，今天经历的一切就都值得。塞勒涅心里越想越过意不去，觉得瓦拉斯这一整天光顾着忙前忙后照顾自己，连喘口气的功夫都没有，反倒是自己一点用都没有。谁能想到瓦拉斯听完却笑出了声，不仅没怪他，反而夸他今天表现得特别棒，尤其是当时他能毫不犹豫拿着木棍跳下树，光凭着骨子胆量就没几个人能办得到。这一夸，塞勒涅反倒更不好意思了，只恨自己当时太冒失，纯粹是在给人添乱。瓦拉斯顺势握紧了他的手，语气更是温柔到了极点，说自己心里高兴还来不及，只要有他在场保护着，他就可以永远这么肆无忌惮，只要他平平安安的就好。在这个安静的夜晚，经历了这一整天的险象环生，两人的关系反而彻底拉近了。瓦拉斯顺势交代他，以后只有自己在身边保他平安时，才能这么冒失。塞勒涅嘴上应着，心里却委屈坏了，觉得自己这还是被训了一顿。等安全回到室内，换好睡衣，回想起这一整天的遭遇，城外的一切确实超乎想象，但也正因如此，塞勒涅心里彻底打定了主意，等回去第一件事就是要立刻去练习剑术，他绝不愿意只当那个躲在安全地方看着瓦拉斯一个人去拼命的人。塞勒涅可不止是嘴上说说，他当场就在床上研读起地图，要把这里的地形和野兽习性全都弄得明明白白。毕竟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只要能不断提升自己，他简直等不及想看看将来的自己会变成什么样。抱着枕头，塞勒涅心里美滋滋的。而此时屋外的篝火旁，瓦拉斯估摸着时间，塞勒涅应该已经换好衣服了。他推开木门走进屋里，谁能想到眼前的这一幕让他直接愣在了原地。原来塞勒涅为了等他回来，就这么蜷在床边睡熟了。瓦拉斯在床边坐下，轻轻摸了摸他的头，谁知道塞勒涅迷迷糊糊间还顺势往他手心里蹭了蹭，这谁能顶得住？瓦拉斯整个人僵在原地，当场彻底沦陷。再联想到刚才在湖边的画面，这下可好，高冷的大弓彻底被这姑娘吃得死死的。瓦拉斯心里那叫一个纠结，转念一想，自己可是他名正言顺的丈夫啊，有点想法不是很正常吗？可理智很快又把他拉了回来，算了，能这么看着就够了。折腾了半天，他到底还是没敢越界，干脆就在床边的地上睡了下来。可就算躺下了，瓦拉斯依然舍不得闭眼，就这么侧过身子，静静看着熟睡的塞勒涅。就在这时，失去了温暖的塞勒涅迷迷糊糊间开始拼命往床边翻滚，这要是再往外滚一下，整个人可就要直接摔下来了。说时迟，那时快，塞勒涅这一翻身，直接从床上滚了下来。幸好瓦拉斯就在底下，这一下掉下来，正巧砸在了他身上。塞勒涅吓得够呛，慌忙连声道歉，说自己平时睡觉特别老实，今天也不知道是怎么了。瓦拉斯倒是一点没生气，低声安抚着他。可两个人贴得这么近，气氛一下子就不对了。塞勒涅心里过意不去，小声问他有没有被摔伤，还担心自己会不会太重。可瓦拉斯哪还有心思回答这些，两个人就这么近距离看着对方，周遭一下子安静了下来。面对近在咫尺的塞勒涅，瓦拉斯今晚恐怕是彻底睡不着了。迷迷糊糊的塞勒涅看着近在咫尺的瓦拉斯，心里那股藏不住的情愫，这下彻底压不住了。他居然主动凑上去，直接亲了上去。这一亲，瓦拉斯整个人当场傻眼。可塞勒涅眨眼间反应过来，羞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慌慌张张解释自己是还没睡醒，做事就想往后退。可人都送上门了，瓦拉斯哪还能让他就这么跑掉？他反手一把将他拽了回来，直接扣住他，反客为主亲了回去。这下换成塞勒涅彻底沦陷了，所有的理智
和克制，在这一刻全都不复存在。瓦拉斯低声确认他的意愿，得到肯定答复后，这一夜的温柔彻底将两人淹没。可谁能想到，就在这栋小屋的上空，居然一直有人在暗中注视着一切。死士受了主人的特别吩咐，奉命在暗中保护塞勒涅。可在这儿跟踪观察了一整天，他心里彻底有了答案。有瓦拉斯这么寸步不离的守着，根本不需要别人插手，塞勒涅安全的很。死士这才反应过来，塞勒涅根本就不是女巫，只是恰好跟女巫出现的时机重合，害得他白白躲了半天。可还没等他把心放回肚子里，一股恶心的气味就逼近了。真正的女巫还真就在这附近。好在夜平安过去，天刚蒙蒙亮，一辆马车就顺着小路赶了过来。扎斯坐在车上，笑得合不拢嘴，心里直打趣，自家大公跟夫人这一夜怕是过得甜甜蜜蜜。扎斯大声嚷嚷着：“您忠诚的中尉，这不就赶来了吗？可千万别太感谢我。”扎斯本以为自己能领个大功，结果瓦拉斯冷不丁来了一句：“你自己走回去吧。”这句话一出，扎斯整个人当场傻眼了。没等扎斯反应过来，瓦拉斯已经贴心的扶着塞勒涅上了马车。塞勒涅倒也乖巧，顺从的坐进了车里。这下倒好，堂堂大公居然亲自跑去当车夫，只留下扎斯一个人立在原地，对着远去的马车大喊大叫。马车在树影间缓缓前行，可独自坐在车厢里的塞勒涅心里却又开始七上八下了起来。谁能想到，这狭小的车厢里面居然还坐着另外一个人？对面的文森特居高临下，周身散发着危险的气息，就这么冷冷地盯着他。塞勒涅整个人僵在座位上，心都悬到了嗓子眼。眼前这人到底是谁？他就跟凭空冒出来的一样，刚才居然完全没有察觉。塞勒涅心里越想越发毛，按说无论遇到什么事，瓦拉斯总是第一个冲过来护着他，这一次怎么会允许陌生人就这么跟自己同车？细想起来，刚才瓦拉斯的反应简直就像根本没看到车里有人。塞勒涅越琢磨越害怕，难不成对面坐着的居然是个鬼魂？马车猛地颠簸了一下，塞勒涅缩在车厢角落，整个人慌到了极点。就在这时，文森特突然轻声安抚他别怕。文森特嘴角带着一丝笑意，直言自己特意跑这一趟只是为了见他一面。这人越是搭话，塞勒涅心里就越发慌。在他眼里，眼前这人跟恶鬼没什么两样，万一开口回应了，指不定会招来什么祸事。见他闭着眼硬是一声不吭，文森特反而笑了起来，觉得这姑娘挺有意思。就在这时，马车突然猛地一顿，急刹在了路边。还没等车里的人反应过来，车门被一股蛮力给硬生生拽开。瓦拉斯大喊着塞勒涅的名字，就这么直直冲了进来。看到熟悉的身影出现在门口，塞勒涅悬着的心可算能落下来了。车门这一开，塞勒涅就像找到了救命稻草，一下子扑进了瓦拉斯怀里，大喊着车里有鬼。瓦拉斯顺势将他紧紧护住，低声安抚着没事了。可他的眼神却彻底冷了下来，直勾勾看向车厢深处。因为瓦拉斯心里最清楚，平时塞勒涅绝不会这样呼救，只有遇到真正的危险，他才会慌成这个样子。把塞勒涅紧紧护在怀里，瓦拉斯这才冷静下来。如果塞勒涅刚才看到的不是鬼，那就说明有一个连他都没能察觉到的存在，刚才就贴在他身边。这人到底会是谁？与此同时，高处的树干上，文森特正默默注视着这一切。可还没等事情明朗，远处突然传来一声质问：贝利亚斯家的诅咒居然到现在都还没有解开吗？那声质问刚落，文森特便叹了口气，这诅咒还真就一点都没破。原本以为度过了一夜就能交差，可真相哪有这么简单？如果当初完成婚礼仪式的根本不是塞勒涅本人的身体，那就算两个人走到最后，这诅咒也绝不可能解开。这么一来，要不了多久，瓦拉斯就会彻底看清真相。可比起身份暴露，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凭什么当年那个毫无怜悯、冷酷至极的男人，曾经留下的只有噩梦，怎么到了塞勒涅这里，他就偏偏能温柔到这种地步？这背后的秘密，恐怕比所有人想象的还要可怕。罗温这下彻底失控了，明明两个人长得一模一样，凭什么瓦拉斯眼里就只有塞勒涅一个人？文森特忍着痛，连忙安抚，劝他再多给点耐心。现在塞勒涅所享受的一切，等时机到了，全都会原封不动归他所有。罗温听完这才冷静下来，追问他塞勒涅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文森特想起刚才的观察，只说那姑娘胆小得很，并保证会替他继续盯着，把塞勒涅的一举一动全都查个清楚。在旁人眼里，这两人的纠缠纯粹是在自讨苦吃。而另一边，瓦拉斯独自坐在桌前，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他赶忙回到塞勒涅身边，确认他身体有没有好受一些。塞勒涅轻轻靠在他怀里，这才踏实了不少。见他情绪稳定下来，瓦拉斯这才问起正事，让他仔细回忆一下刚才见到的到底长什么样。塞勒涅仔细想了想，说那人留着一头紫发，身材相当高大，虽然态度看起来很温和，身上却带着一股说不出的悲伤。塞勒涅还在回忆那人的长相，说那人确实挺帅的，换谁看都得承认是个帅哥。可这句话刚出口，瓦拉斯一下子抓住了重点，等等，对方居然是个男人。这下气氛彻底不对了，毕竟在所有人的认知里，掌控古老魔力的都被称为女巫，虽然理论上男女都有可能，但历史上可清一色全是女人。要是这次来的真是一个男女巫，那背后的水可就太深了。瓦拉斯赶忙追问塞勒涅，那个人是不是你的旧识？塞勒涅彻底被问懵了，刚才不都说了吗？那人神秘的就像个幽灵，自己怎么可能认识他啊？瓦拉斯心里那叫一个不是滋味，本以为经历了昨晚的温存，两个人之间终于有了希望。明明今天早上在小屋里，彼此的距离分明已经拉近了，他甚至真以为塞勒涅正在一点点向他敞开心扉。可
可谁能想到，这才一转眼的功夫，所有的美好就全碎了。他早就知道塞勒涅的真实身份，可现在居然又冒出来一个男女巫，甚至还私下跑去跟他碰面。想到这里，瓦拉斯这股无名火根本压不住，手上的力道一时没收住，连工具都给当场捏碎了。到底该怎么面对这个女人？瓦拉斯瘫坐在椅子上，只剩下满心的无奈与沉重。他们到底认识多久了？两个人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一个个疑问像刺一样扎在瓦拉斯心上。更让人后怕的是，那个人居然能避开他的感知。要是对方真有这本事，想溜进城堡内部，根本如入无人之境。瓦拉斯越想越不安，难道这段时间塞勒涅真的一直在跟那个人私下碰面吗？长长的叹了一声，瓦拉斯心里那股无力感这下彻底压不住了。画面一转，塞勒涅独自来到了繁华的主城区。上次出手时的异样感觉，让他敏锐地察觉到，这具身体似乎残留着某种战斗本能。只要能弄到一把合适的小弓，好好磨练一番，说不定就能成为自己保命的底牌。可外圈即使根本没有兵器铺，他只能顺着街巷一路碰运气。还没等他找到合适的店铺，后背突然被人猛地抓住，一道粗暴的声音从身后炸响，质问他是不是故意装作没听见。抓住塞勒涅的男人语气严厉，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训斥，催他赶紧回府，别在外面到处乱逛。塞勒涅被说得莫名其妙，可当对方看清他的模样时，当场就彻底傻眼了。眼前这位贵族赶忙低头赔罪，连声说自己一时眼花，把他给彻底认错了。见对方态度诚恳，塞勒涅道也没有计较，大方的原谅了这次失误。不过他可没打算就这么算了，顺势打听起那个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到底是什么来头。对方只能硬着头皮解释，说那是一位像亲妹妹一样的故人。塞勒涅这才恍然大悟，难怪刚才这人焦急成那样。眼看氛围缓和，对方赶忙主动提出要护送塞勒涅一程。这种好意塞勒涅哪敢接受，他直接一口回绝了。毕竟自己连木棍都挥不好，要是让人知道堂堂大公夫人私下跑出来买弓箭，指不定又得闹出多大动静。塞勒涅心里急得不行，赶紧婉言拒绝了对方的好意。这种热闹他可一点都不想凑。见他态度这么坚决，这位贵族也不好再多纠缠，客套了两句便主动道别。塞勒涅总算松了一口气，拔腿就赶紧离开了现场。可他根本没注意到，暗处正有一道目光默默注视着他远去的背影。而时间倒回到几个小时前，此时的瓦拉斯还在书房里忙着处理公文，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夫人早就偷偷溜出了府。越想越坐不住，当时瓦拉斯还在书房处理公文，心里却莫名有些不安。等他想去找塞勒涅时，正好看到他悄悄离开了外城，这下他更不放心了，当即套上大衣一路跟了过去。在瓦拉斯看来，要是塞勒涅真敢跑去私会那个人，自己绝对要让那家伙付出代价。可等他一路跟到街角，躲在暗处仔细一看，事情却完全不是他想的那样。塞勒涅非但没有答应对方，反而客客气气的一口回绝了，直言这是自己的私事，不劳外人费心。看到塞勒涅这么果断的拒绝，瓦拉斯原本绷紧的心弦一下子松了下来，甚至忍不住轻笑出声。看来这一切纯粹是他自己多虑了。刚从店铺里出来，塞勒涅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以为自己这次偷溜出来的计划简直完美无缺。可他还没走出多远，身后就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瓦拉斯不知什么时候居然直接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身后，这一下可把塞勒涅吓得不轻。明明出门前掩饰的挺好，怎么还是被抓了个正着？看着怀里藏着的家伙，瓦拉斯嘴上带着笑，直接伸手让他把背后的东西交出来。眼看这下彻底瞒不住了，塞勒涅只能尴尬的硬着头皮打哈哈。这下算是在人前当场抓包了。塞勒涅心里打着小算盘，既然原本的自己精通射箭，那提出来练习一下，应该不会引起怀疑吧？瓦拉斯听完毫不犹豫的答应了，还体贴的表示，既然是一把技术都给忘了，不管是骑马还是射箭，他随时都可以手把手重教。这话一出，直接把塞勒涅给说的有些害羞。谁能想到，平时看起来这么严肃的人，随口说出的承诺能这么甜？回想起来，每次遇到危险，他总是第一个挡在前面，毫不犹豫的把他放在第一位。别看他平时总是一脸冷冰冰的，可那份偏爱早就在每一个小细节里溢出来了。别看瓦拉斯平时身材高大的跟熊一样，可只要两个人在一起，他就认由塞勒涅拉着自己到处转。哪怕每次吃饭，他总是闷头把餐盘给塞勒涅堆得满满当当，这种笨拙又专一的偏爱，依然让人心里甜滋滋的。走着走着，塞勒涅看着身边的这个男人，心里一下子彻底通透了。原来不知不觉间，自己早就无可救药的爱上了他。可还没来得及好好享受这份心动，塞勒涅的眼神却突然沉了下来，因为眼下摆在面前的问题，恐怕远比他想象的还要棘手。塞勒涅心里同样不好受，自己假装失忆这件事，早就成了一根刺。看着瓦拉斯平时对自己的好，他心里只有说不出的愧疚。要是一辈子都瞒着他，以妻子的身份留下来，那岂不是要骗他一辈子？这种罪恶感根本不可能随着时间消失。在考虑自己到底配不配爱他之前，这层谎言就已经压得他快喘不过气了。见塞勒涅站着发呆，瓦拉斯忍不住低声问他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塞勒涅心里比谁都清楚，带着这么大的罪恶感去爱他，两个人就算再甜蜜，也不过是建在谎言上的假象。与其一辈子瞒着他，不如彻底做个了断。这下他是真下定决心了。塞勒涅转过身，径直看向瓦拉斯，坦白自己其实根本就不会射箭。还没等对方反应过来，他紧接着抛出了最核心的秘密，其实自己自始至终就根本没有失忆。
本以为坦白真相后会迎来狂风暴雨的审判，可瓦拉斯却平静的可怕，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他其实早就看穿了一切。”这下轮到塞勒涅彻底懵了。既然他早就知道真相，为什么没有一丝愤怒？眼里反而满是落寞。塞勒涅忍不住开口追问：“既然你什么都清楚，那你到底在难过什么？”瓦拉斯轻轻靠了过来，道出两人心照不宣的秘密。因为你的眼睛里分明装着同样的悲伤，明明彼此心意相通，却要被谎言反复折磨。别看瓦拉斯表面平静，其实内心早就慌成了一团。塞勒涅那欲言又止的模样，更让他急得抓耳挠腮，既想听他把话说清楚，又害怕听到最残忍的答案。还没等对方继续往下说，瓦拉斯脑子里连最坏的打算都演完了。要是塞勒涅坦白一切，说自己只是借用了身体，甚至对他毫无兴趣，直接收拾行李拔腿就走，那他岂不是要彻底失去他？回到现实的瓦拉斯，整个人都快被折磨疯了。在他看来，摆在面前的无非两条路，要么彻底把话说绝，从此一辈子困在这个家里，要么干脆接受这一切，两个人继续像从前那样甜蜜。可塞勒涅的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哪怕局势已经糟到极点，瓦拉斯心里也只有一个念头，不管用什么方法，他都绝不可能放他离开，只要能把他留下来，就算付出一切他也认了。塞勒涅整个人都懵了，他忍不住开口追问：“你到底是怎么看出来的？”瓦拉斯这才道出真相，其实早在最开始的时候，你的言行就已经露出了马脚，要是真想骗过我，就不该留下那么多漏洞。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塞勒涅干脆把最大的秘密彻底摊在了明面上。他声音颤抖着坦白，自己其实根本不是真正的塞勒涅。本以为这个重磅炸弹砸下来，两人的关系会彻底崩塌，可谁能想到，瓦拉斯连一丝迟疑都没有，只是无比坚定的回应：“这根本不重要。”瓦拉斯不仅没有怪他，反倒帮他把时间推算了出来。既然你说是在婚礼那天失忆，那你来到这里的真正节点，恐怕就是那一刻。听到这里，塞勒涅轻轻点了点头，承认了自己的秘密。瓦拉斯这才道出原委：新婚那天晚上，你看着我的那个眼神，就已经彻底抓住了我的心。塞勒涅怎么也没想到，原来自己的伪装早在最初就被看了个透。瓦拉斯语气无比认真，缓缓说出了心里话：对我来说，面前的早已不是过去的那个女人，而是那个突然砸进我生命里的你。瓦拉斯这番话一出，塞勒涅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还没等他回过神，就被一把紧紧拥入怀中。本以为最大的难题已经解决，可塞勒涅转念一想，新的麻烦又来了。就算身份这件事能翻篇，要是瓦拉斯接着追问自己到底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又该怎么回答？要是直接说自己一睁眼就在这具身体里，估计瓦拉斯的火气当场就要冒出来。要是再坦白自己来自另一个世界，那这火恐怕更得彻底炸开了。要是直接告诉瓦拉斯这个世界其实是一本书，而他就是书里那个脾气暴躁又危险的家伙，那画面光是想想都让人头皮发麻。所以到嘴边的话，塞勒涅还是咽了回去。既然最难的坦白已经过了，有些秘密倒不如先藏在心底，等两个人真正建立了信任，能坦然面对彼此的心意时，再找个机会好好说也不迟。没等塞勒涅多想，瓦拉斯已经先开了口：既然你有自己的难处，那从今往后我绝不会再多问一句，要是你想做的事只管去做，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会全心全意站在你这边。瓦拉斯不仅没生气，反倒给塞勒涅立了个新规矩，以后要是想撒谎，必须先找他商量，由他来帮忙把漏洞补齐，省得说出来被人一眼识破。这话一出，直接把塞勒涅给逗乐了。谁能想到他居然会用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的秘密？可瓦拉斯心里一点不敢放松，塞勒涅撒谎的本事实在太差，要是没他在旁边盯着，早晚得被别人给看穿。把话说开之后，两个人走在夕阳下，塞勒涅心里前所未有的踏实。走着走着，路边提前绽放的鲜花一下子吸引了塞勒涅的注意。这花开的实在奇怪。塞勒涅神秘一笑，直接凑到瓦拉斯耳边，让他今晚去卧房里找自己，要把秘密亲自展示给他看。这话一出，瓦拉斯整个人当场就傻了。本想套出点线索，没想到事情的走向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期。然而另一边，深不见底的黑夜森林里，氛围却阴森到了极点。表面平静的王都之外，罗温居然在暗中痛下杀手，被他死死掐住脖子的人连哼都没哼出一声。平静的日子恐怕马上就要被撕碎了。原本以为抓到了活口，能逼问出有用的线索，结果全被这多嘴的家伙给搅和了。眼看对方到了这个地步，居然还敢出言挑衅，罗文眼神一沉，彻底没了耐心。他直接干脆利落的出手，让这个不安分的家伙彻底消失在黑夜里，处理掉眼前的障碍。罗文神色依然冰冷，这些自作聪明的人总是跑出来破坏计划。可当他停下脚步，重新念起那个名字时，整个人竟显露出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偏执。曾经有人许下过承诺，只要能换来平静，自己愿意去承担一切，死事必须立刻向主人澄清真相。塞勒涅根本就不是什么女巫。原本平静的夕阳下，气氛瞬间变得微妙起来。塞勒涅笑着凑到他耳边，轻飘飘地留下一句话，让他今晚去卧房找自己。这句话的威力实在太大，直接让瓦拉斯彻底失去了思考能力。本来还在琢磨那些深奥的秘密，这下脑子里只剩下这句邀请。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直球，平日里雷厉风行的瓦拉斯也彻底不知所措了。深夜的房间里，火光温暖地照在两人身上。瓦拉斯看着眼前的塞勒涅，心里总算踏实了不少。看他现在这副放松的模样，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再想着逃跑了。本以为今晚
要见识什么了不起的秘密。结果塞勒涅却兴致勃勃地聊起自己小时候最喜欢的游戏，他熟练地把绳花编好，直接把手伸到了瓦拉斯面前，让他帮忙把绳子系起来。瓦拉斯哪里干过这种细致活，看着那纤细的手指，再看看粗糙的绳子，一时间竟有些束手无策。看着他这笨手笨脚的样子，塞勒涅忍不住开口催促，让他放心用力系紧，自己一点都不疼。可瓦拉斯却收住了手，生怕稍微一用力就把他给伤着了。塞勒涅看着自己的成果，高兴的不行，还兴致勃勃地问瓦拉斯要不要给他也安排上一套。瓦拉斯哪受得了这个，连忙摆手拒绝，让他赶紧把脚上也弄完。本以为他只是随口一说，谁知道瓦拉斯直接凑上前去，非要亲自上手帮忙。塞勒涅还没来得及推辞，对方的动作就已经落了下来，这手一碰上去，氛围立刻就不一样了。瓦拉斯一边忙活，一边还在心里嘀咕，平时看他到处跑的欢，这会儿倒显得这么娇气，眼看就要搞定。瓦拉斯顺口问了一句，是不是觉得有点痒？塞勒涅支支吾吾，这突如其来的接触让他整个人都不知道该往哪躲。瓦拉斯正叮嘱他别动，可话还没说完，他却一下子停下了动作。瓦拉斯这突然的一吻，直接打破了两人之间的平静。塞勒涅被这出其不意的举动搞得猝不及防，连话都说不连贯了。可瓦拉斯根本没打算收手，反而顺势凑得更近，轻轻吻上了他的肩头。这下子原本的打打闹闹，彻底变成了推不开的暧昧。瓦拉斯靠在眼前，低声问了一句：“可以吗？”还没等塞勒涅给出答案，他就已经轻轻吻了上去，把所有的深情都融进了这一刻。塞勒涅还想出声提醒，说身上的丝带还没处理好，可瓦拉斯哪还听得进这些？他轻声安慰了一句：“别担心，今晚你什么都不用去想。”这一刻，所有的不安和隐瞒都失去了意义，两个人彻底沉浸在独属于他们的温柔里，所有的爱意都化为了最深沉的陪伴。天刚蒙蒙亮，清脆的鸟鸣破开了晨光。塞勒涅一睁眼，这才猛地想起昨晚的正事，他赶紧抬手看了看，看着染得漂亮的指甲，塞勒涅心里别提多满意了。瓦拉斯顺势把他搂紧了些，随口问了一句：“就为了这点小事，值得这么费心思吗？”塞勒涅小声嘟囔，自己从小就盼着能跟家人一起染，偏偏之前还总被他各种怀疑。这话听得瓦拉斯心里一沉，本以为两人已经敞开了心扉，可看着怀里的人，瓦拉斯心里忍不住嘀咕：这小兔子难道到现在还在想着要逃跑吗？瓦拉斯把怀里的人搂得更紧了，既然他想做，那他就绝对会支持到底。瓦拉斯突然提起之前听他说想练习射箭，所以已经把一切都准备好了。瓦拉斯问：你现在感觉怎么样？要是觉得累，随时都可以推迟。塞勒涅笑着说：我现在精神好得很。结果一出门，眼前的景象直接让人看傻了。院子里不仅摆好了箭靶，甚至还准备了满桌精致的甜点。这哪里是来练习射箭的，简直就像是要办一场盛大的宴会。塞勒涅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瓦拉斯回答：既然是来练习，那当然什么都不能缺。这宠溺的镜头真是让人一点办法都没有。瓦拉斯二话不说，直接拿起弓箭，当场就给他露了一手。这一箭射的那叫一个准，直接正中红心。塞勒涅在旁边看得直拍手，直夸他厉害。看他射得这么轻松，塞勒涅也忍不住想亲自试试。瓦拉斯倒也大方，直接贴到他身后，手把手的叫。可这距离一下子拉得太近，塞勒涅这下彻底慌了神，这分明是在考验他的定力啊！这距离近的实在有些过分了。瓦拉斯轻声叫他塞勒涅，他一边说着一边贴得更近了。瓦拉斯接着叮嘱左臂要伸直，塞勒涅脑子里一片空白，只能乖乖听话。塞勒涅小声应了一句好。瓦拉斯顺势握住他的手，帮他调整好姿势。他又在耳边轻声说右肘像这样抬起来。瓦拉斯还在耳边不停念叨手肘要像这样抬起来。结果这一箭射出去，居然还真的中了。本以为射完就能松口气，瓦拉斯却根本没打算放手。他一本正经的提议，现在得空手多练练姿势。塞勒涅小声试探着问：我现在能先走开吗？瓦拉斯却直接回答：最好多练几次，免得忘了。嘴上说着是为了帮他加深记忆，手上的动作却一点都没停。这哪里是在叫射箭，分明就是想借机多贴一会儿。看来今天这支箭是注定练不明白了。这距离近的连呼吸都快贴到一起了。塞勒涅表面上还在听他讲怎么握弓，心里早就乱成了一团乱麻。瓦拉斯倒是一本正经，还在那里耐心的指点。可塞勒涅实在是撑不住了，他红着脸小声抗议：这离得也太近了。瓦拉斯顺势问他是不是觉得不舒服，结果塞勒涅连连点头，根本不带半点犹豫的。可瓦拉斯根本没打算放手，他一本正经的解释：刚开始一个人很难稳住姿势，在适应弓的拉力之前，最好还是由我来帮忙。什么拉力不够，全都是他瞎编的借口。拉弓这事本来就要靠自己多练，可单纯的塞勒涅现在还被他蒙在鼓里。就在瓦拉斯暗自得意的时候，旁边突然传来一声冷冷的质问：你们这是在干什么？这温馨的二人世界还没温存多久，就被一个不速之客打断了。西内亚突然找了过来，塞勒涅赶紧找借口，说自己只是在练习射箭，可西内亚却一语道破：你以前的箭术明明很好，眼看就要露馅。瓦拉斯直接挡在身前护短，他冷冷的解释：上次满月他受了惊吓，已经把怎么用功给忘了。这话里有话，西内亚一听就明白了。不过他今天过来可不是为了纠结射箭的事。西内亚直接带出了一个坏消息，奈芙蒂斯失踪了，而且在森林里发现了烧焦的痕迹。西内亚心里很清楚，那个失踪的巫女可不弱，怎么可能一碰到塞勒涅就消失？看来这个看似无害的小兔子身上还藏着更可怕的力量。
西内亚忍不住冷笑，居然说忘了怎么射箭，这借口找的也太假了。瓦拉斯这么极力维护，分明是在警告自己别再查下去。西内亚直接开口质问：“你怎么偏偏就忘了这一件事？”不过还没等塞勒涅回答，他又话锋一转，说这事跟自己没关系。可瓦拉斯根本不买账，他直接把塞勒涅护在身后。瓦拉斯冷冷地问：“你到底想说什么？”他忘掉的可能比这还要多，这护短的架势真是一点都不打算遮掩了。西内亚冷笑一声：“你真以为这种鬼话能骗得过我吗？”塞勒涅一时间被问得根本不知道怎么接话。西内亚倒也没打算逼得太紧，他冷冷地表示，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有任何问题直接来找他。其实西内亚心里很清楚，瓦拉斯之前那副护短的架势，两人的态度早就说明了一切。只要瓦拉斯自己心里有数，知道塞勒涅的真实身份，那他这个当姐姐的也懒得再多管闲事。眼看气氛稍微缓和了一些，塞勒涅赶紧找了个台阶下，小声问他要不要喝杯茶。这小心翼翼的样子，倒真让人拿他没办法。西内亚就这么盯着他，半天没有说话。塞勒涅在旁边坐立难安，生怕对方不给这个面子。好在西内亚笑了笑，直接答应了下来。好啊！一听这话，塞勒涅立刻高兴起来，赶紧趁热打铁。那咱们一边喝茶一边做刺绣，我来教你。看着西内亚脸上的笑容，塞勒涅心里直犯嘀咕，真不愧是亲姐弟，这笑起来的模样简直跟瓦拉斯一模一样。茶会总算是顺利办起来了，塞勒涅正享受着这难得的平静，可越是这样，旁边的人就越是坐立难安。瓦拉斯看着眼前的和乐融融，心里却一点都轻松不起来，这种平静反而更像暴风雨前的宁静。之前为了护着塞勒涅，他甚至不惜跟西内亚摊牌，承认自己早就看穿了一切。可西内亚这个人心思实在太难琢磨了，为了以防万一，必须得提前做好最坏的打算。安娜是最合适的人选，他对西内亚了如指掌，真要出了什么变故，也只有他能应付得来。从现在开始，安娜得全天候守在塞勒涅身边，至于原本的女仆长工作，就只能先交给马蒂尔德去分担了。瓦拉斯倒是一脸轻松，甚至还挺得意，可塞勒涅心里却完全是另一番滋味。刚才还贴得那么近，这会儿他倒像个没事人一样，直接开始发呆了。难道从头到尾只有自己一个人在自作多情？每次只要他一靠近，自己就紧张的不行，可对方却能这么收放自如。越琢磨就越指向那一个可能，那就是瓦拉斯对自己根本就没有那种心思。正因为不在乎，所以他才能那么自然的牵手，那么毫无顾忌的贴过来，这感觉真是让人难受的厉害。塞勒涅本来计划的挺好，想跟西内亚说点女孩子之间的悄悄话，结果瓦拉斯这个电灯泡居然坐在旁边一动不动，根本没有要走的意思，这可把塞勒涅气得够呛。这家伙怎么这么没有眼力见？不过转念一想，这么说他好像也有点太重了。既然指望不上他主动开窍，那就只能自己掌握主动权了。塞勒涅一咬牙，决定主动出击。他想起以前看过的那些爱情电影，男女主角坐在桌前，女生在桌子底下用脚去碰男生的腿，这招绝对是百试百灵。对啊，现在眼前不就正好有一张桌子吗？这简直是天赐良机。塞勒涅这下彻底下定了决心，成败就在此一举了。既然已经下定决心，做出了决定，那就没有什么好犹豫不决的了。在隐秘而狭窄的桌子底下，塞勒涅伸出脚直接碰了过去，还没等对方做出任何反应，西内亚却突然站起身来告辞。这突如其来的举动瞬间打乱了塞勒涅的全部计划，他只能尴尬地笑着随声应和。不过西内亚的突然离去，反倒给另一个人创造了绝佳机会。瓦拉斯顺手去拿篮子里的线，却不小心把塞勒涅的手按个正着，这下可真是彻底弄巧成拙。塞勒涅紧张的一时间手足无措，为了打破这尴尬而暧昧的气氛，他只能慌乱地询问要不要喝杯茶。话一出口，塞勒涅才反应过来，这场突如其来的单独茶会，他其实什么都没有准备。他赶紧红着脸让对方稍等，为了不让这难得的机会泡汤，他手忙脚乱地搬出所有茶具，可越是焦急就越容易出错。瓦拉斯在一旁静静看着，眼里满是藏不住的笑意。这个小姑娘显然不擅长应酬，但她那副认真紧绷的模样却让人有些舍不得打断。不过是一杯普通的红茶，硬是被他摆出了国宴的架势，这哪里是在招待客人，分明是把满腔的期待都端了上来。可现在最关键的不是点心准备得够不够多，而是瓦拉斯到底满不满意。瓦拉斯轻轻抿了一口茶，终于给出了他的评价，味道确实很不错。听到这句肯定的话语，塞勒涅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其实他平时只喝速溶茶包，哪里懂得什么茶叶好坏，不过茶水只是个幌子，他真正的计划现在才要开始。刚才在桌底下的试探，瓦拉斯其实早就察觉到了，可他迟迟没有等到下文，还以为只是自己的错觉。这一脚的力道可真不轻，瓦拉斯当场疼得闷哼出声。塞勒涅这才猛然意识到自己似乎闯了大祸，他慌忙站起身连声道歉，询问对方有没有受伤，解释自己绝对不是故意的。瓦拉斯强忍着痛楚，摆摆手，示意自己没事，让他先坐下。虽然嘴上说着没关系，可刚才那一脚踢中的位置实在让他有些难以招架，只能深呼吸让自己冷静下来。这个女人明明什么都不懂，做出来的事却如此大胆致命，偏偏她还一副无辜的模样，这换做谁都无法招架。塞勒涅此时也后悔不已，怪自己刚才不该用那么大劲，可直到现在他都没反应过来自己刚才到底踢中了哪里。瓦拉斯无奈地叹了口气，安慰他自己真的没有大碍，顺便问他是不是腿抽筋了。接着他伸出手去让塞勒涅把脚交给他，塞勒涅吓得赶紧出声拒绝，觉得这种举动实在太不妥当。
可瓦拉斯态度异常坚决，执意要帮他检查一下伤势。塞勒涅越是扭捏抗拒，瓦拉斯就表现得越发强势，他只好红着脸小声提醒，担心自己的腿会太重。可这点重量对瓦拉斯来说根本就是微不足道，一番折腾下来，反倒让塞勒涅羞红了脸。然而瓦拉斯的体贴并未结束，他神色突然变得严肃起来，说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塞勒涅必须立刻知晓。他已经决定让安娜留下来，负责引导塞勒涅今后的行动。瓦拉斯终于吐露了实情，那个叫安娜的女人其实是女巫，而且对方早就已经看穿塞勒涅同样也是女巫的身份。听到这个消息，塞勒涅彻底懵了，他急忙辩解自己根本不是女巫。瓦拉斯并没有继续追问下去，只是安排了女护卫贴身保护他，并承诺今天会有女护卫陪同，自己也会尽可能留在他身边。塞勒涅越听越觉得糊涂，完全搞不懂这到底是什么安排。瓦拉斯深情地看着他，表示就算她真的是女巫，自己也不在意，她想做什么都可以放手去做。来到这里的真正目的，她绝不插手。虽然这番话听起来是体贴，但塞勒涅心里却觉得有些刺耳，他显然还是不信任自己。塞勒涅连忙出声打断他，强调自己来这里没有任何目的，而且他真的和女巫毫无关系。塞勒涅急切地想要解释清楚，可瓦拉斯一旦认定了某件事，就绝对不会轻易改变想法。瓦拉斯沉默了片刻，还是决定把选择权交到他手上，承诺无论他需要什么帮助，自己都会毫无保留地支持他。如果这些话让他感到不舒服，他愿意一直耐心地等下去，直到他愿意主动坦白一切。塞勒涅无奈地叹了口气，表示自己很感激他的这份心意，但问题根本不在于坦白与否，而是他从一开始就误会了，自己真的不是什么女巫。可在瓦拉斯的认知里，这不过是他掩饰身份的借口。身为高高在上的贝利亚斯大公，能对一个女巫做出这种承诺，已经是破天荒的让步了。为了能够让他彻底安心，哪怕需要自己放低姿态，他也认了。可如今两个人完全是个说个话，这场误会反而变得越来越深。瓦拉斯其实只是想用这种方式哄着他慢慢对自己敞开心扉，哪怕现在不行，以后也总有机会。可他这种自以为是的体贴，反而把眼前的局面搞得更糟，两人的关系瞬间降到了冰点。塞勒涅冷冷地看着他质问，问他是不是已经把话说完了。他指责瓦拉斯口口声声说等待，其实根本就没打算听他的解释，他早就擅自做出了判断，连一个自证清白的机会都不给。可现在瓦拉斯却连看都不看他一眼，这让塞勒涅感到无比愤怒。难道把话说完就要开始装聋作哑吗？这种被冤枉的委屈涌上心头，他根本不知道该如何收拾残局。可偏偏自己心里又极度在乎他，真的很害怕这个误会导致两人的关系彻底破裂。越想越觉得心里抓狂，这下麻烦真的彻底闹大了。塞勒涅终于按捺不住，情绪爆发了。他大声质问对方不要再假装关心，如果他根本没有准备好面对真相，就应该直接坦白说出来，至少这样还能算得上是坦诚。听到这话，瓦拉斯也彻底搂不住火了，他猛地一拍桌子，愤怒地质问他居然还有脸跟自己谈坦诚？事情都已经发展到了这个地步，为什么他还要一直隐瞒下去？塞勒涅被他吼得整个人都懵了，下意识反问自己到底隐瞒了什么。瓦拉斯直接站起身，大声揭穿，指出他曾亲口承认自己不是塞勒涅。既然他坚称自己不是女巫，那又该如何解释占了别人身体的事实？这最核心的秘密被当众戳穿，空气在这一瞬间仿佛彻底凝固。塞勒涅的语气终于软了下来，他无奈地解释自己也不知道原因，只是某天一睁开眼就突然变成了现在的塞勒涅。这下轮到瓦拉斯彻底愣在了原地，他怎么也想不到真相居然会是这样。塞勒涅委屈的眼泪夺眶而出，大喊着自己根本不想来到这里。说完这句话，他直接转身跑了出去，伴随着大门被重重关上的巨响，两人的谈话彻底宣告破裂。瓦拉斯独自一人站在空荡的房间里，过了许久都没能从震惊中缓过神来。刚才塞勒涅所说的那番话带来的信息量实在是太过庞大，他万万没有想到真相会如此离奇。城堡的例会终于结束，瓦拉斯却根本无心公事，他独自坐在椅子上发呆，整个人显得魂不守舍。一旁的扎斯看不下去，直接开口劝他去道歉。瓦拉斯顿时有些急躁，反问对方到底懂什么。扎斯却一点面子都不给，直言不管发生了什么，肯定都是瓦拉斯的错。这句话瞬间让他哑口无言。等所有人离开房间，只剩下瓦拉斯独自叹气，他现在彻底束手无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挽回。安娜按照先前的吩咐，准时来到房间报道。从今天起，她将贴身保护塞勒涅。此时的塞勒涅正坐在窗前，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平静，但任谁都能看出他眼中的难过。安娜是个聪明人，知道此事不该多问，她恭敬地向女主人行礼，表示自己会尽职尽责。塞勒涅勉强挤出一丝微笑，轻声回应说：“那就拜托你了。”她不想让身边的人担心，只能咬着牙拼命硬撑。看着女主人这副模样，安娜在心中暗自叹息，她和公爵大人肯定闹翻了。安娜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塞勒涅性格如此善良单纯，怎么可能会是犯错的那一方？这绝对是瓦拉斯公爵的问题。眼看已经到了午餐时间，安娜主动询问女主人要不要把马蒂尔德叫过来。塞勒涅轻轻点头答应。可当丰盛的饭菜摆上桌，她看着精致的佳肴，却毫无胃口。为了不让准备饭菜的厨师伤心，塞勒涅主动开口邀请身旁的人，希望对方能留下来陪自己用餐，毕竟这么多菜一个人根本吃不完。既然女主人主动开口邀请，马蒂尔德自然不会推辞。她恭敬地表示
这是自己的荣幸。虽然两人坐在了同一张桌前，但贵族的规矩依然不能废除。塞勒涅刚准备端起汤碗，就被一旁的马蒂尔德出声打断。原来是拿勺子的姿势不合礼仪。塞勒涅有些慌乱的赶紧调整，这顿饭吃的让他有些哭笑不得。虽然动作看起来有些笨拙，但塞勒涅学得非常认真。看着眼前努力适应贵族生活的女人，马蒂尔德不禁回想起他们初见时的场景。马蒂尔德当初怎么也想不到，这位尊贵的大公夫人居然连最基本的餐具都不会用。瓦拉斯是个常年在外的粗人，不懂这些繁文缛节倒也罢了，可贴身伺候的安娜竟然也不叫，这简直就是严重的失职。更夸张的是，整个城堡里居然只有马蒂尔德一个女仆在忙活，这哪里是公爵夫人该有的待遇？起初马蒂尔德以为是婚礼太仓促，可随着时间推移，情况毫无改善。夫人以前只是个乡下贵族的女儿，根本没有接触过上流社会的礼仪，这让马蒂尔德越想越觉得气愤。不管塞勒涅以前是什么出身，她现在都是名正言顺的公爵夫人，绝不能平白无故受这种委屈。塞勒涅明明才只有20岁，既然把什么都不懂的她娶回家，就应该好好教导她适应这里。可瓦拉斯和安娜却不闻不问，任由她在这座城堡里遭受冷落。塞勒涅自己却完全没有察觉，他反而因为这顿饭吃得很开心，笑着邀请马蒂尔德以后经常一起用餐。马蒂尔德赶紧恭敬地答应下来。看着因为学会礼仪就满足的夫人，马蒂尔德心中忍不住泛起一阵心疼。就在他有些失神的时候，马蒂尔德夸赞他的指甲好看，这句话瞬间把马蒂尔德拉回现实。他暗骂自己刚才实在太忘形，居然在主人面前如此失态。塞勒涅正愁找不到聊天的话题，见马蒂尔德有些局促，便笑着提议，如果对方喜欢，也可以去把指甲染个颜色。马蒂尔德一时间有些反应不过来，塞勒涅见状，心里顿时有些退缩，担心是不是自己表现得太热情，对方可能只是在和他客套。其实马蒂尔德只是感到太意外了，在这座冷冰冰的城堡里面，马蒂尔德是唯一和他年纪相仿的人，但两人平时相处却极有距离感。可人心毕竟都是肉长的，在这沉闷压抑的城堡生活里，能有个人陪着吃饭聊天，甚至真心实意地夸赞自己。见马蒂尔德迟迟没有开口说话，塞勒涅心里开始有些打鼓。今天先是在瓦拉斯面前丢脸，现在又在侍女面前出洋相，他尴尬的想要给自己找个台阶，连忙解释说，如果为难就当没说过，自己只是因为今天开心才多说了几句。看着女主人小心翼翼的模样，马蒂尔德心中一软，笑着询问该怎么弄。这句话瞬间让塞勒涅高兴起来，他兴奋的一把拉住马蒂尔德的手。这位名义上高贵的大公夫人，其实只是个远嫁他乡的年轻姑娘，在这冰冷的城堡里极度渴望温暖。然而就在两人拉手说笑的时候，窗外突然出现了一只黑色的乌鸦，正死死盯着屋里的一举一动，随后拍打着翅膀瞬间飞走。那只黑色的乌鸦在天空中飞过，几根黑色羽毛缓缓飘落下来，它飞越层层屋顶，落入远处的宅邸。屋内的紫发男人正用花枝染指甲，但他的手法实在有些粗糙，红色的汁液几乎糊满了双手。罗温却显得不以为意，淡淡的表示大公夫人就是这么染的。男人无奈的抱怨自己费了多大劲才看清那个女人的手指，他抱怨自己本来就有一堆忙不完的事，却还得被迫盯着那两个女人闲聊。随后他提议要不要直接回雪山去。罗温听后轻声开口安慰他，表示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他了。听到男人的抱怨，罗温彻底发火，毫不客气的直接下了逐客令。紫发男人也气得不轻，转头就走。两人的关系显然已经降到了冰点。其实罗温心里烦躁无比，他根本不想再回到寒冷的雪山。更让他感到无比难受的是，那个与他相伴了无数年的男人，却从未真正把他当成女人看待。既然无论如何都捂不热对方的心，他也不想再继续作践自己。这一次他是真的打算彻底放手了。那个一直躲在暗处的罗温，终于在这一刻做出了决定。他不再打算整天围着那个男人转，因为他手里还握着最后的底牌。他不仅拥有极其强大的魔法，还有那个一直在等待他的瓦拉斯。罗温已经彻底下定了决心，他绝对不会再继续被动等下去。他低声呢喃着瓦拉斯的名字，表示自己现在就去寻找对方。西内亚独自在实验室里忙碌，不知不觉间天色已暗。看着窗外的夕阳，他终于停下了手里的动作，因为那瓶神秘的药水终于配置成功。这瓶散发着奇异光芒的药水，能够彻底剥夺克罗顿的力量，也是西内亚精心准备的底牌。毕竟那个女人的实力太强，甚至能轻易击败奈芙蒂斯。想要让对方乖乖交出魔法，恐怕没那么容易。但如果可以的话，西内亚还是想尽量避免正面冲突，毕竟能用药水解决的事情，又何必非要动手呢？他收起药水，转身离开，接下来的计划全看他了。房门被推开，西内亚直接走了进来。塞勒涅一看到他，顿时高兴起来，笑着问要不要一起吃晚饭。可西内亚却完全没有心思，他反手关上房门，严肃地盯着塞勒涅，问他刚才是不是偷偷哭了。塞勒涅一下子没反应过来，没想到自己掩饰的这么差，他有些不好意思的解释，之前确实有点难过，不过那都是几个小时前的事了，难道现在还能看出来吗？塞勒涅顿时有些慌张，担心马蒂尔德和安娜也看出来了，那可就太丢人了。看着眼前委屈的姑娘，西内亚心里的怒火瞬间升起，那个男人居然把她惹哭了，然后就这么拍拍屁股走了吗？这笔账绝对不能就这么算了。西内亚一提起瓦拉斯就来气，这个没用的男人真是让人指望不上。既然心里不痛快，那就别在屋里憋着了。西内亚
直接拉起塞勒涅，带他出去转转。塞勒涅整个人都懵了，不知道要去哪里。西内亚微微一笑，说要带他去喝一杯。这下塞勒涅更傻眼了，连个准备都没有就直接出门了。画面一转，两人已经来到了街上，这里到处都是喧闹的人群，和冷清的城堡完全不同。塞勒涅有些紧张地看着四周，询问这是什么地方。西内亚道是一夜淡定，说这里是橡木桶酒馆，今天就在这儿吃。西内亚看着站立不安的塞勒涅，说一直站着腿该酸了，这就让人给他搬个座位。塞勒涅刚想答应，旁边就传来一声巨响，一个壮汉把大木桶重重砸在地上，这动静把塞勒涅吓了一跳。西内亚道是一点不意外，解释说这地方可没有椅子，大家平时都是坐这种旧木桶。塞勒涅这下彻底傻眼了，不过既然人家都搬来了，塞勒涅还是礼貌地坐了上去，笑着向对方道谢，结果把那干活的小伙子整得满脸通红。西内亚熟练地招呼店员，要了一杯纯酒和一杯招牌特调，没一会儿冰凉的酒水就倒满了杯子，酒馆的夜生活正式拉开序幕。西内亚特意点了杯度数低的甜酒，想让塞勒涅放松一下。塞勒涅一听，顿时高兴坏了。结果几杯酒下肚，这姑娘直接喝高了，傻笑着直呼这酒真好喝。看他喝的差不多了，西内亚这才开始套话，问他刚才到底为什么哭。一提到伤心事，塞勒涅的情绪瞬间低落下去，小声说他们吵架了。西内亚追问是不是和瓦拉斯，塞勒涅委屈的不行，说瓦拉斯居然怀疑她是女巫，明明自己都解释过了，可他根本不相信。塞勒涅越说越委屈，一巴掌拍在桌子上，控诉瓦拉斯早就认定她是女巫，可他根本不知道，此时此刻瓦拉斯就坐在旁边，将他的一字一句听得清清楚楚。听到这里，瓦拉斯再也忍不住了，直接站起身来，旁边的扎斯赶紧拉住他，劝公爵大人现在还不是时候。可瓦拉斯哪里听得进去，冷冷的让那些说闲话的家伙闭嘴。不过瓦拉斯怎么会出现在这儿？事情还得从几个小时前说起。当时在瓦拉斯的书房里，扎斯急匆匆的跑来报信，说夫人正和西内亚一起出门。瓦拉斯哪里还坐得住，立刻抓起外套带人跟了上去。这两个人一路尾随，眼看着前面的两个女人走进了酒馆街，扎斯在旁边直摇头，说他们这是去酒馆的路。旁边的瓦拉斯已经快要气炸了。瓦拉斯这下真急了，立刻命令扎斯去叫护卫队，毕竟塞勒涅根本不会喝酒，这要是喝醉了可就麻烦了。其实就在刚才，为了能暗中盯着他们，扎斯直接用一大袋金币把酒馆最好的位置给包了下来。拿了钱的客人自然高兴的让了座，这下他们终于能在暗处盯着了。可事情的发展往往不尽如人意，麻烦很快就找上门了。为了不让秘密传出去，瓦拉斯直接让人清空了酒馆，只留下自己的亲信。可女巫这两个字还是在人群中悄悄传开了，要是再让他这么说下去，后果根本无法设想。瓦拉斯决定立刻带他离开，可还没等他碰着人，塞勒涅突然哭着质问，我们不是夫妻吗？这一句话直接让瓦拉斯停下了动作。塞勒涅委屈的哭诉，自己本来想和他白头偕老，手牵着手一起走到满头白发，可现在全被他给毁了。听到这些，瓦拉斯彻底愣在原地，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平日里看似什么都不在乎的姑娘，心里居然一直憧憬着他们的未来。可现在周围全是刺耳的议论，他到底该怎么挽回这一切？旁边的人忍不住好奇，开口问塞勒涅，公爵大人为什么会怀疑她是女巫？塞勒涅这下彻底崩溃了，大声反驳自己根本不是女巫，甚至连女巫是什么都不知道。他又不住在糖果屋里，也不会去偷人鱼的声音，更不会骑着扫帚飞。听到这些话，周围人的目光唰的一下全盯着瓦拉斯，大家都觉得是瓦拉斯的错，连他身边的人都忍不住开始嫌弃他。塞勒涅越说越伤心，他本来以为两人的关系终于有了进展，结果他却莫名其妙非说自己是女巫，难道就是因为这个，他才从来没把她当成女人看待吗？这下好了，周围人的指责和白眼直接把瓦拉斯淹没，大家都在背后指指点点，觉得他根本配不上这么好的姑娘。可即便被伤得这么深，塞勒涅心里却还是记着他的好。在他心里，瓦拉斯一直都是那个最值得依靠的人。可越是这样，现在的伤害就越让人难受。塞勒涅捧着脸一脸幸福的傻笑，他说瓦拉斯对自己真的很好，不仅一直以来都非常可靠，而且还特别懂得怎么照顾人。这话一出，整个酒馆瞬间安静了。西内亚整个人当场听傻了眼，那个冷酷无情的瓦拉斯可靠，而且还特别会照顾人。塞勒涅红着脸继续甜甜的解释，因为他本性其实非常温柔，虽然最开始觉得他挺可怕的，就像是书里写的那种怪物。西内亚的表情彻底绷不住了，旁边听戏的人下巴都快惊掉了。塞勒涅却还在不停的夸赞，他只是不擅长表达而已，其实内心深处特别善良。听到善良这两个字，躲在暗处的瓦拉斯整个人都傻了，旁边的人更是直接抱头惊呼，这说的是那个冷酷的公爵吗？塞勒涅忍不住开始委屈的抱怨，当初看他那么温柔，还以为他有意思，结果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有一次他特意精心打扮了一番，穿着露肩礼服，还踩着高跟鞋，结果瓦拉斯一开口，居然问他是不是长高了。旁边听戏的人简直要无语死了，这男人到底是有多不解风情？塞勒涅越想越气，他到底把自己当成多大的小屁孩？当时他气得直接反问对方，难道我看起来还在发育吗？结果那家伙居然还一脸认真的否定。塞勒涅这下算是彻底明白了，合着在他眼里自己就是个小毛孩，不对，他之前还说她是女巫来着，所以在他心里，她其实是个正在发育的青春期女巫。西内亚
在旁边静静听着，顺手递过去一张手帕。塞勒涅接过手帕，继续大肆诉苦，说他之前明明亲口说过她长得一般，可最搞笑的是就在前一天，他居然又破天荒的夸她漂亮。怎么一个人的态度能变这么快？塞勒涅越说心里越觉得委屈，既然不是真心的，就别说这种话，为什么要这样捉弄别人的感情？塞勒涅委屈的直打嗝，他想不通瓦拉斯夸她漂亮的时候，是不是忘了她是个女巫？他觉得自己的幸福婚姻彻底泡汤了。这下瓦拉斯直接成了众矢之的，周围的手下全都用嫌弃的眼神瞪他。平日里威风凛凛的公爵大人，一下子变成了十恶不赦的负心汉。旁边的人赶紧凑过来安慰他，说公爵简直是个无可救药的木头，这么可爱的姑娘怎么可能是女巫？这分明就是降落人间的天使，把这么好的姑娘骗到手还不珍惜。酒馆里这下彻底炸开了锅，大家七嘴八舌的替色勒涅打抱不平。有人吐槽瓦拉斯是不是眼睛不好使，夸人都不会，居然问是不是长高了。还有人觉得他简直是在胡说八道，这么漂亮的姑娘居然还嫌弃。这下瓦拉斯是彻底犯了众怒，旁边的人赶紧安慰塞勒涅，说她绝对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人。塞勒涅却叹了口气，满脸失落，谢谢你替我说话，但他肯定不想要我这种妻子，又没有魅力，还像个可怕的女巫。这话一出，旁边的人直接怒骂渣男。瓦拉斯在旁边听得浑身不自在，可谁也没想到，塞勒涅突然站起来，大声反驳：“不许你们这么说他！当初是他把我从湖里背出来的，遇到狼群的时候，也是他保护了我。”塞勒涅越说越激动，他又勇敢又强壮，甚至能单手把我抱起来，他真的超级酷。听到这里，在场的护卫们心里全酸了。公爵大人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这么好的姑娘怎么就便宜了他？瓦拉斯这下是彻底没话说了。其实在大家心里，塞勒涅早就是公爵夫人了，毕竟上次瓦拉斯发疯的时候，可是他拼命把人给拉回来的。在大家眼里，他早就是自己人了，而且他才刚满20岁啊，这么漂亮又温柔的姑娘，瓦拉斯怎么舍得这么对她？这下大家心里更心疼她了。塞勒涅越想越委屈，甚至开始胡思乱想起来，要是以后有别的女人倒贴他怎么办？要是来个绝世大美女，他是不是就跟着人家跑了？守卫在旁边听得直撇嘴，你真觉得那家伙有那么好吗？塞勒涅一下子被问住了，可他还是红着脸小声嘟囔，他就是长得很帅啊。听完塞勒涅的真心话，旁边的客人们全被萌化了。扎斯忍不住低声调侃瓦拉斯，你小子真是走了大运了。这下连瓦拉斯也有些不好意思了。就在这时，旁边一个守卫凑了过来，塞勒涅有些迷糊地问他是谁。守卫恭敬地回答，我是礼仪守卫德伯龙。一听到这个名字，塞勒涅一下子笑了起来，我想起来了，结婚那天我鞋跟太高，一直摔跤，是你用剑帮我把鞋跟削掉的对吧？守卫有些受宠若惊，没想到夫人还记得这件小事。可这句话一出，旁边的瓦拉斯和扎斯彻底懵了，因为他们心里很清楚，婚礼是在灵魂互换之前举办的，现在的塞勒涅怎么可能记得？扎斯在一旁低声嘀咕，如果他的灵魂根本没换，而是有人动了他的记忆呢？而且最近总有一只怪鸟老是趴在窗户外面往里瞅。听完这些，瓦拉斯立刻有了主意，其实他们早就查到了那个浑身缠满绷带的罗温躲在哪里，之前一直没动手，是怕他和塞勒涅有什么关系。可如果塞勒涅的记忆真的是被人动了手脚，那这个罗温就绝对不可能是同伙。瓦拉斯冷冷地下达命令，把那小子给我抓回来，就算他是男的，也得用对付女巫的刑具伺候，只要能让他开口说话，用什么手段都行。手下恭敬的领命退下。这下子罗温怕是插翅难飞了。外面的人已经开始行动了，瓦拉斯的手下正准备去抓捕罗温，这下那小子是彻底跑不掉了。而酒馆里，西内亚正敲着桌子，整理着刚才听到的那些话，闹了半天色勒涅居然喜欢瓦拉斯。不过仔细想想，这也算是个好消息，毕竟他们两个本来就是一对。可这样一来，西内亚兜里藏着的药水就尴尬了。这瓶叫洛克西的药水本来是准备用来对付女巫的，既然他们两个能自己和好，那这药水是不是就用不上了？看着眼前喝得迷迷糊糊的姑娘，西内亚忍不住开始怀疑，难道自己从一开始就猜错了？塞勒涅根本就不是什么女巫。西内亚微微一笑，轻声问道，你这是喜欢上瓦拉斯了吧？一听这话，塞勒涅急得直摆手，我才没有说我喜欢他，可实际上这哪里只是喜欢，这分明已经是爱了。这番话一出来，旁边的瓦拉斯彻底懵了，既然在他眼里自己又温柔又可靠，还为了自己特意打扮，甚至还夸自己长得帅，瓦拉斯现在整个人都纠结坏了。既然塞勒涅不承认喜欢他，那之前那些夸奖又是怎么回事？而且刚才扎斯骂他是人渣的时候，这姑娘不仅没跟着起哄，反而还急着替他辩护。可转念一想，瓦拉斯又开始犯嘀咕，自己可是战场上人人害怕的屠夫，哪个好姑娘会真的看上他这种人？坐在一旁的西内亚把一切看在眼里，他忍不住在心里吐槽，瓦拉斯这个笨蛋连人家的脸都看不清，就在这里瞎琢磨，结果自己把自己给整郁闷了。西内亚一边喝着小酒，一边看着俩人拉扯，简直不要太开心。阴暗潮湿的角落里，一只红眼老鼠正四处乱窜，伴随着一阵诡异的骨骼声，黑影开始不断扭曲。转眼间，文森特竟然现出了真身。房门突然被一把推开，文森特急匆匆走了进来。他低声叮嘱罗温，只要你能模仿他的说话方式，还有那些生活小习惯，他们绝对不会起疑心。罗温看着眼前的文森特，有些焦急的催促。文森特沉着脸回答，咱们得抓紧时间了，在那两个人找过来之前，必须尽快动手。本来他还想先解除诅咒，再用冒牌货把真货换掉，但现在看来根本来不及了。
罗文有些担心地问：“那塞勒涅什么时候能落单？有什么办法能把他引出来吗？”文森特却只是微微一笑，让他不用担心，说自己会把一切都安排好。而另一边，真正的塞勒涅还什么都不知道。此时的他正高兴地准备结账，完全没意识到危险已经悄悄盯上了他。酒馆老板突然走过来，告诉塞勒涅说他的朋友已经结完账，先走了。塞勒涅整个人都懵了，那女人什么时候溜的？他怎么一点都没发现？这酒劲一上来，塞勒涅连站都快站不稳了。好在瓦拉斯一把扶住了他。瓦拉斯无奈地说：“要睡回家再睡。”塞勒涅迷迷糊糊地抬起头，看着眼前这个男人。瓦拉斯就这么静静地看着他，这下他是彻底拿他没办法了。可谁能想到，塞勒涅竟然直接扑了上去，死死地抱住了瓦拉斯。这突如其来的投怀送抱，直接把瓦拉斯整不会了。瓦拉斯直接把喝醉的塞勒涅一把抱了起来，准备带他回家。看着怀里这个迷糊的小家伙，平日里冷冰冰的瓦拉斯竟然笑得这么温柔，这要是让手下看见，估计得吓一跳。可怀里的塞勒涅还不老实，迷迷糊糊的开始小声嘟囔。他说：“你以后不许再欺负我了。”越说他还越觉得委屈，那委屈巴巴的样子真是让人心疼的不行。听到这话，瓦拉斯心软的一塌糊涂，他轻声哄着：“好，都是我的错。”夜色渐深，他就这么抱着他，一步步往回走，一路上全是他耐心的道歉。瓦拉斯轻声保证：“以后再也不这样了，只要你能消气，让我道歉多少次都行。”第二天一早，塞勒涅一睁眼，昨晚宿醉的后果就来了。他现在是后悔也来不及了。就在这时，旁边突然传来一声温柔的呼唤。塞勒涅一转头，瓦拉斯居然就躺在身边。瓦拉斯笑着问：“睡得好吗？”塞勒涅没好气的反问：“你看我像睡得好的样子吗？”这下好了，两个人大眼瞪小眼，气氛一下子变得无比尴尬。瓦拉斯轻咳了一声，这下他算是彻底明白了，这姑娘喝醉之后的事，那是忘得一干二净啊！昨晚那些掏心窝子的话，全白费了。一转眼，外面突然传来一阵排山倒海的欢呼声。安娜在一旁解释说，今天外面会有点吵，因为正在举办夺旗大赛。塞勒涅有些好奇地问：“夺旗大赛那是什么？”安娜耐心地解释：“这是一种争夺旗帜的团体比赛，谁拿到的旗帜最多谁就赢，就像是给观众看的公开演练。”塞勒涅又问：“那女孩子也能参加吗？”安娜摇了摇头说：“女眷们一般都是在旁边看着，只要有比赛，竞技场就会对所有人开放。”听完这些，塞勒涅心里顿时有了主意。桌上放着2块刚绣好的手帕，上面分别绣着字母 S 和 A， 这显然是他和瓦拉斯的名字缩写。虽然很想把手帕绣得更华丽一些，但他也知道自己手艺有限，再绣下去说不定就彻底毁了，还是只留守字母最保险。这块代表瓦拉斯的 A 字手帕算是彻底大功告成了。不知道那个木头收到这份礼物会是什么反应？他现在会在竞技场吗？塞勒涅一边收拾着刚绣好的礼物，一边看着窗外。安娜在一旁有些紧张地问：“要不要派人去把公爵大人请回来？”塞勒涅赶紧摆手说：“不用了，我自己过去找他就行。”不过他也有点担心，自己要是就这么过去，会不会打扰到他们？安娜赶紧解释说：“那倒不会，只是那比赛的场面实在是不怎么好看。”听到这话，塞勒涅反而笑了起来。在他眼里，这夺旗大赛估计就跟打球差不多，只不过是把球换成了旗子，大家就是闹着玩。他还忍不住抱怨：怎么大家都把他当成弱不禁风的瓷娃娃了？可他哪里知道，安娜说的不好看到底是什么意思。此时的竞技场里，那场面简直是残暴到了极点，一群光着膀子的肌肉壮汉正在泥地里疯狂肉搏，拳拳到肉，打的那叫一个头破血流。塞勒涅刚走到竞技场，耳边就传来排山倒海的咆哮声，眼前的画面直接让他整个人都看傻了。这哪里是什么温和的公开演练，满地都是光着膀子的肌肉壮汉在泥地里疯狂肉搏，那场面简直粗暴到了极点。这下塞勒涅是彻底慌了，他哪见过这种大场面，满眼都是半裸的男人，看得他脸红心跳，连路都快不会走了。他赶紧转过头对安娜说：“安娜，我们还是先去找瓦拉斯吧。”结果话还没说完，他一头就撞上了一堵肉墙，这一下撞得可不轻。他揉着脑袋抬头一看，整个人直接愣在原地。眼前这个光着膀子、身材好到爆的男人，居然就是瓦拉斯。瓦拉斯低头看着他：“你在这里做什么？”这下可好，送礼物的计划直接变成了大型尴尬现场。看到塞勒涅慌成这样，瓦拉斯倒是不紧不慢地穿衣服。塞勒涅连看都不敢看他，嘴里还语无伦次地解释。塞勒涅说：“我就是想快点见你一面，真的就只看一眼。”瓦拉斯故意逗他，问他把眼睛捂着干什么。塞勒涅急得不行，催他赶紧把衣服穿上。结果这家伙不仅不收敛，反而还得寸进尺了。瓦拉斯笑着说：“你刚才不是都已经看光了吗？”这话一出，塞勒涅彻底懵了。这光天化日之下，他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塞勒涅气得直接动手了：“别在外面说这种话呀！”看他真的急了，瓦拉斯这才笑着认错：“抱歉，谁让你刚才的样子太好玩了。”瓦拉斯接着说：“这里太吵了，我们换个地方说话。”塞勒涅虽然还在生气，但还是乖乖跟着他走。塞勒涅嘟囔着：“以后不许在别人面前说这个，真的太丢人了。”瓦拉斯搂着塞勒涅往回走，嘴里还老老实实的保证以后再也不敢了。这堂堂公爵现在是被拿捏的死死的。旁边偷看的安娜和仆人们八卦的雷达直接拉满，一看到这俩人和好了，大家伙直接乐开了花。这酸臭的恋爱酸味真是让人羡慕的不行。两人在安静的树荫下坐下，气氛瞬间变得温馨起来。塞勒涅有些不好意思地递上了亲手准备的礼物，他小声说道：“我知道这比不上
你平时用的，但我真的尽力去做了。看着手里的粉色手帕，瓦拉斯的眼神温柔得不像话，他笑着向他道谢。塞勒涅有些期待地看着他，问他想不想知道为什么选粉色。瓦拉斯立刻配合地询问原因。塞勒涅一脸得意地解释：你戴上这个粉色手帕，别人一看就知道你名草有主了。虽然昨天两人还在闹别扭，但看在他现在这么听话的份上，塞勒涅决定勉强原谅他。这一次看着他那得意的小表情，瓦拉斯心里满是宠溺。现在无论他说什么，他都会无条件相信。瓦拉斯半跪在塞勒涅面前，老老实实的低头认错，承认之前都是自己的不对。看着他一大清早就寸步不离，塞勒涅心里其实早就乐开了花，加上安娜也在旁边帮着说好话，他便顺水推舟给了他个台阶下。不过看着手里的粉色手帕，瓦拉斯心里却有些犯嘀咕，昨天这姑娘还口口声声说讨厌他，怎么现在又送代表名草有主的手帕？他仔细琢磨了一下，突然一拍脑门想通了，既然他们已经结婚且共度良宵，那他肯定是不打算再提离婚了。看来他虽然嘴上不饶人，心里其实根本舍不得他。这男人的自我攻略还真是让人哭笑不得。虽然这里离竞技场已经挺远，但排山倒海的欢呼声依然隐隐约约地传过来。看着身边高高兴兴的塞勒涅，瓦拉斯觉得这段婚姻也许真的能有一个不错的未来。塞勒涅笑着向他显摆手链，说这是他以前送的礼物，以前舍不得戴，真是太傻了，以后天天都要带着它，连他送的项链也要一起戴上。可看到这串手链，瓦拉斯心里却很不是滋味，因为这根本不是什么定情信物。当初他送这个，只是想当成一个诱饵和退路，买的时候甚至都没走心，只是随便让人刻了个编号。谁能想到他会当成宝贝一样带着，这让他感到无比讽刺。瓦拉斯现在后悔的不行，早知道他会这么珍惜，当初就该亲手挑个更好的。现在这粗糙的项链戴在他身上，简直就像个枷锁。虽然心里满是愧疚，但他还是温柔地夸赞他，说这条项链很适合他。塞勒涅一时间愣在原地，瓦拉斯刚想再解释两句，却被竞技场的欢呼声打断。他有些烦躁地把话咽了回去。瓦拉斯站起身准备离开一下，临走前还不忘叮嘱旁边的安娜，让她务必照顾好塞勒涅。安娜立刻恭敬地答应下来。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塞勒涅整个人都有些不知所措。趁着瓦拉斯刚走，塞勒涅赶紧叫住旁边的安娜，笑着说有东西要送给他。可他往篮子里一摸，却摸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东西，这根本不是他的物品。刚才拿手帕的时候，篮子里明明还没有这玩意儿。安娜有些好奇地询问这是什么。塞勒涅缓缓拿出那张黑色卡片，上面居然写着一行字：你还记得怪物大公吗？太阳落山后在喷泉旁见，我会让萤火虫给你带路。看到怪物大公这4个字，塞勒涅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这下事情彻底大条了，因为这个秘密根本不应该有第二个人知道，这说明有人已经看穿了他，知道他根本不是真正的塞勒涅，甚至连他最大的底牌都一清二楚。致命的危机已经悄然降临。塞勒涅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如果送纸条的人就是把他带到这个世界的人呢？既然能把他弄过来，是不是也能送他回去？不过现在不是纠结这个的时候，他不动声色地把纸条收了起来。为了不让旁边的安娜起疑，塞勒涅赶紧转移话题，把准备好的礼物递了过去，笑着催促安娜快拆开看看。虽然心里早就乱成了一团，但凭借以前当演员的演技，他绝对不能在安娜面前露怯。看着安娜在一旁拆礼物，塞勒涅的脑子在飞速运转。既然对方已经看穿了他的身份，为什么不直接揭穿，反而只是留下一张纸条？唯一的解释就是对方想要的东西只有他这个公爵夫人才能给。虽然还不知道对方图什么，但他已经被彻底盯上了，接下来的每一步都必须加倍小心。塞勒涅笑着询问安娜喜不喜欢，虽然手艺一般，但也是自己的一番心意。安娜赶紧恭敬地收下礼物，表示自己非常喜欢。既然礼物已经送到，也是时候回屋了。这一关总算是应付了过去。刚一进屋，房门就重重地关上了。门外的安娜有些奇怪，塞勒涅赶紧找了个借口，说自己想一个人待会儿，让安娜先去休息。安娜虽然觉得有点突然，但还是老老实实守在门外，总算把人给打发走了。这下终于能清静一会儿，接下来他得好好研究一下那张神秘的黑色卡片。刚回到房间，塞勒涅就急得直转圈，他得赶紧找出以前记下的笔记。虽然那些关于西南生活的记录他早就看了无数遍，但现在越琢磨越觉得不对劲。好在他手里还有最关键的底牌，那就是真正的塞勒涅留下的日记。现在对方到底想要什么，他根本一无所知，甚至连对方是人是鬼都说不准。万一这个神秘人要把他强行送回原来的世界，那可就彻底完了。所以不管怎么样，他现在唯一的生路就是继续假扮真正的塞勒涅。要是到时候装傻充愣，死活不承认怪物大公的事，既然没有退路，塞勒涅索性豁出去了，不就是把这本日记背下来吗？当初他连朝瓦拉斯射箭这种玩命的事都干过，现在背个日记根本不算什么。他必须把原主模仿的滴水不漏，只有这样才能骗过幕后黑手。要是能再来一次像之前拿起弓箭时那样的奇迹，事情说不定会简单得多。看着手里的神秘纸条，上面写着太阳落山后在喷泉见面，塞勒涅冷笑了一声，真当他是傻子吗？拿个秘密当诱饵他就会上钩。今天他偏偏一步都不出门，可就在他准备放弃的时候，日记本突然自己翻开了，上面竟然亮起了诡异的蓝色光芒。这下事情怕是彻底脱离了掌控。其实真正的塞勒涅从小就被父亲冷落，直到有一天，那个男人无意中看了他一眼，态度竟然发生了180度大转变。他开始频繁地来看这个女儿，甚至亲自教她各种东西。可他教的
根本不是什么正经学问，而是社交礼仪和贵族的领地地图，甚至连怎么笑最迷人都要管。更离谱的是，塞勒涅必须背下帝国所有富豪的画像，还要研究那些平民女子和贵族闹出的各种绯闻。这些女人最后分到了多少家产，全被当成教材堆在塞勒涅面前。这用意已经再明显不过了，这分明是把他当成攀附权贵的工具。塞勒涅心里其实隐约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但他什么都没说。毕竟对一个乡下姑娘来说，这已经是难得的受教育机会了。所以那时候的他，甚至还把对方当成关心他的好父亲。在塞勒涅以前的记忆里，父亲总是满怀愧疚，总觉得自己没钱，不能给他一个体面的社交首秀。他整天为女儿的前途操心，拼了命地想办法要把她嫁进体面的人家。啪的一声巨响，直接把所有的幻想都打碎了。那个男人怒吼着，命令他集中注意力。原来根本没有什么慈父，只有严苛的训练和无情的打骂。只要他稍微出一点错，迎面而来的就是一记耳光。这才是他童年最真实的噩梦。他扔下一大堆联姻资料，限他1周之内全部背书，从各大家族产业到继承人长相，一个都不能漏，为的就是让他在社交场上能精准地攀上高枝。看着趴在地上起不来的女儿，男人没有半点心疼，反而责怪他不懂得感恩。这种令人窒息的控制欲，简直就是个无底深渊。那个男人还在继续责备，把暴力当成理所当然的管教，口口声声说是为了他的未来，只要能嫁进有钱人家，现在的付出就都是值得的。随着房门被重重关上，塞勒涅又被独自丢在黑暗里，面对着满地永远背不完的资料，他看着手里的纸张，心里只剩下无尽的委屈。他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嫁人，难道就不能留下来陪着母亲吗？可在这个冰冷的家里，根本没有人会听他的哀求。那个男人突然兴奋地跑来宣布，北方的富商已经同意娶她，而且今晚就要跟着对方走。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塞勒涅有些措手不及，他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希望对方是个温柔的人。马车一路颠簸着出发了，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头的路。其实她对未来的丈夫没有任何要求，哪怕对方年纪大的能当她爷爷，或者只是个勉强凑够钱的穷光蛋，她都完全不在乎。她想要的其实很简单，只是想和对方像真正的夫妻那样平平淡淡的度过余生。原主瑟勒涅当时想的很简单，只要不被当成商品卖掉，她对未来的生活就别无所求。可当婚礼那天，新郎轻轻掀起她的头纱，她彻底愣住了，因为站在眼前的居然是英俊的瓦拉斯。看着这个近乎完美的男人，她心里只剩下不解，像他这样优秀的人，怎么会愿意娶自己呢？画面一转，塞勒涅在睡梦中不安的呢喃，嘴里还喊着妈妈。看来原主留下的这些记忆，正在一点点影响着他。那些痛苦的记忆像潮水一样把他彻底淹没，在半梦半醒之间，耳边似乎又响起了温柔的呼唤。就在这时，房门被猛地撞开，瓦拉斯急切地大喊着塞勒涅的名字，可此时的他已经彻底失去了知觉。看折倒在地上的妻子，瓦拉斯这下彻底慌了神，他一把将人抱起，大声呼喊着女仆安娜。而此时的塞勒涅意识已经飘回了那个遥远的午后，阳光洒在满地的向日葵上，母亲正温柔地冲着他微笑。可一转眼，温暖的画面全部消失，只剩下一座荒凉的墓碑，孤零零地立在破旧老屋的后院，任由杂草将其淹没。这也是原主心里最无法释怀的痛，那些痛苦的童年记忆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塞勒涅猛地睁开眼，这才从可怕的噩梦中挣脱出来。一睁眼，他发现自己正躺在瓦拉斯的怀里。瓦拉斯低声问他是不是醒了。塞勒涅有些迷糊地应了一声，看着怀里虚弱的妻子，瓦拉斯有些心疼的埋怨说他身体实在太弱了。塞勒涅一听可不服气了，立马反驳说自己好得很。瓦拉斯无奈地叹了口气，解释说自己本来是想来邀请他一起去参加接下来的晚宴派对。一听到有热闹可凑，塞勒涅顿时来了精神，一口就答应了下来。看着他这副兴致勃勃的样子，瓦拉斯真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能叮嘱他千万别勉强自己。塞勒涅笑着满口答应，可瓦拉斯心里却忍不住直叹气，这丫头真是不让人省心。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发现事情有些不对劲，他开始觉得自己真的就是塞勒涅了。那些日记里根本没写过的细节，比如婚礼上的场景，竟然像亲身经历一样，在脑海里变得越来越清晰。甚至连那个便宜父亲狠狠扇过来的那一巴掌，他到现在都觉得脸颊在火辣辣的疼。明明自己脑子很清醒，也完全控制着这具身体，可他就是忍不住把自己当成了真正的塞勒涅。更奇怪的是，他明明连塞勒涅的母亲长什么样都不知道，自己从小也是个没妈的孩子，可心里那股对母亲的渴望却真实的让人想哭。这具身体残留的执念正在一点点把他彻底吞噬，这种感觉真的很奇妙，根本没办法用语言来形容。如果再这样下去，他迟早会把原主的记忆彻底当成自己的。可要是属于尤米的记忆被抹去，只剩下塞勒涅这个身份，那事情可就真的麻烦了。要是连自己是谁都搞不清楚，那他活下来还有什么意义？难道只是为了变成另一个人吗？虽然不知道原主的灵魂现在到底还在不在，但如果两人的意识必须要融合，他希望最后留下来的人是他自己，是那个叫尤米的女孩。虽然知道这样想很自私，甚至对原主有些愧疚，但他真的控制不住自己。他想继续这样活下去，守住所有关于尤米的记忆，还有他对瓦拉斯那份不知不觉产生的感情，这就是他现在唯一的愿望了。看着怀里有些疲惫的塞勒涅，瓦拉斯还是有些不放心，低声问他是不是太累了，要不今天就别勉强去了。可塞勒涅却笑着摇了摇头，他现在只想去个热闹的地方，好把脑子里
那些可怕的噩梦全都给忘干净。看着他这副坚持的样子，瓦拉斯也只能宠溺地笑了笑，说那接下来的地方他一定会非常喜欢。等他们到了地方，才发现这里简直比想象中还要热闹，街上到处都是欢声笑语，连马蒂尔德也拿着好吃的，在人群里逛得正开心。不远处还升起了巨大的篝火，大家围在一起唱歌跳舞，这热闹的氛围确实能让人把烦恼都抛到脑后。塞勒涅看着眼前热闹的景象，这庆功宴的规模比他预想的还要大得多，简直就像在过盛大的节日。看着身边人来人往，瓦拉斯主动抬起胳膊，塞勒涅也顺势挽了上去，这一下两人的距离拉近了不少。看着街上无忧无虑的孩子，塞勒涅脸上全是藏不住的笑意，而这一幕也全落在了瓦拉斯的眼里，他只是温柔地看着他。走在灯火辉煌的街头，塞勒涅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要是时间能一直停在这一刻，那该有多好。庆功宴上热闹非凡，塞勒涅正开心地品尝着小吃，身旁的瓦拉斯则温柔地陪着他。突然，塞勒涅眼里闪过一丝调皮，他笑着把手里的食物递了过去，来，张嘴。这一下可把瓦拉斯给整不会了，他有些意外地愣在原地。啊！见他没有反应，塞勒涅又往前凑了凑，娇嗔地催促着：“快点呀！”看着他满脸期待的可爱模样，瓦拉斯只能乖乖张嘴咬了一口。塞勒涅顿时笑得像花儿一样，好吃吧？看着他如此开心的笑容，瓦拉斯的嘴角也忍不住微微上扬。这一刻的轻松与甜蜜，对他们而言真的太难得了。看着眼前热闹的景象，瓦拉斯心中满是感慨。以前大家见到他只有恐惧和害怕，可现在一切都变了，而带来这些改变的，正是身边这个像小兔子一样的女人。狂欢的宴会终有尽头，等塞勒涅再次睁开双眼，发现自己已经躺在舒适的床上了。塞勒涅有些懊恼地拍了拍脑袋，怎么就这么睡熟了呢？看来是吃饱喝足，彻底放松，直接睡死过去了。不用想也知道，肯定是瓦拉斯把他抱回来的。可当他一转头，眼前的画面却让他彻底看呆了。瓦拉斯正光着健硕的上身，那完美的身材简直让人移不开眼。塞勒涅忍不住惊呼出声，这下可尴尬了。看着刚刚苏醒的塞勒涅，瓦拉斯端着水杯缓缓走了过来。睡得好吗？塞勒涅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挺好的，你呢？他顺势坐到床边，把温热的水杯递了过去。喝口水吧。还没等塞勒涅把水喝下去，一个温暖强壮的怀抱就贴了上来。大清早的，这家伙怎么突然这么主动？看着怀里满脸通红的娇妻，瓦拉斯的声音温柔的不像话。我喜欢这样。空气中的温度瞬间开始攀升，气氛也变得有些微妙。他该不会是想吻下来吧？塞勒涅慌忙把手里的水杯放下，接下来的发展可就由不得他了。暧昧的气氛已经烘托到了极点，眼看两人的双唇就要贴在一起，偏偏在这个时候，门外突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我是马蒂尔德。好事被当场打断，瓦拉斯只能没好气的冷声回应：进来。这下可好，一个尴尬的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另一个则气得直咬牙。等马蒂尔德进来倒茶的时候，屋里的气氛简直要冻死人。瓦拉斯在后面死死盯着他，那眼神恨不得把他生吞活剥了。我是不是该直接走人？这眼神也太可怕了。为了打破这令人窒息的尴尬，塞勒涅赶紧找点事情做，结果在旁边的推车上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这是什么？马蒂尔德赶紧给自己找了个借口，我是来汇报选拔女仆的事情，顺便把账本也带过来了。他在心里不停地给自己打气，可千万不能在主人面前露怯。塞勒涅有些迟疑的回头看了看瓦拉斯，轻轻朝他点了点头。这下他心里总算有了底气，那就拿来让我看看吧。马蒂尔德赶紧把沉甸甸的账本递过去。夫人，请您过目。看着两个女人开始忙起正事，瓦拉斯在一旁默默注视着。其实最开始他根本没指望塞勒涅能管这些，所以把内务全交给了安娜。后来又怕他嫌麻烦，就一直没提过交接的事情。不过现在看他这么有兴趣，倒也是个极好的机会。马蒂尔德这个新来的女仆长并不知道塞勒涅嫁过来的内幕，所以一接替安娜的工作，就理所当然的把账本送了过来。毕竟这姑娘在老家的时候就跟着母亲学过怎么管理领地，做事一向规规矩矩。其实让马蒂尔德来帮忙，瓦拉斯心里还算踏实。这姑娘从小就聪明伶俐，真遇到什么搞不定的事情，还能找他哥哥帮忙。不过现在最要紧的根本不是什么账本。瓦拉斯在一旁等得有些不耐烦，就盼着马蒂尔德赶紧离开，好把刚才没做完的事继续下去。可真要到了那一步，他又开始在心里犯嘀咕了：自己真的能直接亲下去吗？毕竟之前在酒馆的时候，塞勒涅可是亲口说过，对他根本谈不上喜欢。这话现在想起来还隐隐扎心。到底要怎么做才能让他把自己当成真正的丈夫？在这方面，他简直是一窍不通。难不成真要像手下那些笨蛋说的那样，去搞什么月下表白？瓦拉斯还在纠结手下那些馊主意，在窗下唱歌、送花、送礼物，还要像小狗一样跟着他，这真的有用吗？可一转头看着塞勒涅那甜美的笑容，他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该死，他怎么能这么好看？马蒂尔德正认真地汇报着名单前30个人最适合负责内务，您要是有什么要求，随时跟我说。看着塞勒涅听得这么认真，马蒂尔德决定多说几句。历代大公夫人都会在慈善上花不少心思，现有的项目都很完善。您要是想做点新的，哪怕规模小一点也行。塞勒涅一听，顿时来了兴趣。那咱们就再选个女士官，专门来帮我做这个。听到这话，马蒂尔德整个人都愣住了。这么温柔又体贴的主子，简直让人没法拒绝啊！
塞勒涅翻开账本一看，整个人直接傻眼了，这上面的数字多的简直数不过来。他越看越觉得不对劲，这账本上虽然记着大笔大笔的收入，却根本没写这些钱是从哪儿来的。马蒂尔德赶紧在一旁解释，这些主要是魔石矿山的利润，还有领地的税收和战利品用金。塞勒涅听得一愣一愣的，这些也全都是你在管吗？听到这复杂的分类，塞勒涅只觉得脑子嗡嗡直响。马蒂尔德解释说，这些外部事务有专门的秘书处负责，他只需要管好拨给他的内部预算就行，通常都是由女仆长在旁边协助。还没等塞勒涅松口气，马蒂尔德又递过来一份报告，这里还有您个人名下农场的财务报告。这下塞勒涅彻底懵了，怎么还有啊？马蒂尔德有些不好意思的解释，因为之前一直没人管，所以账目有些混乱，数字可能不太对得上，还请您多包涵。塞勒涅仔细一看，居然还是个养羊场，而且这笔账目和他的津贴是分开的，金额还大得吓人。这下可真是有的他忙了。以前看小说总觉得那些北方大公都挺穷的，谁能想到瓦拉斯居然富得流油，这账本上的天文数字简直多到离谱，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看着手里厚厚的一叠账本，塞勒涅整个人都快崩溃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他真的能管好这么大一笔家产吗？看着他在一旁愁眉苦脸的叹气，瓦拉斯不仅没有生气，反而温柔的笑了起来，那眼神里全是宠溺。看到丈夫这个笑容，塞勒涅心里那点紧张一下子全没了，反正还有马蒂尔德在旁边教他，真要是遇到搞不定的事，大不了就直接赖在瓦拉斯身上，有这么个靠山在，他还怕什么呢？他向来是那种就算心里没底也先硬着头皮冲的人，这回也一定没问题。虽然刚开始肯定摸不着头脑，但只要多花点时间，1个月不行就2、3个月，既然是自己的责任，那就必须把它学会。想到这，他忍不住看向瓦拉斯，在心里甜甜的问了一句，对吧，亲爱的？瓦拉斯这突然的一眨眼，杀伤力实在太大，塞勒涅整个人直接死机了，这到底是什么情况？还没等他琢磨明白，这口气没顺过去，直接在旁边出了状况，把旁边的马蒂尔德吓了一跳。还没等大家看清，瓦拉斯已经到了跟前，一把将人扶住，这速度快得让人根本反应不过来。塞勒涅这下更尴尬了，甚至开始琢磨，要不干脆顺势装晕得了。瓦拉斯一边递水，一边轻声安慰，慢点喝，顺气。这一幕可把旁边的马蒂尔德看傻了，谁能想到平时冷冰冰的大公居然也有这么温柔体贴的一面？原来那些传闻全都是真的，平日里威风凛凛的大公在塞勒涅面前简直就像一只温顺的大狗熊。这时候他突然想起哥哥说的话，要是以后在这2位主子之间做选择，一定要毫不犹豫地站在夫人这边。当时他还以为哥哥是在开玩笑，现在看来这简直是保命的绝招。既然看清了局势，马蒂尔德非常识趣的退了出去，顺手把门给带上了，把空间留给这2个人。电灯泡一走，瓦拉斯立刻就变了样，好不容易等到了独处的机会，他可不打算再浪费时间了。还没等塞勒涅反应过来，一个温热的吻已经落了下来，这下看他还怎么躲。瓦拉斯突然凑得这么近，塞勒涅吓了一跳，赶紧找借口想把人推开。马蒂尔德还在旁边呢，结果瓦拉斯根本不吃这一套，反而笑得更得意了。他刚才已经走了，这下塞勒涅彻底傻眼了，他怎么一点都没注意到？没了旁人打扰，瓦拉斯可不打算再客气了。那我现在可以继续了吗？话音刚落，他就已经贴了上来，这下是真的躲不掉了。眼看气氛都烘托到这了，瓦拉斯却突然停了下来，因为他突然想起来自己早上刚吃了腌鲱鱼，这要是真亲下去，那味道简直不敢想。本来在夫人眼里就像只大熊，这要是再多一个口臭的标签，那形象可就彻底毁了。为了保住最后的面子，瓦拉斯只能硬生生退了回去。你刚才太可爱了，是我有些失礼，抱歉。这一下直接把塞勒涅给整不会了，这算怎么回事？还没等塞勒涅反应过来，瓦拉斯已经开始找借口开溜了。我早上还有个会，你先好好休息，下午见。说完，他连头都不敢回，一溜烟就跑出了房间，只留下门锁清脆的响声。看着紧闭的大门，塞勒涅一个人坐在椅子上，整个人彻底懵了。这算什么？撩完就跑？你是在逗我玩吗？瓦拉斯现在后悔的要死，恨不得立刻去冲个冷水澡，让自己清醒。刚才那表现简直是丢脸丢到家了。结果还没等他缓过神来，旁边就传来一个调侃的声音。西内亚有些好笑的看着他，这大清早的，你在这发什么疯呢？本来心里就烦，这下更撞在枪口上了。瓦拉斯没好气的对了回去，管好你自己的事，你不是要回王都吗？赶紧走。西内亚可不吃他这一套，你自己吃瘪，拿我撒什么气？西内亚一眼就看穿了真相，看你这抓耳挠腮的样子，肯定是惹塞勒涅生气了吧？被戳中痛处的瓦拉斯只能硬着头皮死撑，你少胡说八道。西内亚可不打算放过他，行吧，你就继续作死吧，迟早有一天人家得把你赶出门去。西内亚笑着调侃，越是温柔的人生起气来才越可怕。瓦拉斯一听这话，立马就炸毛了，少在这乌鸦嘴。再说了，你天天往3楼跑什么？我们可是新婚夫妇，赶紧回你自己的房间去。西内亚可不吃他这一套，反而笑得更开心了。瞧你这气急败坏的样子，肯定是在塞勒涅那吃瘪了。你干嘛总欺负人家？要是你对他不好，干脆把他让给我，我带他回我那去。一听这话，瓦拉斯彻底被激怒了。你这个疯女人，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还没等他把话说完，旁边的房门突然传来一声轻响，房门悄悄拉开一条缝，塞勒涅正探出头来，看着眼前的2个人。塞勒涅笑着打招呼，早上好呀，你们昨晚睡得好吗？这突如其来的温柔一下子让走廊里的火药味全没了。
西内亚根本不理会旁边快要气炸的瓦拉斯，直接笑着向塞勒涅发出邀请：“我下午想带你出去转转，你有空吗？”塞勒涅一听，那叫一个乐意，当然好啊，我们什么时候出发？西内亚说：“那就下午2点，吃过午饭在庭院碰头。”说完，西内亚就要意的转身走了，这下可把瓦拉斯给晾在了一边。看着西内亚离开的背影，塞勒涅还挺高兴，可一转头，旁边的瓦拉斯整个人都快酸成柠檬了。塞勒涅有些奇怪：“你不是说早上有会吗？怎么还不去？”被这么一催，瓦拉斯只能硬着头皮找步：“我这就准备过去。”结果呢，这家伙嘴上说着要走，脚底下却像生了根一样，动都不动一下，这气氛一下子就尴尬起来了。为了打破这别扭的局面，塞勒涅赶紧找了个话题：“对了，这次的庆典要办几天呀？”看着塞勒涅一脸期待的拍手，瓦拉斯却整个人愣在原地，根本没反应过来。塞勒涅有些不好意思的解释：“昨天晚上我睡得太早了，所以才想问问。不过这只是个庆功宴，应该不会像大节日那样办好几天吧？真是不该多嘴问这一句。”结果呢，瓦拉斯直接给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3天。你要是想一直玩到明天晚上，现在就要好好休息。”一听这话，塞勒涅高兴坏了：“太好了，我已经开始期待了。”谁能想到，原本只有1天的庆功宴，就因为他这一句话，直接被硬生生延长到了3天。这宠溺程度，简直是要把人给捧上天了。瓦拉斯嘴角一勾，直接打起了小算盘，大不了把护卫队的训练往后推，这下可把底下的骑士们给坑惨了，一个个在心里直嚎：“大人，求您放过我们吧！”等瓦拉斯一走，塞勒涅独自坐在沙发上，反倒有些无聊了。距离吃午饭还有好长一段时间，这空档该干点什么好呢？其实，在穿越到这之前，他每天都忙得像个陀螺，一边拼命学习，一边还得打好几份零工，就为了能在这个世界上勉强糊口。当个没有名气的小演员，不拼命根本活不下去。跟以前那种连轴转的日子比起来，现在的生活简直像是在度假。不过这种好日子也快到头了，等正式跟着马蒂尔德学管账，肯定又要忙得脚不沾地。趁着现在还能偷懒，赶紧先在床上赖一会儿，毕竟以后怕是连睡个午觉都成了奢侈。本来心里还甜滋滋的，结果一转眼，那些最想忘掉的噩梦又排山倒海的压了过来。一个粗暴的声音突然炸开：“塞勒涅！”这声音一出来，直接把他拉回了最痛苦的过去。那个男人还在不停的咆哮：“我告诉过你，能喝酒靠的不是酒量，是意志力，连一杯酒都喝不完，你还嫌不够丢人吗？”那个男人狠狠地骂道：“你这个没用的东西！”这些可怕的记忆就像一把刀子，把他好不容易攒起来的安稳扎得粉碎。不管他有多么无助，对方根本没有半点心疼，反而变本加厉的怒吼：“你这个没用的东西！”一口就到，你还能干成什么事？要是你在宴会上喝醉，做出什么蠢事，毁了自己的价值。说到这里，男人突然停了下来，似乎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赶紧假装咳嗽2声，换了一副虚伪的面孔：“我刚才说错话了，我只是担心你出事。一个没有靠山的女人，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因为根本没人会保护你。”可这番话根本掩盖不了他的冷血。男人冷冷的命令：“以后除了拉风产区的酒，其他的碰都不要碰，而且只能喝1杯，听懂了吗？又不是让你背下所有的酒，光是记住贵族喜欢的12种酒，你居然花了1个月，真是个废物。”说完，他就这样头也不回的走了，只留下女孩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房间里独自承受着这一切。那个男人的责骂至今还在耳边回荡，他心疼的只有自己的钱。那整整1个月，塞勒涅几乎天天泡在酒里，就为了记住那些酒的名字，喝几口就晕过去，醒来接着喝，只是因为不想让父亲失望。即便到了现在，那种折磨依然挥之不去，整个人难受的要命。就在他痛苦挣扎的时候，房间里突然亮起了一道微光，一只萤火虫慢悠悠的飞了进来。这黑漆漆的屋里怎么会有萤火虫？塞勒涅猛地坐起身，这下事情真的麻烦了。以前必须碰触原主的遗物才能看到那些记忆，现在居然连做梦都能梦到了，这绝对不是什么好兆头。原主的过去正在一点点吞噬他。不过话说回来，刚才看到的那只萤火虫到底是怎么回事？等等，难道是那个东西？他赶紧跑到桌边翻找起来，果不其然，那本神秘的日记本居然真的就在这里。还没等他打开，日记本上突然亮起诡异的紫光，上面竟然凭空浮现出一行字：“看来你对我有些误会，所以我决定温柔一点。难道你不好奇你和那个怪物大公之间的羁绊吗？”接着又是一行冰冷的话：“塞勒涅，希望你能明白，为了把你带回这里，我到底付出了多少心血。”日记本上的字迹还在继续：“不要害怕，我只是对你感到好奇。”紧接着又浮现出新的一行：“日落之后来喷泉旁，我会让萤火虫带路。”这神秘人居然直接约他见面。但最让塞勒涅在意的是日记本上提到的那句“把你带回来，带回来”，这3个字信息量实在太大。难道说他原本就是这个世界的人，只是因为某种原因才转世成了另一个世界的游民？如果是这样，那整件事的性质可就全变了。如果他根本不是什么穿越者，那这本小说里的塞勒涅也就不是什么纸面上的角色。以前他以为只有碰触原主的遗物才会看到记忆，可如果那些记忆本来就是他自己的呢？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必须把整件事重新理一遍。难道是某个神秘的存在先把他的灵魂送到了另一个世界，现在又把他给弄了回来？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惊天大秘密？塞勒涅看着日记本上的字，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惊人的想法：难道在背后操控这一切的，居然是传说中的神明？等等，日记本上写着没什么好害怕的，还有那句只是对你感到好奇，这些话怎么听着这么耳熟？他一下子记起来了，那个银发男人的脸在记忆里清晰起来，当时那人就对他说过一模一样的话，说只是想看看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下塞勒涅
彻底懵了。天哪，原来他早就和这位神明打过照面了，这下可真是避无可避了。他整个人直接瘫坐在地上。既然对方是神，那就算他今天不去喷泉赴约，也根本无济于事。只要那家伙想，无论他躲到天涯海角，都能被轻而易举的救出来。不过转念一想，要不把他送回以前那个世界，去过那种起早贪黑的苦日子，其他的他什么都能忍，但这种被蒙在鼓里的感觉实在是太折磨人了。到底有没有人能站出来，把这背后的真相原本地告诉他呀？那些可怕的噩梦还没等他彻底缓过劲来，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这下坏了，他猛地反应过来，今天下午还约了西内亚出门呢。他赶紧一边应着，一边手忙脚乱地收拾东西。不过刚走到门口，他又突然停下了脚步。等一下，今天晚上他可是要去见那位神秘的神明，要是就这么赤手空拳的过去，那跟送死有什么区别？防人之心不可无，管他是不是神，先带上防身武器再说。大腿上绑好匕首，袖子里藏好暗器，这下心里总算有点底了。收拾妥当之后，他这才急匆匆地推门出去。一见到等在门外的西内亚，塞勒涅赶紧陪笑道歉，真是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西内亚在门口等了半天，结果门一开，他整个人直接看傻了。塞勒涅居然全副武装，手里还拎着一把大弓，这哪是去逛街，这分明是要去打猎啊！不过西内亚倒觉得挺有意思，笑着问他：“那我们出发吧。”两个女孩子就这么挽着手，高高兴兴的出门了。等到了地方，塞勒涅整个人都看呆了，这里到处都是亮闪闪的珠宝，还有各种华丽的礼服，简直就像进了藏宝库一样。这些饰品和裙子也太精致了，摆放的还这么有品味，这下女孩子的购物欲怕是彻底按捺不住了。塞勒涅看着眼前这阵仗，整个人都看花了眼，这感觉就像他第一次进高档商场一样，简直被彻底震撼到了。这时候，一位穿着体面的妇人迎了上来，妇人恭敬地行了个礼，自我介绍说自己是奥蒂克夫人。西内亚看折满屋子的准备，也有些意外地说道：“你准备的还挺充分，我本来没抱太大期望。”奥蒂克夫人赶紧弯腰解释说：“既然知道是谁的吩咐，她当然不敢有半点马虎。”西内亚转过头，笑着跟塞勒涅介绍起来：“这位可是王都很有名气的裁缝，我的衣服平时都找他做。”接着，西内亚忍不住吐槽起来：“领地里那些土包子，我是说大家平时都不怎么懂时尚。”西内亚拉起塞勒涅的手，有些不好意思地承认：“我一开始还以为你也是那样，差点就把人给打发回去了。”这下可把塞勒涅给听懵了。不过西内亚看着塞勒涅，眼里全是满意。不过现在看来，这衣服的颜色真的很衬你。等挑完裙子，我们再去看看化妆品吧。看着西内亚忙前忙后的样子，塞勒涅心里热乎乎的，这种被人放在心上的感觉，真的太让人心动了。这跟和瓦拉斯在一起时的紧张，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感觉。这是一种让人特别踏实的温暖。仔细想想，西内亚从一开始就对自己特别好，不仅主动邀请自己一起吃饭，还担心自己会想家，甚至手把手的教自己刺绣。最让人感动的是，每次自己和瓦拉斯闹别扭，西内亚总是毫不犹豫的站在自己这边，去数落他那个亲弟弟。不管是在前世还是现在，自己都习惯了孤零零一个人，从来没有体验过这种亲密的关系，所以一开始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份热情。但是现在，他是真的很想亲口告诉西内亚自己到底有多开心。塞勒涅轻轻叫了一声：“那个。”塞勒涅终于鼓起勇气，弯下腰，真诚地道谢：“谢谢你对我这么好。”西内亚有些无奈地笑了，说什么傻话呢？接着，塞勒涅拿出了一个精致的小盒子，有些忐忑地问：“这是我给你准备的小礼物，你喜欢吗？”西内亚看着礼物说道：“真漂亮，我很喜欢你的这份心意。不过，西内亚突然话锋一转，要不你干脆把瓦拉斯丢在这，跟我一起去王都生活吧。”大名鼎鼎的裁缝大老远跑到北境，全是因为1个月前皇后的死命令。皇后冷冷地命令他去贝利亚斯，虽然当时没有任何赏赐，但谁都明白，要是敢抗命，这条小命可就彻底交代了。毕竟伴君如伴虎，他能安稳活到现在，全靠对皇后的绝对服从。就这样，他老老实实来到北境，结果一等就是2个星期，连个后续的指示都没有。本以为要一直在这里耗下去，可就在这时，门口的门铃突然响了，真正的主角终于要登场了吗？看着西内亚和塞勒涅手挽手走出来，旁边的裁缝总算放下了心，只要帮这位能逗笑大小姐的姑娘做完衣服，他就能高高兴兴回王都交差了。此时塞勒涅心里还有点打鼓，他小心翼翼地递上礼物，问对方喜不喜欢。西内亚看着手里的礼物，显然高兴坏了，直言自己很喜欢这份心意。可谁能想到，西内亚收下礼物后，突然笑着提议，要不干脆把瓦拉斯丢下，跟他一起去王都生活。这句话一出，塞勒涅整个人都懵了，这姐姐居然公然开始抢人了，要是让瓦拉斯知道，怕是得直接气炸。西内亚突然凑了过来，轻声唤着塞勒涅。塞勒涅有些紧张地问怎么了，接着西内亚开始疯狂安利王都的好处，说那里有最好的学校和繁华的商业街。塞勒涅只能呆呆地附和，确实是这样。可谁能想到，西内亚直接放了大招，声称自己要当塞勒涅的赞助人，能让他每天的生活都新鲜有趣。听到这，塞勒涅整个人都有些动摇了，这条件换谁能不心动？但就在这时，他脑子里的警报突然拉响，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前世吃过的亏已经够多了，这糖衣炮弹后面肯定还藏着代价。塞勒涅心里直犯嘀咕，这姐姐怎么非要带自己去王都？况且自己都结婚了，在这里过得挺好。西内亚道也通情达理，温柔的表示只要塞勒涅开心就好，自己只是太喜欢他才有点贪心。不过西内亚
可没打算放弃，又提议去住1个月，顺便见见丈夫和儿子。塞勒涅一听，觉得去玩1个月也不错，他刚想答应，结果下一秒帘子被拉开，瓦拉斯居然冷着脸直接堵在了门口。这下塞勒涅彻底吓傻了，结结巴巴地喊着亲爱的。西内亚在一旁看热闹不嫌事大，笑着说这下可热闹了。不过瓦拉斯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事情还得从今天早上说起。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正关押着重刑犯，他被魔法阵和锁链死死困住，动弹不得。就在这时，瓦拉斯带着手下走了进来。这地方只要进来了就别想活着出去。看着狼狈不堪的犯人，瓦拉斯语气平静，说手下至少该给对方倒杯茶。手下在一旁回答自己问过2次，但对方主动拒绝了。听到这话，瓦拉斯没再多说什么，只是慢条斯理地拿起了雪茄剪，咔嗒一声清脆的声音，直接让犯人彻底绝望了，因为他很清楚这个男人的手段有多残忍。看来刚才的审讯手段不是一般的狠，被困在魔法阵里的乔索彻底没脾气了，只能在心里暗骂这群家伙是疯子。就在这时，扎斯在一旁看不下去了，劝道这可不是对待医师的态度，之前不是还说对方救了马蒂尔德吗？听到这话，瓦拉斯倒是挺干脆的道歉。扎斯叹了口气说下次注意就行。不过瓦拉斯可没打算就这么放过他，递过去一根雪茄让他抽一口，结果雪茄一递过去，乔索根本受不了这味道，直接被恶心到了。看着瓦拉斯冷冰冰的脸，扎斯心里直犯嘀咕，刚才审讯时那家伙怎么看起来那么沮丧？其实瓦拉斯下达命令的时候特意嘱咐，就算对方是个男人也得当成女巫防范。结果扎斯带人去抓的时候，发现那家伙居然在跟别的女人约会，这可把扎斯气坏了，毕竟那家伙本来应该和自己妹妹在一起。不过这种私心扎斯是绝对不会承认的，有些心虚的解释对方有快速自愈能力，所以自己下手稍微重了点。瓦拉斯根本没心思听这些，冷冷回了句无所谓。这态度直接把扎斯给噎住了，只能自己找台阶说反正人已经到手。两人正说着，突然得知了一个消息，西内亚和塞勒涅此时就在眼前的店里。这下瓦拉斯直接停住了脚步，谁能想到瓦拉斯和扎斯刚走到门口，就听到西内亚在里面挖墙脚，居然撺掇塞勒涅跟他去王都。这下瓦拉斯的脸刷的一下就黑了，这换谁能忍得住？瓦拉斯当场就要冲进去找他结算账，扎斯在后面拼命拉着他，劝他先等一下，听听塞勒涅怎么回答。瓦拉斯这才勉强停下脚步，结果屋里很快传来了塞勒涅的声音，他说自己已经结婚了，而且很喜欢这里，每天的生活都很有意思。这话一出，瓦拉斯刚才的火气全消了，心里别提有多得意，还想挑拨他们夫妻的关系门都没有。瓦拉斯心里正美着呢，虽然塞勒涅没亲口说喜欢他，但也没说不喜欢。结果西内亚又出招了，提议让塞勒涅去王都住1个月。这话一出，瓦拉斯和扎斯当场傻眼，这不就是明摆着耍赖吗？瓦拉斯太了解他姐了，只要把人骗去王都，绝对有办法留下来。1个月很快就会变成2、3个月，想在他眼皮子底下抢人门都没有。瓦拉斯直接闯了进去，把屋里的2个女人都吓了一跳。西内亚挑眉调侃他是稀客，还以为他忙得抽不开身。瓦拉斯冷冷的回了一句正事已经办完。西内亚一拿到设计图就开始大刀阔斧改动，指挥着要把一半的衣服改成露肩，袖子不能太长，还要去掉累赘的腰部装饰。自家姑娘身材这么好，就该大大方方露出来。旁边的裁缝听得压力山大，只能疯狂记录，这分明是西内亚在亲手打造完美弟妹。安排完衣服，西内亚转头喊了一声塞勒涅，塞勒涅有些紧张的赶紧应了一声。西内亚笑着吩咐他快去让裁缝量量尺寸。塞勒涅一听，立马乖乖跟着裁缝跑了，那速度快得像只受惊的小兔子。看着塞勒涅慌慌张张的背影，瓦拉斯在旁边看着，心里别提有多美，她还是一如既往的可爱。不过等塞勒涅一走，屋里的气氛瞬间变了。西内亚收起笑容，冷冷地问：是不是该聊聊那些不知死活的入侵者了？看着塞勒涅离去的背影，瓦拉斯眼神里满是温柔，可塞勒涅前脚刚走，西内亚就立刻切回了正题。他低声询问瓦拉斯：是不是该聊聊那些入侵者了？那个缠着绷带的女巫到底有没有追踪到？见瓦拉斯沉默不语，西内亚忍不住出言调侃：找了整整10天都没有线索，这办事效率是不是太慢了？然而瓦拉斯却平静地表示，其实早在4天前，他们就已经锁定了目标。西内亚顿时吃了一惊，4天前刚好是他提供线索的时候，本以为自己甩掉了所有眼线，没想到一举一动全在瓦拉斯的掌控之中。西内亚无奈地笑了笑，调侃这还得多亏了瓦拉斯的敏锐。他紧接着追问，当时对方是不是只有3个人？瓦拉斯语气毫无波澜，纠正说是5个人。西内亚又问起那栋房子的主人，瓦拉斯冷冷吐出一个名字，登记人叫乔索·海因·帕斯托，而且西内亚应该最清楚，这到底是谁的化名？听到海因这个名字，西内亚满脸的不可置信，直呼这绝对不可能，简直太荒谬了。瓦拉斯发出一声冷笑，指出进出那栋房子的有老鼠有鸟，还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这样奇特的组合，除了女巫和拿菲利人兄弟，还能有谁？西内亚这下彻底笑不出来了，如果真是拿菲利人卷入其中，那接下来的麻烦可就大了。看到西内亚对这个消息极感兴趣，瓦拉斯凑过去低声透露，那个叫帕斯托的家伙现在就被关在外面的1号牢房，想去随时都可以去。
瓦拉斯心里非常清楚，以西内亚那雷厉风行的脾气，今天之内绝对会去亲自审问，他必须亲眼确认对方的身份，看看这家伙够不够格当他的猎物。就在两人各怀心思的时候，塞勒涅换好衣服走了出来，有些害羞地询问大家，自己穿这身衣服好看吗？刹那间，两人的注意力被瞬间吸引，刚才那些阴暗的算计和阴谋，顿时被抛到了九霄云外。量完尺寸后，大家直接开启了逛街模式，看着琳琅满目的商品，塞勒涅的眼睛都快不够用了。女人一旦开启逛街模式，那战斗力简直超乎想象。瓦拉斯老老实实跟在后面，充当起移动的提包工具人，西内亚则拉着塞勒涅在前面开路，扎斯和安娜两个保镖紧随其后。这强大的气场走在街上，回头率简直100%。塞勒涅这回是彻底玩开心了。以前在原本的世界里，她是个大门不迈的资深宅女，总觉得人际交往疲惫不堪。可现在西内亚把她当亲妹妹疼爱，瓦拉斯也寸步不离的守护在侧，这种被大家围着宠溺的感觉，让她甚至有些舍不得放手了。逛完街回到房间，塞勒涅突然想起刚买的化妆品，笑着提议要不要是世新买的口红。西内亚一听立刻来了兴趣，催促他赶紧拿出来瞧瞧。塞勒涅从包里翻出那支口红，直夸包装小巧精致，颜色也是非常正的红色。西内亚主动凑过去，提议自己帮他涂上试试。塞勒涅乖乖配合，任由西内亚细心的帮他涂抹。看着涂好后的惊艳效果，西内亚忍不住大声夸赞，这个颜色简直太适合他了。塞勒涅有些不好意思，红着脸问大家这个颜色好看吗？看着塞勒涅娇艳欲滴的红唇，西内亚在一旁赞不绝口。可旁边的瓦拉斯却整个人都不好了，这抹红唇在他眼里简直就是最致命的诱惑。要是这样出门，全世界的目光都会被他勾走。他甚至恨不得现在就冲上去，亲手把这口红给吻掉。看着瓦拉斯在一旁干吃醋，西内亚在心里直翻白眼，觉得这家伙真是个不开窍的木头，直接夸一句漂亮，再顺势亲上去，不就什么都解决了？非要在这里自己跟自己较劲。西内亚懒得理会他，转头拿起点心递给塞勒涅，说这里面加了咖啡，让塞勒涅尝尝。塞勒涅吃得一脸满足，还一脸期待的问好。不好吃。西内亚平时根本不爱吃甜食，但看着自家小松鼠期待的眼神，也只能笑着破例吃下去。接着他又拿出一块点心，神秘的眨眨眼，说这块里面可是加了酒的。塞勒涅突然有了主意，把点心递到瓦拉斯面前，问他要不要尝尝看。瓦拉斯却冷着脸拒绝，生硬的表示自己现在不饿。塞勒涅有些委屈的小声嘀咕，明明这些点心真的很好吃。瓦拉斯尴尬的咳嗽了一声，试图掩饰自己的不自然。紧接着瓦拉斯直接下了逐客令，让扎斯和安娜赶紧退下。扎斯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安娜强行拖了出去。西内亚一看这架势，也十分识趣的站起身准备离开。这下可好，屋里转眼就只剩下他们两个人，气氛瞬间变得有些微妙。塞勒涅心里直犯嘀咕，他刚才虽然嘴硬说不饿，但看着可不像真心话，现在又把大家都赶走，到底想要干什么？犹豫再三，他还是决定再试一次，顺手又拿起了一颗点心，直接递到了瓦拉斯的嘴边。看着送到嘴边的美味，瓦拉斯的心思显然不在点心上，他甚至在暗自盘算，要是自己装作不小心，是不是能顺便咬一下他的手指。瓦拉斯这次可没有客气，直接就着他的手咬了下去。这一下，暧昧的气氛瞬间拉满。塞勒涅脑子里一片混乱，心想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偶像剧桥段？接下来是不是该接吻了？与其被动等待，不如主动出击。他索性一把揪住瓦拉斯的衣领，这反客为主的举动，直接把瓦拉斯给整不会了。看着主动送上门的小白兔，瓦拉斯嘴角微微上扬，这可是你自找的。温热的吻轻轻落下，塞勒涅整个人都有些发懵，但他不仅没有躲开，反而慢慢闭上了眼睛。可谁能想到，这姑娘接下来的主动举动，直接把瓦拉斯整不会了。这一下轮到瓦拉斯彻底傻眼，刚才那是真的吗？他居然主动回应了，这谁能顶得住啊？瓦拉斯再也克制不住，直接一把将他抱了起来，两人的情绪瞬间失控。瓦拉斯这回彻底不打算放手，直接把人死死扣在怀里。平时看着挺冷静一个人，这会儿连手都有点不听使唤。刚才西内亚亲手帮他涂的口红，这下全便宜了这家伙。好不容易等这一吻结束，塞勒涅整个人都有些晕乎乎的，只能软绵绵地靠在他身上。看着怀里满脸通红的姑娘，瓦拉斯的眼神温柔得不像话，他又轻轻在塞勒涅额头上落下一吻，只想把他整个人都抱得更紧一些。瓦拉斯有些自责地轻声说，对不起，是我太胆小了，居然还要你来当勇敢的那一个。情到浓时，瓦拉斯顺势把人抱到了腿上。其实塞勒涅心里早就想好了，要是这家伙再敢像上次那样说什么这只是个意外的鬼话，他绝对会一巴掌扇过去。可现在看瓦拉斯这态度，他分明是想假戏真做，以后跟他当真正的夫妻了。既然两颗心都想到了一块，那还有什么好犹豫的？这一抱可就再也分不开了。看着怀里温顺的姑娘，瓦拉斯忍不住笑出了声。至于塞勒涅之前说的那些气话，他决定通通忘掉。从今往后，他只要记住他们要成为幸福夫妻的承诺，那就足够了。瓦拉斯脸上还带着刚才的口红印，心里却已经开始规划起更长远的事了。他甚至连以后生几个孩子都想好了，第一胎得是个女儿，第二胎最好也是个女儿。不过这种话现在说出来，估计会把人吓跑，还是得找个合适的机会再提。为了缓解刚才的暧昧气氛，瓦拉斯主动提议，外甥现在有个小急事，你想去转转吗？塞勒涅一听，整个人都精神了。好啊，我正想去呢。这下可好，两人手牵着手
直接融入了热闹的人群里。塞勒涅一路上嘴就没停过，手里拿着各种好吃的，吃得别提多开心了。塞勒涅笑着说：“这里的东西味道真的太棒了。”逛累了之后，两人并肩坐在路边的长椅上，这温馨的氛围简直甜得让人牙疼。身边的风景这么美，瓦拉斯又陪在自己身边，要是时间能永远停在这一刻，该有多好！可就在这时候，人群里一个不起眼的身影一下子吸引了他的注意，顺着那个方向看过去，那是个穿着兜帽斗篷的人，正急匆匆地往人群深处走。只看了一眼，塞勒涅整个人都僵住了。难道是他？安娜已经先回去了，现在只要能把瓦拉斯支开，自己就能跟过去看个究竟，哪怕只是远远的看一眼，确认一下到底是不是看错了，也总比在这里干交集强。塞勒涅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那个，你能帮我买杯苹果汁吗？瓦拉斯根本没有多想，我马上就回来。看着瓦拉斯起身的背影，这下子机会可就来了。瓦拉斯前脚刚走去买果汁，塞勒涅后脚就坐不住了，这可是他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机会，绝对不能耽误。趁着瓦拉斯还没回来，他1秒钟都不敢耽搁，直接一头扎进了人群里。可刚才那个神秘的兜帽人，这会儿居然不见了。就在他急得团团转的时候，一只发光的萤火虫突然晃晃悠悠地飘了过来。这场景怎么跟他梦里的一模一样？难道那个带着萤火虫的女人真的是神明派来的？可他明明一直都在拼命躲着这位神明啊，现在却只能硬着头皮一路小跑着跟了上去。塞勒涅一边往前追，心里其实也在犯嘀咕，自己为什么要这么拼命去追一个陌生人？可如果那个女人才是真正的塞勒涅呢？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前面的兜帽人突然停下了脚步，接着那人缓缓拉下了头上的兜帽。当那张脸彻底露出来的时候，塞勒涅整个人都傻了，因为眼前这个女人居然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看着眼前这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塞勒涅整个人都懵了，这简直就像是在照镜子。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身后突然撞上了一个人。这一回头，塞勒涅的心直接凉了半截。眼前这个穿着兜帽的男人，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那位神明？这下真的彻底危险了。还没等他来得及逃跑，对方直接一伸手，死死地捂住了他的嘴，这力道大的根本挣脱不开。塞勒涅拼了命地挣扎，可对方根本没有放手的意思，这下连气都快喘不上了。这个神秘的男人到底想要干什么？这下彻底完了，塞勒涅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直接软绵绵的倒了下去。而那个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就这么冷眼看着这一切。另一边，瓦拉斯高高兴兴地拿着果汁回来，结果长椅上空空如也，哪里还有塞勒涅的身影？瓦拉斯喊了一声：“塞勒涅！”这人怎么一眨眼就不见了？他到底跑哪儿去了？也许是看到什么好玩的，自己跑去凑热闹了吧？瓦拉斯在心里安慰自己，千万不能慌，他肯定就在这附近。就在他急得不行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一声甜甜的呼唤：“亲爱的！”这个冒牌货顶着塞勒涅的脸，带着虚伪的笑容走了过来，他轻声说着：“抱歉让你久等了。”看着眼前这个熟悉的枕边人，瓦拉斯虽然感觉有些异样，但还是体贴的把外套披在他身上，轻声询问他冷不冷。罗温脸上挂着温柔的笑容，内心却全是前世冰冷的回忆。前世他被死死关在内堡里，那个男人根本不在乎他的感受，只是疯狂的占有他的身体。看着瓦拉斯如此体贴温柔，罗温心里开始打起算盘。前世的瓦拉斯虽然是个野兽，但现在这些温柔的举动让他觉得这辈子能当个恩爱夫妻。于是他主动挽上瓦拉斯的胳膊，娇滴滴的撒起娇来，说自己看中了一条漂亮的项链，想要让瓦拉斯买给他。可这句话刚刚说出口，瓦拉斯的眼神瞬间变得冰冷，因为真正的塞勒涅绝不会主动要东西。他冷冷地质问对方：“难道不喜欢之前送的那条吗？”这一下罗温彻底慌了神，他赶紧结结巴巴的找补，解释说只是觉得那条也挺好看。看着眼前这个破绽百出的女人，瓦拉斯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冷笑。这个冒牌货怕是要彻底露馅了。瓦拉斯把他送回了房间，临走前还体贴的交代，让他先在房间里好好休息，自己一会儿就让安娜过来。随着沉重的房门缓缓关上，屋里只剩下这个罗温一人。刚才还一脸温柔的女人，此刻终于卸下了伪装，忍不住得意的放声大笑。这一切简直太容易得手了。为了施展这个完美的伪装咒语，自己可是费尽了心机。瓦拉斯怎么可能看得出来？就在他得意忘形的时候，门外突然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安娜在门外恭敬的喊道：“夫人，我是安娜。”这下可麻烦了，安娜可是最熟悉塞勒涅的人，这个冒牌货能躲过他的眼睛吗？安娜推开门走了进来，身后还跟着一个陌生女仆。罗温顿时警惕地竖起防备，冷冷地质问：“这是谁？”安娜不卑不亢地解释道：“这是给您安排的贴身女仆，本来是明天才上任，但公爵大人非要她立刻过来。”女仆赶紧上前恭敬的行礼，自我介绍说自己叫苏菲，能为夫人服务是她的荣幸。前世她连个贴身女仆都没有，这辈子居然这么快就配上了。冒牌货忍不住得意的笑出声，让苏菲先去准备洗澡水。等女仆退下之后，安娜却并没有离开的意思，反而突然开口向他道谢，感谢他昨天送的那块手帕，上面还绣着自己名字的缩写。这下可彻底麻烦了，这分明是安娜抛出来的致命试探。真正的塞勒涅昨天到底送没送过？要是答错一个字，就会彻底露馅。听到安娜这句突如其来的感谢，罗温脑子飞速运转，看来真正的塞勒涅确实送过手帕。他赶紧顺着话头笑着应和，说那是当然的。为了掩饰内心的极度心虚，他赶紧端起茶杯猛喝了一口，心里却忍不住泛起嘀咕：安娜平时那么冷冰冰的一个人，居然会被一块手帕感动成这样。看来那个塞勒涅刺绣手艺确实非同一般，这下
可真是个大麻烦，自己根本不会什么刺绣，要是以后被要求展示，绝对会露馅。他暗暗在心里咬牙发狠，看来得想办法再送安娜一个新物件，把这一关先糊弄过去再说。就在这时，女仆进来说洗澡谁好了，罗温这才如释重负的松了口气，赶紧把所有人都打发了出去。等房间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他脸上终于露出了得意的冷笑。塞勒涅啊，塞勒涅，你辛辛苦苦铺好的路，以后可就全便宜我了。唰的一下睁开双眼，眼前的一切瞬间发生了改变。谁能想到他居然在机缘巧合下进入到了塞勒涅的梦境深处？在这个梦境的最深处，一个神秘的声音正在低声交代，今晚会有一个叫扎斯的男人来接他，而且对方还会称呼他为塞勒涅卡梅林。还没等他仔细想明白，父亲突然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这气势汹汹的架势明显是要发生什么大事了。父亲直接逼到他的面前，咬牙切齿地警告他闭嘴，说今晚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听到他提起这个该死的姓氏。原来塞勒涅和这个家庭之间早就有着不可告人的残酷过往，而这个被极力隐藏的姓氏究竟代表着什么惊天秘密？父亲指着塞勒涅冷冷地警告，明天开始他就要改用丈夫的姓氏。塞勒涅看着眼前的男人，自嘲地想，今天居然没有挨打，看来自己现在成了值钱的商品。看着父亲头也不回地摔门离去，塞勒涅心里比谁都清楚，这大概是他们父女最后一次见面。可对方依然冷酷的没有一丝温度。不过这么多年痛苦的熬过来，他对这种冷漠早就已经彻底麻木。明天就要彻底出嫁，他开始默默盘算着要带走的东西。母亲留下的唯一珠宝盒、自己的日记本和那把旧弓箭，有这些东西就已经足够了。在彻底离开这个冰冷的家之前，他打算最后出去散散步，再看一眼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地方。塞勒涅独自在村子里散步，遇到了平时相熟的汤姆，他笑着问对方怎么吓成这样。其实他今天来是专程道别的，他轻声告诉汤姆，以后不用再给自己送柴火了。听到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汤姆心里别提有多难受了，毕竟这一走以后想见面可就难了。汤姆忍不住担忧地询问，那个要娶她的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塞勒涅无奈地回答，只听说他在遥远的北方做生意，北方路途遥远且气候寒冷。塞勒涅心里很清楚，这一去恐怕以后再也回不来了。其实汤姆一直很照顾他们母女，回想起小时候那些艰难的日子，虽然生活过得无比辛苦，但身边总有这些善良的人陪伴。可如今他必须独自去面对未知的命运。塞勒涅轻轻拉着汤姆的手，拜托他以后帮忙照看母亲的目的。汤姆红着眼眶一口答应了下来，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一走以后可能就再也没有相见之日了。临走前他还想和自己的老伙计最后再痛痛快快的骑一次马，可还没等他跨上马鞍，身后突然传来一个极其讨厌的声音。那个无赖阴阳怪气的开口说，刚才看到他父亲急匆匆的走了，不知道是去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看着这家伙一脸不怀好意的样子，塞勒涅根本不想搭理他，只想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结果对方紧接着又丢出一句话，说听说他马上就要结婚了。听到结婚这两个字，塞勒涅一下子停住了脚步。塞勒涅根本不想理会这个无赖，转过头冷冷地警告罗宾，让他立刻闭嘴，别跟自己说话。可罗宾根本不打算轻易放过他，突然猛地一伸手，死死拽住了他纤细的手腕。罗宾直接把他逼到了墙角，咬牙切齿的大声质问，让他少在这里装糊涂，明明答应过以后要嫁给他的。这个纠缠不休的男人叫罗宾，是村里的马夫。塞勒涅因为经常骑马，跟他认识了10多年，可这家伙其实是个长舌妇，最喜欢看别人的笑话。罗宾死死拽住塞勒涅的手腕，咬牙切齿地质问，你别跟我装糊涂，你明明答应过要嫁给我的。塞勒涅一把甩开他的手，冷冷地回答，别在这胡说八道。罗宾却嬉皮笑脸地凑上来问，你还在为以前的事生气吗？听到这话，塞勒涅直接戳穿他，你是指你到处造谣说我是私生女的那件事吗？罗宾顿时有些尴尬，赶紧解释，不，我不是那个意思，以前听到那些谣言还会难过，现在他根本不在乎了。谁能想到罗宾居然直接掏出了一把刀，这下事情彻底失控了。罗宾质问，那你为什么要拒绝我？塞勒涅强压下怒火问，你爱我吗？看着眼前的刀刃，罗宾脸上露出了诡异的笑，自顾自地说道，我当然爱你。谁能想到罗宾居然直接强吻了上去。塞勒涅拼命挣扎，一把将他推开，大喊，放开我。可就在推搡之间，那把锋利的短刀唰的一下划过了他的脸颊。塞勒涅顾不上疼痛，转身拔腿就跑。罗宾在后面气急败坏的大喊，站住，你给我回来。如果距离拉开，他还能用背上的弓箭反击，但现在面对一个拿刀的疯子，根本没有胜算。当务之急是必须先找个地方躲起来。塞勒涅躲在暗处，心里一阵后怕。他知道罗宾这家伙无赖，但真没想到他已经彻底疯了。现在罗宾肯定在到处找他，所以躲在1楼绝对比上2楼要安全得多。只要守在门口，等那个叫扎斯的人一到，他就能立刻跟着对方逃走。可他又开始担心，要是自己贸然跑出去，万一让来接他的扎斯撞上那个拿刀的疯子，那可就全完了。虽然这只是一场政治联姻，但他现在甚至开始期盼那个素未谋面的未婚夫能立刻出现在这里，只希望那个男人千万别也是个动不动就动刀的疯子。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唰的一声异响，完了，难道是那个疯子找过来了？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门被推开，罗宾拿着刀走了进来，冷笑着说，塞勒涅，我来了，我们的事还没完呢。罗宾一边在屋里搜寻，一边厚颜无耻地喊着，既然迟早要成亲，不如今晚就先把事办了。这话听得人直犯恶心，这家伙简直就是个疯子。
罗宾还在自顾自的念叨，说他虽然长得好看，但脾气实在太差，甚至还大言不惭的表示以后得好好管教管教他。听着外面的动静，他现在应该在第1层的客房里，只要能避开他，或许还有机会逃出去。罗宾在屋里疯狂的翻箱倒柜，嘴里还骂骂咧咧的威胁着大喊：“等我抓到你，非废了你那只拿弓箭的手不可！”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外面突然传来了一阵马蹄声。躲在暗处的塞勒涅心里一惊，难道是来接他的人到了？他赶紧轻手轻脚的挪到窗边，顺着窗缝往外一瞧，果然外面站着一个衣着华丽的年轻男人。这穷乡僻壤的，绝对不会有第2个人穿得这么体面。塞勒涅这下顾不上那么多了，一把抓起桌上的黑色大书，准备趁乱逃出去。塞勒涅深吸一口气，终于大着胆子推门走了出来。门外站着的正是来接他的扎斯。两人一碰面，塞勒涅连客套都顾不上了，劈头盖脸就问了最关心的问题：这栋房子你到底买下来没有？扎斯倒也痛快，直接承诺等到了北方就把房契拿给他看。听到这话，塞勒涅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其实他之所以答应这门婚事，唯一的条件就是保住和母亲一起生活过的老宅，哪怕以后荒废了，也绝不能落入外人手里。不过他心里也早就盘算好了，要是这家伙到时候拿不出房契，他绝对会毫不犹豫的直接开溜。扎斯骑在马上，转头问他：“你会骑马吗？”听到这话，塞勒涅忍不住笑了，笑着说：“你是在开玩笑吗？”话音刚落，他动作利落的翻身上马，直接策马狂奔。刚才那声马嘶动静可不小，绝对会把屋里的罗宾引到窗前。要是被那个疯子发现，可就真的走不掉了。塞勒涅骑在马上，直接拉满了弓弦，对准了窗户里那个纠缠不休的黑影。只听唰的一声，箭矢直接射穿了玻璃，屋里顿时传来一声惨叫。这一箭算是彻底做个了断。塞勒涅看了看自己脸上的伤口，冷冷的收起弓。既然对方只是擦伤了他的脸，那他也留了情面，没直接废掉那家伙的手腕。反正这一走，以后再也不会相见了。塞勒涅最后看了一眼这个地方，在心里默默和母亲还有这个家告别，随后策马奔向了未知的远方。谁能想到罗文居然主动迎了上去，还温柔地喊了他一声亲爱的。这一下直接把对面的瓦拉斯给整懵了，他手里捧着饮料，半天没反应过来。在瓦拉斯看来，眼前这个女人怕不是脑子有病，居然故意打扮成塞勒涅的样子，还莫名其妙的套近乎。毕竟在他心里，真正的塞勒涅是天底下最美的人，而眼前这个女人身上根本没有那股熟悉的甜香，连给塞勒涅提鞋都不配。可就在他准备拆穿对方的时候，目光却落在了女人的脖子上，那条华丽的红宝石项链怎么越看越眼熟，甚至连上面那个微小的标记都一模一样。这下瓦拉斯彻底傻眼了，因为这条项链明明是他亲手送给塞勒涅的。看着眼前这个戴着项链的女人，瓦拉斯心里直犯嘀咕，难道真正的塞勒涅已经遭了他的毒手？他怀疑这个女人就是那个神秘的绷带女巫。早知道这样，当初就该一把火把那栋红砖房烧了。虽然现在恨不得立刻动手，但为了找到塞勒涅的下落，他只能强压下怒火，绝对不能打草惊蛇。要是让对方察觉到异样逃跑，线索可就彻底断了。瓦拉斯沉着脸走回大厅，立刻叫来了女仆安娜。看来他准备暗中调查这个冒牌货了。瓦拉斯神色严峻的吩咐，必须盯紧那个女人，顺便打听一下马蒂尔德的下落。可手下却说，从今天早上起就没见过他了。这下事情变得更复杂了。瓦拉斯披上大衣，叮嘱安娜先去和苏菲会合，记住千万别让那个女人发现有人在监视她。此时的内城训练场上，苏菲正在挥汗如雨的练剑，听到有人喊她去值班，她立刻收起长剑赶了过去。安娜直接递过去一套衣服，让她赶紧换上。苏菲看着手里的衣服有些发懵，这怎么是套女仆装？安娜神色严肃的解释，现在情况特殊，绝对不能暴露你新守卫的身份，至于具体要干什么，路上再慢慢跟你细说。毕竟在这个节骨眼上，伪装成女仆才是最稳妥的办法。安娜心里很清楚，倒不是她不信任苏菲，而是这次的任务非同小可，绝对不能让那位夫人察觉到任何异样。安娜心里直犯嘀咕，公爵大人今天怎么这么反常？难道是夫人出什么事了？还没等她想明白，屋里的罗温就微笑着下了逐客令。行了，你们先下去吧。随着房门关上，安娜立刻压低声音对身边的苏菲交代。安娜吩咐，盯紧她，别让她发现你的身份，有任何风吹草动立刻汇报。交代完任务，安娜快步离开。可走着走着，她突然反应过来了，公爵大人为什么要下这种命令？因为屋里那个女人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夫人。夜色中，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打破了宁静。瓦拉斯带着一队人马，风驰电掣地冲出了城门。他们一路狂奔，终于赶到了那栋林中小屋前。瓦拉斯勒住战马，看着眼前漆黑的屋子，这里安静的有些反常。他之前部署在附近的眼线，竟然一点动静都没有。看来那些守卫多半已经凶多吉少了。就在这时，手下突然急促地喊了一声“公爵大人”。瓦拉斯猛地推开门，急切地大喊着塞勒涅的名字，可门后空无一人，这里早就被搬空了。瓦拉斯转头质问身边的扎斯，那个紫头发的男巫到底去哪了？扎斯有些无奈地解释，今天早上的汇报还一切正常，下一份报告得等明天早上才能送来。扎斯接着分析，如果明天早上还没有消息，咱们可能就彻底断了线索。看着空荡荡的屋子，瓦拉斯心里很清楚，那家伙绝对就是绑架塞勒涅的幕后黑手。既然这里找不到线索，那就没必要再浪费时间了。瓦拉斯转身就走，吩咐扎斯立刻打道回府，他要亲自去审问地牢里关着的那个家伙。敢在他眼皮子底下动人，这次他绝对会让对方付出惨痛的代价。
地牢里的乔索猛地睁开眼，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刚才那一幕到底是梦境，还是他又一次被打晕过去的幻觉？他挣扎着想要站起来，可手脚上的锁链和脖子上的项圈直接把他死死拽回了现实。而就在他不远处，西内亚正优雅地端着茶杯，冷冷地看着他，哪怕一句话都没说，那股压迫感也已经扑面来。乔索心里顿时咯噔一下，只看一眼他就能确定，这个女人绝对和瓦拉斯脱不了干系。更让他感到后背发凉的是，西内亚身上的某种感觉，竟然让他一下子联想到了文森特。这下事情可真就越来越复杂了。乔索越看越觉得，眼前这个女人简直是个疯子。他甚至开始怀疑，这个家族的人是不是一代比一代离谱。放眼望去，自己反倒成了这里唯一正常的人。就在这时，紧闭的大门突然被猛地推开，瓦拉斯沉着脸走了进来。看到来人，乔索反而松了一口气。他觉得这位公爵就算要动手，好歹也会讲点规矩。可还没等他把心放回肚子里，瓦拉斯一开口，却直接叫了那女人一声姐姐。这下乔索彻底傻眼了。乔索彻底懵了，他本以为这女人只是个远房亲戚，谁能想到她竟然是瓦拉斯的亲姐姐。这下他的脑子彻底乱了，在之前的记忆里，这位大小姐根本就没在北方出现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西内亚看着瓦拉斯，所以你今天闻不到塞勒涅身上的甜味了，就因为这个，你才怀疑他是别人假扮的。瓦拉斯神色严肃，没错，我需要你把那个叫洛克西的东西给他。西内亚听得一头雾水，塞勒涅身上有糖味是什么意思？糖本身不就没味道吗？不过看着平日里冷酷的弟弟，居然会跑来找自己商量这种事，西内亚倒觉得挺有意思。除了气味不对，瓦拉斯还提到一个细节，塞勒涅的剑筒不见了。西内亚倒觉得没什么，他可能只是觉得碍事，才把剑筒摘掉的。其实自从酒馆那一晚之后，西内亚就不再怀疑塞勒涅是女巫了。当时塞勒涅说想和瓦拉斯白头偕老，那副真诚的样子，让西内亚忍不住想要去相信他。可再看看眼前的瓦拉斯，平日里冷酷无情的公爵大人，现在居然急得团团转，这副坐立不安的模样，真是让人哭笑不得。西内亚无奈地叹了口气，反正那瓶叫洛克西的药水本来就是给塞勒涅准备的，既然弟弟这么不放心，那就成全他这一次。如果塞勒涅只是个普通人，这药水喝下去跟普通饮料也没什么区别，只要能让这个慌了神的弟弟冷静下来，这笔买卖怎么看都不亏。西内亚既然答应了弟弟，这事就必须办得滴水不漏。深夜的房间里，罗文正一个人静静等待，突然门外传来了敲门声。这大半夜的，他第一反应就是瓦拉斯回来了。罗文高兴地拉开房门，可门一开，外面站着的却是个陌生女人。西内亚端着托盘走了进来，微笑着打了个招呼，晚上好。看着这个不请自来的女人，罗文整个人都懵了。西内亚放下杯子，调侃道：瓦拉斯还没回来吗？这么晚把你一个人丢下，还真是他的作风。西内亚无奈地吐槽，瓦拉斯那冷冰冰的性子，确实得好好改改了。罗文这才反应过来，原来眼前这位就是瓦拉斯的姐姐，难怪自己以前一直被关在内堡，对外面的人一无所知。既然是瓦拉斯的姐姐，那可得想办法搞好关系。罗文立刻换上笑脸，说这杯热巧克力送的正是时候。西内亚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打量着他，接着把热气腾腾的杯子递了过去，看你挺喜欢巧克力的，特意给你做的很浓郁，希望你会喜欢。罗文礼貌地道谢，并端起杯子，可他哪里知道，这杯看似普通的热巧克力里，其实早就被西内亚加了料。另一边，不知道过了多久，塞勒涅终于睁开了眼睛，看着周围完全陌生的环境，他脑子里一片空白，这里到底是哪里？这下他彻底反应过来了，自己这是被绑架了。好在防身的小刀还在，这让他稍微松了一口气。虽然手脚没被绑着，身上也没受什么伤，但他很快发现自己的剑筒不见了。他赶紧跑去开门窗，结果不出所料，全都被死死锁住了。这下麻烦大了，塞勒涅现在是彻底没招了。看着梳妆台上的化妆品和发夹，他心里直犯嘀咕，这地方以前难道是个女人的房间？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紧闭的房门突然被推开了，文森特走了进来。塞勒涅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既然对方说有话要问，那自己暂时应该还是安全的，先看看这家伙到底想耍什么花招。文森特优雅地走上前自我介绍，很高兴见到你，我是文森特，在陌生地方醒来吓坏了吧？不过别担心，你不会有事的。塞勒涅看着眼前的文森特，心里直发毛，这家伙绝对是个疯子，浑身上下都透着不对劲，明明干着绑架的勾当，脸上却还能挂着这么温柔的笑，甚至连一点愧疚的意思都没有。这种人最可怕了，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突然翻脸，变得无比残暴。不过既然已经落到他手里，一味的避开也不是办法，不如趁机套出点有用的信息。如果这个世界真的和那本小说一模一样，那自己和那个所谓的怪物大公到底有什么关系？还有那个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她到底是谁？文森特费尽心思把自己抓来，究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次被绑架，反而让塞勒涅看清了一件事，眼前这个叫文森特的男人根本就不是什么无所不能的神，要是他真有那么大能耐，哪里还需要费尽心机搞绑架，更别提送他回原本的世界了。既然摸清了对方的底细，他心里也就有了底。塞勒涅索性不再试探，笑着问他，那我还要在这里待多久？这反应倒让文森特有些意外，他本以为这女人会先追问纸条的事，没想到她居然这么沉得住气。文森特笑着回答，直到我厌倦你为止。塞勒涅一听可不乐意了，那你可不能一直这样把我关着。文森特看着眼前的女人，心里有些意外，她居然没哭着喊着要回家。既然她这么听话，自己倒是不介意对她好一点。
文森特笑着说：“被关在这里很不舒服吗？那行，我把所有的门都给你打开，这样总可以了吧？”塞勒涅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不过他可没打算坐以待毙，我需要你帮我拿个东西。在我的卧室里有一个小首饰盒，里面放着一本手记。那个盒子就在内城要塞的女大公卧室里。不管这家伙用什么手段去拿，他都必须离开这里一阵子。只要他一走，自己就有机会逃跑了。要是运气好，瓦拉斯说不定还能抓个现行。可转念一想，塞勒涅心里突然泛起了嘀咕：瓦拉斯真的能发现吗？发现他的妻子早就被人给调包了，他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察觉到不对劲呢？塞勒涅坐在窗前，心里忍不住开始吐槽，她那个名义上的丈夫瓦拉斯在察觉异样这方面简直迟钝得像块木头。要是他稍微聪明一点，自己当初也不至于受那么多委屈，甚至开始怀疑这家伙是不是在欲擒故纵。一想到这，塞勒涅整个人都不好了。万一瓦拉斯那个笨蛋真把那个冒牌货当成自己，还跟人家亲亲热热的，要是他真敢这么做，那事情可就大条了，自己绝对会忍不住亲手送他上路。不过这个念头刚冒出来，塞勒涅自己都吓了一跳，这可不像平时温柔的自己，看来真是被气糊涂了。看着一旁的文森特，塞勒涅赶紧咳嗽2声，掩饰尴尬，顺便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我想拿回我的剑筒。文森特倒也干脆，直接当着塞勒涅的面用魔法把他要的东西拿了过来。办完这件事，文森特丢下一句好好休息，就转身离开了房间。随着房门关上，屋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可还没等塞勒涅松口气，窗户那边突然有了动静，刺眼的强光刷的一下亮起，逼得塞勒涅不得不挡住眼睛。原来之前窗外那片漆黑，全是这家伙用魔法制造的幻觉。可等强光散去，看清窗外的景象时，塞勒涅却一下子愣住了。这外面到底是什么地方？塞勒涅贴在窗前一看，整个人都傻了，外面居然在下大雪。现在明明是4月，除非自己一觉睡了半年，否则只有一个可能，这里是极北之地的终年雪山。塞勒涅这下全明白了，难怪文森特刚才答应的那么痛快，说要把所有的门都打开。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雪山里，就算能从这栋屋子里逃出去，他又怎么可能活着回到要塞？塞勒涅深吸了一口气，强迫自己先冷静下来。现在慌也没用，得赶紧想办法。既然那个疯子说所有的门都开了，那他现在至少在这栋房子里是自由的。不过这地方到底还有没有别人？塞勒涅贴在门边仔细听了听，外面静悄悄的，看来暂时是安全的。既然拿回了武器，塞勒涅可不打算坐以待毙，他决定主动出击，去查清楚那个怪物大公的秘密。要是路上碰到什么人，他绝对会毫不犹豫的放箭，毕竟能跟绑架犯混在一起的，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人。不过转念一想，自己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暴力了？算了，任谁被莫名其妙绑架到这，脾气都好不到哪去。而另一边，文森特刚走出房间，就忍不住冷笑起来。塞勒涅那点想支开他的小算盘，早就被他看得一清二楚。潜入要塞这种事，对他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文森特本想速战速决，好让塞勒涅看看他的计划有多幼稚，可他刚要动身，却突然停下了脚步。不对劲，这女人到底是想让他去送死，还是想趁他离开的时候逃跑？要是乔索那小子在就好了，还能帮着盯着点。偏偏那家伙今天跑出去约会，到现在都没回来，真是关键时刻掉链子。看来只能等那小子回来，自己再动身去要塞了。至于现在，还是先回房间休息吧。那个不省心的乔索，今晚本来只是想去酒馆喝一杯，结果运气爆棚，居然被一个大美女主动搭讪，两人一拍即合，直接回了房间，气氛烘托的刚刚好，眼看就要度过一个美妙的夜晚。女人还贴心的问他心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人。乔索嘴上说着没有，心里早就乐开了花。可就在两人准备更进一步的时候，大门突然被暴力踹开，来人不是别人，正是扎斯。这下可把手下吓得够呛，虽然他还没和相亲对象正式在一起，但这被当场抓包的感觉简直比出轨还要命。乔索话都说不利索了，结结巴巴的想解释，可看着扎斯那张冷冰冰的脸，他知道自己这回是真是要完蛋了。扎斯冷笑着打了个招呼，好久不见了，医生。还没等屋里的人反应过来，扎斯直接就动了手，这一剑下去，直接见红了。倒在血泊里的那个女人，这下可把乔索给吓傻了。扎斯收起长剑，语气冷得像冰，看来你挑错了今晚过夜的女人。医生，她虽然有点用处，但我们最近发现她是个双面间谍。还没等乔索从震惊中缓过神来，伴随着清脆的响声，他的双手已经被死死锁住。这居然是专门对付巫术的锁链，这下他连反抗的机会都没了。扎斯手里拿着发光的核心，脸上露出了危险的笑容。那么，医生，我有些问题要问你，跟我走一趟吧。瓦拉斯一开口就直奔主题，塞勒涅在哪里？被锁在法阵里的乔索心里顿时凉了半截，他觉得眼前这个男人简直和那个女人一样疯。但他更纳闷的是，瓦拉斯怎么会突然问起女大公的下落？他明明知道文森特已经把人带走了，难道是罗温那边出了岔子，没能按计划行事？按理说调包的事情不可能被发现，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纰漏？看着眼前冷酷的瓦拉斯，他知道自己这回是彻底栽了。瓦拉斯根本不打算废话，直接一剑刺穿了乔索的手掌，这下是真的一点情面都不留了。看着地上的血迹，瓦拉斯冷笑了一声，原来你是个死不了的半神。乔索虽然疼得直哆嗦，但还是咬着牙死撑，没错，反正我死不了，我才不怕你。听到这话，瓦拉斯脸上的笑意更深了，死不了不代表你不会疼，更不代表你不会流血。
这下乔索彻底绝望了，眼前这个男人简直就是个疯子，要是再这么硬扛下去，自己迟早会被活活折磨死。要不干脆把塞勒涅的下落说出来，还能少受点罪。乔索忍着剧痛，问出了一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问题：刚才那个女人，你姐姐，她到底叫什么名字？这下轮到瓦拉斯纳闷了，这家伙明明已经怕得要死，为什么偏偏对西内亚的名字这么执着？瓦拉斯冷冷地看着他，直接开出了条件：等我找到塞勒涅，自然会把他的名字告诉你。可乔索一听，整个人更激动了，他大声喊着：光知道名字根本不够，我要见他，让我跟他说话。罗文正美滋滋地喝着热巧克力，心里还直夸这个大姑姐贴心，觉得西内亚真是个大好人。可他哪里知道，西内亚正死死盯着他，眼前这个塞勒涅怎么看都跟平时一模一样。难道真的是瓦拉斯想多了？要知道那杯热巧克力里可是加了专门对付女巫的药水，要是换做一般人，这会儿早就疼得满地打滚了。可罗文却跟没事人一样。西内亚忍不住叹了口气，看来瓦拉斯说的什么调包，根本就是自己吓自己。罗文看他脸色不对，关切地问：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西内亚笑了笑，说自己没什么事。西内亚顺势发出邀请，提议过几天一起出城坐船游玩。罗文一听高兴坏了，甚至开始计划带什么野餐便当。可还没等他高兴完，身体却突然出了状况。西内亚还在笑着开玩笑，说要让瓦拉斯来当苦力，可话还没说完，药效就彻底发作了。罗文连1秒都没撑住，直接重重地摔在地上。这药力显然比想象的还要猛烈。西内亚这下也急了，赶紧蹲下查看情况，大声呼喊着塞勒涅的名字。可此时的罗温已经疼得神志不清，在极度的痛苦中，他嘴里却断断续续地喊出了文森特的名字。听到这个名字，西内亚整个人都愣住了，他完全无法理解。要知道，西内亚之前可是把塞勒涅的底细查了个底朝天，可在所有的情报里根本就没有文森特这号人物。西内亚终于想起来了，文森特这个名字只存在于家族最古老的机密档案里，他居然是那个传说中的古老存在。这下事情彻底闹大了，西内亚立刻叫来守卫，让他赶紧去给瓦拉斯报信，说他们必须马上动身去雪山。可还没等消息传出去，瓦拉斯就已经主动找上门来。瓦拉斯劝姐别太冲动，说自己已经派人去搜寻了，让他继续做最擅长的事。在瓦拉斯看来，找人这种体力活交给手下就行，西内亚只需要继续翻阅古籍，或者用他的追踪法术提供线索。西内亚正琢磨着要用追踪法术找人，可这法术有个硬性条件，必须得有对方身体的一部分才行。瓦拉斯听完，直接递过去一个布袋。西内亚打开一看，整个人都不好了，里面居然是塞勒涅的指甲。这下西内亚看他的眼神都不对劲了，这人到底有什么怪癖？塞勒涅本人知道这事吗？被这么一质问，瓦拉斯不仅没觉得尴尬，反而还一脸得意。西内亚嫌弃的不行，让他赶紧收起这瘆人的笑脸。瓦拉斯赶紧咳嗽了一声，这才开始说正事。虽然乔索已经尽力描述了位置，但还是没办法在地图上精准定位。瓦拉斯希望西内亚能用追踪法术把范围缩小，毕竟雪山那么大，光凭乔索说的那些地标，什么冰谷洞穴大石头，在雪山里一抓一大把，根本没法找。只要能锁定具体位置，瓦拉斯有信心在2天内赶到。他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塞勒涅能不能撑到那个时候。听到弟弟的担忧，西内亚倒是信心满满，让他别小看女巫的本事，只管让手下的骑士随时待命。瓦拉斯没有多说什么，但心里的石头显然还没落地。另一边，塞勒涅看着自己指尖渐渐褪色的花枝，心里满是失落。曾经那个总是默默守在他身后的男人，如今又在哪里呢？那时候的瓦拉斯总是默默守在塞勒涅身边，连他指尖的花枝褪色了，他都会温柔地帮他重新涂上。只要能看到他的笑容，他就心满意足了。可谁能想到，当初他小心翼翼收集他的指甲，只是想为他调制药水，驯服一只只听他命令的狼，好代替自己永远守护他。结果呢，这些原本用来守护他的东西，如今却成了寻找他下落的唯一线索。风雪越来越大，在这片荒凉的雪山深处，他到底能不能撑到他赶来的那一刻？塞勒涅推开这扇门，眼前却是一条通往地下的暗道，冷风嗖嗖的往外灌。这地方怎么看怎么不对劲。他之前把楼上翻了个底朝天，结果连张写了字的纸片都没找到，干净的简直像个样板间。可越是这样，他心里就越发毛。现在只剩下这个地下室没查了，虽然心里直打鼓，但他已经没有退路，只能硬着头皮往下走。穿过阴森的走廊，他停在最近的一扇门前。塞勒涅推开门走了进去，这里堆满了各种古旧的书籍，简直像个小型图书馆。塞勒涅忍不住发出惊叹，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书？既然是藏秘密的地方，那肯定少不了暗格。结果他在箱子里发现了一堆散发着诡异紫光的药水，还没等他看明白这是什么，身后却突然传来一个冷冰冰的声音，问他到底在找什么。这一下差点没把他的魂给吓飞了。眼前居然飘着一个半透明的幽灵，正阴森森地盯着他。幽灵冷笑着问他是不是能看见自己。塞勒涅嘴上说着不怕，其实心里早就慌得不行，毕竟谁大半夜碰上这玩意都得吓个半死。结果这2个幽灵居然当着他的面开始旁若无人地拌起嘴来。男幽灵埋怨女幽灵不注意形象，女幽灵还嫌他唠叨。更神奇的是，这女幽灵摇身一变，居然成了一个漂亮的金发大美女，还主动凑过来问他是不是在找什么东西。既然对方没有恶意，塞勒涅也顾不上害怕了，直接在书架上翻找起来。可这地方这么大，他真的能找到想要的线索吗？塞勒涅为了以防万一，甚至把那些古怪的文字写下来给他们看。这2个幽灵倒也爽快，一口就答应了下来。
不过这热情劲反而让塞勒涅心里有点犯嘀咕，怎么现在的幽灵都这么乐于助人了吗？可找了半天还是没动静，塞勒涅有些泄气，甚至琢磨着要不干脆直接去问文森特算了。本来他还指望能从书里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可现在连书的影子都没见着，他都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找错地方了。可就在他准备放弃的时候，转机突然出现了，他在一处书架前停下了脚步。谁能想到这书不仅找到了，而且还不止一本，整整一排一模一样的精装书，就这么整整齐齐地码在书架上。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眼前的景象就让他彻底傻眼了。塞勒涅忍不住惊呼：“这怎么可能？”谁能想到这神秘的禁书居然是一整套连载？塞勒涅整个人彻底傻在原地。他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既然已经找到了，翻开看看不就知道了？可当他看清书里的内容，整个人瞬间如遭雷击。上面记录的竟然是以他和瓦拉斯为主角的故事，而背景正是他们所在的贝利亚斯要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他们的一举一动早就成了别人笔下的小说？塞勒涅越看越觉得不对劲，他之前读过的明明是暗黑复仇风格，怎么这套书里写的全是政治联姻和一见钟情的甜宠戏码？不仅是第一卷，连第二卷的内容也完全一样，全都是黏黏糊糊的恋爱故事，这跟他记忆中的残酷现实差了108000里。他不信邪的抽出第3卷，要是连这本也一样，那可就真见鬼了。结果还是一点没变，整整7卷书全都是这种甜腻的套路。塞勒涅彻底懵了，如果这些书才是真实的历史，那他之前读过的那些暗黑故事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还没等他理清思绪，旁边的女幽灵突然慌张地飘了过来，急切地向他报信：“孩子，那个可怕的男人来了，你必须赶紧躲起来。”他身上那股恶臭简直让人无法忍受。虽然重重谜团还没有解开，但现在显然不是纠结的时候。塞勒涅决定先把这些书带走，等安全了再慢慢研究。看着塞勒涅手忙脚乱的样子，女幽灵好奇地问他在找什么。可现在时间紧迫，塞勒涅根本顾不上解释，他撕拉一声，直接把自己的华丽裙摆给扯断了。这粗暴的举动把旁边的男幽灵吓得够呛，他赶紧死死捂住眼睛，大喊：“这简直太不像话了！你的贵族礼仪都到哪去了？就算我是个幽灵，好歹生前也是个男人啊！”塞勒涅根本懒得理他，手脚麻利的用裙摆把书打包好。都什么时候了，还讲究什么礼仪？这家伙还真是个死脑筋。现在最要紧的是赶紧找个地方躲开文森特。男幽灵还在后面不依不饶的嚷嚷，这根本不能解释你现在的粗鲁行为。虽然对一个幽灵说这话有点怪，但不得不说这家伙生气的样子还挺逗。塞勒涅突然愣了一下，要是自己也像他这样大吵大闹，在瓦拉斯眼里会不会也显得挺可爱的？塞勒涅忍不住叹了口气，这才跟瓦拉斯分开不到半天，他就已经想得快要发疯了。这可是他们结婚以来第一次分开这么久，等这次平安回去，他非要整天黏在他身边不可。可眼下最要紧的还是得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塞勒涅试探着询问这2个幽灵知不知道这里哪里安全，结果这2个家伙也是一问3不知，关键时刻根本指望不上。不过男幽灵倒是提了个建议，让他继续往废墟深处走走，说不定能有什么新发现。塞勒涅顺着指引走过去，可眼前的景象却让他整个人愣在原地。整整一整面墙壁上全是被铁链锁着的诡异瓶子，正散发着幽暗的紫色光芒。这些瓶子跟他之前在箱子里看到的一模一样。看着墙上那些诡异的瓶子，2个幽灵彻底吓破了胆。男幽灵惊恐地大喊：“那个家伙是个疯子，居然能做出这种丧心病狂的事！”女幽灵也慌了神，说：“要是被那个男人发现，他们也得落得同样悲惨的下场，必须立刻躲起来。”眼看那个可怕的男人就要到了，女幽灵赶紧催促塞勒涅一起藏好。伴随着沉重刺耳的开门声，文森特已经迈步走了进来。塞勒涅死死攥着手里的长弓，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连大气都不敢喘。听着越来越近的脚步声，他紧张的手心全是冷汗，只求千万别被发现，可怕什么就来什么。一个冷冰冰的声音突然在耳边炸开，对方悠悠地问他：“书找到了吗？”塞勒涅猛地一惊，一抬头，文森特居然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站在了他的面前。塞勒涅瞬间拉开弓箭对准他，可面对这致命的威胁，文森特不仅一点不慌，反而低声笑了起来。他嘲讽地看着塞勒涅：“明明拿着武器的是你，可为什么你看起来却在害怕？”塞勒涅强撑着没有退缩，大声质问他：“那些书上的数字到底代表着什么？”文森特有些失望地叹了口气：“看来你还没把书看完，我原本还想跟你多聊聊，可惜现在时间不够了。”文森特突然说要带他离开这里，塞勒涅瞬间警惕起来，质问他到底想干什么。文森特根本不打算解释，只说这不关他的事。塞勒涅这下彻底急了，这事怎么可能跟他关系？可还没等他把话问明白，文森特就已经强行伸出了手，这回他又要把他带到什么深渊去？塞勒涅看着文森特往嘴里塞东西，忍不住警惕地问他吃了什么。文森特一边嚼着一边解释，要是不吃这玩意，连他也瞧不见那些故意躲起来的幽灵，谁让他们天生就是死对头呢？一听这话，塞勒涅立刻张开双臂，死死挡在2个幽灵身前，大声警告文森特不许动他们一根汗毛。在塞勒涅心里，不管对方是人是鬼，既然帮他找到了书，就是他的恩人。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这2个幽灵总给他一种莫名的亲切感。要是文森特真敢动手，他就算拼了命也得跟对方死磕到底。结果文森特只是耸了耸肩，说自己不过是有点好奇，想看看是哪些胆大包天的鬼魂，居然敢一路跟着他。塞勒涅这才反应过来，
合着之前文森特给他喂的药，就是为了让他能看见这些脏东西。还没等他琢磨明白，文森特又塞给他一块奇怪的传送石，叮嘱他要是两人走散了，就把石头扔进水里，他会立刻赶过去找他。塞勒涅表面上没吭声，心里却忍不住直翻白眼。谁稀罕你来找啊？除非自己脑子进水了，否则这辈子都别想让他用这块石头。文森特看着塞勒涅，脸上挂着让人捉摸不透的诡异笑容，淡淡的说了一句很好，接着他又递过去一瓶药水，说这东西完全无害，让塞勒涅别瞎担心。可塞勒涅看着手里的药水，心里直犯嘀咕，这男人的话他现在是一个字也不敢信。见塞勒涅迟迟不肯喝下去，文森特直接撕下了伪装，冷酷地威胁他，要是再磨蹭，不仅你必须受罪，连你身后的那2个幽灵也别想好过。这下塞勒涅彻底没得选了，要是继续硬撑，对方绝对会强行灌下去，到时候吃亏的还是自己，甚至还会连累那2个无辜的幽灵。既然横竖都得喝，还不如自己来。塞勒涅一咬牙，直接把药水灌了下去。这神秘的药水一入口，接下来的局势恐怕又要彻底失控了。药水刚一入口，塞勒涅就觉得不对劲，这熟悉的味道和气味，不就是当初被绑架时喝过的那种吗？还没等他把话说完，药效就猛烈的发作了，他整个人直接倒了下去。文森特顺势接住了他，看着怀里已经失去反抗能力的人，他无奈的叹了口气。文森特自言自语道，自己本来不想用这种手段，但谁让瓦拉斯追得这么紧，比他预想的还要难对付。听到瓦拉斯的名字，塞勒涅在彻底失去意识前，心里满是疑惑，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可还没等他想明白，整个人就彻底陷入了无尽的黑暗。眼看塞勒涅彻底落入掌控，文森特直接将人带走。他突然转过头，看着旁边的虚空冷笑，差点忘了，你可不是一个人来的。还没等那2个幽灵反应过来，文森特直接撒出传送粉，地上的传送阵瞬间亮起强光。2个幽灵急得大喊，等等我们！可光芒一闪，人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传送阵的光芒瞬间暴涨，文森特抱着塞勒涅彻底消失在强光之中。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瓦拉斯终于破门而入，可他终究还是慢了一步，眼前的传送阵只剩下最后的余光，随后彻底暗了下去。看着空无一人的密室，瓦拉斯的心彻底沉了下去，人终究还是在眼皮底下被带走了。而此时的要塞外面，风雪中突然传来了恐怖的咆哮，竟然是雪山罗刹，而且数量多得惊人，足足有10多个。扎斯正带着骑兵在风雪中死守，眼下的情况简直是雪上加霜，外面的雪山罗刹越来越多，数量直接飙到了30只，这下麻烦大了。可瓦拉斯根本顾不上这些，他现在满脑子都是被带走的塞勒涅。瓦拉斯愤怒大喊，加快速度冲过去，手下立刻大声回应，遵命。瓦拉斯直接拔出佩剑，剑刃上瞬间亮起耀眼的雷光，他这是要拼命了。只听轰的一声巨响，那只巨大的雪山罗刹竟然被他一剑劈成了2半。这一幕把旁边的扎斯都看傻了，平时对付这种怪物，起码得2个精英骑士联手，可瓦拉斯居然一招就给秒杀。扎斯很快反应过来，现在可不是发呆的时候，他立刻拉开长弓，指挥手下全力射击。扎斯在风雪中大喊，动作快点，把路清理干净，必须保证后面的马车能跟上。手下立刻大声回应，遵命。顺着线索一路追踪，他们终于在风雪深处找到了一栋孤零零的房子。瓦拉斯翻身下马，冷冷地吩咐手下，把这里给我死死围住，连一只苍蝇也别想放跑。手下齐声领命，直接一脚踹开大门，大批人马瞬间涌了进去。瓦拉斯带人冲进屋子，开始地毯式搜查，可屋里空荡荡的，根本没有塞勒涅的身影。就在这时，扎斯在角落里有了新发现，阁下，这里有条通往地下的通道。瓦拉斯没有丝毫犹豫，我们下去。他一刻也等不及了，顺着台阶一路往下冲，心里全是塞勒涅的安危。可地底下静得可怕，只有他急促的脚步声在通道里回荡。瓦拉斯冲到一扇门前，直接一脚把门踹开，可门后的景象却让他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瓦拉斯一脚踹开门，可屋里早就空无一人，只剩下一道还没完全散去的传送光芒。这下线索彻底断了。瓦拉斯气得一拳砸在书架上，眼睁睁看着人在眼皮子底下被带走，换谁都得气疯。瓦拉斯怎么也想不通，那个混蛋为什么要带走塞勒涅？他到底有什么目的？看着瓦拉斯浑身散发着可怕的杀气，身后的扎斯和手下连大气都不敢喘，只能小心翼翼地问：阁下。瓦拉斯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冷冷的命令：回楼上，准备出发。扎斯赶紧领命：是阁下。瓦拉斯在心里暗暗发誓，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他都一定要把塞勒涅找回来，哪怕要翻遍整个大陆，他也绝对不会放过那个混蛋。扎斯现在整个人都要崩溃了，要是自己再晚一步，塞勒涅真的出了什么意外，他这辈子都无法原谅自己。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简直要把他逼疯了。而在外头等待的西内亚，一看到扎斯这副失魂落魄的模样，心里立刻就明白了，看来这次又是空手而归，根本没有找到塞勒涅的下落。扎斯急切地走上前询问，对方能凭空隐形消失，到底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克制这种法术？西内亚思索了一下，回答：对方既然能做到这一步，多半是借助了独角兽角的力量。想要破除这种隐形法术，就必须拿到极其罕见的黑龙鳞。一听要用黑龙鳞，瓦拉斯第一反应居然是直接去屠龙。西内亚听完直翻白眼，没好气地说：你脑子是不是坏掉了？西内亚早就做好了准备，稀有材料他早就买齐了，只要把清单上的东西带给他就行。西内亚把清单递了过去，叮嘱道：这些东西在山脚下就能找到，
看着手里的清单，瓦拉斯没再坚持，毕竟在魔法这方面确实只能听他的。瓦拉斯说：“那我先回去了。”西内亚摆了摆手：“去吧。”瓦拉斯一刻也不想耽误，转身就走。扎斯恭敬地向西内亚行礼：“陛下。”西内亚看着扎斯，催促道：“你也赶紧跟上去吧。”扎斯笑着对西内亚说：“他会把手下留下来协助他，等把这里搜刮干净了再走。”可谁能想到，他一转头就对部下下了死命令：只要有活物出来，一律格杀勿论。等西内亚完事之后，直接放火把这里全烧了。这手段简直狠辣到了极点。交代完这些，扎斯恭敬地向西内亚告别，准备带人先行一步。看着扎斯离去的背影，西内亚心里直犯嘀咕。作为一个女巫，她最讨厌和这种心狠手辣的人打交道。虽然瓦拉斯是她的亲弟弟，但不得不承认，这家伙做事确实够绝。不过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西内亚冷笑一声：“是时候去搜刮那栋房子了。”手下正抱着箱子往外走，西内亚在旁边冷声叮嘱：“清点搬，这里面可有不少易碎品。”看着手里的清单，西内亚忍不住得意感叹：这次抄家收获还真不是一般的大。那家伙走得太匆忙，好东西根本来不及带走，这下全便宜了他西内亚。最让他兴奋的是，箱子里装了好多连他都没见过的宝贝，各种神秘的药水和稀有材料。要是能把这些研究透了，自己的魔法实力绝对能再上一个台阶。毕竟对手是个深不可测的家伙，多留点底牌总没有坏处。手下抱着箱子走过来请示：“陛下，这些东西要怎么处理？”西内亚拿起一瓶药水瞧了瞧，结果下一秒他直接松手把药水砸在地上，药水瓶在地上摔得粉碎，腾起一片诡异的紫色火焰。西内亚有些失望，这东西根本毫无用处，看来这里已经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了。西内亚转过身，示意自己这边已经完事，手下立刻恭敬的领命，随后转过头，把这里能看到的一切全部烧个精光。西内亚现在只想赶紧回去，把瓦拉斯需要的东西做出来，毕竟救人要紧，一刻也耽误不得。大火唰的一下烧了起来，整栋房子一下子被熊熊烈火彻底吞噬，所有的秘密都随着这场大火化为灰烬。马车在风雪中疾驰，他们必须和时间赛跑。文森特抱着塞勒涅回到了被烧毁的废墟，看着眼前的残骸，他忍不住感叹：这帮人下手可真够狠的，整栋房子被烧得精光，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地上的魔法道具和材料全没了。这些他倒是不在乎，可看到自己辛苦收集的幽灵容器全被砸了个稀烂，他还是心疼的直咬牙。那个女巫显然是在发脾气，就因为自己动了她的东西，她居然把所有幽灵都放跑了。不过这个女巫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在之前的每一个时间线里，贝利亚斯家族身边根本没有这号人物，而此时的塞勒涅正被困在重重迷惘之中。一个厉害的女巫怎么可能凭空冒出来？除非她就是大家在无数个时间线里一直在苦苦寻找的那个埃塞尔。看着怀里的塞勒涅，他越想越觉得有可能，这女巫绝对就是埃塞尔。他之所以会跑到北方来，多半是因为上一个循环里罗温强占了塞勒涅的身体，结果把动静闹得太大，这才把人给引了过来。想到这，文森特自己也犯了难，等这姑娘醒了，自己是不是得先道个歉？可看她那脾气，估计能直接把她生吞活剥了，根本不可能原谅她。不管怎么说，还是先带走再说。只是没想到，这姑娘抱起来还真挺沉的。文森特扛着昏迷的塞勒涅，在风雪中深一脚浅一脚的走着。他现在也是一个头两个大，好不容易找到了人，结果第一印象却搞得这么杂，这下想解释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了。画面一转，他们已经回到了安全的避风港，壁炉里的火烧的正旺，屋子里暖洋洋的。没过多久，塞勒涅终于迷迷糊糊的醒了过来，守在旁边的两个幽灵立刻兴奋的凑了过来，关切的询问他的情况。塞勒涅坐起身，反倒先关心起他们有没有受伤。女幽灵有些感动的回答：“放心吧，我们可是拼了命才跟过来的。”塞勒涅量着四周，疑惑的问：“我们这是在哪？”男幽灵无奈的解释：“文森特把这栋房子彻底封印了，在他回来之前，谁也别想进来，谁也别想出去。”听到这话，塞勒涅忍不住吐槽：“可你们两个是幽灵啊，这封印对你们能有什么用？”这下把两个幽灵也给整不会了。塞勒涅无奈的叹了口气，他突然想起那个把他关在这的文森特，临走前好像确实交代过，要是觉得无聊，可以看看桌上留下的那叠书。一想到这，塞勒涅顿时气不打一处来，那家伙凭什么指手画脚？真以为自己会乖乖听他的话吗？他才不要看！结果呢，才过了短短5分钟，塞勒涅就彻底败给了现实。这屋里连个能说话的人都没有，简直要把人给闷死了。他和两个幽灵无聊的在地上直打滚，眼下根本没有办法逃出去，与其在这干坐着浪费时间，好像也只能找点事情做了。塞勒涅一边自我安慰，一边还是把手伸向了那叠书，反正迟早都要看，就当是打发时间了。可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书里记录的内容竟然会彻底改变他的想法。第一卷的内容和他以前看过的完全一样，就是他和瓦拉斯的恋爱故事。第二卷也是一模一样，接下来的好几卷全都在重复同一个故事，直到他翻开最后一本。既然内容都一样，为什么要写整整7本书？塞勒涅有些纳闷的翻开，可这一看，他整个人都愣住了。原来他一直以来都把故事给记错了，这本书里根本没有写任何人的感情，全是一堆冷冰冰的事件记录，那些所谓的深情，居然全都是他自己脑补出来的。书里清清楚楚地写着，瓦拉斯对他根本没有半点温柔，他甚至对女仆大发雷霆，抱怨屋里
那股甜腻的味道熏得他头疼。这看起来，他明明讨厌待在他的房间，却又一次次的走进去，嘴里说着厌恶他身上的味道，却又夜夜和他睡在一起。这根本不是爱，更像是一种折磨。甚至连他的眼睛，瓦拉斯都觉得难以忍受，那张冷酷的脸上全是嫌恶。看到这里，塞勒涅彻底糊涂了。前6本书里的瓦拉斯，第7本书里的瓦拉斯，还有他亲眼见到的那个男人，怎么感觉像是3个完全不同的人？书里记录的那些细节，每一个字都像刀子一样，把那个男人的冷酷和厌恶写得清清楚楚。塞勒涅在第7本书里发现了一封前6本书里根本没有出现过的信，这封信是写给瓦拉斯祖先的。写信的女人在信里忏悔，说自己对他的后代做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原来她找到了一个和初恋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也就是瓦拉斯。就在瓦拉斯和塞勒涅的婚礼上，看着那张熟悉的脸，他当年被拒绝的愤怒唰的一下全涌了上来。他承认自己犯了疯，因为嫉妒和怨恨，他开始疯狂的报复。哪怕身边有文森特默默守护，他也根本不在乎，甚至故意用这种方式去刺激文森特。而最让人震惊的是，信的最后写着，如果时间真的能再次倒流，就像之前的妻子一样，他只想找一个真正爱他的人。塞勒涅彻底惊呆了，整整7次时间倒流，原来他们一直活在别人设计好的循环里。塞勒涅看着手里的信，整个人都傻了，这居然是小说里的塞勒涅在自杀前留下的绝笔信，信里写满了无尽的忏悔。随着他的离去，一场冷清的葬礼悄然结束，但事情到这里并没有完。谁能想到，在那个漆黑的夜里，文森特竟然偷偷挖开了坟墓，把他的身体给带了回去。原来他做这一切是为了召回那个被他送到异世界的真正的塞勒涅的灵魂，也就是那个如今叫做尤米的女孩。这下所有的谜团终于彻底解开了。塞勒涅看到这里，整个人都麻木了，这信息量实在太大，让他一时半会儿根本缓不过来。第7本书里写得很清楚，那个叫罗温的女人不仅毁了瓦拉斯的婚礼，还把真正的塞勒涅强行送到了另一个世界。这也就意味着，前6本书里那个和瓦拉斯结了6次婚，经历了6次循环的塞勒涅，其实从头到尾全都是他自己。原来他在西南部经历的一切，全都是他自己亲身度过的，根本不是什么别人的记忆。以前那些像噩梦一样的画面，总是让他整夜的害怕，生怕哪天会被赶出这个身体。他甚至一直活在愧疚里，觉得自己抢了另一个女人的幸福和瓦拉斯。可现在真相大白了，根本没有什么抢不抢的，这一切本来就属于他，他的身体，他的爱人，从头到尾全都是他自己的。既然一切原本就属于自己，他本该感到庆幸。可为什么此时此刻心里却疼得像要碎掉一样？另一边，紧闭的大门被猛地推开，瓦拉斯冷冷地看着眼前这个被困在魔法阵里的乔索。乔索笑着问：“怎么只有你一个人？你姐姐到底躲到哪去了？”瓦拉斯冷冷地质问。等他赶过去的时候，对方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这绝对是有人提前走漏了风声。面对瓦拉斯强大的压迫感，乔索吓得连声否认，直呼自己根本没有联系过对方。瓦拉斯根本不吃这一套，冷冷地逼问：“那个女巫到底叫什么名字？”乔索还想嘴硬，嚷嚷着是自己先问的，试图把话题糊弄过去。瓦拉斯却冷笑了一声，自顾自地念叨起来：“大家都说那女巫和塞勒涅长得像，可他怎么看都觉得不像。”接着他话锋一转，直接戳穿了对方的底牌，问他那女人是不是就是当年诅咒他们家族的古代女巫。听到这话，乔索整个人都傻了，脑子里一片空白。等他终于反应过来，气得直接破口大骂：“既然你早就知道真相，为什么还要一直折磨我？”他委屈的不行，自己当年可是帮着他们祖先一手建立起这个家族的功臣啊。结果瓦拉斯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冷冷地丢下一句：“那下次就别绑架我老婆。”瓦拉斯冷冷地警告他，不管是祖先的朋友还是本人，只要敢动手，他就绝对不会客气。乔索气得咬牙切齿，忍不住破口大骂，质问他们家族的人是不是全都是一个德行。瓦拉斯却只是冷笑了一声，眼神里全是轻蔑。他猛地凑上前去，语气里满是威胁，让乔索立刻联系他哥哥，要是办不到，他不介意用点特殊手段。这下乔索彻底被吓破了胆，连一句反驳的话都说不出来。画面一转，温暖的阳光洒了下来，马蒂尔德拉着大行李箱，兴高采烈地跑来敲门，大声喊着扎斯的名字。听到动静的扎斯一脸疑惑地走了出来，看着地上的大箱子，一头烟水地问：“这都是些什么东西？”马蒂尔德理直气壮地解释，自己的房间还在装修，只能先把行李寄存在扎斯这里。扎斯看着那巨大的箱子，一脸无奈地问：“你明明才回家住了1天，怎么整得跟搬家一样？”马蒂尔德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自己只是多带了几套裙子。扎斯一听更纳闷了，在军营里带那么多漂亮裙子干什么？结果马蒂尔德一句话，直接让扎斯当场石化，当然是为了约会啊！听到约会这2个字，扎斯瞬间就炸了，绝对不行！马蒂尔德气得直跺脚，大喊着自己连对方是谁都还没说呢，让扎斯赶紧帮他搬行李。可扎斯态度坚决，不管对方是谁，这门亲事他第一个不同意。马蒂尔德无奈地提醒扎斯，自己早就到了该结婚的年纪。扎斯一听更急了，这丫头居然连结婚都想好了。马蒂尔德一脸娇羞的幻想，说不定哪天自己就变成帕斯托夫人了。一听到帕斯托这个名字，扎斯顿时气不打一处来，那股无名火一下子烧到了头顶。乔索那个出了名的花心大萝卜，居然敢把主意打到他妹妹头上，那小子对女人向来是来者不拒，绝对是个靠不住的渣男。不行，他绝对不能做事不管，在那小子伤害马蒂尔德之前，他必须亲自去会会那个混蛋，让他知道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扎斯突然站起身，说自己临时有急事，必须得马上走一趟。走之前他还不忘警告妹妹，那些领口太低的裙子最好赶紧给我处理掉，要是被他发现一件，以后就别想有私人空间了。马蒂尔德气得直跺脚，大骂哥哥简直像个老父亲。可扎斯根本不理他，直接推门走了出去。画面一转，扎斯来到了军营深处，却在门口碰到了一个熟人。看着守在门前的苏菲，扎斯一脸纳闷，他现在不是应该在训练场吗？苏菲却一脸严肃地回答，自己刚刚接到了一项紧急的特殊任务。扎斯有些纳闷地问，什么特殊任务？苏菲压低声音解释，里面关着的那个囚犯长相实在太特殊了，要是让新兵不小心放出来，那麻烦可就大了。毕竟那张脸简直和塞勒涅一模一样，确实得派最信任的人来守着。扎斯这才反应过来，难怪会把这个重任交给他们。就在这时，苏菲突然叫了他一声，原来是瓦拉斯走了过来。他直接把扎斯叫到身边，瓦拉斯凑到他耳边低声交代，那家伙招供了，说有一块神秘的黑石头，只要把它弄湿，文森特就会现身。他让扎斯立刻去把石头找出来。扎斯没有半点犹豫，转头就去办了。这块黑石头到底藏在什么地方？苏菲接到命令后，立刻去执行任务。他推开沉重的牢门，把饭菜送了进去，对里面关着的人说，赶紧吃吧。看着眼前这张和塞勒涅一模一样的脸，苏菲冷冷地警告他，别挑三拣四的。可话音刚落，罗温痛苦的直哼哼，说自己真没装病，浑身烫得像要烧起来一样。看着他这副模样，苏菲无奈地叹了口气，还是决定进去看看情况。他警惕地让罗温趴好，伸手一摸，发现温度确实高得吓人。苏菲嘱咐他老实待着，自己这就去拿止痛药，随后转身锁上铁门走了出去。可苏菲前脚刚走，罗温就睁开了眼，眼神里哪还有半点虚弱？原来刚才的一切全都是戏，他已经悄悄盯上了脱身的机会。其实那7本书的诞生根本没有什么高尚的理由，当初罗温的计划失败，为了强行召回塞勒涅的灵魂，他必须先准备一个容器，而那些书里的内容全是用魔法抽取的灵魂记忆，因为同一个灵魂在同一条时间线上死去了太多次，这才凑够了整整7本书。时间倒流的极限是29年，可罗温却太早放弃了塞勒涅。剩下的27年里，世界陷入了无尽的煎熬。文森特把自己关在城堡，其他人整天借酒消愁，没有一个人能感到快乐。无聊透顶的文森特开始好奇那个被送往异世界的灵魂现在到底过得有多惨，看着别人痛苦能让他产生扭曲的满足感。毕竟他还有兄弟，瓦拉斯也有忠诚的骑士，而那个被送走的灵魂在陌生的世界只能孤身一人。此时的异世界里，尤米正站在书架前，还不知道命运早已被写好。罗温故意让尤米读了那本以他为视角的书，他的目的非常简单，只要尤米带着这些记忆回来，就绝对不可能爱上瓦拉斯。他在尤米耳边不断警告，瓦拉斯是个冷酷无情的人，千万不要相信他的温柔。他甚至恶毒的希望尤米在荒凉的北方永远孤立无援，可整整7年的默默注视，却让他对尤米产生了异样的执念。他希望尤米变得和他一样孤独，这样等尤米回来之后，他们就能成为彼此唯一的依靠。这种扭曲的控制欲真的能如他所愿吗？温暖的阳光洒在庭院里，塞勒涅和瓦拉斯并肩散步，看起来无比般配。可树荫深处却藏着一双阴冷的眼睛。文森特站在高处冷冷俯视，看着塞勒涅灿烂的笑容，他心里极度的发狂。本来他只是想顺便监视这个女人，以为她只是个开朗的花瓶，没想到她不仅适应了北方的生活，还和瓦拉斯走得越来越近，整天有说有笑。这温馨的画面让文森特的脸色彻底阴沉下来。文森特心中的嫉妒之火已经彻底失去了控制，他无法容忍这个女人过得这么幸福。看着无忧无虑的塞勒涅，文森特眼神里闪过一丝狠毒，是时候让尤米回来取代他了。他绝不允许这个女人继续留在瓦拉斯身边。趁着夜色深沉，文森特直接展开了行动。当他推开房门，看折倒在地上昏迷不醒的塞勒涅，脸上露出了残忍的冷笑。塞勒涅从昏迷中惊醒，看着推门而入的文森特，整个人瞬间陷入了恐慌。他拼命想要逃离这个房间，还没跑到门口，就被文森特一把死死按住。塞勒涅疯狂挣扎，大喊着要回去，可他的反抗只会让文森特抓得更紧，力量的绝对悬殊让他被重重的摔在地上，彻底失去了逃跑的机会。文森特居高临下的看着他，眼里满是得逞的狂妄。这个女人平日里的伪装，在这一刻彻底粉碎。他语气里充满了挑衅，问他还能逃到哪里去？塞勒涅咬紧牙关，死死盯着他。他只想回到瓦拉斯身边，回到那个属于他们的家。面对这个接二连三算计自己的疯子，塞勒涅愤怒地质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文森特却一脸轻松地反问：“你难道不想知道原因吗？”看着眼前这个无耻到极点的男人，塞勒涅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倒要看看这个疯子到底想干什么。塞勒涅冷冷地回应：“我根本不想听你的悲惨故事。”文森特不仅没有生气，反而笑得更加得意。塞勒涅心里很清楚，瓦拉斯还在等着他，他必须找到机会逃回去。文森特蹲下身子，用最残忍的语气嘲讽他，劝他还是省省力气吧，因为现在有一个和他一模一样的女人正在完美的扮演着他，而愚蠢的瓦拉斯到现在都毫无察觉。塞勒涅愤怒的大喊：“你撒谎！”瓦拉斯绝对能认出他，因为瓦拉斯记得他身上特有的糖果甜味。文森特却冷笑一声，直接戳破了他最后的幻想。那款香水就是他特意为那个替身调制的。这一刻，塞勒涅彻底坠入了绝望的深渊。塞勒涅强忍着泪水，坚信就算替身换上了他的脸，瓦拉斯也一定能一眼认出来，因为有些灵魂的默契根本无法模仿。
文森特在一旁冷嘲热讽，说那个替身为了模仿他，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努力，这是一个完美无缺的陷阱。看着备受打击的塞勒涅，文森特凑到他耳边，残忍的警告：“你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塞勒涅死死盯着他，恨不得将眼前的恶魔撕碎，可他现在根本无能为力。就在这时，文森特突然拿出一件散发着微光的物品，说：“如果他真的想回到瓦拉斯身边，就必须收下这个。”他把选择权丢给塞勒涅，赌他敢不敢接下这个致命的诱惑。清脆的碰撞声响起，发光的药瓶被搁在塞勒涅面前，宛如命运的倒计时。文森特冷冷地开出条件，只要收下这个药瓶，20天之后，他就会亲自带他去见瓦拉斯。文森特最后警告他，这是他活命的唯一机会。塞勒涅死死盯着眼前的男人，质问他为什么要这样折磨自己。文森特却只是冷笑一声，嘲讽他现在才想起来问。事到如今，塞勒涅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他咬紧牙关，决定接下这个疯狂的赌注。文森特看他终于妥协，便抛出了更大的诱饵，只要喝下这瓶药水，不仅能知道当年的真相，20天后还能直接回到城堡。看着手里的药瓶，塞勒涅心里直打鼓，对方居然要求他先喝下去，这药水来路不明，真的要一口闷吗？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身边的女幽灵赶紧拦住了他。女幽灵一脸担忧的发问：“你真打算喝这玩意儿吗？”男幽灵也在一旁焦急的搭腔，说这件事情怎么看怎么可疑，万一喝了之后对方不认账又该怎么办？大家都在极力劝阻，毕竟那个给药的男人可是个彻头彻尾的绑架犯，他的话怎么可能信得过？看着大家关切的眼神，塞勒涅也陷入了沉思。是啊，这根本就是一场没有保障的豪赌，他到底该怎么做才能确保自己能平安回去？塞勒涅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只要能顺利回到城堡，不管对方提出什么苛刻条件，他都愿意咬牙接受。文森特无奈地叹了口气，直接用魔法召唤出一份契约。为了能顺利回去，塞勒涅毫不犹豫地在上面签了字。文森特把签好的契约递了过去，这薄薄的一张纸，如今成了他唯一的救命稻草。看着手里的契约，塞勒涅忍不住开口询问：“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文森特冷冷地回答：“这是女巫的誓言。”文森特倒也显得十分大方，直接让塞勒涅的朋友们帮忙仔细长长眼，毕竟这契约是真是假，一验便知。几个人立刻凑在一起，把这契约从头到尾仔仔细细研究了一遍，结果惊讶地发现，这玩意儿还真挑不出一点毛病。可即便如此，塞勒涅心里还是直打鼓，这个男人真的靠得住吗？男幽灵在一旁神色凝重地解释，这女巫的誓言可不是开玩笑的，一旦对方敢反悔，那可是要直接丢了性命的。听到这里，塞勒涅终于下定了决心，既然已经没有退路，那就只能硬着头皮上了。随着药瓶塞子被猛地拔开，这最后的一步，他终究还是迈了出去。塞勒涅一咬牙，直接把药水灌了下去。可这药水一入口，他整个人就彻底撑不住了，感觉胃里翻江倒海，难受的几乎要晕厥过去。看着塞勒涅如此痛苦，两个幽灵赶紧围了上去，而文森特却只是在旁边冷眼旁观。为了一个连真假都分不清的男人，他居然真敢把绑架犯的药喝下去，这让文森特心里莫名的感到一阵烦躁。看着塞勒涅还在痛苦的挣扎，文森特冷哼了一声，直接把头转了过去。这出愚蠢的闹剧真是让他越看越不顺眼。文森特看着瑟勒涅喝下药水，冷冷地揭开了残酷的真相。这瓶药水就是20天前罗温喝下的那一瓶，只不过罗温喝了之后变成了塞勒涅，而塞勒涅喝下去就会变成罗温。也就是说，等20天后他见到瓦拉斯的时候，他将彻底顶着别人的脸。这下塞勒涅彻底懵了。画面一转，大雨倾盆而下，瓦拉斯一行人正在暴雨中拼命地寻找着什么。谁能想到事情居然会顺利成这样，连罗温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那个看守他的守卫偏偏是个心软的小姑娘，要是简直就像是主动送上门一样，连逃跑用的斗篷都刚好搁在窗台上。更绝的是，他前脚刚踏出大门，后脚天上就下起了暴雨，这下连脚印都不用藏了，大雨会帮他抹掉所有的痕迹。而此时的街上，瓦拉斯正急得四处搜寻，根本不知道要找的人刚刚和他们擦肩而过。看着这漫天的暴雨，罗温嘴角忍不住微微上扬，看来今天连老天爷都在帮他。当务之急得先想办法联系上帮手。罗温决定用留在屋里的魔法石把文森特召唤过来。在这一刻，他是真的彻底死心了，不管自己再怎么努力，也永远得不到瓦拉斯的爱。既然这样，那这份卑微的感情不要也罢。他现在连多看那张脸一眼都觉得是种折磨。自己以前到底在期待什么？真是太傻了。现在唯一的生路就是立刻回到雪山去找文森特他们。一推开门，他就急切地翻箱倒柜起来。只要能找到那颗魔法石，这一切就还有转机。罗温在屋里一顿翻找，终于把这颗魔法石给翻了出来。只要有了这个，他就能立刻联系上帮手。看着手里发光的石头，他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可他哪里知道，外面的大雨里早就有人在等着他了。瓦拉斯和扎斯就守在不远处，冷冷地看着这一切。其实这根本不是什么意外的逃脱，瓦拉斯早就料到了，他没了女巫的力量，想要联系帮手，就一定会来拿这个东西。故意放他走，不过是为了让他自己带路。这下子他算是彻底掉进陷阱里了。瓦拉斯在雨中冷冷地看着这一切，文森特这个混蛋，居然又是他在背后搞鬼。这下瓦拉斯是彻底动了真格，既然鱼儿已经咬钩，那这次他是绝对不会再放手了。当年究竟是谁把在雪山里缩了千年的兄弟带出来的？那是因为时间之魔把力量分给了世上唯一能让时间倒流的人。那个女人名叫埃塞尔，为了找到她，我带着2个懒散的兄弟在大陆游荡了200年，
就在我们彻底放弃准备回北方的那天，正好赶上了上一个时间线里瓦拉斯和塞勒涅的婚礼。听那两兄弟说，他为了改变悲惨的结局，居然已经把时间倒流了至少7次。罗温死攥着魔法石，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既然留下来也是受折磨，他宁可放弃一切，也要立刻回到雪山。只要能启动这颗石头，他就能彻底摆脱这个鬼地方。可还没等他注入魔力，致命的危险就已经到了跟前。这一下直接把他最后的希望砸得粉碎，剧烈的疼痛让他忍不住惨叫出声。瓦拉斯带着扎斯不紧不慢地走了进来，看折倒在地上绝望挣扎的罗温，他的眼里没有一丝温度。他冷漠地捡起掉落的魔法石，只丢下一句冰冷的话：留他活口。扎斯赶紧领命，把倒在地上毫无反抗之力的罗温控制住。这下他是彻底跑不掉了。瓦拉斯看着手里的魔法石，心里已经有了盘算，只要有这个诱饵在手，就不怕背后的黑手不现身。等西内亚破解了对方的法术，就能顺藤摸瓜把幕后主使揪出来。城堡的花园里阳光明媚，瓦拉斯正温柔地陪着身边的假妻子。可谁能想到平静瞬间被打破，一个穿着宽大斗篷的神秘人突然拦住了他们的去路。神秘人缓缓拉下兜帽，说出了一句让所有人震惊的话：我才是真正的塞勒涅。塞勒涅心里其实很清楚，这种荒唐的话根本不会有人相信，毕竟欺骗大公的罪名可不是开玩笑的，一旦被发现，当场就要掉脑袋。就算瓦拉斯最后真的信了，那也是他自己的问题。一个连自己老婆都认不出来的男人，还有什么好指望的？面对这样一个愚蠢的丈夫，他心里只剩下无尽的绝望。事到如今，他们之间难道还能回到从前吗？他突然反应过来一件事，这毁容药水的效果可不是闹着玩的。当初那句警告，现在终于对上号了。要是等容貌彻底改变，那就真的全完了。那个男人曾说20天后会送他回去，原来这20天就是药效完全发作的时间。可一想到那瓶药水，他心里又开始犯嘀咕，要是药效发作，自己的脸可就保不住了。必须得在容貌彻底改变之前，让瓦拉斯找到自己。时间紧迫，他必须尽快行动。还没等他琢磨完，文森特就冷冷地打断了他们，问他们到底商量好了没有。这下留给塞勒涅的时间真的不多了，他必须在这2-3天内想办法逃出去。塞勒涅深吸一口气，表示自己愿意接受这个交易，毕竟手里有契约，在对方也不敢轻易反悔。文森特倒是一脸无所谓的耸了耸肩，虽然不能保证绝对的安全，但至少能帮他离开这个鬼地方。塞勒涅直接把话挑明了，他要的是绝对的自由，不想再被任何人摆布。可对面的文森特根本没把他的警告当回事，反而觉得有些好笑。这女人以前就喜欢耍花招，表面上装的老老实实，背地里却一直在找机会逃跑。现在说愿意等20天，估计也只是缓兵之计。文森特倒也爽快，直接答应了他的要求，甚至同意把这条也写进契约里。反正不管他怎么折腾，都逃不出自己的手掌心。不过既然是交易，总得有来有往。可塞勒涅现在连药水都喝了，身上根本没有筹码。文森特看着他，只觉得这女人太天真了，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即将付出怎样的代价。塞勒涅突然开口说要替罗温说句公道话，这下把文森特给整糊涂了。这是跟罗温有什么关系？塞勒涅解释说，等20天后自己回去了，瓦拉斯绝对不会放过罗温，所以他打算到时候留罗温一条活路。他还特意问了一句：罗温不是你的朋友吗？这话一出，文森特直接无语了。这女人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她难道忘了罗温之前是怎么害她的？还是说她真把自己当成普度众生的圣母了？不过文森特也懒得跟她废话，直接用魔法收起契约。既然他自己想当好人，那就随他去吧。塞勒涅见状问他要不要也让自己立个誓，自己可不是那种不讲信用的罪犯，而且他又不是女巫，根本没办法立下什么誓言。现在对方只能选择相信他。文森特冷哼一声嘲讽他还真是宽宏大量，随后直接把手里的东西递了过去。这笔交易算是彻底达成了。文森特突然提起，这一切的源头其实是罗温，是他主动找上门，想要抢走瓦拉斯妻子的位置，甚至要求用塞勒涅来交换。塞勒涅却显得很平静，说自己早就从书里知道了，他现在只想知道对方为什么要把他带到这里。看着塞勒涅冷静的样子，子发男人有些意外，不知道他是在装傻还是在强撑着不害怕。文森特接着爆出猛料，在上一世的婚礼上，罗温看上了瓦拉斯，非要得到他不可。虽然男人满足了罗温的愿望，但结果却是个悲剧，所以他才出手干预，把塞勒涅的灵魂从异世界拉了回来。可谁能想到罗温居然又跑来抢位置，而文森特居然又一次答应了他。听到这，塞勒涅彻底傻眼了，原来自己的人生一直被这2个人当成玩具，在手里反复揉捏。文森特彻底急了，他冲着塞勒涅大喊：你到底有没有听懂啊？你刚刚答应放过的那个女人，才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不管是前世还是今生，都是她把你和瓦拉斯拆散的。可听到这话，塞勒涅却突然笑了起来，他看着手里的契约，反问对方：你真的以为留他一命是对他的仁慈吗？塞勒涅盯着他一字一句地说道：你一直都在暗中观察我，难道你真的以为我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圣母吗？听到这话，文森特不仅没有生气，反而直接笑出了声，他就知道这个女人绝不简单。文森特看着她，心中暗自感叹，这女人表面上温柔无害，骨子里其实比谁都冷漠。他实在想不通，瓦拉斯怎么会看不透她。塞勒涅可没心思跟他闲聊，直接把话题扯了回来。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大费周章把我带到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
难道就为了成全罗温，才把我从瓦拉斯身边抢走吗？这背后的真相恐怕没那么简单。塞勒涅看着眼前的文森特，直接把话挑明：既然一切都按你的计划在走，而我现在也没了利用价值，那你为什么不直接除掉我？你留我一条命，到底是为了什么？眼看对方沉默不语，塞勒涅直接亮出了手里的契约，这上面可是写得清清楚楚，要是敢隐瞒真相，代价就是心脏停止跳动。这强大的气势把旁边围观的2个幽灵直接看傻了。男幽灵忍不住在一旁小声嘀咕：这丫头现在看着怎么比反派还像反派？塞勒涅可不管这些，见对方迟迟不肯回答，他冷笑一声，表示自己可以换个问题。结果旁边那2位不仅不劝架，反而还在一旁煽风点火，劝他干脆直接动手算了。塞勒涅直接翻了个白眼，这俩家伙还真是不嫌事大。文森特冷冷地表示，契约既然已经签订，那就绝对没有更改的可能。其实他心里很清楚，自己根本不需要回答塞勒涅的问题，契约的惩罚也威胁不到他，可他就是想和他多说说话，哪怕只是多待一会。这个有些丢人的理由，他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要是真说出来，塞勒涅又会是什么反应？纠结了半天，文森特终于找了个借口，因为你让我想起了罗温。这话一出，塞勒涅直接愣在了原地。塞勒涅看着眼前的文森特，心里直犯嘀咕，这家伙该不会是在开玩笑吧？可看他的表情，又完全不像是在开玩笑。罗温明明已经放弃过一次，却还是回到了这个毁掉他的生活里，而文森特亲眼看着他上一世的悲惨结局，这一次居然又亲手帮他重蹈覆辙。为了满足罗温的所有愿望，文森特甚至不惜去伤害无辜的人，这明摆着就是爱的毫无理智。可奇怪的是，他刚才居然还在为塞勒涅的仁慈而生气。文森特急得直咬牙，大声质问他：你到底有没有脑子？那个女人可是把你们拆散了2次的罪魁祸首。这下塞勒涅彻底被整糊涂了。如果文森特真的深爱罗温，又怎么会是这种反应？这2个人之间的关系绝对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如果那真的是爱，为什么罗温总是选择离开？这背后绝对有古怪，必须得查个清楚。就算这次能顺利解决，谁能保证以后罗温不会再发疯，而文森特又会继续由着他胡来？要我说，最省心的办法就是让这2个人一起回雪山待着，永远别再出来祸害人。折腾了这么久，塞勒涅是真的累了，他现在满脑子都是瓦拉斯，只想立刻扑进他怀里，把所有的委屈和害怕都说出来。可现实是，在安全回去之前，这些也只能是想想而已。他收回思绪，看着眼前的文森特问：我到底哪里像他了？文森特看着他，冷冷地吐出4个字：你的孤独。塞勒涅有些不敢相信，那个女人居然会感到孤独，这家伙给出的每一个答案都完全在他的意料之外。文森特挑了挑眉：怎么，你还不信我？塞勒涅有些无语，他身边不是一直有你，还有你那2个兄弟吗？只要他开口，你们甚至愿意为了他上天入地，这还不够？文森特沉默了半晌，缓缓开口道：就算是再好的朋友，能给的陪伴也是有限的，朋友能给的只有那么多。塞勒涅琢磨着这句话，如果一个男人会用这种语气去评价一个女人，那只能说明一件事：塞勒涅这下是真的被气笑了。原来他和瓦拉斯受了这么多罪，竟然只是因为一个疯女人的自私感情，凭什么别人的自我感动要让他们来买单？他死死盯着眼前的文森特，大声质问他是不是脑子有病。文森特却只是一脸冷漠的表示：你根本不会懂。这句话直接把塞勒涅的火气点炸了，他指着文森特的鼻子怒吼：明知道那是会毁了他的深渊，你居然还亲手把他推下去，你到底在想什么？文森特还在那狡辩，说这都是那个女人自己想要的。塞勒涅直接打断他，真要是为了他好，就该在他犯蠢的时候拉住他，而不是在背后推波助澜。活了这么多年，难道连最基本的判断力都没了？还是说活得太久，脑子已经彻底坏掉了？这话一出，文森特的脸色顿时变得极其难看。塞勒涅敏锐地察觉到，眼前的文森特虽然脸色难看，但并没有动手的意思。既然对方底线这么低，那他可就不客气了。憋了这么久的火，这回总算找到了宣泄口。塞勒涅指着男人的鼻子怒斥：为了你们那点自私的感情，就要去拆散别人美满的家庭，你简直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这一通输出把文森特都给整无语了。等他好不容易停下来，文森特冷冷地问了一句：你闹够了没有？结果塞勒涅理直气壮地回答：没有，我饿了。塞勒涅双手一抱，开始理直气壮地要债，就算是地牢里的囚犯也得给顿饱饭吧，你把我无缘无故关在这，居然连口吃的都不给。文森特叹了口气，随手用魔法变出一盘食物，可塞勒涅根本不买账，他挑三拣四地表示：谁要吃这个？既然你会魔法，就给我整点烤串，要肉多菜多的那种。塞勒涅继续不依不饶地抱怨，院子里明明有现成的火堆，他要自己亲自动手烤肉，问对方到底听懂了没有。文森特被他整得直叹气，这女人今天怎么回事？突然变得这么难缠。但塞勒涅根本不退让，直接用眼神顶了回去。反正今天不吃到烤串，这事就绝对没完。文森特最后只能举手投降。行行行，算你厉害，这就带你去吃烤串。看着文森特转身带路，塞勒涅心里暗暗松了口气，这第一步计划总算是成功了。就在这时，那个答应帮他逃跑的女幽灵悄悄跟了上来，还把准备好的鞋子递了过去。女幽灵低声催促：就是现在，咱们得抓紧时间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能不能逃出这个鬼地方，就看这一次了。塞勒涅转过头，对屋里的女幽灵客气的商量，说自己想和文森特单独聊聊，麻烦对方先在屋里等一会儿。等门关上之后，他转过身去面对那个文森特。
外面正下着大雨，文森特就这么静静地站在雨里，冷冷地看着他走过来。还没等塞勒涅开口，文森特就冷笑着质问：“你以为我刚才什么都没看见吗？”看着眼前这个倔强的女人，文森特突然有些恍惚，他这腹部服输的劲头简直和那个女人一模一样，看来自己还是太轻敌了。他往外扫了一眼，外面那2个家伙显然也靠不住，既然被识破了，文森特自然不会再客气。他一把将塞勒涅推回屋里，重重地关上了大门。这下子他被彻底断了后路，直接摔倒在地上，局势一下子变得更加危险了。文森特根本不在乎那些幽灵是不是去给瓦拉斯报信，只要现在把塞勒涅带走，谁也别想找到他们。他直接伸出了手，这下子塞勒涅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了。随着传送魔法的光芒亮起，2个人的身影彻底消失在房间里。而此时在另一边，西内亚推开门，冷冷地问了一句：“都准备好了吗？”瓦拉斯点了点头，表示一切都准备妥当了。既然万事俱备，西内亚也不再废话，直接示意他开始动手。瓦拉斯立刻蹲下身子，将特制的药水倒进火盆。这可不是普通的药水，西内亚在一旁提醒，这种烟雾能彻底封锁魔法，必须等它完全烧干净才行。随着绿色的烟雾弥漫开来，守在门外的扎斯也立刻警惕起来，这烟雾一旦散开，里面的人可就插翅难飞了。眼看药水终于烧完，瓦拉斯低声示意，西内亚冷笑一声，这下子好戏可要正式开演了。西内亚将药水倒在魔法阵上，战法立刻被激活了，滚滚黑烟拔地而起，这陷阱算是彻底布置好了。文森特被这股力量强行拉了过来，他看着眼前的黑烟，还以为是罗温在找他，可等他看清周围的景象，整个人都傻眼了。站在他面前的居然是西内亚和瓦拉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特制药水的效果就发作了，他的魔法被强行封锁，连抬手的力气都没了。瓦拉斯根本不给对方喘息的机会，直接把长剑架在了他的脖子上。他冷冷地警告对方，要是敢耍花招，现在就送你上路。西内亚从暗处走了出来，笑着夸赞瓦拉斯干得漂亮。可当西内亚彻底露面，文森特整个人都愣了一下，他脱口喊出一个名字：埃塞尔。文森特冷笑着表示，如果是大名鼎鼎的埃塞尔，强化一个魔法阵确实不算什么，毕竟他可是逆转了7次时间的人。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文森特索性举起双手，直接认怂投降。他可不想在埃塞尔面前丢人现眼。瓦拉斯可没心思听他废话，直接拿出了特制的锁链，唰的一下将他的双手死死铐住。这下子他是彻底插翅难飞了。瓦拉斯冷冷地盯着眼前的文森特，可对方不仅一点不怕，反而还露出一脸挑衅的冷笑。这下瓦拉斯可不惯着他，直接一拳狠狠砸了过去。这一拳力道极大，直接把人掀翻在地上。可即便被打得嘴角流血，文森特还是那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他笑着挑衅瓦拉斯，说这些威胁对他根本没用，就算杀了他，他也绝对不会吐露半个字。罗温在哪？瓦拉斯只是轻飘飘地回了一句，他好得很。文森特看着瓦拉斯说，那我就放心了，毕竟塞勒涅答应过，绝对不会伤害罗温。瓦拉斯的耐心彻底耗尽了，他咬着牙逼问塞勒涅到底在哪？可对方只是闭上眼睛，轻飘飘地丢出3个字，不知道。这下瓦拉斯彻底暴怒了，又是一记重拳狠狠挥了过去。这一拳力道大的惊人，瓦拉斯揪住他的衣领，愤怒地咆哮，你不知道，那还有谁能知道？文森特偏过头，吐出一口带血的唾沫，嘴里还忍不住抱怨，说瓦拉斯下手重的像个工程锤，而且偏偏挑在最糟糕的时候动手。他看着瓦拉斯，一脸无辜的解释，说自己被拽过来的时候，刚好正在使用传送魔法，所以塞勒涅到底落在了哪里，他也是真的不知道，这事根本不能怪他。看着瓦拉斯越来越冷峻的脸色，文森特不仅不收敛，反而咧开满是鲜血的嘴，挑衅的笑了起来，问他接下来还能怎么办。结果话还没说完，瓦拉斯又是一记重拳狠狠砸了过去。可就算把人打得动弹不得，瓦拉斯心里的怒火也一点没消，他只觉得整个人都要气炸了。本以为只要抓住这家伙就能顺藤摸瓜找到塞勒涅，可现在线索全断了，这下该去哪里找他？线索断了，瓦拉斯气得直接爆了粗口。找是肯定能找到，可现在最麻烦的是根本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一想到塞勒涅现在生死未卜，瓦拉斯这心里就直犯嘀咕，那姑娘平时连生活自理都费劲，要是真被传送到了荒郊野外，怕是连怎么填饱肚子都不知道。要是落在城里，情况恐怕更糟糕。他心思单纯又没带钱，万一遇到骗子，怕是得沦落到街头去要饭。越想越觉得后怕，瓦拉斯整个人都不好了。要是再不快点找到他，后果简直不敢想象。大雨铺天盖地的砸下来，塞勒涅在冰冷的泥泞中睁开眼，看着四周死寂荒凉的旷野，他整个人彻底懵了。这到底是哪里？他惊慌地转过头，大声呼喊：“文森特，你到底在哪？”可回应他的只有狂暴的雨声，四周空无一人。那个家伙居然把他丢下跑了，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荒野，只剩他孤身一人，他该怎么活下去？就在他近乎绝望的时候，远处的泥泞中忽然传来了沉重的马蹄声，一辆华丽无比的马车正顶着暴雨朝他这边疾驰而来。车窗帘被缓缓拉开，露出一张威严冷峻的侧脸。谁能想到，这辆马车里坐着的竟然是帝国皇帝诺克鲁德？命运的齿轮在这一刻开始疯狂转动。温暖的马车内，皇太子贴着冰凉的窗玻璃，转头看向身旁的诺克鲁德：“父亲，外面下大雨了。”诺克鲁德嘴角微微勾起，眼神中闪过一丝温柔。“是啊，西内亚最喜欢雨天了，他一定会很高兴的。”
皇太子却揪紧了衣角，有些担忧。听说北边最近冷得厉害，母亲的身体本来就不好，这场大雨怕是会让她的病情更加严重。听到儿子的担忧，诺克鲁德却忍不住轻笑出声。在他眼里，西内亚怎么可能会轻易病倒？要是他真的有什么危险，自己绝对会是第一个知道的人。这分明就是瓦拉斯在故意撒谎，用生病的借口催促他赶紧把人接回去罢了。不过他这次之所以带上儿子不远万里赶来，只是因为他实在太想念西内亚了。就在这时，皇太子突然急切地拉了拉他的衣角，指着窗外大喊：“父亲，快看，外面好像躺着一个女人！”诺克鲁德顺着儿子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暴雨肆虐的荒野中，确实有一个浑身湿透的身影。而此时倒在雨中的塞勒涅，意识已经开始模糊，他死死咬着牙，嘴里还微弱地呼唤着瓦拉斯的名字。冰冷的雨水无情地拍打在脸上，塞勒涅只能拼尽全力往前挪动。如果再找不到地方避雨，他今天真的会死在这里。可这片荒原仿佛没有尽头，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看到人烟？就在他快要彻底放弃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一声模糊的呼喊。还没等他来得及回头，一只冰冷的手就重重搭在了他的肩膀上。在这荒郊野岭，着实把他吓得魂飞魄散。来人见状，赶紧退后一步，连声向他道歉，解释说雨声实在太大，自己喊了好多声，他都没有回应，这才迫不得已动了手。男人缓缓拉下头上的雨帽，主动表明了身份，说自己是帝国骑士团的马丁。看他一个人在暴雨中挣扎，才想着过来帮个忙。为了打消他的戒备，马丁特意亮出了佩剑上的皇家徽章。可塞勒涅盯着那精美华丽的图案，心里却直犯嘀咕，这复杂的纹路他根本就认不出来。虽然以前跟着父亲训练时，确实死记硬背过一些帝国骑士的资料，可现在他脑子里一片混乱，只隐约记得是个金黄色的标志。塞勒涅暗自叹了口气，既然现在根本没有别的选择，那就只能先试探一下了。他警惕地盯着眼前的男人，你这是准备去哪？我想去贝利亚斯。马丁听完顿时面露喜色，连忙热情地表示，那可真是太巧了，我们刚好顺路，只要能坐上这辆马车，说不定就能认出车身上的家徽。要是对方真的心怀鬼胎，他袖子里还藏着一把防身的匕首，既然留了退路，他也不再犹豫，微笑着接受了对方的邀请。马丁十分客气地在前面带路，毕竟在这样的鬼天气里，她一个弱女子确实撑不了多久。可就在塞勒涅准备抬脚上车的时候，马丁却突然伸出手，提出要帮他保管身后的弓箭。这一句话瞬间让塞勒涅整个人僵在了原地。当他顺着车窗仔细看清马车里坐着的那张脸时，瞳孔猛地一阵收缩，那张脸他以前绝对在画像上见过。塞勒涅脑海中电光石火般闪过一幅画面，那是父亲以前逼着他死记硬背的帝国皇室画像，而画卷中最尊贵的那个人正是眼前的帝国皇帝诺克鲁德。他瞬间惊出一身冷汗，原来马丁口中护送的贵客竟然是高高在上的皇帝本人。既然已经避无可避，塞勒涅只能硬着头皮躬身行礼，参见陛下，我是塞勒涅贝利亚斯。可他心里却掀起了滔天巨浪，堂堂帝国皇帝为什么会突然在这个时候前往贝利亚斯？诺克鲁德表现得十分宽厚，笑着邀请他进入温暖的车厢，说自己早就听闻过他的名字，一直很好奇。虽然顺利坐进了马车，可看着自己这一身满是泥泞的破烂衣服，塞勒涅尴尬的不知所措，在皇帝面前如此狼狈，简直是丢脸丢到了家。就在他手足无措的时候，旁边的皇太子贴心的递过来一条干净的毛巾，大姐姐用这个擦擦吧。这突如其来的善意总算帮他缓解了车厢里压抑的气氛。塞勒涅赶忙接过毛巾，向诺克鲁德道谢，多亏了皇帝陛下的慷慨相助，他才不至于在暴雨中被活活冻死。面对诺克鲁德的询问，他只能尴尬地撒了个谎，说自己不小心和同伴走散了。诺克鲁德并没有起疑，反而主动聊起了自己这次的行程，说他这次屈尊前往贝利亚斯是为了去接自己的妻子。听到这句话，塞勒涅整个人如遭雷击，皇帝的妻子，那不就是垂帘听政的皇后西内亚吗？还没等他从震惊中缓过神来，马车已经在暴雨中疯狂加速，朝着贝利亚斯的方向疾驰而去。两个突然现身的幽灵在严刑逼供下，哭天喊地的把塞勒涅的下落交代得一清二楚。可当瓦拉斯心急如焚地赶到木屋时，里面早已人去楼空，只留下一些凌乱的痕迹，证明他不久前确实在这里待过。塞勒涅，你一定要坚持住，我马上就来。就在他在狂风暴雨中近乎疯狂的搜寻时，前方的泥泞道路上突然出现了一支全副武装的马车队伍。瓦拉斯猛地勒紧缰绳，整个人瞬间愣在了原地。那辆马车的后方竟然挂着塞勒涅视若珍宝的弓箭，这一幕让他体内的怒火瞬间失控，他直接策马狂奔，死死拦在了队伍的最前方。负责护送的马丁立刻拔出佩剑，满脸警惕的大声喝道：“来者何人？竟敢阻拦皇家车队！”瓦拉斯根本懒得废话，他死死盯着那把弓箭，浑身散发着恐怖的杀意，冷冷的逼问：“这东西你们是从哪里弄来的？”面对瓦拉斯那近乎实质的杀意，马丁的态度依旧十分强硬，直接一口回绝，说自己没有义务回答一个来路不明的人。他冷冷地打量着眼前的黑衣人，心里暗自猜测，难道塞勒涅拼了命逃跑，就是为了躲避这个可怕的家伙？既然话不投机，那就只能用剑来决定谁说了算。马丁怒喝一声，直接拔剑迎战。可他显然低估了对手的恐怖实力，瓦拉斯仅仅是抬手一击，就爆发出了排山倒海般的恐怖力量。瓦拉斯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声音冷得像冰渣：“我再问最后一遍，这东西你们是从哪弄来的？”那股排山倒海的威压大得惊人，马丁被压得双膝发软，根本无法抬头。他怎么也想不到，
这个荒野中出现的黑衣人实力竟然远在帝国顶级骑士之上，眼看自己就要被当场斩杀。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马车里突然传来了一个熟悉而急切的声音：“瓦拉斯！”听到这个声音，瓦拉斯整个人猛地一震，手中的长剑瞬间停在了半空。那声音带着一丝颤抖和不敢置信：“真的是你吗？”瓦拉斯缓缓转过头去，只见华丽的马车门被慢慢推开，塞勒涅竟然完好无损的从车厢里走了出来。塞勒涅心中满是不安，马车外嘈杂的动静显然不是普通的赶路。身旁的巴拉斯赶紧出声安慰，说大概只是碰到了强盗，有家族护卫在，根本不用担心。可塞勒涅却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车厢里的气氛突然变得无比诡异，身边这两个人给他极强的压迫感，甚至让他怀疑他们到底是不是人类。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外面突然传来一声熟悉的怒喝，这声音让塞勒涅整个人都愣住了。难道是瓦拉斯找过来了？听到这声呼唤，外面的黑衣人猛地停手，缓缓转过头来。塞勒涅再也坐不住了，直接推开车门走了下去。看到塞勒涅走下车的那一刻，瓦拉斯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手里的武器直接掉落在地上。在这一刻，什么防备都不重要了，塞勒涅再也顾不上别的，直接扑进了他宽阔的怀里。只要能重新回到这个怀抱，之前受的所有委屈瞬间烟消云散。塞勒涅靠在他耳边轻声呢喃：“谢谢你，终于找到了我。”瓦拉斯把怀里的人抱得更紧了，只要你平安无事，比什么都重要。风波暂时平息下来，两人终于一起坐上了回程的马车，好不容易把心爱的人搂进怀里，瓦拉斯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他主动向皇帝低头认错，为自己刚才的鲁莽举动道歉。诺克鲁德倒是一点没有生气，反而笑着表示非常理解，毕竟为了心爱的人做出疯狂的事很正常。他还顺口调侃了一句：“看来你真的很疼爱自己的老婆啊。”瓦拉斯看着怀里的塞勒涅，毫不犹豫地承认了这件事。诺克鲁德听完更是忍不住感叹，在这世上没什么比爱更伟大的了，他自己也是靠着这份爱撑到今天。接着他看向一旁的巴拉斯，说这孩子是他最爱之人的弟弟，所以无论如何他都会给予最大的包容。巴拉斯忍不住开口打听母亲现在的身体状况到底怎么样了。瓦拉斯笑着让他尽管放心，说人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听到母亲身体无碍的消息，巴拉斯总算彻底松了一口气，他拍着胸口兴奋地表示，只要到了城堡就能看到健康的母亲了。一旁的塞勒涅靠在瓦拉斯肩头，终于安心的沉沉睡了过去。这一路的奔波与惊吓在这一刻彻底消散。而此时的贝利亚斯城堡里，西内亚正满心忧虑的来回踱步。塞勒涅被带走已经这么久了，时间拖得越长，找回来的希望就越渺茫。就在他焦急万分的时候，门外突然传来了密集的马蹄声，皇家马车和家族护卫竟然同时出现。这突如其来的阵仗让西内亚心里咯噔一下，还没等他想明白到底怎么回事，车门已经缓缓打开，瓦拉斯小心翼翼地抱着塞勒涅，大步流星地走了下来。西内亚一看到瓦拉斯抱着塞勒涅回来，悬着的心总算彻底落了地，他忍不住感叹谢天谢地，你真的把人平安带回来了。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看着那辆华丽的皇家马车，西内亚又有些纳闷，你们怎么会坐着皇室的车回来？瓦拉斯赶紧凑到他耳边低声提醒，你之前可是用病危的借口催他们回来的，待会儿说话可千万别露馅了。这一句话直接把西内亚给整懵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小儿子巴拉斯就急匆匆地跑了过来，一见面就心疼的直嚷嚷，外面风这么大，您生着病怎么还跑出来了？西内亚只能尴尬的打着哈哈，说自己只是出来透透气。看着儿子这一路风尘仆仆的样子，西内亚心里心疼坏了，可巴拉斯却带着哭腔说，只要能见到母亲，这点辛苦根本不算什么。听到儿子口中那个病入膏肓的自己，西内亚整个人都彻底无语了，这谎话看来是彻底圆不回去了。就在他头疼该怎么解释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一声深情的呼唤，一抬头，诺克鲁德已经大步朝他走来，还没等他开口，诺克鲁德就一把将他死死搂进怀里。西内亚被皇帝紧紧抱在怀里，脑子里却在飞速运转，也就是说，现在皇帝、皇后还有皇太子居然全都离开了皇宫，这可是个不得了的大消息。另一边，瓦拉斯正抱着塞勒涅大步走在城堡的走廊上，看着怀里安稳睡着的人，他眼里全是无尽的温柔，甚至希望这一刻能再长一点。怀里的塞勒涅迷迷糊糊地睁开眼，一抬头正好对上瓦拉斯那深情的目光，他揉了揉眼睛，有些不敢置信地问，亲爱的，我们刚才不是还在马车里说话吗？怎么一睁眼就到家了？这真的不是在做梦吗？塞勒涅发现自己一直被抱着，顿时有些不好意思，急急忙忙让瓦拉斯放他下来，生怕自己太重累着对方。可瓦拉斯不仅没有松手，反而把怀抱收得更紧了，他温柔地表示自己一点都不介意，甚至想就这样一直抱下去。听到这话，塞勒涅整张脸刷的一下红透了，他靠在瓦拉斯肩头，为这次惹出的麻烦感到自责。瓦拉斯赶紧安慰他，这根本不是他的错，让他千万别往心里去。塞勒涅轻声向他道谢，感谢他为了救自己付出的一切，对瓦拉斯来说只要能护他周全，做再多都是理所当然的。可话音刚落，瓦拉斯却突然停顿了一下，似乎还有什么话一直憋在心里没说出口。这欲言又止的样子让塞勒涅也有些纳闷，他到底还瞒着什么秘密？看着眼前这个男人，塞勒涅心里那点不安一下子全散了。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他终于能放下所有防备，露出最轻松的笑容。塞勒涅
轻声说：“我回来了。”这一刻，瓦拉斯把他抱得更紧了，只要能像现在这样守在一起，以前受的所有委屈全都不算什么了。清晨的阳光洒在城堡上，好不容易回到了家，塞勒涅终于能放松下来，亲手泡上一壶热茶。塞勒涅笑着说：“真平静啊。”看着眼前的塞勒涅，瓦拉斯却显得有些不自在。他轻轻咳嗽了一声，也跟着附和道：“确实很平静。”塞勒涅顺势靠在瓦拉斯肩头，享受着这难得的安宁。瓦拉斯眼里全是温柔，只要能这样守着他，一切都值了。可还没等两人温存多久，塞勒涅突然想起了什么，有些疑惑地问：“刚才是不是有两个像鬼魂一样的人，急匆匆地往这边跑过去了？”瓦拉斯无奈地解释：“他们好像决定和内菲斯一起留在宴会厅4楼了。”听到这个名字，塞勒涅顿时有些吃惊，和内菲斯在一起，这下事情可有意思了。瓦拉斯也觉得纳闷，内菲斯那脾气，居然能容忍别的鬼魂在自己地盘待着，没准是寂寞太久了。塞勒涅倒是挺欣慰，毕竟那些人是为了帮他才冒险的，能有这个结果也算圆满。不过他心里还憋着别的事，之前被绑架的时候，对方曾提起过瓦拉斯的近况，虽然知道绑匪的话不能全信，但他还是忍不住多想。塞勒涅犹豫再三，还是问出了口：“你有没有见过一个长得跟我一模一样的女人？”结果瓦拉斯根本不接这茬，反而深情地看着他：“我不是说过你很美吗？”这突如其来的情话，直接把塞勒涅整不会了。这跟刚才的问题到底有什么关系啊？瓦拉斯解释道：“很简单，你这么漂亮，那个女人可比不上你，所以说她长得像你，根本就不准确。”这一番情话直接把塞勒涅给说服了。瓦拉斯凑上前去，轻轻吻了上去。难得有这样独处的机会，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瓦拉斯低声说：“以前每次到这时候，总会有人来打扰，今天倒是挺清静的。”接着他提议：“我们要不要去休息？”还没等塞勒涅回答，他突然警觉起来，小声说：“好像有人来了。”瓦拉斯根本不想停下，随口应道：“你肯定是听错了。”结果话音刚落，门外就传来了敲门声。本来气氛正好，瓦拉斯当想跟塞勒涅亲热，结果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这下瓦拉斯的脸直接黑了。塞勒涅倒是挺通情达理，笑着劝他：“可能是有什么急事。”门一开，扎斯捧着文件走了进来，一抬头就对上了瓦拉斯那要杀人一样的目光。瓦拉斯冷冷的警告：“要是这事不够重要，你今天就死定了。”扎斯心里那叫一个后悔，怎么偏偏挑了这么个要命的时候？不过正事要紧，扎斯赶紧汇报说，那个抓走塞勒涅的混蛋给殿下喝了改变容貌的药水，不过20天后药效就会失效，他就能恢复原本的样子。听到这个消息，瓦拉斯居然松了一口气，说那真是太好了。这反应直接把扎斯给整不会了，他甚至怀疑自家领主是不是脑子坏掉了。结果瓦拉斯没好气的补了一句：“我是说你小子走运，今天这条小命算是保住了。”瓦拉斯交代扎斯先把这情况汇报给姐姐，看看能不能找到破解的办法。扎斯赶紧领命，正准备打发扎斯走人，瓦拉斯一转头，正好碰上了走过来的马蒂尔德。看着马蒂尔德手里抱着的一大叠文件，瓦拉斯心里直犯嘀咕：塞勒涅现在最需要的是休息，可不能再被这些琐事打扰了。谁能想到，平时胆子最小的马蒂尔德，这回居然直接拦住了瓦拉斯的去路。这举动把在场的人都吓了一跳。瓦拉斯脸色一沉，冷冷地丢下一句以后再说，想直接把人打发走。可马蒂尔德这回是真豁出去了，虽然心里怕得要死，但为了自家夫人的身体，他还是硬着头皮大声反驳，说了解夫人的情况是他的职责，今天必须问个明白。看着眼前这个拼命的小丫头，瓦拉斯也是真拿她没办法，毕竟她也是为了塞勒涅好。瓦拉斯叹了口气，决定这次就破例退让一步。他叫上扎斯先去办公室处理公务，打发走领主之后，马蒂尔德一秒都等不及，急匆匆地跑去见塞勒涅。一见面就满脸愧疚的道歉，说自己来晚了，还紧张的问要不要叫医生过来看看。一提到那个抓走塞勒涅的恶心女人，马蒂尔德气的整个人都要炸了，咬牙切齿的表示，只要是那女人碰过的东西，他通通都要换成新的。看着马蒂尔德这副比自己还激动的样子，塞勒涅赶紧笑着安抚他，让他先冷静下来。被塞勒涅这么一温柔对待，马蒂尔德有些不好意思的红了脸，不过他可没忘了正事，赶紧打起精神询问今天就要开始的宴会，夫人打算怎么安排。听到这话，塞勒涅整个人都懵了，什么宴会？怎么自己完全不知情？马蒂尔德赶紧解释，这次来的客人身份太特殊，所以必须得办个宴会，因为塞勒涅刚脱险，筹备工作暂时由李宾斯盯着。塞勒涅这才反应过来，对啊，这次来的可是皇帝和皇太子，这规格确实低不了。马蒂尔德接着说，主要是因为城堡女主人空缺了太久，以前这些事都是李宾斯在代管。不过马蒂尔德觉得这正是个好机会，他极力怂恿塞勒涅，只要夫人想接手，随时能把管理权拿回来，毕竟这才是女主人该有的牌面。看着马蒂尔德这么支持自己，塞勒涅心里也有了底，既然已经决定留在这里，那就必须把这个家给撑起来。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直接问马蒂尔德，现在准备工作进行到哪一步了？一听这话，马蒂尔德高兴的直拍手，等了这么久，自家夫人总算要制冷起来了。为了迎接皇帝和皇太子，整个城堡的仆人都忙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毕竟这可是多年来最重要的一次国宴。就在大家手忙脚乱的时候，一个消息突然传了过来，公爵夫人要亲自来视察了。这下管事的人直接懵了，夫人还在休息吗？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大门已经缓缓推开，塞勒涅在马蒂尔德的陪同下正式出现在大家面前。
管事罗恩在前面带路，低声向塞勒聂汇报着情况。由于这次行程实在太突然，今天到场的只有少数核心家臣，大部队明天才会陆续赶到。马蒂尔德凑过来小声嘀咕，说明天来的可都是各家继承人，大家都憋着劲想要露脸。塞勒聂听得暗暗感叹，豪门宴会里面的门道还真不少。随后罗恩带他来到了后厨，毕竟宴会最关键的就是食物，虽然时间非常紧迫，但后厨已经准备得相当丰盛，每一道菜都要按客人的口味来定，而且必须由塞勒聂亲自把关。塞勒聂这才意识到，当个公爵夫人居然有这么多繁琐事。瓦拉斯那个家伙之前居然一个字都没跟他提过。罗恩把主厨阿伦叫了过来，阿伦有些紧张的行礼，塞勒聂却一点架子也没有，笑着鼓励了他几句。这一下周围的仆人全都围了上来，大家七嘴八舌的跟新女主人打招呼。看着这群充满活力的人，塞勒聂心里暖洋洋的，这个新家似乎比想象中还要温暖。看着大家伙这么热情，塞勒聂心里热乎乎的，这些纯粹的善意让他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了。从厨房出来后，塞勒聂没打算闲着，他还惦记着那两个曾经帮过他的大功臣。结果刚走到楼梯口，两个身影就唰的一下飘了出来，把旁边的女仆吓得够呛。这大白天敌确实有点刺激。男幽灵一上来就开启了话痨模式，抱怨楼下动静那么大，要是塞勒聂不来看他们可就要伤心了。结果话还没说完，就被旁边的女幽灵一巴掌拍老实了。塞勒聂笑着跟他们打招呼，还贴心的询问他们住的习不习惯。女幽灵那叫一个满意，只夸这地方简直就是天堂。男幽灵忍不住抱怨起北方的寒冷，说那地方根本不是人待的。塞勒聂顺口问了一句，那你们以前住在哪里？结果男幽灵支支吾吾半天，差点把不该说的话给说漏嘴。幸好旁边的女幽灵眼疾手快，一把捂住了他的嘴。虽然他们的动作很快，但塞勒聂还是听到了点风声，这下他心里直犯嘀咕，总觉得这俩幽灵瞒着自己什么大事。男幽灵赶紧打哈哈，说自己就是个四处漂泊的野鬼，现在能在这安家已经很满足了。塞勒聂也没有深究，毕竟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事。他压低声音询问，能不能帮他找一个女人，一个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这俩幽灵一听，立马拍着胸脯答应。可一听说长得一模一样，男幽灵脱口就问是不是双胞胎。塞勒聂自己也说不准，但这两个幽灵接下来的话却让他心里咯噔一下，因为他们居然说双胞胎之间有一种特殊的磁场，只要在这个城堡里，他们就一定能感应得到。看着眼前的塞勒聂，幽灵忍不住好奇地问，你为什么非要找一个和你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塞勒聂叹了口气，说有些事情他必须弄清楚。其实他心里一直有个结，那个叫罗温的女人到底为什么会被执念毁掉？如果不把这背后的原因搞明白，就算把她送回雪山，悲剧恐怕还会再次发生。所以塞勒聂必须和他见一面。听完塞勒聂的想法，幽灵们立刻答应帮忙，还和他约好了时间，明天中午在城堡外的大树下碰头。塞勒聂笑着跟他们道别，这第一步总算是迈出去了。一转眼，宴会的准备工作已经差不多了。塞勒聂换上了新送来的礼服，马蒂尔德眼睛都看直了，直夸这衣服简直是量身定做。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塞勒聂却有些不好意思，这衣服是不是有点太露了？马蒂尔德笑着安慰他，这只是因为您平时穿的太保守了，今晚的宴会他注定要成为全场的焦点。马蒂尔德一边帮瑟勒聂整理衣服，一边忍不住犯嘀咕，说这首都流行的露背装，要是让公爵大人看见，非要立马逼着他换掉不可。塞勒聂也挺无奈，毕竟这是皇帝送的礼物，不穿实在说不过去。马蒂尔德灵机一动，赶紧拿来一件披肩帮他挡住，想着能瞒一时是一时，结果真是怕什么来什么。门一开，瓦拉斯直接撞了个正着，看着眼前美得不像话的塞勒聂，他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瓦拉斯心里那叫一个纠结，这衣服也太露了吧！一想到今晚宴会上所有人都会盯着自家老婆看，他这心里就酸得不行。看着瓦拉斯这副反应，塞勒聂心里有些打鼓，还以为是自己穿的不好看，有些委屈地问，难道我不漂亮吗？这下瓦拉斯彻底慌了，赶紧走上前解释，说他当然好看，甚至好看的有点过分了。看着瓦拉斯那明明想装冷酷，耳朵却红透了的样子，塞勒聂忍不住笑出了声，这男人怎么能这么可爱？他突然起了坏心思，今晚非要好好逗逗他不可。塞勒聂故意傲娇地哼了一声，这下可把瓦拉斯给急坏了。瓦拉斯赶紧低声道歉，生怕自己刚才的话真把他给惹生气了。看他这副手足无措的样子，塞勒聂心里简直乐开了花。塞勒聂朝他招了招手，让他把头低下来。瓦拉斯虽然有些疑惑，但还是乖乖照做。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塞勒聂直接捧起他的脸，在脸颊上轻轻落下一个吻。看着瓦拉斯整个人愣在原地，塞勒聂忍不住得意地笑了起来。这招主动出击，直接把瓦拉斯的防线彻底击碎。瓦拉斯哪里还忍得住，一把将他死死搂进怀里，低头狠狠地吻了上去。这一刻，所有的克制和顾虑全都被抛到了脑后，直到两人都有些招架不住，这个深吻才终于停了下来。本来只是个甜蜜的吻，结果瓦拉斯这一抱，直接让塞勒聂有些招架不住，他赶紧出声喊停，再这样下去，今晚的宴会可就真要迟到了。可瓦拉斯哪里舍得放手，他一边贴着塞勒聂轻笑，一边不依不饶地继续闹他，逗得塞勒聂又痒又好笑，只能一边躲闪，一边小声地求饶。眼看这男人越闹越起劲，塞勒聂不得不伸手捂住他的嘴，强行让他冷静下来。看着瓦拉斯那一脸委屈的模样，这要是再不走，今晚的宴会怕是真去不成了。塞勒聂
直接堵住了他的嘴，说今晚这顿饭可是专门招待贵宾的，他可别想找借口不去。瓦拉斯虽然心里100个不情愿，但也只能乖乖妥协，答应一起过去。塞勒涅和瓦拉斯紧赶慢赶，终于在宴会开始前赶到现场。塞勒涅有些不好意思地向大家致歉，西内亚倒是十分大度，笑着招呼他们赶紧入座。不过西内亚的眼神非常犀利，一眼就看出瑟勒涅脸色不对劲，故意凑过去打趣他是不是遇到了好事。塞勒涅顿时慌了神，赶紧摆手否认。西内亚见好就收，笑着说自己只是开个玩笑，这可把旁边做贼心虚的瓦拉斯给郁闷坏了。宴会正式开始，席间大家聊起了最近的喜事。西内亚代表家族向众人的关心表示感谢，气氛倒也算融洽。塞勒涅正准备动手切盘子里的肉，结果一抬头，瓦拉斯已经把切好的肉推到了他面前。这男人虽然嘴上不说，细节里却全是明目张胆的偏爱。塞勒涅甜甜地道了声谢，这一下直接把旁边的西内亚给看乐了。西内亚忍不住打趣道：“瓦拉斯现在这夫妇妻的模样，简直和当年的老首领一模一样。”旁边的人也跟着搭腔，说以前的老首领更夸张，对夫人那是含在嘴里怕化了，连一根手指头都舍不得让他动。大家七嘴八舌地调侃着，说以前的瓦拉斯整天冷冰冰的，现在有了塞勒涅，这冰山总算是彻底融化了。看着大家都在秀恩爱，诺克鲁德也坐不住了，赶紧把切好的食物递到西内亚面前，一脸得意地向妻子邀功。西内亚和丈夫在席间大秀恩爱，旁边的人看着只感叹，这恩爱的镜头真是一脉相承。不过此时的瓦拉斯心思根本不在宴会上，他只盼着这繁琐的应酬赶紧结束，好能和塞勒涅单独待着。一旁的塞勒涅悄悄瞄向瓦拉斯的手，心里也开始直犯嘀咕，虽然很想牵上去，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实在有些不好意思。纠结了半天，他还是没忍住，在桌子底下悄悄把手伸了过去。这突如其来的主动让瓦拉斯整个人都僵了一下，等反应过来是自家夫人的手，瓦拉斯反手就紧紧握住。这下好了，嘴上虽然还在应付着宴会，心里早就乐开了花。塞勒涅这一下主动可把瓦拉斯给美坏了，虽然在桌底下偷偷牵手不合规矩，要是传到首都，那些长舌妇指不定怎么编排，但瓦拉斯根本不在乎，只要自家夫人高兴，就算在首都大殿上亲一个，他都觉得理所当然。塞勒涅倒是一脸淡定，优雅地抿着红酒，心里却在盘算着别的事。宴会一结束，塞勒涅就立刻行动起来，他总觉得那个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很可能被关在城堡的地下深处，趁着现在没人注意，他必须赶紧去探个究竟。结果刚走到半路，那2个活宝幽灵又冒了出来，男幽灵还拿着玫瑰花大献殷勤，直接被女幽灵无情吐槽。女幽灵悄悄来到了地下深处，看着门口守卫森严，她直觉这里面肯定藏着秘密。穿过厚厚的石墙，她一眼就看到了那个被困在魔法阵里的女人，果然这就是她要找的人。既然来都来了，女幽灵决定顺便去隔壁转转，看看还关着什么人。这一看不要紧，隔壁关着的居然是罗宾。女幽灵突然猛地冲了出来，死死盯着罗宾，恨不得立刻让他魂飞魄散。可就在要动手的最后一刻，女幽灵强行让自己冷静了下来。为了这么个垃圾，要是搭上自己转世投胎的机会，那可就太不值了。她冷冷地看着吓破胆的罗宾，心里很清楚，就算自己现在不动手，瓦拉斯也绝对会让他生不如死。塞勒涅喝了点酒，觉得身上有些发热，顺手就想把披肩扯下来透透气，结果手还没使劲呢，瓦拉斯一把就按住了他的肩膀，冷冰冰的甩出3个字：不，你一点都不热。塞勒涅整个人都懵了，这身体是自己的，热不热难道自己还不知道吗？瓦拉斯开始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说现在是深夜，外面风大，加上喝了酒体温容易下降，所以结论就是你现在冷得很。塞勒涅被他这一套一套的理论直接给绕晕了，仔细一琢磨，好像还真有点良意。既然不让脱披肩，塞勒涅干脆把注意力转移到食物上。这生蚝味道真不错，他第一反应就是想喂给瓦拉斯尝尝。可一抬头，周围全是伺候的仆人，这要是当众秀恩爱，确实有点让人不好意思。塞勒涅眼珠子一转，心里顿时有了主意。既然这里人多眼杂，那咱们换个地方不就行了？他凑到瓦拉斯耳边，找了个借口，说自己吃的有点撑，想出去散散步。瓦拉斯一听这话，一刻也等不及了，他立刻站起身，低声对塞勒涅说：“只要你想，随时都可以。”这俩人终于要提前退场了，周围的人虽然有些意外，但谁也不敢多说什么。瓦拉斯直接牵起夫人的手，在众人的注视下大步往外走。不过管家罗恩真是个明白人，早就看穿了自家夫人的心思，在他们出门前贴心的递上了一个精致的便当盒，里面装的居然全是塞勒涅刚才爱吃的生蚝。月光洒在安静的庭院里，没有了宴会上的嘈杂，塞勒涅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他拉着瓦拉斯走到长椅旁，兴冲冲的招呼他坐下。打开便当盒一看，里面的生蚝不仅新鲜，还贴心的分好了小份。塞勒涅顺手拿起一个，直接递到了瓦拉斯嘴边。这一下瓦拉斯直接愣住了。塞勒涅有些好笑的问：“你该不会是不喜欢吃生蚝吧？”瓦拉斯看着眼前的夫人，有些无奈的回答：“这世上还没有我不能吃的东西。”塞勒涅看着瓦拉斯乖乖吃下生蚝，忍不住笑着夸了一句：“说不挑食的男人最帅了。”这可是他找对象的标准之一。瓦拉斯一听这话，整个人都愣住了，有些不敢相信的追问了一句：“你刚才说什么？”塞勒涅倒是一点没多想，一边把生蚝往他嘴里送，还顺口抱怨起刚才宴会上人太多，都没机会好好喂他。瓦拉斯乖乖把生蚝吃下去，心里却忍不住犯嘀咕：
这女人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刚才说了什么？塞勒涅可没心思管他怎么想，又兴冲冲地拿出了准备好的酒。瓦拉斯看着他这副兴致勃勃的样子，心里暗暗吐槽，这丫头还真是个小酒鬼。不过瓦拉斯显然更在意刚才那个话题，他盯着塞勒涅，认真地问：“那你理想中的另一半到底的是什么样的？”他心里其实早就盘算好了，只要塞勒涅说出来，不管是什么条件，他都得想办法给自己套上去。塞勒涅歪着头想了想，笑着说：“那当然得是个子高高的、肩膀宽宽的男人了。”这标准一出来，瓦拉斯心里顿时乐开了花，这不就是照着他的模样量身定做的吗？看来这夫人的心思早就被他拿捏得死死的了。塞勒涅又补充了几个条件，得能毫不犹豫地抓虫子，而且还不能害怕幽灵，最重要的是胃口的好，胃什么都能吃得香。瓦拉斯在旁边听得直乐，这不就是照着他的模板一条条往上套吗？塞勒涅越说越起劲，说那个人得无条件包容他，不管他怎么任性胡闹，都得觉得他最可爱。瓦拉斯听得心都化了，温柔地接了一句：“那我倒希望你能比现在更任性一点。”塞勒涅有些不好意思地转过头，又加了最后一个条件，还得是个能帮他管好饭碗的人。这下可把瓦拉斯给整懵了。什么是管好饭碗？塞勒涅看着他那副疑惑的样子，忍不住扑哧一声笑出了声。他笑着解释道：“就是会时刻盯着他有没有饿着，只要碗一空，就会立刻帮他装满的人。”瓦拉斯一听，这不就是他刚才在宴会上做的事吗？他立刻自信地表示：“要是这么算的话，他现在已经拿了满分了。”瓦拉斯温柔地抚平塞勒涅紧锁的眉头，轻声说道：“这么好看的眉毛，老是皱着，可就太可惜了。”塞勒涅看着眼前的男人，这不就是他一直想要的那个英俊又有安全感的男人吗？瓦拉斯心里直犯嘀咕，塞勒涅以前确实夸过他帅，难道当时他就已经在暗示这个了？塞勒涅轻轻捧起他的手，温柔地唤了一声：“亲爱的。”这一声直接让瓦拉斯卸下了所有防备，他一把将塞勒涅搂进怀里，低声坦白道：“说实话，我当时真的害怕极了，我好怕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瓦拉斯继续说道：“我其实想一直黏着你，想跟你抱怨，甚至像个小孩子一样跟你撒娇耍赖。”听到这些话，塞勒涅心里全是心疼，他紧紧回抱住他：“那就这么做吧，以后在我面前，你随时都可以这样。”看着身边熟睡的塞勒涅，瓦拉斯的心里其实一直藏着一个秘密。每当他看着这个女人，内心的占有欲就疯狂作祟。他甚至想过把她藏起来，让她只看着自己一个人，甚至想看她哭泣的样子。他知道自己内心的这只野兽有多么贪婪和疯狂，但这些可怕的想法都被他用极大的耐心死死压住。他只想当一个温柔体贴的丈夫，哪怕一辈子都在忍耐，他也心甘情愿。可他怎么也没想到，塞勒涅的温柔就像是一束光，直接照亮了他心里最黑暗的角落。那只失控的野兽居然就这么被他彻底驯服了。清晨的阳光洒在房间里，瓦拉斯看着怀里熟睡的塞勒涅，脑子里居然连以后孩子的名字都一口气想好了好几个，甚至连第一个女儿叫什么，他都已经在心里盘算上了。塞勒涅迷迷糊糊地睁开眼，一转头就对上了瓦拉斯温柔的目光。这大清早的甜蜜互动，直接让屋里的温度升了好几度。塞勒涅笑着问他是不是早就醒了。瓦拉斯还想嘴硬糊弄过去，结果根本骗不过自家夫人。正当两人浓情蜜意的时候，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砸门声，这一下直接把气氛破坏得干干净净。瓦拉斯的脸色一下子就黑了，这熟悉的砸门方式，不用猜都知道是谁。门一打开，果不其然，扎斯正一脸严肃地站在门口。这大清早的来杀风景，看来是有什么急事了。扎斯突然找上门来说，有些棘手的事情必须得让瓦拉斯亲自去处理。看瓦拉斯这严肃的表情，估计事情确实不小，他只能先叮嘱塞勒涅好吃午餐，自己得跟着扎斯去办正事了。既然瓦拉斯有事要忙，塞勒涅也没打算闲着，他决定趁着这个空档再去见见那两个幽灵。反正只是在城堡里转转，他觉得根本不需要带什么护卫。结果这门一开，直接迎面撞上了一个人，来的人正是安娜。一见到塞勒涅，安娜赶紧恭敬的行礼，可还没等塞勒涅开口，安娜就一脸心疼的凑了上去，只抱怨塞勒涅这2天都瘦了，非要带他去吃好吃的补补。其实安娜心里一直特别自责，之前发生了那么大的意外，她觉得自己没能尽到保护的责任，就算现在被剥夺骑士身份，那也是理所应当。她甚至有些害怕塞勒涅会不会因此怨恨她。安娜看着塞勒涅，有些紧张的问：“您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其实安娜心里一直打着鼓，她深吸了一口气，终于把憋了很久的话说了出来。她问塞勒涅，自己以后还能不能继续留下来侍奉？听到这话，塞勒涅直接笑出了声：“这有什么好问的？你当然得一直留在我身边。”听到这个回答，安娜整个人都愣住了。她没有多说什么，而是直接单膝跪地。这突如其来的庄重仪式感，让塞勒涅一时间都有点看呆了。这画面美的就像一幅名画。安娜轻轻执起塞勒涅的手，一字一句的郑重宣誓，她不会只用嘴说，以后一定会用行动，拼尽全力保护好塞勒涅，绝对不会让之前的意外再次发生。安娜这誓言刚立完，转头就开启了贴身保护模式，这让塞勒涅压力山大。毕竟他今天出门是打算去见那2个幽灵的。为了甩掉这个小跟班，塞勒涅找了各种借口，可安娜根本不吃这一套，摆出一副誓死相随的架势。这下可把塞勒涅愁坏了。刚走到庭院的大树下，那2个幽灵就飘了出来。因为有安娜在场，塞勒涅只能装作看不见。2个幽灵还在那嘀咕：“
觉得赛勒聂肯定瞧不见他们，毕竟普通人根本没这本事。可下一秒，女幽灵直接飘到赛勒聂耳边，神神秘秘地透露了一个大消息，说在内城的地下室里关着一个和赛勒聂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听到那个伤害过他的罗宾居然一直藏在眼皮子底下，赛勒聂的心里顿时咯噔一下。他懊恼自己之前偏偏失忆，竟然就这么轻易放过了仇人。要是早知道真相，当时就该直接把他扫地出门。看着赛勒聂的脸色突然不对，一旁的安娜赶紧上前询问，赛勒聂只能强打起精神，找了个借口把安娜支开，毕竟旁边还飘着2个幽灵，他必须找机会问个清楚。安娜刚一走开，男幽灵就凑过来得意的邀功，说要不是他使出美男计引开了那个叫内菲斯的女鬼，他们根本不可能发现这个秘密。结果还没等他吹完，女幽灵直接飘过来拆台，说他根本不是去刺探情报，纯粹是借机去约会，鬼混了一整晚。男幽灵还想开口狡辩，却被女幽灵一顿疯狂输出，直接给对得哑口无言。看着这2个幽灵当众吵架，赛勒聂在旁边整个人都无语了。看着眼前吵个不停的俩幽灵，赛勒聂忍不住调侃了一句，还以为他们是恩爱的小两口。这话一出，女幽灵当场就炸了毛，直呼谁要跟这种花花公子在一起。男幽灵也急得不行，赶紧自证清白，说自己活着的时候非常专一，眼里根本容不下别人。赛勒聂被逗得直乐，连连点头表示相信。不过笑归笑，他突然想起了一件正事，表情也跟着严肃了起来。赛勒聂低声询问他们，当初带瓦拉斯去那个木屋时，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他最关心的是那7本怪物大公的小说是不是还在木屋里。结果2个幽灵对视了一眼，给出了一个让他最害怕的答案，那些书全被瓦拉斯给带走了。这下彻底完了，赛勒聂整个人都傻在原地。要是那些书被瓦拉斯看到，他最大的秘密可就彻底保不住了。原来瓦拉斯急匆匆赶来，就是为了研究这几本红皮书，可书里那些奇怪的内容，显然让他一个头2个大。他越看越觉得不对劲，甚至开始怀疑人生，忍不住抱怨这写的都是什么鬼东西，自己居然一个字也看不懂。一旁的扎斯也只能干看着，毕竟连自家主人都看不懂，他就更别想帮上忙了。这种摸不着头脑的感觉，让瓦拉斯心里烦躁到了极点。扎斯提议对比不同卷的内容，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可瓦拉斯早就试过了，根本没有任何发现。既然书里找不到线索，那就只能从外面查起。瓦拉斯立刻下达了新的命令，让人去查最近进入北方的可疑人员，不管对方藏得多深，他都必须把真相给挖出来。扎斯领命退下，看来这北方的平静很快就要被彻底打破了。如果这书里写的不是胡话，那事情可就真的大条了。原来这个世界的时间已经悄悄循环了7次，每次都是29年一个轮回，前6次都老老实实按着剧情再走，偏偏有一次因为外人插手，导致整个局都被搅和了。更诡异的是，前7次循环里连个影子都没有的西内亚，这次居然毫无征兆的冒了出来，这绝对不是什么巧合。想到这里，瓦拉斯猛地停下了脚步。难道赛勒聂早就已经看过这本书了？瓦拉斯不由得想起赛勒聂之前说过的话，他说想去外面看看。现在回想起来，那些看似天真的话语，每一个字都像是在暗示着什么。这下瓦拉斯是彻底坐不住了。看着书里的惊人内容，瓦拉斯整个人都彻底乱了。如果这上面写的都是真话，那赛勒聂当初根本就不是自愿来到这里的。一想到这里，瓦拉斯心里全是懊悔，他甚至不敢去回想自己当初对赛勒聂的态度有多恶劣，那时候的他该有多绝望。一个胆小又无助的姑娘，突然被丢进这个完全陌生的世界，身边连一个能信任的人都没有。可他这个当丈夫的，不仅没有给他一丝安慰，反而只知道冲他发脾气。这一拳砸下去，他恨不得能替他承受所有的委屈。瓦拉斯现在整个人都慌了，他开始在城堡里疯狂寻找赛勒聂，因为他突然意识到一个最可怕的可能：如果赛勒聂只是逃跑，他就算翻遍整片大陆也能把人找回来。可要是他找到了回原本世界的方法，那他就真的彻底失去他了。一想到自己以前对他的态度，瓦拉斯心里就全是懊悔。在这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里，他不仅没有给他半点依靠，反而像防贼一样防着他。就在他快要绝望的时候，一阵微风吹过，漫天的花瓣唰的一下飘落下来，大树下那个熟悉的身影让他的心一下子落回了肚子里。看着不远处的赛勒聂，瓦拉斯终于松了一口气，只要他还在，一切就都还来得及。瓦拉斯把一件重要的东西交给了安娜，让她立刻转交给西内亚。交代完这些，他才稍微松了一口气。看着安娜离开的背影，瓦拉斯脑子里全是赛勒聂温柔的笑脸，他忍不住自嘲自己以前怎么会怀疑她是女巫呢？她分明就是个迷路的小仙女。可一想到穿越世界这件事，瓦拉斯的心又悬了起来。毕竟强行把灵魂绑定在这个世界，对赛勒聂来说绝对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就在他满心担忧的时候，一抬头正好看到赛勒聂就在不远处，他轻声唤了他的名字，可赛勒聂转过头来的神情却让他心里咯噔一下。赛勒聂现在整个人都慌了，他怎么也没想到瓦拉斯居然拿走了所有的书，要是他真的读了那本书，那他最大的秘密可就全露馅了。今天早上见面的时候，瓦拉斯明明还什么都不知道，怎么突然就变了态度？难道是手下向他汇报了什么，才让他发现了这些书的秘密？如果瓦拉斯真的看完了，他会相信书里那些荒诞的内容吗？看着赛勒聂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旁边的女幽灵也看出了不对劲，赶紧凑上来询问他是不是有什么绝对不能暴露的秘密。还没等赛勒聂回答，男幽灵突然压低声音提醒瓦拉斯已经朝这边走过来了。赛勒聂下意识地转过头，果然看到那个高大的身影
正一步步朝自己逼近。看着走过来的瓦拉斯，塞勒涅的心一下子悬到了嗓子眼。他几乎可以确定，这个男人绝对已经看过了那本书。在瓦拉斯的心里，最初爱上的那个塞勒涅是那么开朗又大方，甚至在感情里也总是主动的那一个。可现在的自己，胆小懦弱又容易受惊，连撒娇都不会。他忍不住一直和过去的自己做对比。瓦拉斯理想中的伴侣，一定是以前那个完美的塞勒涅吧？对比书里写的那个女主角，她会不会对自己这个不完美的灵魂感到无比失望呢？就在他难过的快要撑不住的时候，那个高大的身影已经来到了身边。瓦拉斯轻轻捧起他的脸，温柔地哄着他：“别哭。”塞勒涅还在小声嘴硬，说自己明明还没哭呢。看着他这副委屈又倔强的样子，瓦拉斯眼里全是心疼，轻声夸他真的很勇敢。瓦拉斯看着他，认真的对他说：“就算你真的是女巫，对我来说也根本不重要。”其实他早就看穿了一切，只是为了让他安心，才一直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瓦拉斯接着承诺，只要他需要，他会拼尽全力去帮他，给你一个最安全的家。塞勒涅看着眼前的男人，心里那些委屈和怀疑一下子全散了。这个男人明明娶了一个陌生人，却还是把最好的东西都捧到他面前，每次遇到危险也总是第一个把他护在身后。绕了这么大一个弯，塞勒涅终于想明白了，这里就是他真正的归宿。他主动拉住瓦拉斯，笑着问他要不要一起去喝杯茶。这一次换他主动走向他了。在阴暗的地下室里，被魔法阵死死锁住的乔索，其实这魔法阵根本关不住他，只要他动用力量，随时都能震碎锁链逃出去。但他偏偏选择留下来，因为对方答应过，只要找到了塞勒涅，就让他和他见面。为了这个执念，他已经寻找了太多年，根本不在乎多等这一会儿。就在这时，地下室的大门被缓缓推开，西内亚走了进来。一看到有人进来，乔索心里顿时一惊，难道是他们找到塞勒涅了？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西内亚一开口，直接给他整不会了。乔索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连珠炮提问，问他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结没结婚，甚至连喜欢吃什么，有什么爱好都问了个遍，最后还冷不丁夸了他一句：“你长得真漂亮。”这一套查户口的操作，直接把西内亚给整害羞了，一时间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西内亚却什么都没解释，直接转身就走。看着他离去的背影，乔索彻底懵了。这女人大半夜跑过来，到底是在盘算着什么？伴随着沉重的大门关上，这地下室里又只剩下这个被关着的乔索了。他现在整个人都是懵的，本来还指望能和对方好好谈谈，结果人家连5分钟都不想多待，直接转身就走。这让他开始怀疑自己继续留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要不干脆直接走人算了。可还没等他下定决心，大门居然又一次被推开了，西内亚居然又折了回来。他手里端着一杯热气腾腾的饮品，温柔地问他喜不喜欢喝可可，还顺手把杯子递了过去。这突如其来的关心，直接把乔索给整不会了。他有些受宠若惊地接过杯子，轻轻尝了一口，脸上顿时露出了开心的笑容。乔索有些不敢相信，这杯可可居然是他亲手做的。西内亚大方承认，还顺便做了个自我介绍，说自己叫西内亚。接着他又抛出一个诱饵，只要明天乖乖把可可喝了，就允许他提一个问题。这条件听起来很诱人，但乔索心里跟明镜似的，这女人可没那么简单。他能明显感觉到体内的力量正在被一点点削弱，看来这杯可可里加了专门对付他的药。不过就算知道这是个陷阱，他也根本没打算拒绝。西内亚交代完这些，就直接转身离开了，只留下一句明天再来。看着空了的杯子，乔索忍不住笑了，这女人确实够聪明。现在别说用魔法阵和锁链关着他了，就算把门敞开，他都绝对不会离开这里半步。毕竟他可是亲口答应了，明天还会再来。塞勒涅一边倒着茶，一边打听被抓的文森特一伙。瓦拉斯倒也十分爽快，直接承认人已经在手里了。塞勒涅顺势追问，接下来打算怎么处置他们？瓦拉斯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这茶的味道还是一如既往的怪。塞勒涅开始认真盘算，得先弄清楚罗温为什么非要联姻，然后想办法让他彻底死心，最好是和文森特一起回雪山去，再也别出来折腾了。看着他这副操心的样子，瓦拉斯只觉得他单纯的可爱，居然还在期待童话般的美好结局。不过既然是他想要的，那自己就一定会帮他实现。其实瓦拉斯心里早有打算，要是西内亚承受不住那股力量，直接毁掉就是了。等女巫的力量彻底消失，就把那2个人绑了送回雪山。没了巫术，他们也不过是活得久一点的普通人。可说实话，对这些差点害了他们的人来说，这种惩罚简直太便宜他们了。塞勒涅越想越抓狂，忍不住大声抱怨，要是时间能倒流，他这辈子都不想再碰到这种破事了。塞勒涅主动提议，既然那些人欠了瓦拉斯的，那就让他尽管去讨债。瓦拉斯听了只觉得他可爱，答应他不会下手太重，也保证绝不会让这种事再次发生。有瓦拉斯在身边，塞勒涅总算能松一口气。这样一来，他既能遵守对文森特的承诺，也不用再让幽灵到处去打听消息了。可就在塞勒涅刚想开口说点什么的时候，瓦拉斯却突然愣住了，一个让他有些揪心的问题猛地冒了出来：29年后，时间还会再次倒流吗？在那些被抹去的时间线里，他们明明结了婚，过得那么幸福，可如今那些美好的过去，却连一点痕迹都没留下，这让他怎么能不害怕？瓦拉斯心里很清楚，要是时间再倒流一次，现在拥有的一切就全没了，哪怕得不到完美的爱，他也只想守着眼前的日子。可只要塞勒涅想要，他随时愿意陪他重新来过。想到这，瓦拉斯直接问他想不想让时间倒流。塞勒涅想都没想
就拒绝了。这下瓦拉斯总算松了口气。塞勒涅还天真的提议，只要找到那个女巫，让她以后别再折腾就行了。结果瓦拉斯一句话直接把他问住了。他问塞勒涅知不知道那个女巫到底是谁？其实塞勒涅根本不知道背后的谁有多深，而瓦拉斯心里早就有了答案，那个能逆转时间的人极有可能就是西内亚，只是他现在还在犹豫，到底该不该把这个真相告诉他。看着有些无措的塞勒涅，瓦拉斯赶紧安慰他，说自己有办法把人找出来。听到这话，塞勒涅甜甜的笑了起来，只要有他在，他就什么都不怕了。西内亚和诺克鲁德刚走过来，就被塞勒涅注意到了。塞勒涅热情地招呼他们，让他们也过来一起喝茶。诺克鲁德自然是乐意至极，直接跟着西内亚走了过去。不过这两人一出现，气氛多少有些微妙。诺克鲁德端起茶杯尝了一口，他发现现在的塞勒涅比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还要活泼得多。塞勒涅在那不停地念叨，说自己想种点罗勒和洋甘菊，以后好用来泡茶。西内亚就在一旁静静地听着，这在诺克鲁德眼里简直就像一只叽叽喳喳的小鸡。不过看着看着，诺克鲁德心里也明白了，为什么西内亚会这么喜欢他，因为塞勒涅的一举一动刚好都踩在了西内亚的喜好上，这让他心里多少有点不是滋味。要知道，他为了能引起西内亚的注意，每一步都是经过精心计算的，可塞勒涅却能凭着天性轻而易举地得到西内亚的偏爱，这人比人真是能气死人啊。看着西内亚这么开心，诺克鲁德心里已经开始盘算了，要是把塞勒涅直接接进皇宫，天天陪着西内亚，他是不是会更快乐？为了讨心上人欢心，他这算盘打得可真够响的。而另一边，塞勒涅正高兴地喝着茶，在瓦拉斯眼里，只要塞勒涅喜欢，就算他要把整个皇宫都种满草药，他也绝对会无条件支持。这种安稳又温馨的日子，大概就是他一直想要的幸福。就在气氛正融洽的时候，西内亚突然笑着提了一句，希望塞勒涅以后的孩子能像他一样可爱。这话一出，旁边的瓦拉斯顿时就不乐意了。在他眼里，塞勒涅这么娇小柔弱，怎么能现在就聊生孩子这种辛苦事？护妻狂魔这下是彻底坐不住了。结果塞勒涅自己倒是一点不介意，反而甜甜的回了一句，其实他更想要一个像瓦拉斯那样勇敢的小男孩。听到塞勒涅想要个像自己的男孩，瓦拉斯表面上装得冷淡，心里其实早就乐开了花。结果西内亚直接一盆冷水泼下来，说要是孩子像他那样，可就真麻烦了。继承那张不好看的脸也就算了，要是连那毫无自知之明的脑子也继承了，那才叫灾难。这话一出，瓦拉斯在旁边气得直咬牙，他心里10000个不服气。塞勒涅明明夸过他无数次帅气可靠，要是他真的没有自知之明，怎么可能在战场上活到现在？这女人纯粹是在胡说八道。可谁能想到，塞勒涅居然笑着附和了一句，说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接着就赶紧转移话题，问大家要不要再喝杯茶。这下完了，瓦拉斯整个人直接僵在原地。这打击来的太突然，原来在塞勒涅心里，他也真的是个没有自知之明的人吗？他到底错过了什么？看着突然消沉下去的瓦拉斯，塞勒涅也有点摸不着头脑，这好端端的怎么突然就自闭了？塞勒涅看着消沉的瓦拉斯，心里也是哭笑不得。这男人平时看着挺精明，怎么一到这种时候就迟钝的像个木头？就在这时候，诺克鲁德站起身准备离开，走之前还不忘在西内亚脸上轻轻落下一个吻。这突如其来的狗粮真是让人猝不及防。看着诺克鲁德走远，塞勒涅也赶紧找了个借口，说要去拿新的茶罐，一溜烟的跑开了。这下子桌上就只剩下西内亚和瓦拉斯了。西内亚把地下室的情况告诉了瓦拉斯，说那家伙居然把加了料的可可全给喝了。瓦拉斯听完倒是一点也不意外。西内亚忍不住好奇，问瓦拉斯怎么就这么肯定对方明知道有诈，还会乖乖把药喝下去？瓦拉斯端起茶杯，说出了那个男人的底细。原来他大老远从雪山跑出来，就是为了找那个能让时间倒流的女巫，甚至还把对方当成了自己的姐姐。他这次来，恐怕是想让时间再次倒流。听到这个秘密，西内亚心里也有了新的盘算。